原来私底下拥护你的人竟然有这么多。听说郑思业和郭思成还只是代表。怎么，现在觉得本王厉害了？南婉嫣真想照着他的脸上来一拳。自恋狂，我只是想说，这么多人还都是些文人风骨的古板的老头子，有自己的傲骨和尊严，你能够让他们站在你这边就已经是万幸了。你的嘴上功夫还不错，只要假以时日，三顾茅庐一番，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你的了。什么茅庐？顾慕寒的眉眼越蹙越深，见南婉嫣离他越来越远，心中不爽，索性他潇洒的起身，长腿一迈就坐到南婉嫣的身边。听不清。三顾茅庐，顾名思义就是3次拜访茅庐。茅庐是一个地名，曾经有一位立志打天下的人想要笼络一个足智多谋的智者，于是他不怕困难，接连3次拜访这位智者，最后心诚所至，金石为开，他得偿所愿，得到了天下。没想到你懂得还不少。那当然，我知道的东西可多了。王妃确实懂不少东西，什么书都喜欢看一看，就像今早看的那些书一样，想来了解的事情一定很多。南婉嫣一把捂上了顾墨寒的薄唇，我看的都是正经书，哪里像你说的那样。温柔的触感让他身子一僵，但很快回过神来，大手扣住了他的手腕，剑眉一挑。本王可没说过有什么不好，是你此地无银300两了。不过你既然喜欢看那种书，莫非你寂寞了？他故意将南婉嫣往怀里拽了拽。寂寞什么啊？南婉嫣拍掉了他的手。我看是因为我喜欢。大家都是成年人，你也别装的一副清高的样子，总抓着我的事情不放。我就不信你没看过春宫图，看那些做什么？不过最近，顾墨寒适时的打住自己的思绪。南婉嫣，从前本王扯你衣裳，你护得比狼崽子都紧，面红耳赤，好不羞涩。本王还以为你真是个纯情女子，现在看来你什么都懂，都明白。当时竟然戏耍本王，你该当何罪？他不仅想到了这个，还想到南婉嫣的第一次不是他的。蓦然他的心头十分不悦，十分烦躁，他迫切想要知道他的初次究竟是给了哪个畜生。你不能治我的罪，你每次对我动手动脚的时候，眼神好像要吃人，你换谁谁不害怕啊？我那个反应是合情合理的。南婉嫣，本王不管你还有多少秘密，还有多少羞耻的藏书，亦或是在跟别的男人纠缠不清，往后若有一样暴露在本王面前，本王绝不轻饶。只要你不搞事，我就不会搞事。我先回院子了，王嬷嬷，母妃的药这2日该换了，我明日就送到静禅院。南婉嫣机敏，也知道他是有话要单独和顾墨寒说。老奴知道了，多谢王妃。王嬷嬷感激地应下，而后目送南婉嫣离开。嬷嬷有事要说。王爷，云侧妃有孝心，知道娘娘回来了，便拖着病殃殃的身子，帮着老奴给宜妃娘娘熬药。只是她似乎旧疾犯了，近日不小心烫伤了手，伤得有些厉害，老奴已经让人看诊了。顾墨寒原本舒展的眉头皱起来。他给母妃熬药了？是啊，老奴都说不用了，但是云侧妃执意要亲自动手，还说王爷待她不薄，她不能忘恩负义。老奴一时心软便，还请王爷恕罪。不关嬷嬷的事情，本王知道了。王爷是想去看看侧妃吧？这是烫伤药，您去看看侧妃的时候，给她上上药吧，需要多调理调理，才好为王爷生儿育女啊。生儿育女？顾墨寒蹙着眉，面色逐渐的冷沉。本王知道了，本王去看看她。说罢，转身消失在了王嬷嬷的视线里。王爷，您怎么来了？他从桌边起身，踩着小碎步迎了上来。柔儿有失远迎，还请王爷责罚。起来吧。柔儿听闻您和王妃出去了一趟，想着王嬷嬷一个人在静禅院也忙不过来，就想去帮她一把，结果笨手笨脚的把自己弄伤了啊！不过王爷不必忧心，柔儿伤得不重。本王知道你一片好心，但往后就别再去静禅院熬药了，安安分分的在院子里休养吧。母妃的事情有王嬷嬷一手操持，也有别的下人可以吩咐，不必你操心。这是伤药，你拿着，让你的婢女每日给你换上。他早就跟云雨柔划清了界限，他们2人没有男女之情，但他感念他的救命之恩，总归不会对他太凉薄。可云雨柔却一怔，王爷是不是觉得柔儿太蠢了，这点事都做不好？不是，只是没必要。本王只是来送药，顺便告诉你不必再去静禅院，本王还有军务要处理，就不留了。说罢，他转身要走，云雨柔却一把拽住了他的衣袖。王爷，就待一会儿好不好？柔儿许久没和你好好聊聊天了，
今日帮母妃熬药，也不过是因为爱屋及乌。柔儿是您的人，自然也要对母妃上心。坚定地抽出自己的手，眸光清凛地盯着云雨柔。雨柔，本王上次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不管你做什么都是无用功，但不会对你产生任何别样的感情。是本王负了承诺，你若想好了补偿，就遣人来告诉本王，只要本王能做到的，都会答应你。王爷，难道您真的……好好养伤，若有别的需求，你尽管告诉高管家就好。云雨柔看着顾墨寒远去的背影，心里好似有惊涛骇浪翻涌而过。主子，您这又是何必呢？王爷来看您，就证明他心里还是有您的呀。是吗？顾墨寒都想驱逐我离开王府了，这也叫心里有我吗？我不能被击倒。虽然这一次没能留下王爷，但也证明王爷的心里还有我。3日后就是王爷的生辰了，替我想想送什么礼物给王爷吧。阿姐，我们真的不去给顾叔叔送礼物了吗？不去，哼，他又喜欢上那个欺负娘亲的坏女人了，不能去。小包子被姐姐的气势震得不敢回话了。算了，我们是不能给他去过生辰，但是礼物还是要给他的。毕竟娘亲说了，我们要做一个礼尚往来的乖小孩。姐妹2人来到门口，将礼物递给了于峰，让他转交。这一幕正好被王嬷嬷看见。这是两姐妹在院外逗留的时间太短，她还没怎么看清楚，她们就回院子去了。这2个小丫头看上去都4岁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王爷的亲骨肉。可若是王爷的孩子，按照王妃的性格，怎么也会闹得人尽皆知才对，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透露呢？而且5年前南婉嫣嫁进王府时，就已经不是完璧之身了，孩子是不是王爷的还真不好说。思索间，他已经来到了西风院的门口。老奴来迟了，见过王爷王妃，老奴祝王爷生辰吉祥。嬷嬷不必担心，今日是家宴，不必拘谨，坐着吧。多谢王爷。今日大家都给本王送了贺礼，或是送了亲手做的吃食，但本王总觉得差了那么1-2个人。他的视线有意无意地掠过他。王爷，你看着我干什么？王妃今日可是为王爷准备了什么礼物啊？话落，南婉嫣顿时有些尴尬，这男人怎么还得寸进尺了呢？给他做了衣服还不够，还想要什么？南婉嫣讪讪的一笑，逼不得已的从发髻间取下自己的簪子，递给了顾墨寒。礼轻情意重，王爷别嫌弃啊。确实挺轻的，不过本王就勉为其难收下了。唇角不自觉地扬了扬。柔儿为王爷煮了长寿面，还熬了参鸡汤，来迟了一些，请王爷王妃见谅。云侧妃真是有心了，手上的伤还没好，却惦记着王爷。云雨柔的目光快速掠过了南婉嫣，还有顾墨寒。王嬷嬷不用挂念，多亏了王爷给柔儿送药，伤势已经好了不少。王爷，这长寿面是柔儿亲手做的，您快趁热尝尝。本王已经吃过了。是柔儿来晚了，王爷都吃完了。难得云侧妃一番美意，受伤了还为您熬汤，王爷就算不吃面，也尝尝这汤吧。今日小厨房也没有炖汤，这参鸡汤可是大补啊，喝了对您的身子也好。顾墨寒蹙着眉看了眼王嬷嬷，又看了眼什么话都没说的南婉嫣，最终还是端起鸡汤喝了一口。本王不爱喝这些，日后就不要再做了。王爷曾经是爱喝的，是最近受伤了，所以才变了口味吧？啊，您现在喜欢什么，柔儿以后都给您做。以后，云侧妃，本王妃是看你贵人多忘事吧，记不清自己的处境了。你现在是自由身吗？什么时候恢复的？本王妃怎么不知道？王爷，娘娘那边离不开人，老奴就先退下了。祝您生辰快乐。顾墨寒颔首，他转身离开了。王妃，妾身只是过于思念王爷，才会擅自出院子的。汤里的药效发挥并没有那么快。顾墨寒此刻面如常色，他也不心急，他得想办法把南婉嫣和其他人赶走。你思念王爷，就可以将王府的规矩置若罔闻。至于惩戒，孰事无睹。看来王爷给你的底气很足啊。王爷，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可以将过去的恩怨暂时不管。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要说清楚，王府有王府的规矩，你既然下令禁足了侧妃，就算宠着，那也不要让她再出现在我的面前。尤其是这段时间，要是惹得我心烦了，我可就不客气了。见南婉嫣撂下话就走，他蓦然抓住她的手腕。你去哪儿？本王的生日宴都还没有结束，你擅自离席不合规矩。和云侧妃独处，不是正合王爷的心意吗？顾墨寒也不恼，反倒看向了簪花，声色冷厉。把云侧妃带回去休息，她身子不好，不适合受风凉。云雨柔有些慌了。王爷，
柔儿想多陪陪你。南婉嫣甩开他的手，想看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顾墨寒瞥了一眼脏话，还不带你的。清俊的脸庞上浮现出了痛苦之色。你怎么了？云雨柔的眼睛里闪烁着金光，看来药效发作了。王爷是不是不舒服？柔儿扶你回房间休息吧。他咬牙甩开了云雨柔的手。你给本王喝的是什么东西？柔儿没有，我还怎么就直接怀疑到我头上了？没有，方才本王就喝了你的汤，现在便觉得浑身燥热难耐，你敢说没有？南婉嫣从顾墨寒的反应看，这才明白他是被喂了不干净的东西了。神与香玉却是心神大骇，没想到这个侧妃看上去乖巧，背地里却做这样见不得人的勾当。云雨柔受不了这些鄙夷的目光。是柔儿做的，柔儿只是想借着王爷的生辰跟王爷圆房。柔儿现在身体已经调理的差不多了，可以圆房了。但王爷自从上次以后，就对柔儿不管不问，柔儿的心也是肉做的，也会疼啊，所以最后只能带回去看好。若是云侧妃再有下次，本王绝不轻饶。是王爷。葬花被吓得腿都软了，连忙拽着怨恨的云雨柔往回走。香玉和神宇看着眼前的顾墨寒，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南婉嫣看戏也看完了，这心上人给他下药想圆房，他却把人给赶走了。算了，管他呢，他要回院子抱小孩了。谁曾想南婉嫣才刚走2步，南婉嫣，你给本王站住！你又干什么啊？南婉嫣还没说完，顾墨寒就大步直接走到他的面前，一把拽住他的手腕，拖进了房间里。门外的神宇和香玉面面相觑，却什么都没说。神宇在想，王爷这是找王妃要解药，还是找王妃当解药啊？屋子里，顾墨寒一把将南婉嫣按在了门板上。你跑什么？我跑什么了？你的生辰宴都这样了，人也走完了，我还需要配合你演什么？我告诉你，顾墨寒，今晚我够给你面子了，你可别得寸进尺，滚开！你没看到本王被人下了不干净的东西了，为什么不帮本王？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的合约里可没有这一条。而且你爱云雨柔，天下人皆知，你还为了她守身如玉5年，我怎么知道这种药效也竟然会赶走云雨？有些按捺不住心里的冲动，猛然将她捞入到怀里，紧紧地掐着她的腰。本王说了，别妄想揣测本王的心思，你每次猜的都不对。南婉嫣被他抱得紧，使劲地推开。有什么不对？你赶紧放手，别碰我。既然是云雨柔给你下的药，那你就去找她要解药，我没有。南婉嫣在他的怀里挣扎着，顾墨寒都有些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了，好似被锅炉烧开了一样。他忽然又吻住她的唇，用力的，往昔种种跃然于眼前，心头一颤，手指不自觉地摸向她的腰带。南婉嫣瞪大了眼睛，挣扎不断。顾墨寒，你他妈干什么？你现在这个做法是想毁约？他忽然将挣扎的南婉嫣扛在肩头，走到床边，将她丢在床上，起身压上去。顾墨寒，约定是建立在本王正常无事的前提下，但本王现在情况不好，不算。况且你本就是本王的王妃，本王碰你理所当然。你再敢动我一下试试，我现在就让你半身不遂。而且我说了，我对你没有任何的感情，更不可能和你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你还想让合作继续的话，马上滚开。就这么嫌弃他。其实他一开始也没想碰他，但他把他往云雨柔那边推，他恼火不已。要合作，但现在本王偏就想你。说罢，猛然拽开了南婉嫣的腰带。南婉嫣恼羞成怒地将他重重地给推开。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顾墨寒死死按住他的手。本王对自己的王妃做这样的事情，如何背信弃义？南婉嫣的手被摁住，拿不到空间里的东西，十分暴躁。怎么就不是了？这种事情是能随便跟人做的吗？我说了我不喜欢你，要么你就泡冷水去，要么你去找云雨柔去，怎么也轮不到我头上。你喜欢什么样的？要护我，更要护得住我的2个小丫头，要爱我疼我，对我一心一意，没有妾，心里也没有别人。顾墨寒，你扪心自问，你哪一个对得上？我有什么理由要跟你在一起？放开我！南婉嫣，你就是在针对本王。你说的这些条件，你自己不觉得可笑吗？这不可笑，你自己做不到，但不要觉得这世上没有人能做到。符合我条件的男人多了去了，只是你鼠目寸光，没有发现而已。你以为本王做不到的，别的男人就能做得到吗？这天下哪里有男人不是3妻4妾？本王在他们当中已经算少的了，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第2个。况且他早就跟云雨柔提过赐他一纸休书的事情，只是云雨柔一直没有答应。你还真以为你现在只有2个老婆就很好了？一夫多妻这样的事情根本就不该出现。
一个人若是爱另一个人，满心满眼里只会装着对方，绝不能容下其他的沙子。像你这样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还盯着灶上的，很明显就是一个花心大萝卜。我是不可能喜欢你的，更不可能把后半辈子的生活全部浪费在无聊的后宅争斗里的。我就纳了闷了，你那么喜欢云雨柔，难道容得下他身边有多出来的男人吗？要是他和别的男人卿卿我我，甚至亲他吻他，你不气吗？他不在乎云雨柔，他身边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身边出现多少疼他的表哥他都无所谓。可南婉嫣身边只有一个莫允明，他就气得不行了。他突然不敢深思，而且你的云雨柔只是一个理由，你别以为我现在跟你合作就不会计较当初你对我的所作所为。我这个人很记仇，你那30大棍打得我皮开肉绽，我可没有忘记，所以我们注定是要分开的。本王当初他是被两人间的仇恨冲昏了头脑，松开了他的手。本王可以不碰你，但你要来浴池照顾本王，帮本王解药，不然本王就把你当解药。说完，他转身推门走了出去。浴池里，站那么远，你怎么照顾本王？你先去池子里泡一泡，我再给你解药。但他不知道顾墨寒现在浑身难受的紧，感觉血管都快要裂开。你来伺候本王。好，刚刚被他又啃又吻，他火大的紧，假意要替他宽衣解带，然后猛地一高抬腿，猝不及防的在顾墨寒的膝盖上一踢，你给我下去！谁知顾墨寒早有防备，反手拽住了女人的脚踝。南婉嫣低叫了一声，砰的一声，二人被瞬间浇了个湿透。顾墨寒因为药效变得有些神志不清，身上的热意也褪去了，像极了幼年那次落水。他的心慌恐惧瞬间弥漫，不断的呛水，不断的挣扎。南婉嫣落水后冷得不行，却见顾墨寒压根就没站起来，他似乎是溺水了。南婉嫣都懒得想浴池的水都能溺水，是装的还是真的。顾墨寒这一刻，时间好似倒回到某个被他遗忘在记忆深处的时间点，曾经也有一个人像这样在刺骨的湖水中将他救了上去。顾墨寒翌日早上醒来的时候，头脑一片空白，眼皮沉得都抬不起来。神宇，属下在。昨日是谁救的本王？王爷，是王妃救了您，王妃也给您解了毒。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熟悉感？想起南婉嫣曾经对他说过那些救他的话，顾墨寒长眉拧紧了，若有所思地捏紧了身上的被褥。王妃现在在哪儿？这个沈玉有些为难地挠了挠头。今日王妃在香林院办了一场小聚会，说是给无聊的侧妃解解闷，不过直接说，不用藏着掖着。是，王妃邀请的是太傅家的江姑娘，以及京城一些有头有脸的官家小姐，那都是侧妃之前邀请过的小姐，而且王妃是真的邀请了侧妃，说王爷既然不禁足，那就不用禁足了。南婉嫣昨晚还说不想见到云雨柔，今日怎么那么主动的想见？她在打什么主意？本王去看看，你不用跟着。是，今日王妃十分不按常理出牌，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愿吃亏的不是王爷吧。臣女见过王妃。有了2次的教训，江如月现在十分忌惮南婉嫣。南婉嫣看着这些八卦分子，柳眉微挑，佯装热络地说：“今日本王妃请大家来，就是为了给云侧妃解闷儿。小姐妹之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必拘谨，都坐吧。”是王妃。啊，云侧妃终于来了，怎么站在院外不进来呢？侧妃怎么不进来？云雨柔的脚步顿时顿住了。该死的南婉，他到底想做什么？她皱着眉忍下了，转身和葬花一起走进了院子。回王妃，妾身方才看到院子里这么多人，还以为是走错了。江如月有些疑惑地说：“怎么你不知道吗？今日王妃可是专门为了你，请我们过来给你解闷儿呢。”我知道，只是没想到大家都来了。说着，蓦然看见南婉嫣的脖子上有个分外显眼的咬痕，可见顾墨寒昨晚有多用力。极度愤怒，痛心地咬着下唇，紧紧地绞着衣袖。真是该死！我看云侧妃脸色不太好，莫不是昨日一王生辰出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江姑娘说的是什么话啊？王爷的生辰怎么会有不好的事？我只是这几日没有休息好，身子抱恙罢了。南婉嫣差点没憋住笑出声来。侧妃的身子还抱恙啊？本王妃明明记得昨日你在王爷面前说你的身子已经养好了，还能和王爷圆。王妃还是多喝点茶吧。昨日是妾身自以为身子好了，但其实并没好。哦，还有这样的事啊？那可真是王府里的府医术不济了，这怎么能行呢？云侧妃这身子要是养不好，又如何跟王爷要上子嗣呢？江如月这人真是枪枪精准命中云雨柔的要害。这条蠢狗哪壶不开提哪壶。原来借刀杀人是这么的快乐。说得对，侧妃要是养不好身子，就算王爷愿意，
那也挺难怀上孩子的。众人便以云雨柔该如何养身体才能怀上子嗣，以免被休弃为话题，七嘴八舌的出谋划策起来，完全不管云雨柔脸色有多难看。香玉听得不亦乐乎，笑得嘴角都咧到耳根了。王妃真解气。还有更解气的，等着。突然，香林院门外出现了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香玉眼见，立即说：“王爷来了。”见过王爷。王爷来了。顾墨寒被南婉嫣的笑脸晃花了眼。你们在做什么？王爷，臣妾看云侧妃这几日闲来无事，在王府里总是瞎转悠，就叫人叫来了江姑娘他们，来给云侧妃解解闷儿。旁人听不出来，但是顾墨寒知道，这字里行间都充斥着南婉嫣的不满。顾墨寒长眉一挑，十分自然地坐在南婉嫣的身旁。既如此，那你们聊你们的，不必拘束，本王不会干扰。云雨柔看着两人默契的模样，恼恨地抓着自己的大腿。换做以前，这一王怎么可能坐在南婉嫣的身边？这可真是开了眼了。今天天气冷，本王妃特意让厨房做了一些暖身汤，大家聊聊天，也喝一些，暖暖身子。香玉去让人送汤。奴婢这就去。而香玉来到了厨房，反复确认了一下每个人的碗，最后对站着的几个婢女说：“都端出去吧。记住，王妃的碗是银色，王爷与之相对用玄色，侧妃是铜黄，剩下几位小姐们都是藏蓝。”香玉的话音刚落，有一个小婢女脚下一滑，不小心撞到她的身上。“你没事吧？”“没事，多谢香玉姐姐。”扎着双髻的小婢女神色慌张的摇头，随后转身就跑出去。香玉狐疑，下意识看了眼被众人端出去的汤碗，顾墨寒的玄色的碗里好像有些变化，但他以为是自己眼花了，便没管那么多。多谢王妃款待。说罢，除了云雨柔，所有人都把汤喝了个一干二净。没想到这个小白莲还挺谨慎的。云侧妃怎么不喝？其实是觉得太烫了，想放一放。不烫啊，温度刚刚好。要是再放一会儿喝，那就不叫暖身汤了。您说是吧，王妃？江如月再次挑起了大梁，帮云雨柔当起了捧哏。云雨柔压着火，假模假样的端起了碗。可是府医说了，妾身最近不能吃红枣，太补。说罢，他的眼光有意无意地瞥着顾墨寒。怎么回事？难道南婉嫣没有下毒？顾墨寒感受到云雨柔的视线，又想起昨日他给他下药，俊脸就沉了下来。是该补一补，毕竟要子嗣可是大事啊。我看云侧妃脸色这么不好，身子这么弱，可王爷那么猛，是我多嘴了。本王还没有与侧妃圆房，不会跟他要子嗣。就算他给本王下再多的药，本王也不可能碰他。话音刚落，瞬间引起了轩然大波，众人震惊不已，而顾墨寒脸色更是猛然一变，墨瞳中满是惊诧。怎么回事？本王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那些药这么刺激的？江如月正在喝茶，听到了这话，一口气全喷出来。云侧妃原来还有这种癖好。一道惊雷劈下来，众人一时间不知道看谁好。南婉嫣也是十分的震惊与不解，她不会是误吃了我的真心药丸了吧？她特意嘱咐了香玉别弄混了，按理来说应该不会弄错呀。云雨柔更是发懵。王爷，您在开玩笑对吗？柔儿毕竟是您的侧妃，怎么会给您下什么药呢？而且柔儿先前只是身体不好，所以才迟迟没有与您圆房。您是因此生气了吗？顾墨寒是什么意思？就算他再不悦，也不能把这些话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直接说出来吧。昨日在西风院里，有那么多双眼睛都看见了，你在鸡汤里给本王下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企图与本王圆房。侧妃，你明知本王最讨厌不择手段的人了。该死，他怎么全都说出来了？云雨柔越听脸色越白，这怎么可能呢？王爷与云侧妃不是一直心意相投吗？本王与侧妃心意不相通，这事早前就已经跟他说过了。的确是本王误了他，本王愿意承担责任，给予补偿。可他不愿不肯，闹得一出又一出。此话一出，众人哗然，南婉嫣却是蹙眉不解。顾墨寒居然跟云雨柔说过心意不相通，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他完全没有印象啊。江如月的眼底有着嘲笑，还有着满满的讥讽。方才侧妃说王爷怜爱有加，没想到云侧妃这么爱撒谎啊！今天这个消息太爆炸了，等他回去一定要走街串巷的告诉那些没来的姐妹们。众人嫌弃的看着云雨柔，开始窃窃私语。王爷，您在说什么呢？柔儿没有。云雨柔的脸皮都要被顾墨寒给撕烂了，慌慌张张的站起身，跑到顾墨寒的身边，哭哭啼啼。王爷，你今日究竟怎么了？是柔儿哪里做的不好？柔儿可以改，
柔儿日后再也不做惹您生气的事情了。他还要脸面的，就算做错了事，可顾墨寒怎么可以当众说这些呢？别碰本王！顾墨寒已经不受控制了。这翼王果然是在逗我们吧？您若不喜欢侧妃，又怎么会等了云侧妃5年呢？一个官家小姐终于忍不住将心里的话问出来。南婉嫣朝顾墨寒看过去，眼神同样是好奇。顾墨寒双目一致，努力的想要闭上嘴。别说，本王要忍住。可下一秒，铿锵有力的声音再度响起。他是本王的救命恩人，从前本王把恩情当作爱，所以他想要什么便给予什么，始终守护着他。可他太让本王失望了，背着本王手段耍了一出又一出，坏事做了一件又一件，本王对他的情分已经快消耗干净。没想到柔弱的兔子是个奸诈狡猾的狐狸啊！在将军府长大的表亲，又怎么会是柔弱的兔子？手段高明的很呢。5年前他可利用了好多人欺负过王妃呢，但那会儿只是借刀杀人，没想到5年后她直接自己动手了，真是个可怕的女人。唉，真是苦了王爷了。王爷，你真要如此绝情？云逸柔闻言再也支撑不住，无力地瘫软在了地上，眼底逐渐有了恨意。顾墨寒原来已经讨厌他到这样的地步。侧妃，王爷口口声声说不喜欢云侧妃，那你喜欢谁？都在等待着顾墨寒的答复。突然，顾墨寒面色古怪看了南婉嫣一眼，猛然从椅子上站起身，一言不发地离开了香林院。他头也不回地一直往前走，冷汗涔涔地爬上他的脊背，终于走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喜欢你，喜欢南婉嫣。话说完，他就僵住了，彻底石化在了原地。本王究竟是怎么了？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堆真实的想法。这怎么可能？本王绝对是疯掉了。想罢，顾墨寒心跳加速，慌张不已，一掌拍在墙上。本王一定是吃错药了。翼王怎么走了？是啊，还等着听后续呢。可能是太过伤心了。唉，香玉却突然两眼放光。王妃，奴婢觉得王爷喜欢的人就是……打住！南婉嫣知道香玉要说什么，连忙制止了他的想法。今日就先到这儿吧，让大家看笑话了。香玉送客，那些人尽管再不甘心，也只能在香玉的带领下窃窃私语地走出去。哼，有些人曾经打着翼王心上人的旗号到处炫耀，原来都是自己妄想出来的。我要是这人呢，今日被翼王嫌弃成这样，早就一头撞死了。说罢，他挽着身边小姐妹的手，大笑着走出去。这话好似是万箭穿心，云雨柔瞬间崩溃了，再也不想待在这里，起身抹着眼泪撞开了前面的人群，逃回了竹兰院。侧妃，侧妃，你在后厨的时候是不是发生什么了？不然今天吃真心丸的不会是顾墨寒。也没有发生什么。哦，对了，出门的时候有人撞了奴婢一下。怎么了，王妃？你还记得撞你的人长什么样吗？奴婢记得。把他卖了，赚来的钱买点好吃的。他曾说过，云雨柔每安插一个人手，他就卖一个。哎，主子，您别哭了，您不觉得王爷今日的表现很反常吗？反常？有什么反常的？王爷不过是把心里话全都说出来了。不是这个，奴婢是想说，王爷今日说话虽然难听，但也许并非是真心的。奴婢注意到，王爷当时表情痛苦，似乎是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在操控他。你什么意思？奴婢听说，那南婉嫣上次回丞相府的时候，丞相府有一个姨娘喝了他给的酒，也这样疯疯癫癫的。所以奴婢猜测，但凡是喝了南婉嫣给的茶，或是吃了他给的药的人，都会变成这样，不受控制的说一些不想说的话。他一定是个妖怪变的。你在胡说些什么？这世上哪里来的妖怪？他不会是妖怪变的，但他做的这些事情，要是能够大做文章，就算白的，我也要给他说成黑的。主子的意思是要从他是妖怪这件事情上下手？没错，平常人都信奉，也惧怕鬼神，妖怪这种东西更是让人闻风丧胆。造化，你去帮我办几件事情。当真要这样做？女人不喊，地位不稳，懂吗？造化。奴婢明白了。本王怎么可能喜欢南婉嫣？本王就是喜欢南……他用力顶住自己的下颌，强硬地将嘴合上。一定是本王受了什么刺激，才会变得这么难以控制。一定是。屋子里，顾墨寒就好似一个神经病。突然，啪的一声，他猛地抽了自己一巴掌。本王不可能喜欢南婉嫣。终于，顾墨寒一拍桌子起身，震得四周的空气嗡鸣，再也没有那种无法自控的感觉。他终于恢复了正常。刚要敲门进来的沈宇闻言，不由得呆滞在了原地。王爷，
王爷这是怎么了？怎么好端端的说自己不喜欢王妃啊？属下什么都没听到，请王爷放心。难道是刚才在香林院两个人又吵架了？什么事？回王爷，方才正思宴那边差人送来了您的生辰礼，还告诉属下，王爷生辰是大事，往后每一年都会亲自拜见。顾墨寒的眼底闪过了一抹喜色。如此便好，待会儿你亲自去挑选些东西，送到各位大人府上，就说礼物本王很喜欢，有机会定叫各位大人到王府来赏阅。是，此事属下一定办好。但是王爷，将军府的嫡子云衡癫痫的病症至今迟迟未好，属下听说云大将军十分震怒，已经闹到皇后面前了。王妃可能很快就会被宣进宫里问责。问责？本王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沈宇恭敬地退了出去。真的出去了！哇，花姐这个绣剑好厉害！莫雨明浅笑着，笑颜好似是一轮弯月。你的也很厉害，只不过你没用对方法。说着，温柔地抓住小包子的手腕，教他如何瞄准发射。嗖的一声，一枚小指长的木锥从小包子手里射了出来。哇，这个，难道这就是百步穿？百步穿杨。南婉嫣笑颜如花走进来，不过这个成语可不是这么用的。娘亲，你快看看舅老爷给我们的绣剑，好厉害啊！对，娘亲，你看，biu biu biu，袖箭射出，啊，成祸了！眼看着坛子就要掉在地上，莫雨明泰然自若地从轮椅上跃起，脚尖轻点地面，身形如风掠到了花架前，稳稳地将其接住，放了回去。小征角这身法也算得上是百步穿杨了。小小年纪能有如此天赋，果然骨子里有顾墨寒的传承。娘亲，对不起，我只是想展示方才舅老爷教我和小包子的机关术，不想把花坛弄倒的。谢谢舅老爷。娘亲不怪你啊，只要你不伤到自己就好了。我就知道娘亲最好了。我也是怕伤到他们，所以袖剑我做成了木质的。还是舅舅考虑的周到。不过舅舅，你怎么教他们使用机关术了？娘亲有所不知，舅老爷说了，现在整个香林院他都布下了天罗地网，往后要是还有坏人再来造次，都会被舅老爷的机关打得落花流水，满地找牙。这是我们用来对付坏人的东西。舅老爷说，等我们再长大一点，就能换成那个什么来着？银剑。谢谢舅舅，但我相信这样提心吊胆的日子很快就能结束了。只要婉婉和两个小丫头没事儿，我做这些都值得。我还没给舅老爷看过我刚学的功夫呢，我去院子里换练功服。阿姐等等我也去。可不一会儿，姐妹二人脸色苍白地跑回来，身后还跟着同样面色紧张的香玉。怎么这么快就会？只见小征角一双眼睛被揉得皱巴巴的，手里还捧着一只喜鹊的尸体。娘亲，我们回屋的时候发现树下有一只死掉的小鸟，好可怜。没事啊，小喜鹊只是去了别的地方，在那里它也能过得很快乐的。这个时节会有喜鹊吗？王妃，请恕奴婢多嘴，喜鹊死了是不祥之兆，尤其是死在院子里。不知是不是舅老爷的院子里布下的那些机关不小心伤了这喜鹊，才会。机关术确实无情，人畜不分，只要有人触发，必死无疑。我也不确定这是不是机关弄的。没有外伤，身体不算是僵硬，并非是冻死的，无畏，但是精壮的。不学医的人或许不懂，但他知道，这就是砒霜。喜鹊是被人毒死的，应该死了没多久，跟机关术没什么关系。他刚刚才让云雨柔丢尽了脸面，现在他院子里出现了被人毒死的喜鹊，难道小白莲又想搞什么幺蛾子了？死的。香玉的表情一变，愤愤不平。究竟是谁这么恶毒？娘亲，我们想给小喜鹊做个坟墓埋起来。去吧。婉婉，此事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要做好防备。我知道，真是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偏要闯。也不知道那两个小丫头去哪儿埋尸体了，还没回来。有香玉陪着，不要担心。舅舅，你的腿吹不了这么久的寒风，先进屋吧，我给你的腿上点药。好。南婉嫣起身要去推他的轮椅，没料到腿蹲麻了，整个人突然朝前仰了过去。婉婉，眼疾手快地从轮椅上站起身，伸手要去拽南婉嫣。南婉嫣本能要抓他的手，可是腰身突然一紧，整个人天旋地转，被人从身后捞过去，重重地撞进熟悉的男人的怀里。他的胸膛硬得很，南婉嫣撞得鼻子都疼了，
立即抬头看向抱着他的男人，眼神愕然。你怎么来了？看向伸着手的莫叶明，俊脸上染着几分强势的冷冽，眼神警告的意味很浓。舅舅行动不便，下次就别逞强了。我不算什么，一切以婉婉的安慰为主。顾墨寒的眸色沉沉的，越看莫雨明越不爽。我站稳了，你可以松开我了。顾墨寒睨了南婉嫣一眼，眸色不悦，不仅没有放开他，反倒往怀里拽了拽。昨日本王生辰，2个小丫头没来，本王过来看看，他们人呢？他们不在，你有话就直说，虽然我也不一定会回答你。南婉嫣和顾墨寒同时回头看去，只见香玉一脸兴奋，左手拉着小包子，右手拉着小蒸饺，旁边还跟着正巧买东西回来的阿季。香玉说完了话，一溜烟的跑没了人影。舅老爷，我现在接着给你表现武功，好不好？好。小包子也乖巧的站在南婉嫣的身边，紧紧的拉着她的手，一声不吭。顾墨寒看着几人都不主动跟他说话，而莫雨明和小蒸饺如此亲密，瞬间心里更加的酸了。这明明是他的宝贝闺女。顾墨寒俯身伸手去捏了小蒸饺的脸。几日不见，你可是长进了？小蒸饺躲开了，不给他捏脸。我自然长进了，也不看看我是谁。师傅都夸我武学奇才，舅老爷叫我机关术，我更是百步穿肠。众人闻言都十分的惊悚。小主子要是百步穿肠，那得多可怕！南婉嫣扶额，刚刚才教了一遍，现在又忘了。是百步穿杨。顾墨寒揉了揉小家伙的头发，眼睛里全都是宠爱。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更要看看你有多厉害了。那你可不要害怕，我现在肯定能跟你过招了。王妃，我们就坐在这里看吧。南婉嫣见他笑起来，心里莫名的发毛。坐哪儿都行，不过有点奇怪，小家伙是给他舅舅表演的吧？顾墨寒怎么一副好像是给他表演似的？院子里凉，阿季，去屋里把我的垫子拿来，给婉婉和小包子铺上。好的，先生。不必麻烦了。只见顾墨寒脱了外袍给南婉嫣做坐垫，单手拎起了小包子，抱在了自己的怀里。王妃，坐吧。小包子眨着眼睛看向了南婉嫣，南婉嫣伸手就要将他抱过来。我抱小包子吧，不用你。顾墨寒没松手，抱着小包子先坐下来。你瘦胳膊瘦腿，坐在你的怀里都硌得慌，本王抱着就行，你赶紧坐下来吧。小蒸饺都等了很久了。娘亲，快坐快坐。南婉嫣只好先坐下来。一家三口齐齐整整的，莫一鸣就在旁边孤零零的坐着。此时小蒸饺撸起袖子往后走了走，哎呀！一掌带着烈气划破了平静的空气，隐隐让人感觉到了几分威势。下一秒，小蒸饺扎好了马步，身形微闪，切换自如，翻跟头，信手拈来，朝后下腰又重重地击出了一掌。一招一式，在这个小小的身形里仿佛蕴含了巨大的力量。莫一鸣甚至能在小蒸饺的身上看到顾墨寒的影子。顾墨寒看着小蒸饺大展拳脚，漆黑的眸子里兴奋的火光若隐若现。他按捺不住，将小包子放回到南婉嫣的怀里，起身上前站在了小蒸饺的身旁。腿要稳，出手要干净，不要有花里胡哨的动作。南婉嫣挑眉诧异，思绪纷杂。不得不说，在管教孩子方面，顾墨寒确实有个当爹的样子。小包子愣愣地看着顾墨寒和小蒸饺，时不时地发出了赞叹，眼底都是艳羡之情。南婉嫣的眉头突然皱得更紧了。二人练武结束，顾墨寒故意逗弄小蒸饺，不错，进步很快。照你这样下去，或许过个3-50年能够打得过我。小蒸饺一下子急了，你胡说，等我毕业了，我肯定就能打过你了。话音刚落，他突然双脚腾空，顾墨寒单手将他抱在怀里，稳稳地走回到南婉嫣的身边。好，那我等你来挑战我，到时候输了可不许哭鼻子哦。他将小蒸饺放在椅子上，揉了揉他的脑袋。我才不会哭，师傅说了，哭鼻子的孩子不是好将军。一番话逗乐了众人，而莫雨明看在眼里，心思沉沉的。小厨房里新做的糕点，主子们快吃也尝尝吧。南小小主子的口味跟王爷还真是如出一辙。闻言，众人纷纷看向了小包子和顾墨寒。这有什么？不过是口味相同罢了。小包子，慢点吃，喝点茶润润，别腻了。舅舅可能不知道，吃多了肥肉，喝点山楂水才能解腻。他的闺女喜欢什么，他还能不知道？小包子一时间有些犹豫的左顾右盼，最后伸出头去，张开小嘴咂巴着顾墨寒怀里的山楂水。对不起，舅老爷，我也喜欢喝山楂水。舅老爷，小包子从小就喜欢吃酸酸的山楂水。莫雨明的手轻轻地颤了一下，但仍旧面不改色地收回了手。无妨，慢慢喝，别呛着。
顾墨寒的眸底稍显得意。舅舅不必担心，有本王看着，小包子呛不了。可静禅院却是血雨腥风了，院子里死了好多的动物，怎么会如此？而这时，云雨柔和簪花也来到了静禅院。王嬷嬷，您在做什么呢？云侧妃也不知怎么了，好端端的王府里竟有一只死狐狸，还有一些死的喜鹊、白鹤，这些都是祥瑞之物，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主子，这跟我们院子里的那些不是一样吗？王嬷嬷，主子他看不得这些，心里难受，这才想要来找您。没想到连静禅院里也出现了这么肮脏的东西。什么？云侧妃的院子里也有？过去的王府里也有这样的怪事发生吗？以前没有的，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我院子里前些时日就有了，不过每次也就1、2只。我刚开始也没有放在心上，至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现象，我记得好像是……奴婢记得好像就是宜妃娘娘回府后的第2日。哎呀，这可不得了！王嬷嬷，虽然这种事情说出来，可能您会觉得荒唐。可柔儿担心这王府里怕是有邪祟，所以才导致这么多祥瑞死去。万一这邪祟冲撞了母妃，这件事情必须马上告诉王爷和王妃。柔儿在来的路上，好像听人说王爷去了王妃的院子里。我们这样贸然前去，会不会打扰了王爷和王妃？王妃原本就不太待见柔儿，此事至关重要，不能耽搁。要是有什么事情惹怒了王爷和王妃，都是老奴的责任，和云侧妃没有半点关系。多谢嬷嬷。南婉嫣不让我好过，我也绝不会让南婉嫣好过半分。王嬷嬷3人来到香菱院来得太突然。王爷，这2位是……南婉嫣蹙着眉，刚想说话，顾墨寒却云淡风轻地开了口：“是本王的孩子。”那岂不是小郡主？还是2位小郡主？那王爷岂不是能立储君了？王嬷嬷这么着急，是有什么事情吗？王爷，老奴方才在静禅院里看见好多离奇死亡的动物，云侧妃的院子里也有。这些祥瑞似乎都是宜妃娘娘回来以后才出现的，是大凶，是不祥啊！早上才让他摔了这么大一个跟头，没想到一点也不知道顾着伤疤，这么快就上赶着来送死。什么意思？母妃的院子里死了很多动物。是啊，王爷，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老奴感觉十分不安。他的话才刚说完，云雨柔身边的簪花好像中邪了一般，惊叫道：“主子，奴婢好像又看见那个东西了。”你瞎叫什么？看见了什么东西？簪花的眼神忽然在南婉嫣四周很是恐惧地说：“回王爷，昨夜奴婢做了个梦，梦里王府有血光之灾，还有一个红衣飘飘的女鬼，一头散发的提着刀在王府里游荡。她所到之处，所有的花草都枯萎了，动物也都死了。最后那女鬼走到宜妃娘娘的院子里，奴婢就醒了。奴婢好像又看到那个恐怖的红衣女鬼了，她就在那儿。”簪花虚指了一个方位，是南婉嫣的院子。王府里只有南婉嫣爱穿红衣，簪花明显是在暗喻南婉嫣就是祸害。一派胡言，青天白日的，哪里来的鬼？簪花立即跪下：“王爷，是真的，奴婢昨天夜不能寐，噩梦缠身，就是看到了这些血碎。”这王府里死了动物有很多原因，不必大惊小怪，也不要跟什么邪祟扯上关系。装神弄鬼最惹人厌。莫一鸣一双眼半眯着，藏着深不见底的冷意。您有所不知，若是死一些普通家禽，确实无伤大雅。可府里死的都是些不常见的动物，甚至连那山林里的狐狸都出现了。就这么硬邦邦的躺在静禅院里，身上没有任何伤口，死得这般离奇，叫人着实不安呢。嬷嬷，母妃有王妃照顾着，不会有什么问题，您不要自己吓自己。王爷，老奴没有别的意思，就想图个心安，还请王爷恩准老奴去府外请个道士回来看看王府是不是真的没有不干净的东西。毕竟这样诡异的事情，老奴实在放心不下呀。既然嬷嬷担心，那就去找个道士，免得有些人疑神疑鬼，觉得府里不干净。说着，南婉嫣目光犀利地扫过了簪花，最后落在云雨柔的身上。她倒要看看云雨柔能掀起什么风浪来。去找几个有名的道士来。是，王爷。小厮刚走不过片刻，高管家和小厮就领着一个身穿道袍、蓄着白胡子的老人，刚刚吩咐下去，这道士就上门了。云雨柔的眼底掠过一抹暗色，心里不由得冷笑。王爷王妃，这位道长不是老奴请来的，是不请自来的。他方才在府外一直说咱们王府被黑云压着，恐怕是有大灾祸。道士怎么会不请自来？您是翼王殿下吧？
贫道乃是上青山的道士，路过此地，只觉得周围都被黑气所扰，怕是有大灾厄，所以不请自来，特意为王爷化去灾祸的。香玉瞪大了眼睛，传闻那儿的道士都能通晓古今，知人生死，很厉害。高人，您说的对，王府里最近的确有些不太好，不知该如何化解。要想化解灾祸也不难，找出根源即可。老道士说着话，突然就顿住了，皱着眉头来到南婉嫣的身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不知您的生辰八字可否给贫道一份啊？你要王妃的生辰八字做什么？好啊，香玉，你去拿纸笔来。是，王妃。南婉嫣想做什么？多谢王妃。道士点头收好，转身对顾墨寒说：王爷，不知王府里最近是否有贵人入住过来？有，可是也要生辰八字。道士点头，王嬷嬷立马也伏案写起来，递给了老道士。而后他拿着2张纸仔仔细细地端详起来。这怎么可能？这易王妃的命格竟然这么好！你看出什么了？但为了那不菲的报酬，他也只能睁眼说瞎话了。这小姑娘的命格阴阳不调，五行虽然诸全，但火为高位，易生出祸端。相反，贵人的命里阴阳相调，五行以水为主，和这姑娘的刚好相克呀。王嬷嬷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儿。会有什么影响？这火属能量太大，整个王府都被困死了，恐怕过不了多久，贵人便会因此香消玉殒呐。怎么会？桑花更是假装疯疯癫癫地抱着自己。奴婢就知道他们不会白做。王妃与贵妃娘娘犯冲，五行相克，若是长留在府中，那按照你的意思，我火气大会克死宜妃娘娘。贫道是按天运天命算出来的，现在王府乌云遮蔽，说明天象已经印证了贫道的话。王爷若是不信，那不如让贫道猜猜，现在王府里是不是已经莫名其妙死了不少生物，尸体还软绵绵的？王嬷嬷慌了。是这样没错。一派胡言！本王的王妃是什么人，本王比你清楚。你若再信口雌黄，本王现在就让你身首异处。那些祥瑞是替你们挡了一劫，但再留此女继续待在王府，你们一个个的也会被这火给克。克什么？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是谁来收买你，陷害本王妃的？老道士被他的眼神盯得有些发毛。贫道的师傅可是上青山第一道士，贫道也是一身本事，岂容你来诬陷？这王府如今就是乌烟瘴气，诸事不顺，若有重疾之人，将永远都好不起来。王爷，您仔细看看您身边这近来短短几个月内，是不是性情大变，做着从来不会做的事，说着从不会说的话，这些可都是妖魔附身造成的呀。她已经不再是王妃了，而是妖怪呀！众人十分的惊骇。让我赶紧死吧，今日就死吧！一派胡言！本王的王妃是什么人，本王比你清楚。你若再信口雌黄，本王现在就让你身首异处。高管家，把他给本王赶出去！王爷，贫道好心为您解忧，您怎可如此待贫道？若是不信贫道的话，不妨再去找几个道士。王爷，事关娘娘，您可千万别掉以轻心。小正角气红了脸，挽起了袖子，瞪着老道士。看你年纪大，没想到这么为老不尊，你凭什么诬陷我们娘亲？还一口一个妖怪，我看你长得才像妖怪。你要是再乱说话，再污蔑我娘亲，我就让拉布拉出来咬你的屁股。别一口一个妖怪，一口一个清白了。收买你的人没告诉你我是什么本事吗？老道士忽然觉得不安，你就别再使坏了，离开王府。贫道念你没有伤人性命，可留你这妖女一命。高管家，麻烦你去将王嬷嬷院子里死掉的动物拿过来。是。香玉，去我的屋子里拿桌上第一个盒子里的草药。是，王妃。这女人凭什么能够得到那么多人的庇护？她为什么每次都能这么镇定，似乎什么事情都在她的意料之中一样？王爷，这妖女是想做法呀，您快拦住她，不然伤亡就大了。这时高管家已经将死掉的动物拿过来了，还有香玉也将药草拿了过来。
南婉嫣扫过了云雨柔的脸，眼底噙着冷笑。你说天降异象，王府里的祥瑞都是被我克死的。为了诬陷我不祥，将这些动物的死形容得很诡异，但你不知道，这些动物都是被毒死的。云雨柔忽然就有些不安了，老道士也是一惊。你瞎说，这狐狸怎么看得出是被毒死的？分明就是你克死的。南婉嫣没说话，直接把手里的药材放到狐狸的嘴边扫了，赫然出现了一道褐色的印记。王妃是女神，怎会有帝王命？顾墨寒更是怒火中烧。砒霜遇到紫附草会变色，你不知道，下毒的人也不知道，因为这种药材极为稀有，寻常人根本就得不到。你要是觉得这些小东西是我克死的，那你就将狐狸嘴边的砒霜给吃了。你要是没死，我就当你口中的妖女。香玉，随便挑一只动物，取砒霜给那道士吃。不可呀，王妃，贫道都说。的确有个小乞丐给贫道送话，说王府里有异常，还给了贫道一些钱财，让贫道污蔑你。但谁让做的，贫道是真不知道啊！而且方才贫道也看走了眼，那边才是不吉之兆，不是您的院子呀。众人的视线顺他的手指方向看去，不禁诧异：云侧妃的竹兰院，道士是在瞎编，还是真的看出来了？侧妃，你怎么解释？这到底是从哪儿找来的蠢道士？不仅没陷害到南婉嫣，反倒把我牵扯进去了。忙跪下。王爷，他方才才污蔑了王妃，如今又来污蔑柔儿，这话实在信不得啊！他一看就是骗子，方才来就是想要骗财的，现在瞒不住了，就随便瞎说了。王嬷嬷，柔儿连蚂蚁都舍不得踩死，更见不得这些血腥的场面，您都是知道的。又怎么可能凶残的杀戮呢？这是要遭天谴的哈！他半信半疑地看着云雨柔，一时间没有开口。胡说！贫道真是有人给了钱，才来王府诋毁王妃的，何来污蔑呀？老道士慌慌张张地掏出了赃钱，还朝着南婉嫣磕了几个响头。王妃，如今贫道说的句句属实。方才贫道给您看命格的时候，一眼就看出您五福俱全，贵气逼人，不仅天生凤命，还有帝王的命。您才是千年难得一遇的贵人呐！众人震惊，十分难以置信，这怎么可能？满口谎话！王妃是女神，怎会有帝王命？顾墨寒更是怒火中烧，猛地一脚踹在道士的胸口，好像你大吐一口血死了。云侧妃，您快起来！这道士真信口雌黄，不仅污蔑王妃，还污蔑了您，险些就让他得逞了。南婉嫣却还在震惊之中。帝王？莫非原主真的是公主，未来的女皇？可原主的爹不是丞相吗？莫雨明看着已经咽了气的道士的尸体，若有所思。婢女藏花，妖言惑众，污蔑王妃，拖出去乱棍打死，以儆效尤。王爷饶命啊！脏话的脑袋嗡的一声，偏头看向云雨柔，却被他冷冽的眼神给吓了一跳，哭喊着冤枉，被于峰给拖了出去。王爷，草花也不是有意的，他只是做了一些噩梦，刚好又对王府这些怪事对上了，所以才这么说的，还请王爷从其臣。他的话音刚落，南婉嫣忽然狠狠地扇了云雨柔几巴掌。王妃，你什么？你管教无方，接连交出2个婢女诬陷本王妃在前，本王妃还打错你了？是，妾身确实管教无方，但这一次，妾身也不知道草花是中了什么邪，你也看见了，妾身还差点被……够了，你的婢女没了，本王会派人亲自照顾你。从今往后，你就好好待在你的院子里休养，没有什么事情不得踏出半步，否则以府规惩处。说是照顾，实则是监视。王爷。云雨柔便被高管家带回了院子。侧妃，稍后老奴给您安排2个粗使丫鬟，您先休息吧。看好侧妃，若是侧妃再迈出院门半步，你们2个就等着重罚吧。是，管家。云雨柔写了一封信，便走出了院外。我不出去，我只想送一封信。他将信交给了守卫，还将头上的金玉簪递给了他。你现在把这信送到陈王府，让陈王妃过目即可，那这金簪就是你的了。是，侧妃请回吧，王爷不让您出院。 2个小野种是南婉嫣和顾墨寒的心肝宝贝，那我就让这2个小野种暴露。香菱院里，你今天做得很棒，以后娘亲要是还受欺负了，你可都得像今天这样。小包子的双眼亮亮的盯着顾墨寒，欣喜地说：今天你很棒棒。姐妹2人笑得可甜了，看得顾墨寒心头一软，他俯身捏了捏2个小家伙的脸蛋。小不点儿，小郡主们这么可爱乖巧，老奴看着真是讨喜。我不是郡主。这嬷嬷，
闹了那么久，您先回去照顾母妃吧。是，老奴现在就回去。接近傍晚的时候，宫里有旨，宣懿王妃进宫。现在顾墨寒正在府里休养生息，宫里单独请他入宫做什么？护他入宫，有事随时禀报。是。屋外，王妃请吧。本王也去。公公还没有回话，却火急火燎地冲进来一个人，大声地报道：王爷，神策营出事儿了。出什么事情了？城王那边有几个人忽然跟咱们的人打起来了，城王本来想处理，可没想到事情越闹越大，现在有些控制不住了。你先去军营看看，宫里的事情我能应付。王爷可还要进宫吗？王爷还有军务，本王妃这就随公公进宫。等等，还有什么事？顾墨寒突然搂住他的腰，将他揽进了怀里，听他在耳边低声开口：神宇之前跟本王说，云振松因为云衡的事情大发雷霆，闹到了皇后那里。此番选你进宫，应该就是这件事情。本王会抓紧处理神策营的事，皇后那边你能拖就拖。原来是为了将军嫡子的事情，我知道了，你先处理好军营的事情。他的声音很小，声线很软，顾墨寒还是第一次听他这么跟他说话。王妃就劳烦公公了。老奴明白。宫里远远的就看见一袭青衫的人影走得踉踉跄跄的，咚的一声，那人突然就倒在了地上。南婉嫣脸色微变，赶忙跑过去：你怎么样了？姑娘，你受伤了，我只是想帮你看看伤，不会害你的，我会医术。多谢姑娘，但男女授受不亲，姑娘还是……都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亲不亲的？这伤口好像是旧伤，但怎么会出血呢？是毒，你中毒了，这毒不好弄，你先忍着点儿。多谢姑娘，你若是救了我，我定会对你负责的。我只是帮你疗伤，负什么责啊？不用不用啊！看上去文绉绉的，怎么说话这么大胆呢？他手持银针，按住了他的穴位，利落地刺入了银针。我先给你解毒，等解毒完了之后，你注意一点，伤口这么深，不要再让它裂开了。他竟然看出那是旧伤。吃了能帮你压制毒素蔓延，之后每日再喝一副藏红花来熬制的中药，加以稳固。好。没想到姑娘医术这么好，真是很少见。好了，你现在没事了，我先走了，再见。哎呀，懿王妃，您怎么还在这儿啊？竟然是六皇嫂。能叫她六皇嫂的人可不多。南婉嫣皱眉回头看去，只见青衫男子俊秀的脸上铺满了惊诧。你是？孙嬷嬷看到青衫男子的脸后，忙跪下。老奴见过七王爷。这个小白脸竟然就是七王爷顾墨灵，七贵妃的儿子，原来是七王爷。早就听闻六嫂医术了得，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方才多谢六皇嫂出手相助。无妨，举手之劳罢了。我先走了。南婉嫣倒真有些能耐。南婉嫣心里火急火燎地走进大厅，见到贵妃椅上的皇后正看着她。儿臣见过母后，路上遇到一些突发情况，儿臣来迟了，还请母后息怒。起来吧。多谢母后。本宫越看你，真是越看越觉得像一个故人。不知母后说的是？若下次再敢不守时，本宫就罚你绕着御花园跑10圈。多谢母后体谅，儿臣再也不这样了。上次本宫不让你行医救人，是未知全貌，才给予否定。这件事情，本宫承认做的确实轻率了些。云将军为了云少将军的病急得厉害，本宫便想让你帮忙救治他。竟然不是治我的罪，而是让我救人。既然是母后的命令，儿臣当然要救，还请母后命人端盆热水来。婢女连忙去端水了。南婉嫣走到云衡的身边，素手搭上他的脉搏。不要啊！我再也不敢了！救我！救我！随着他纤细的指尖翻转上下，一针针地刺入云衡的头皮。懿王妃，这样就行了？还得拿热炭再熏一熏。突然，半昏迷中的云衡朦朦胧胧地睁开眼。神仙，姐姐，我喜欢。刚说完，他竟然就这样傻笑着睡了过去。皇后的寝殿里平静无比，可此时的京城却炸开了锅，到处都在流传懿王妃5年前生了2个野种。皇上息怒，千万不要气伤龙体呀！朕息怒？朕如何息怒？顾墨寒果然有异心，王府里有女娃的消息，竟然能不声不响地瞒了5年。立即宣懿王和那2个女娃进宫，如有违抗，杀无赦。是皇上。神策营外，若是你的下属再是非不分的惹事，缺胳膊少腿的，本王就不管了。
顾墨风冷哼了一声：“你不用威胁本王，今日这件事情确实是本王的问题，但日后绝不会再发生了。”两个人正说着话，忽然有皇家侍卫匆匆赶来。圣旨到！皇上有令，翼王和翼王府的2个女娃立即入宫，不得抗旨。2个女娃？怎么回事？父皇怎么会知道王府里有孩子？本王领旨。顾墨风傻眼了。顾墨寒竟然有了女儿，还是2个。你何时有了女儿了？顾墨寒却没有理会他，拿着圣旨纵身一跃，跳上了马背，直奔王府。请，成王殿下，皇上也要你入宫一趟。到底怎么回事？什么女娃？翼王府哪里来的女娃？属下不知，请成王殿下先行入宫。王爷，2位小主子的身世暴露了，宫里现在来了人，要让您带着小主子入宫呢。本王知道宫里的人是怎么知道孩子的事情的，可有查？属下不知，但属下查了。现在不仅宫里知道，整个地京的百姓都知道了。你先去处理这些流言蜚语，谁若是胆敢说本王的孩子是野种，割掉舌头，杀鸡儆猴。再查究竟是谁放出来的消息。是，王爷。小蒸饺、小包子，现在随本王入宫，有人想见你们。你要跟我保证，你会护着2个小丫头，还有婉婉。她们是本王的妻女，本王自会保护好她们。你留在府里，好好照顾自己吧。话落，他一手抱起一个小丫头，看向了高管家。保护好母妃，嬷嬷若是有事有需求，你与神宇自行处理。若出了事，本王唯你是问。是，王爷。顾墨寒将2个小家伙抱上了马车，马车立即行驶起来。顾叔叔，那些人很凶很严肃，还拿着刀，是不是我们犯了什么错？他们来抓我们了？与你们无关。他温柔地摸了摸2个小家伙的脑袋，看着小蒸饺。你们就当是出去玩了，会遇见好多人，但这次你们要努力保持冷静，什么话都不要说，其他的都交给本王。真的没关系吗？娘亲现在也在宫里，如果因为我们连累你们被惩罚的话，我们一定2人做事2人当，不让你们受罚。我也不想你们受罚，我最不喜欢娘亲受伤了，我也不喜欢你受伤。他忍不住抱起他们2个，紧紧地抱在怀里。这件事情跟你们没有关系，本王和你们的娘亲会处理好的。你们还小，不用想着自己解决处理问题，而应该被大人护在雨下。别害怕，本王绝不会让任何人动你们一根头发。母后，少将军已无大碍，回去以后好好休养就行了。人能活下来就行，哪里管得了那么多？是本宫小瞧你了，你若是不行医，世间就少了一位神医。母后谬赞了，你就留下来陪本宫喝杯茶吧。皇后娘娘，翼王妃，皇上请您2位即刻去一趟养心殿。是出了什么事吗？皇上可说了什么事情？老奴也不知道，只清楚皇上大发雷霆。皇后娘娘，翼王妃还是先过去一趟吧。既如此，那就走吧。该到的皇家人都来齐了，直到顾墨寒牵着2个精致的小女娃，面色凝重进入了大殿里。众人瞬间错愕，十皇妃更是错愕，险些站起身来。这不是我之前在王府看见的那2个小丫头吗？儿臣见过父皇、祖母。小蒸饺、小包子见过皇爷爷，还有太奶奶。 2个姐妹规规矩矩地跪着，见过皇爷爷、太奶奶。皇爷爷、太奶奶。众人仿佛被雷劈了一般。皇后娘娘，翼王妃到。娘亲。南婉嫣看到2个小家伙，手指瞬间发凉。2个小丫头怎么在这里？她先是看向了顾慕寒，这2个小丫头是翼王妃的孩子。 这件事情朕也想知道。现在外面都传这2个女娃是野种，现在给朕解释解释，她们究竟是野种，还是你们瞒而不报，藏了5年的皇嗣？闻言，2个小丫头脸色都变了。南婉嫣和顾慕寒更是心头一刺。南婉嫣当即跪下：“父皇，儿臣。”朕没问你，翼王，你给朕解释解释，这2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 回父皇的话，2个小丫头是儿臣的孩子，骨子里流着的是顾家的血，外面的流言蜚语都是虚假的，不可当真。南婉嫣看着顾墨寒，心头有些发紧。既然是皇嗣，你为何瞒而不报5年？如此欺君，到底是何居心？父皇，此事是儿臣。翼王妃，既然孩子不是野种，那现在谈的就是国事，是朝政。你若再多嘴一句，朕就立马罚你的板子。到底是谁暴露的孩子的身份？府里的人还是宫里的人？翼王还不回话？
欺瞒皇嗣身世，不可能有苦衷。你答不上来，你和翼王妃就按欺君之罪惩治。来人！慢着，父皇，是儿臣自作主张瞒下的。5年前，儿臣还不喜欢王妃，嫌得烦，她又生下了2个小丫头，儿臣怕她更是目中无人，所以才瞒下的。父皇要罚儿臣1人。姐妹俩的心也被狠狠地触动了一下。行了，都别吵了。这件事情是哀家让老六瞒的，老六，你也别乱认罪了。孩子和晚烟都还在这里呢，让他们听见你说这种话，脸色都难看起来了。南婉嫣和顾墨寒立即看向了太后，眸色里有些讶异，却又立即明白太后是在帮他们。陈王妃却是十分不满，手握成了拳头。太后真是讨厌，每次都护着南婉言和顾墨寒。这种事情就没必要再护着翼王了，他们不是小孩子，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当初嫣儿怀有身孕，第一时间就让人告诉哀家了。后来嫣儿生下2个小丫头，哀家还去看过。你不信是你的事情，但此事就是哀家让瞒的。既然母后早就知道，那前几日花朝节上，您又为何要催着他们2个要孩子？自然是哀家在演戏，不然他们怎么会多瞒一段时间？一直端庄坐着的祺贵妃突然出声：可那日您说您在王府听到了孩子的声音，明显就是在告诉我们翼王和翼王妃有孩子，这难道也是为了演戏？当然了，如此自相矛盾，说不过去吧？哀家若是不做戏做得像一点儿，今日你还能见着这2个乖巧的小丫头吗？你们现在不就是对着哀家的孙子孙媳重孙问责吗？皇帝你自己看看，这才刚传出老六和嫣儿有2个女儿，你就喊了这么多人来，当着先帝的面这样对西野100年一遇的2个女娃。哀家今日若是不说出实情，你是不是还想将这2个小丫头也拖出去罚了？母后，翼王夫妻将2个小丫头藏在王府5年不上报，这就是欺君之罪。就算您执意偏袒，朕也要重惩翼王和翼王妃。好啊，哀家现在说的话你全当耳旁风了。你既然这么想罚，那就来惩治哀家，反正全都是哀家让做的。母后，您就不要再说气话了，朕怎么可能罚您呢？您知道宫规，也知道父皇遗愿，翼王妃下有2个女儿，她却偏偏还瞒着，一瞒还是5年。现在整个天下都在传她生的是野种，今日要是不罚他们，皇家颜面何存呢？这只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是欺君之罪。您再这么闹下去，让朕免了他们的过错，朕的威信何在？朕只能应你，不罚那么重就是了。来人！翼王和翼王妃欺上瞒下，违背先帝遗愿，各赐80大板。这80棍打下去，南婉嫣还能不能活着都是问题。南婉嫣和顾墨寒相视一眼，要打要罚就冲我来吧。众人看向了声音的来处，爷爷，不要伤害他们，一人做事一人当，全都冲我来。我和阿姐，如果惹得爷爷不开心了，您就罚我们吧，别伤害娘亲他们。众人大骇，一脸震惊地盯着这2个无所畏惧的小小的身影。初生牛犊不怕虎，除了太后敢这样跟天子说话的，恐怕就只有她们姐妹2人了。这2个孩子真是乖巧懂事，养得好，教得好啊！跟孙子被亲的顾景山哪里受得了？原本怒气汹涌的他瞬间被萌化了。2人连忙将2个小丫头分别拽回来，紧紧地护在怀里。父皇，童言无忌，请您不要把2个小丫头的话当真。父皇，童言无忌。来人，各赐翼王和翼王妃80大板。慢着，父皇，儿臣是翼王府的一家之主，妻女都是以儿臣为天，王妃也都是听儿臣的命令行事，此事不怪他，儿臣愿意将他的责罚一并受过。南婉嫣瞳眸骤然一缩，难以置信看向了顾墨寒，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顾王爷，你在胡说什么？你是不是太激动了？乱说的。既然你有此心，朕准你为妻受过，也是给你一个教训。老六，你知道做违法的事情会拖累妻女，往后当谨言慎行。今后若不是太后为你求情，你们夫妻都不会被轻饶的。多谢父皇恩允。父皇，来人，赏翼王160大板。手指不自觉掐紧了他的胳膊，小声的骂道：顾墨寒，你在干什么？你的剑伤还没好，你逞什么能？本王不会有事，
顾墨寒深深地凝视着他，将怀里的小包子往南婉嫣的身边轻轻地推过去。你看好两个孩子。小正角和小包子都看着顾墨寒，两双大眼睛一下子红起来。顾景山直接让侍卫当着众人的面在大殿里对顾墨寒行刑。顾墨寒跪在地上，板子重重地落在他的后背处，震得他胸口处的伤口疼。板子的声音一下接着一下，殷实的声音震得南婉嫣的耳膜发疼，她咬着下唇，心脏莫名的不舒服，甚至不是滋味。小包子听了一会儿板子的声音，最终忍不住埋在南婉嫣的怀里啜泣的，小肩膀不停的抽搐，好像打在他的身上一样疼。坏爹爹还是好的，小正角也没见识过这么可怕的事情，小手紧紧抓着南婉嫣的衣服，眼泪掉下来。顾墨寒脸色苍白，额头全是冷汗，唇角还有血，可全程没有哼过一声，因为他知道若是发出了声音，两个小丫头会自责担心的。刑罚结束，连忙带两个小家伙冲向了顾墨寒，扶住他的肩膀。王爷，你怎么样？他扯唇笑了一下，原来南婉嫣也会担心他。他又看向了两个小家伙，两姐妹脸上都挂着泪痕。本王没事，你们不要哭，哭起来就不漂亮了。两个小家伙再也忍不住，钻进了顾墨寒的怀里。对不起，对不起。众人看着心思各异。皇帝，你罚也罚完了，火也熄灭了，现在是不是该哀家来说说了？母后有什么话想说？先帝诏令，后宫若有人生了女儿，嫔妃即刻提位分；若是众皇子生了女儿，皇子即刻立储。膝下之女封为郡主，侍从一品。皇帝，你是不是该做些什么了？众人脸色瞬间变了。按先皇谕旨，出皇家嫡长孙女者，当立储君。以往膝下有两女，吾日册立太子，昭告天下，皇长孙女为郡主，是从一品。挑选良辰吉日，两位皇长孙女归进皇家族谱。皇帝说得好，终究是立储君了。众人的脸色各异，却不得不起身行礼。恭喜皇上，喜得皇长孙女，恭贺太子殿下，恭贺太子妃归进皇家族谱。这不是意味着认祖归宗吗？那这两个小丫头还怎么带走？众人也开始纷纷离开。成王，走吧。南青青偷鸡不成18米，强忍着心头的怒火，拉着他的衣袖想往外走。可顾墨风目光深深凝着顾墨寒一家4口。成王，王爷要是不走，那臣妾先回去照顾灵儿了。说罢，他头也不回的转身走出了大殿。真是气死人了，气死人了！南青青走后，皇后叹了口气：“风儿，走吧。”是，母后。先吃吧，能凝血和缓解疼痛。好。我等会儿给你吹吹就不疼了。等回去后，我给你吃甜甜糕，这样肯定立马就好了。好，我们回去吃甜甜糕。两个小家伙自责不已，眼眶又红起来。六哥今日受了这么重的伤，回府后可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才能尽快休养好。南婉嫣和顾墨寒循声望去，只见七王爷顾墨灵从一旁走出来。有王妃在，无妨。啊，是我忘了，六皇嫂医术高超，相信很快就能将六哥治好。七王爷谬赞了。六皇嫂过度谦虚可不好，不过七弟是真没有想到，六哥和六嫂竟然已经有2个这么可爱的女儿了。方才他们帮六哥六嫂求情的样子，可真是懂事又乖巧，惹人怜爱。呦呦呦，2个小不点儿眼睛都红突突的，方才哭了呀。南婉嫣不想搭理顾墨灵，小正角小包子叫七叔。七叔，嘴巴真甜，叔叔要送你们小礼物。顾墨灵拿过扇子耍弄了2下，随后铺开的扇子上赫然多出了2只用纸折出来的特别精巧的小兔子。哇，好厉害！这是怎么变的？南婉嫣和顾墨寒都有些诧异，微微的挑着眉，没想到传闻中的书呆子顾墨灵竟然还会玩弄这些小手段。想学的话，叔叔以后教你们。现在呀，小兔子给你们，不要再哭了。以后啊，都要开开心心的，不然你们的爹爹和娘亲就要担心了。接着吧。谢谢七叔叔，谢谢七叔叔。没想到七弟平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跟本王的王妃竟很熟人，还懂怎么哄小孩开心。六嫂曾救过我一命，七弟感激不尽。还以为像六嫂这样人美心善，还会行医救人的女子，只存在于书中，没想到现实里也能见着，真是世间难得的奇女子。这一顿夸赞，南婉嫣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顾墨寒的脸色却又黑了几分，瞥了南婉嫣一眼。
心头不爽。南婉嫣怎么哪都能惹桃花出来？他一把抓住南婉嫣的胳膊，不由分说的将身子整个都靠在她的身上，禁锢着她纤细的腰肢，占有欲极为明显。本王是厉害，本王身子疼，王妃赶紧为本王治病吧。南婉嫣还没来得及回话，太后已经从高位上走到了顾墨寒的跟前。人都散了，你们还在聊什么？老七啊，天色不早了，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老六的伤还得先治疗。瞧孙儿这记性，看见六皇兄和皇嫂就忍不住多说几句。孙儿这就走。他摇着折扇，风度翩翩，无人看见他的眸底染着十足的冷意，还有一丝杀意。南婉嫣凝视着顾墨灵的身影，秀眉微微的蹙起来。老六啊，你受苦了，今儿个就别回去了，留宿在宫中吧。你们今日都累了，况且2个小重孙还受了惊吓，就别舟车劳顿了。是。谢谢太后奶奶。哎呦，真乖！来，太奶奶抱。太后一听，瞬间乐开了花。走，跟太奶奶回殿。你们父皇现在累了，你母妃带他回屋子治疗，太奶奶带你们睡觉好不好啊？好，我们今日跟太皇奶奶睡。今日可是吓到你们了？没有被吓到，只是觉得连累娘亲和父皇了。而且太皇奶奶今日是不是也很忧心？你们怎么觉得哀家生气了？这里，太后心里一惊，暖意遍布了她的周身。恍惚间，眼前的小小身影跟年幼时的顾墨寒重合了。太后鼻尖一酸，笑着将2人给抱上床。哀家看到你们俩这么乖，觉得很开心。要是你们乖乖睡觉的话，哀家就更开心了。我们现在就睡觉去。疼吗？顾墨寒俊脸苍白，目光如炬地凝着一直紧皱着眉头的南婉嫣。无妨，本王好歹是习武之人，还没那么脆弱。现在我给你看伤，要脱了你的衣服。南婉嫣心惊，伤得这么重，顾墨寒竟然一声都没叫过，忍耐力和定力好强啊！顾墨寒疼得额头冷汗直冒，薄唇紧抿着不让自己出声。军营的事情怎么样了？一些将士在闹，但本王都处理好了。成王怎么会连几个闹事的将士都搞不定？你不觉得神策营出事的时机和我们出事的时间有点太过巧合了？确实巧合，本王前脚刚从神策营出来，后脚宫里就来宣本王带着2个小丫头进宫了。但军营闹事不会是顾墨风所为，毕竟顾墨风当时表现的也很慌张。你的伤口和衣服粘在一块了，不清理干净的话上不了药，我尽量轻一点。顾墨寒讶异的偏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得见你会心疼本王，怎么你这是担心本王了？你想得美，我不过是看在你为我和2个小丫头受伤的份上，尽量对你温和一些罢了。皇上已经下旨，你就是特立的储君，现在要尽快的好起来。在册立大典前的这段时间里，王府免不了会腹背受敌。本王知道。他蹙着眉回到床上，从袖子里掏出了7、8个药瓶，摆放在了床边。虽然你是太子，但是今天暴露2个小丫头身份的人，明摆着是要弄死我们2个。不知道幕后之人到底是谁，真恶毒。顾墨寒的薄唇抿得极紧，眸底黑云聚集着，他怀疑宫里宫外都有人联手去做。本王入宫前，神谕说京城里谣言四起，当时本王就让他去查了，相信很快就能出结果。现在2个小丫头的身份暴露，也不一定是坏事，至少明面上多了可以护着他们的人。但愿如此。他伸手去拿止血散，尾指不小心扫到了另外一个药瓶，其中的几个当即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了下去，眼看着就要摔落在地。我的药！南婉嫣猛然从顾墨寒的身后跑去捡药，药是拿到了，但是长裙垂地，他踩得踉跄了一下，整个人往前扑去。腰身忽然一紧，南婉嫣被人牢牢地给抱住了。顾墨寒不假思索地伸手抱住南婉嫣纤细的腰肢，将她一把拽回到怀里。你没事吧？四目相对才发现彼此之间的距离近在咫尺，女人不堪一握的腰肢，身上淡淡的香味扑面而来，还有她那漆黑而蓄满担忧的眼神。顾墨寒的眼神突然有些暗下来，目光从他的眼睛处往下移，挺翘的鼻尖，嫣红的唇。顾墨寒。南婉嫣眼看着顾墨寒越靠越近，有些紧张的往后躲了躲，双手不自觉地握紧了怀里的药瓶。他为什么要越凑越近？难道是想亲他？老六，嫣儿，哀家有些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随即面露喜色。哎呀，
看来哀家来的不是时候，哀家什么都没看到。你们继续。太后祖母，您别走。南婉嫣的脸登时一红，立马从顾墨寒的怀里挣脱，跳下床来，不敢看他的眼睛了。婉嫣只是差点摔了，被王爷扶了一把，不是您想的那样。我去换水，您和王爷先聊着。不等太后说话，逃也似的疾步走了出去。顾墨寒看着南婉嫣那落荒而逃的背影，心里虽然惋惜刚才那一吻被太后给打断了，却不知为何隐隐的有些得意和喜悦。这么晚了，您来是有什么事吗？2个小丫头已经睡了，哀家想过来看看你的伤势如何了。他们睡了就好。王妃已经帮孙儿清理好伤口了，一会儿就上药。2个小丫头给祖母添麻烦了。哀家喜欢那2个古灵精怪的小家伙，讨喜又懂事可爱。但话说回来，你们到底为什么要瞒着那2个小丫头的身世啊？回祖母，王妃自从5年前生下2个小丫头以后，身子的确不太舒服，而且孙儿与王妃这几年来关系的确不太好，便不想说。后来想将孩子的身世曝光，但又赶巧遇上了刺杀，所以便一直拖着，直至今日被人曝光。你呀你，不管有任何理由，当初早点跟哀家通个信儿，也不至于如此。孙儿知道了。老六，今日皇帝重惩的是你和嫣儿，可你却如此护着他，你老实跟哀家说，是不是喜欢上嫣儿了？门外南婉嫣伸手正要推门，却忽然顿住了。顾墨寒的眼神一震，你看看，哀家就说嫣儿值得，你喜欢她是。太后误会了，孙儿说过，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可能喜欢南婉嫣。祖母很清楚，孙儿与丞相府有深仇大恨，母妃还未醒，孙儿怎么可能会喜欢丞相府的人？哀家看你是口是心非，你要是不喜欢嫣儿，那你为何要拼死护住嫣儿，不让她受伤？南婉嫣是个女人，弱不禁风，80大板打下去，死了也不一定。孙儿救她，是因为她还不能死，她对孙儿来说还有用处。南婉嫣就这么听着，纤细的手指却微微地攥紧了手里端着的水盆。你这个木脑袋，当真是被仇恨蒙蔽了双眼，你就倔吧。哀家可奉劝你，嫣儿已经等了你很久了，人心是肉长的，不会永远在原地等你。你明显对嫣儿就是有情，偏不认。哀家倒要看看，若是嫣儿真不喜欢你了，你还能不能嘴硬下去？顾墨寒的心里有些不舒服。他对我有恩，我自会报答，但爱不爱他，这事就不用祖母操心了。真是个混账小子！行，你就耗着吧，到时候媳妇儿没了，哀家看你怎么哭。转身推门走了出去。南婉嫣提前隐匿了身形，藏在昏暗的角落里，避免和太后碰面。而房间里，顾墨寒双目阴鸷，一双拳头攥得发白，薄唇紧抿着。他有些烦闷地扯下了身上的衣裳。本王怎么能喜欢上南婉嫣了？喜欢上丞相府的人，怎么对得起母妃这10几年来受的苦？而且本王表现的有那么明显吗？连太后都看出来了。顾墨寒抬眸看过去，只见南婉嫣神色如常地端着水盆走了进来。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见他和太后的话。我什么？太后祖母这么快就走了？看来他没有听到。顾墨寒的心突然心安了一些。 2个小丫头睡着了，她便来看看本王的伤势，别的没什么。2个小丫头也累了，能好好睡着就行。南婉嫣走到顾墨寒的身边坐下，再次为他擦拭起了渗出血迹的后背。你的伤虽然没有直接伤到筋骨，但至少也要养半个月，这段时间就别再动武了。本王知道。回府后，你尽快治好母妃吧。我明白。今天皇上已经明确地下了命令，要让2个小丫头进族谱。 此事一旦完成，那2个小家伙就妥妥成了你们皇家的人。顾墨寒脸色瞬间一沉，有些不满南婉嫣的语气。2个小丫头本来就是皇家的人啊，怎么你不愿意？我当然不愿意。进了皇家，他们就不再是自由身，那我想要带他们走，岂不是难如登天？顾墨寒的心口一紧，顾不得身上的伤口。事到如今，你还想走？当然啊，之前不是说过了吗？我帮你夺权之后，我们就和离。而且不仅我要走，2个小家伙也要走。
我们必须赶在2个小丫头进族谱之前夺完权。南婉嫣，你以为今日我们跟父皇撕破脸面，你还能想走就走吗？所以我说了，要帮你快速达成目的。等你一旦有了能力，你能护着我们，我就能带着2个小丫头和舅舅离开这里了，远离是非。这个女人的脑袋里难道就只有拒本王于千里吗？这么看不上本王？难道外面真的有野男人在等？是谁夺走他初次的狗男人吗？多少人为了那个位置争得头破血流，你以为想加快夺权就能加快？就算到时候目的达成，你想走可以，但本王的女儿必须留下。你什么意思啊？顾墨寒，我警告你啊，今天这一出并非我所愿，但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这2个小丫头根本就不是你的女儿，你没有留她们的资格。本王说是就是，她们不是本王的，还能是谁的？这件事情由不得你拒绝。而且南婉嫣，本王也警告你，父皇现在因为2个小丫头的身世，所以骑虎难下，被迫立本王为太子。但在正式立储之前，他会想方设法抓本王和你的把柄。你要是再说2个小丫头不是本王的，而是野种，我们就是欺君之罪，那就一起死。我当然明白局势，也正是因为你们皇家有太多的勾心斗角的事情，我更不可能把2个小丫头留下自己走。我也不会当着外人的面说孩子的事情，我们只谈夺权。处理好夺权的事情后，你我再分道扬镳。难道你还想留着我在你身边待一辈子吗？顾墨寒像是被人戳中了心思一般，猛然抓住南婉嫣的手腕，将她扯进了怀里，按在床上，对上她那双怒气满满的眸子。你若是执意想要孩子，那就跟本王再生一个，生完你带走。南婉嫣的头眸骤然一缩，你说什么鬼话啊你？顾墨寒扣着她的手腕，低头用力地吻着她的唇。男人的额头冷汗直冒，动作大一点，背后的伤口完全被牵着疼。可是他没有理会，他心头里都是火气。顾墨寒的吻不像吻，像撕咬，像是将他整个人给吞下去。南婉嫣的嘴唇疼得要死，气得要命，直到他的吻逐渐下移，意乱神迷。南婉嫣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一脚蹬在床尾，挣脱开来。顾墨寒，你个王八蛋，你是不是想毁约？居然敢亲他，还想睡他，这混蛋刚刚才说绝不可能喜欢我，现在就对我，他是想要留下孩子，想疯了吧？脸颊上火辣辣的，伤口也撕裂般的疼。顾墨寒似乎是清醒了一点，浑身僵住了，哑口无言，望向了南婉嫣。南婉嫣立即下了床，跟他保持距离。顾墨寒，我警告你，现在你的命还在我的手里，你别忘了那杯践行酒，轻易毁约对你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南婉嫣，本王不会毁约，但事到如今，你不为自己考虑，难道不为2个小丫头想想？她们现在不仅是皇家血脉，更是百年一遇的郡主，以后说不定就是公主，受万人敬仰，备受宠爱。本王也不会伤她们一分一毫，捧在掌心里宠着，可你却不让她们好过，而是要让她们跟着你颠簸，你舍得吗？这些事情就不要你管了，既然你不想毁约，那就做好你自己，别再挑衅我。我累了，需要休息了。说完，转身去了里屋。顾墨寒站在原地，脸色苍白又难看。可没一会儿，他便推开了南婉嫣的房门。顾墨寒就被眼前南婉嫣半露的香肩晃花了眼。听到身后的动静，南婉嫣急忙拢紧了衣服。顾墨寒，你又干什么？进屋睡觉。你在外面不能睡了，我这里不欢迎你。我们的合作里有约在先，在外人面前要表现的伉俪情深，这在宫里四处都是父皇的眼线，要是被他发现我们分床睡，会怎么想？这话是瞎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你知道我的睡相很不好，要是一个不小心踹到了你的伤口，你可别急眼。顾墨寒没理他，径自在床上侧身躺下去。床褥只有一套，南婉嫣把外衣堵在他们床中间，才躺下去。身边的人传来均匀的呼吸声，顾墨寒慢慢的睁开眼睛，看到南婉嫣那恬静的睡眼，顾墨寒不自觉地动了动喉结，有些燥热。他一把将人搂在怀里抱着，南婉嫣睡着了，没有特别大的反应，只是皱了一下眉头。顾墨寒抱着她休息，但是没一会儿，他就觉得更加难受了。温香软玉在怀，他却什么都不能做，受苦的还是他自己。该死！就这么痛苦了一晚上，看着南婉嫣的唇，他的眼神微颤，他口干舌燥的又想起了5年前的那一次，鬼使神差的朝他凑过去，就差一点儿。南婉嫣忽然睁开了眼睛，睡眼惺忪的看到了一张放大的俊脸。顾墨寒，你干什么？他迅速的抬腿对准顾墨寒一脚踹过去，将他给踹下了床。顾墨寒此刻回了神，反应敏捷的一把抓住他细白的脚踝。南婉嫣，你能不能温柔点？本王好歹也是你的夫君，总打本王算什么王妃？南婉嫣气笑了，将腿收回来。我被你吓到，这是条件反射，你给我解释清楚，你鬼鬼祟祟的想对我做什么？本王是看你脸上有东西，帮你拿掉。
我脸上哪有什么东西？顾墨寒，你不会是想亲我吧？顾墨寒的心尖颤了一下，目光定定地看着他。大言不惭，本王怎么会对你这种悍妇动歪念？突然，门外传来了宫婢的声音：“太子妃，太子殿下，奴婢来伺候您二位洗漱了。”太子妃，南婉嫣还没习惯，绕过顾墨寒下床，3下5除2穿好了鞋，去往外屋。出来换药，顾墨寒望着他的背影，眉头紧紧地蹙着，按着他不安分的心，随后才跟上去。而此刻，太后正带着2个小家伙往南婉嫣的寝殿走过来，左手牵着小包子，右手牵着小蒸饺，心情好得不行。你们的父王母妃在王府里关系怎么样啊？太皇奶奶，我和阿姐也不太清楚。不清楚没关系，往后可要好好撮合你们父王母妃在一块儿，他们感情稳定恩爱了，你们也才过得好一点儿。太皇奶奶是想让顾叔叔和娘亲在一起。顾墨寒昨天拿命护着他们娘亲，2个小丫头很感动，心里愿意撮合一下看看。知道了，太皇奶奶。太后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带着2个小丫头走进了寝殿里。南婉嫣收拾妥当，身后传来男人命令的语气：“帮本王更衣。”南婉嫣隐忍着不满，回过头去：“好的呢，王爷。”顾墨寒凝视着南婉嫣皮笑肉不笑的脸蛋，看她不情不愿地为她穿衣，眸底有些笑意一闪而过，心情突然又好了一些。忽然传来了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这就对了嘛，夫妻恩恩爱爱的多好啊！”南婉嫣立马放开手，迎上前去：“太后祖母，您来了。”小蒸饺和小包子立即抱住了南婉嫣的大腿。娘亲，小蒸饺、小包子，没给祖母添麻烦吧？怎么会添麻烦？哀家的宝贝曾孙女可乖着呢。娘亲，父王还痛痛吗？要不要我帮他吹吹？不知道在外面人面前该怎么称呼顾墨寒，但既然太皇奶奶说是父王，那就父王吧。太皇奶奶的寝殿里有好多甜年糕，父王吃一些吧，吃了就会好很多。父王，2个小丫头叫本王父王了。顾墨寒的心猛地颤了颤，脸上瞬间绽开笑意，起身走到2个小丫头的身前蹲下，心情荡漾。本王好多了，你们昨夜睡得好不好？睡得很香，太皇奶奶像娘亲一样哄我们睡觉。这时有丫鬟送来了顾墨寒的汤药，我来为父王喝药。说着他就利落地端起药碗，喝了娘亲的药呀就不疼了。顾墨寒心头甜蜜蜜的，张嘴喝下了药，然后脸色瞬间煞白，苦，太苦了，强忍着肆意蔓延的苦涩吞了下去，不着痕迹的剜了一眼笑眯眯的南婉嫣。这女人又在公报私仇。南婉嫣强忍住了笑，她可是把能加的所有苦药的加了个遍，既不影响药性，又能让顾墨寒受罪。谁让顾墨寒昨夜妄图跟他抢孩子呢？今早又想亲他，绝对不能让他好过。父王的脸色怎么这么黑？难道是我吹得不够凉，烫到你了？不是，温度刚刚好。是不是药太苦了？我小时候经常生病，娘亲也会给我喝很苦的药。刚开始我喝不下去，但是娘亲说了，良药苦口利于病。我教父王一个办法吧，喝的时候捏住鼻子，不要呼吸，也不要吸气，一口气咽下去，就不会苦了。顾墨寒愣了一下，凝眉看向了南婉嫣，只见她面如常色，并未有什么波澜，心里更不是滋味了。5年来他对2个小丫头一无所知，更不清楚小包子原来这么爱生病，那南婉嫣一个人带着他们是不是很辛苦？抿了抿唇，摸了摸小包子的脸蛋，硬着头皮将药喝完了。这药见效快，王爷每日喝3副，伤口也会好得更快一些。王妃真是有心了。小蒸饺和小包子相视一笑，太后看着一家4口这其乐融融的场面，哀家好久都没看到这样的场面了。忽然也觉得这宫里没那么冷清了。老六、嫣儿，你们再留一夜，哀家呀也想跟2个小宝贝多待一会儿。南婉嫣还没应话，顾墨寒先应下了。孙儿知道了。你们聊聊吧，等午膳的时候，哀家再差人来通知你们。还记得哀家之前告诉你们的，要乖乖陪父王娘亲吗？小蒸饺和小包子立马悟了，
太皇奶奶要他们撮合爹娘。遵命。太皇奶奶放心，您路上慢点。哎呦，哀家可稀罕死你们俩了。太后前脚刚出门，小正脚就对小包子使了个眼色。娘亲，你过来。怎么了？顾墨寒在一旁瞧着，忍不住好奇的想要听一听，却被南婉嫣的眼神给瞪了回去。小包子在南婉嫣的耳边说了些什么。好，娘亲跟你去。说完便抱着小包子起身，出门前有些警告的盯着顾墨寒，记住我们说好的，不许他打他女儿的主意。顾墨寒点头。南婉嫣一走，小正脚立马走到了门口，探着脑袋瞧了瞧，退回屋子，关上了房门，神秘兮兮的走到顾墨寒的面前。顾叔叔，出大事了！顾墨寒一愣，方才还一口一个父王的叫，这小人精转眼就变成顾叔叔了，出什么大事了？小正脚麻利的想要爬上椅子，却被顾墨寒一把拎起来，抱在了怀里。我和小包子发现娘亲心情不好了，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哄娘亲开心？你觉得该怎么哄？烛光晚餐。烛光晚餐那是什么？蜡烛做的晚餐能吃吗？小正脚看一脸茫然的顾墨寒，一拍脑袋想起来，他没看过娘亲的书，就是一堆蜡烛，然后中间放食物，很浪漫的，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顾墨寒的眉头蹙得更紧了，再插3根香，岂不是可以祭祀了？确定会有人喜欢吗？或者水上乐园，就是一群人在河里游来游去，然后嘻嘻哈哈的打闹，然后吃好吃的，喝好喝的。跟南婉嫣去河里游来游去，顾墨寒的表情愈发的一言难尽。不行，是我忘了，你现在受了伤，不能做这些激烈的运动。那你就手捧9999朵玫瑰花，单膝跪在娘亲面前，对她唱情歌。情歌你会吗？顾墨寒再次摇头。我教你一个。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等等，顾墨寒真是越听越害怕，更何况让他唱歌。他一开口，南婉嫣可能就得用那又黑又平的铁锅当场把他给敲晕了。这些东西南婉嫣绝对不会喜欢。怎么了？你不如直接告诉本王，你们娘亲喜欢什么？娘亲喜欢浪漫，喜欢出其不意的惊喜，喜欢长得好看又文武双全的男人，最好会点才艺。浪漫、文武双全、会才艺的帅男人，这不就是他吗？你喊本王一声爹爹，本王就哄你娘亲，如何？我以后不管有没有人在，都叫你父王好不好？父王，求你了。虽然还是没能听到爹爹，但是顾墨寒仍旧心口一颤，眼底掠过了一抹笑意。从顾叔叔到父王，也算是有进展。好，本王答应你，晚上本王就给你们娘亲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真的吗？好耶，谢谢父王，让爹爹和娘亲和好指日可待。直到太后身边的李嬷嬷前来传话，让一家4口去正殿用午膳。圣旨到。顾墨寒和南婉嫣对视了一眼，连忙带着2个小丫头跪下。皇上有旨，正月15，义王顾墨寒册立大典，立为太子，其女南枝、南晓分别立为安平郡主、安乐郡主，侍从1品，每月享受公主俸禄，钦此。等到那一日，本王就带你们一起玩闹，你们想做什么，想去哪儿，本王都会陪着。如果顾叔叔改过自新，对娘亲百依百顺，又体贴入微，宠爱有加，娘亲愿意主动留下就好了。想罢，小正脚和小包子更加期待今晚顾墨寒的惊喜了。趁着南婉嫣给小正脚拍背的间隙，用手肘戳了戳顾墨寒的肩膀，指着面前那一盘清炒虾仁说：父王，娘亲最喜欢吃这个了，可我够不着娘亲的碗，你能不能帮我夹给娘亲啊？强硬的拿过了南婉嫣的碗，夹了满满的1筷子虾仁铺在南婉嫣的饭上。王妃昨夜受累了，多吃一点。刚给小正脚擦完嘴的南婉嫣转头就看到了这一幕，多谢王爷。你是本王的王妃，往后还是太子妃，应该的。谁要做你的太子妃了？哼！南婉嫣暗中剜了他一眼，但在2个小丫头注视下，还是低头吃了虾。老六终于是步入正轨了。祺贵妃半眯起了狭长的狐狸眼。你说义王他们一家4口在鸾凤殿有说有笑，很开心，
是娘娘，奴才听说鸾凤殿那边欢声笑语，应该都是在庆祝。庆祝倒是和他那个娘一个德行，嚣张跋扈，目中无人。当年宜妃艳压群芳，让他黯然失色，现在宜妃的儿子竟然又压了他2个儿子一大头，他这些年来的精心设计竟然就这样白白打了水漂。娘娘，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无妨，他们嚣张不了多久的。本贵妃要送太子一件大礼，好好送他一程。你听着。郑公公越听越心惊。是，娘娘，奴才定会安排好，绝不让娘娘失望。成王府恢复以后，你就跑进屋里当缩头乌龟。顾墨风，你就是个窝囊废。霎时间，院子里满是残花尘土，一片狼藉。母妃，哭，就知道哭。你怎么这么没用？南婉言那2个女儿都比你有出息的多。秋霜连忙上前安抚着灵儿：“小主子别哭了，王妃您也消消气。小主子现在年纪还小，奴婢相信假以时日，小主子一定能成大器的。”成大器又如何？若本王妃一天生不出女儿，就她一个儿子，再怎么有出息，也比不过生了2个女儿的南婉嫣。爹，你可帮帮女儿！现在翼王眼看着就要立储了，成王又无所作为，女儿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5年以来，南岐山都是支持她当太子妃的。不急，这件事情还没有定数，你且先按兵不动。可是，没什么可是。你若是还想翻身，就听为父的。为父还有公务在身，先走了。老爷，你怎么可以就这样走了？别喊了。人都走了，还能喊得回来吗？南青青更气，爹难道忘记了顾墨寒对丞相府有多深恶痛绝吗？青青啊，你昨日进宫了，你跟娘说说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南婉嫣突然就有了2个女儿，还都是翼王的？他跟丞相夫人说了昨日在宫里发生的事情。只有翼王自己认了的话，那我们只要咬死那2个孩子是野种，翼王不就不能当储君了？娘说的没错，倒是我之前疏忽了。南婉嫣失身给其他人，初次并没有给翼王。这件事情我们心知肚明，若是在这件事情上大做文章的话，南婉嫣和顾墨寒可就风光不了了。主子，前来接应您和王妃的人已经到了西野境内，要让他们即刻入京吗？莫叶明神思复杂的垂着眸子看着自己的双腿，暂时不要轻举妄动。是。黑衣人瞬间销声匿迹。高管家，沈玉将手里的信件递给他，你现在让人将信送到宫里，交给王爷。他查到了，昨日在京城散播2个小主子是野种的是侧妃云雨柔，而当年救王爷的人不是云雨柔，是南婉嫣。我这就去，一定要尽快。沈玉说完，头也不回地奔向了朱兰院。也过去了，顾墨还没有回府，南婉嫣跟2个野种惨死的消息也没有传来，失败了。云雨柔，房门被沈玉猛地一脚给踹开了。你这个颠倒是非的恶毒女人，还有什么脸面留在王府里？你在说什么？我是王爷的侧妃，自然是要待在王府。住嘴！你蛇蝎心肠，手段肮脏。王爷对你掏心掏肺的好10年了，他可曾亏待过你？可你却用这么下作的手段污蔑王爷和王妃，说2个小主子是野种。他怎么知道是我将野种的事情抖露出去的？云雨柔心神大骇。沈侍卫，你怎么可以冤枉我呢？你也知道王爷将我禁足了，身边还有婢女看着，院子里守卫森严，我哪里有机会出去散播谣言呢？别再装了，你背地里收买侍卫传播消息，让他们找到城里的乞丐大肆宣扬，这件事情我查得清清楚楚。那侍卫我已经关押地牢了，等王爷回来一块儿处理。我何曾让乞丐宣扬？我只写过信给南青青，南青青那个贱人竟然倒他一耙。不是的，这一定是有误会，我没有。还说没有？云雨柔，到这时候你还在狡辩？沈玉只要一想到顾墨寒平白无故的为云雨柔的付出，他就心痛愤慨。他一把抓住了云雨柔的手腕。小主子的事情先不提，你明明不是王爷的救命恩人，却顶替了王妃的位置，欺骗所有人，欺骗王爷。云雨柔，王爷对你没得挑，你明知他重情义有责任感，你却狼心狗肺的用这样的伎俩欺骗王爷。走去地牢，等王爷回府再发落你。救命恩人的事情竟然被沈玉发现了。不是的，我是有苦衷的。沈侍卫，求你不要把这件事告诉王爷。晚了，我已经让高管家进宫通知王爷了。你作恶多端，让王妃蒙冤了这么多，让王爷信错人这么多年，现在还想让2个小主子受委屈，你这样的人
王爷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你一辈子也得不到任何人的原谅。他不肯走，他便拽着他带下地牢。不会的。门口突然传来了高管家惊讶的呼声：“沈侍卫，您这是在做什么呀？”高管家，信已经派人送了吧？你来得正好。侧妃不是王爷的救命恩人，她欺骗了王爷，而且她……背后突然传来了钻心蚀骨的痛意，沈宇猛然睁大了双眸，还未有所动作，就被人猝不及防地摁住了头，往墙上猛地砸去。你……沈宇震惊到窒息，死死盯着眼前判若两人的高管家，一句话都说不完整了。不行，我还不能死，王爷的身边有太多危险，王妃和王爷的误会还没解除，我这条命是王妃和2个小主子给的，我不……两眼一黑，沈宇浑身是血地倒了下去。云雨柔惊魂未定地看着高管家那张冷酷的脸，别说你把他杀了。是的，他和高管家乃是远亲，他能当顾墨寒的救命恩人，完全就是因为高管家的指引。云侧妃不必担心，老奴避开了要害，沈侍卫不至于死。不过今后义王府里又要多一个活死人。沈宇若是死了，顾墨寒定会大发雷霆，往死里插，得不偿失。只需要将沈宇变得跟宜妃一样，永远不会醒就行了。这件事怎么会被沈玉发现？他给你的信你可毁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次老奴帮您瞒下来了，但有一个人能查出来，就会有别人也能查出来。老奴劝您还是当机立断，斩草除根。小正角真的在湖心亭？真的，阿姐看了很好看的，闪亮亮的东西，让娘亲也来看看。还说要是去迟了就看不到了。南婉嫣跟着他朝前走，刚到湖心亭，忽然银绿色的光芒照耀万物，从四面八方的草堆里突然钻出来不计其数的小小的光点，围绕着南婉嫣和小包子飞舞。哇，这也太浪漫了，我好要的。南婉嫣愣住了。蓦然，从湖心亭里传来了一阵低沉悦耳的琴音。只见另一处的凉亭里，顾墨寒一袭黑袍，他的眼睫半垂着，发丝随风飘扬在脑后，修长白皙的手指在琴弦上翩跹起舞，非常的优雅。愣着干什么？过来！小正角和小包子都听呆住了。娘亲，这首曲子弹得也太好听了。娘亲，你说呢？南婉嫣被梁小芝给带到了顾墨寒的面前。没看出来啊，你竟然还会这个，我以为战神就只会舞刀弄枪呢。顾墨寒看着眼前的南婉嫣，双颊微红，薄唇微勾，他执起了南婉嫣纤细的手。本王会的东西很多，王妃不要有色看人，慢慢了解，来日方长。小正角和小包子一脸八卦的跟在两人身后，笑弯了眼。南婉嫣有些羞恼的抽回了手，低声嘟囔一句：“谁要跟你来日方长？不过从来没有看你弹琴过，这是谁教你的？”这是本王自学的，因为母妃喜欢听弹曲。当初本王练琴的时候，母妃还未出世，那时候本王没日没夜的练，为的就是有一天能够亲自给母妃写一首曲子弹给她听。方才你听的那首《归思》，就是本王在收复边境之时利用闲暇做的曲子。胜仗归来，本王兴冲冲地抱着琴去找母妃，却忘了她早就听不见本王的琴声了。你放心，你的母妃会好起来的，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她一定能再听到你的琴声的。顾墨寒眼神微变，忽然一把抱住了他。本王就抱一下。南婉嫣本来想推开他，却有些于心不忍。小正角和小包子高兴地拉着彼此的手，两双圆溜溜的眼珠一动不动地盯着顾墨寒和南婉嫣，成就感满满。所有的美好顷刻间四分五裂。王爷，沈侍卫遇刺，命悬一线。你把话说清楚，沈宇怎么了？回殿下，有刺客杀进竹兰院，沈侍卫为了救人，身负重伤，昏迷不醒。高管家也受了点伤，刺客已经有人去追查，但暂时没有消息，还请殿下速速回府主持大局。竹兰院，被高管家带出来的云雨柔远远的就看见顾墨寒遇刺。这是你安排的刺客？高管家说会让他翻身，大概是会上一出戏，但这群刺客怎么看着像是真的？不是我安排的，但这是你翻身的好时机。云雨柔差点摔在了地上，却心领神会，立刻跑向了顾墨寒。王爷！云雨柔的叫声很大，南婉嫣坐在马车里就听见了。云雨柔怎么来了？谁让她出来的？
见云雨柔朝着顾墨寒扑过去，南婉嫣的眉头紧皱着，生怕云雨柔分了顾墨寒的心。顾墨寒重重地眯起了眼睛，神色也有些变化。雨柔，又一群人的援助，刺客都快死完了，刺客头子不得不撤离，大喊道：放烟雾弹！霎时间迷雾四起，谁都看不清楚雾中的情况，尤其是马车上的人。而此时烟雾中，云雨柔瞥见杀手要走，她心一横，闪身扑上去。王爷小心！王爷！一口鲜血喷出，那刺客皱了下眉头，快速地收回了剑，飞身离去。这女人竟然故意撞上来挨刺，还握着她的剑往自己身体里捅得更深，她有毛病吧？雨柔，沈宇现在怎么样了？傅医用尽办法吊着他的命，情况不太好。那群刺客和沈宇为什么会出现在竹兰院？母妃有没有受牵连？宜妃娘娘没人敢动，院子里也始终平静。那群刺客为什么把矛头指向云侧妃，老奴也不清楚。而沈侍卫当时刚回府，着急忙慌的要老奴把这封信交给您。他颤颤巍巍的从怀里掏出了一份皱皱巴巴的信，递给了顾墨寒。王爷，这就是沈侍卫让老奴交给您的信，您看看。信件。沈宇还让高管家给本王送信了，是之前的事情查出来了吗？顾墨寒的心脏狠狠的一跳，伸手接过了信件。等看过了信件以后，男人的面色如常，深潭般的眸底波澜不惊，但信纸却被他捏得越来越皱。王爷，沈侍卫的信上可说了什么？没什么。顾墨寒深吸了一口气，凉意彻骨涌入他的经脉里。信上说了，当年救他的人跟南婉嫣毫无关系，这件事情调查了这么多次都是同一个结果，他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了。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南婉嫣竟然在击击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手工杀。男人的剑眉越扭越紧，骨节分明的手死死地攥着信。你怎么伤得这么重？南婉嫣看着沈宇惨白没有生气的脸，立即反锁上了房门，双目冷冽的凝重的上前，从空间戴上了口罩和手套。滴的一声 ，CT 结果出来了。南婉嫣深吸一口气，全神贯注地开始为他动手术。还好回来的及时，希望沈宇能醒过来。沈宇的情况总算是稳定下来了。王爷，云侧妃的情况很不好啊，老奴的医术恐怕是无能为力了。你怎么这么废物？王爷，要不然让王妃过来看看。事到如今，高管家笃定顾墨寒没有选择的余地。若他真的让南婉嫣救了云雨柔，这对南婉嫣来说无疑是很重的伤害。所以从云雨柔受伤开始，他就没想过让她救人。去西风院问问，若是沈宇已经救回来的话，就把王妃带过来。是王爷。王妃辛苦了，请问沈侍卫的伤势如何了？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但是可能会昏迷一段时间，我会定期给他检查的。那王妃可否跟老奴去一趟竹兰院？王爷有请，让您救治云侧妃。南婉嫣的双目蓦然一滞，心尖上逐渐染上了冷意，俏脸上决绝和漠然。不去。王妃，这是王爷的命令，您若是不去，那老奴只有得罪了。南婉嫣的周身迸发出一股能凝固人血液的冷气，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是吧？王妃，老奴也只是听令行事，您若不愿，不如亲自跟王爷说说。哼，好，他不信了。顾墨寒真的有脸敢开这个口让他救云雨柔？南婉嫣跟着高管家到了云雨柔的屋子里。高管家都和你说了吧，侧妃性命垂危，本王想让你救她。我不救，伸手抓住了南婉嫣的手腕，强硬地将她拽到了床边。本王说了，救她。扬手重重地给了顾墨寒一巴掌。你是聋了吗？我说了我不救。今日你必须救她。我凭什么要救一个嫌疑犯呢？王府里能够通风报信，有嫌疑传出2个小丫头身世的人只有他，我是绝对不会救他的。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没必要一竿子打死。况且今日他救了本王一命。南婉嫣望着床上奄奄一息流着血的云雨柔，对，他是你的救命恩人，我只不过是你身边的工具。顾墨寒，你有种让我救他，以后就有种别后悔。本王不后悔。行，那你答应我3个条件，我就帮你。第一条，从今往后不准你再踏入香林院半步。剩下的2个条件我还没想好，等之后我会告诉你。本王答应你。救云雨柔可以，那我可不保证小白莲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南婉嫣闭了闭眼睛，这么想就舒服多了。看着云雨柔的脸，冷冷的一笑，苦肉计啊，手段真高。
大概1个时辰之后，南婉嫣推开房门走了出来。现在的她更是累得连话都不想说，刚想伸手搀扶，她却直接从她身边走过去，连个眼神都没看她。顾墨寒心头忽然一震，感觉有什么正在渐渐的远去。高管家忙问道：“王妃，云侧妃如何了？”死不了。南婉嫣连高管家看都没看一眼，带着周身的冷意迈出了竹兰院。王爷，这……顾墨寒脚下一软，手撑着门框，面色痛苦不堪，嘴角渗出了一抹血迹，可他的目光却直勾勾地盯着南婉嫣离去的方向，半寸都未移开。南婉嫣果然是生气了。王爷，您这是怎么了？本王没事。而后他叫来另一个名为林峰的侍卫，去查刺杀本王和王妃以及刺杀沈宇的究竟是不是同一拨人，如果不是，2拨刺客的身份背景追根究底，所有情况本王都要知道。林峰应下，神色凝重地走了出去，暗处高管家的眼神忽然掠过了一抹狠意。高管家，你确定今日那些刺客是冲着云侧妃而来？高管家连忙跪下，一点儿也不敢怠慢。回王爷的话，老奴也不是很确定，毕竟老奴当时赶着想要给您送信。王妃，您还好吗？一会儿你来我房间里一趟，我有事情要问你。于峰凝着南婉嫣那疲惫的身影，眉头紧蹙。是。今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翼王和王妃回府的路上，有一队杀手潜伏在暗处，属下等人也上前帮忙了。这群人跟上一次在香林院刺杀2个小主子的是同一批刺客，又是那批杀手。莫允明眼睫微垂，露出了一抹冷厉之色。到底是谁从暗中想要婉婉和2个小丫头的命？黑衣人见莫允明脸色难看，打了一个寒噤，继续说：这一次翼王的侧妃突然冒了出来，好像是替翼王挡下了一刀。翼王当时带着云雨柔就走了，没有管王妃和2个小主子。回了王府，王妃给沈宇治疗完毕以后，又被那个高管家带着去了云雨柔的院子，似乎是翼王逼着王妃让他救云雨柔的。下一秒，数十根的袖箭带着劲风齐刷刷地飞了出去，悉数钉在了房梁上，寒气逼人。黑衣人下意识咽了咽口水，有些毛骨悚然。主子这时震怒了，顾墨寒竟然敢这么对婉婉，真是岂有此理！去把人都集结起来，好好教翼王做人。今日王府来了刺客，沈宇受了这么重的伤，你没有听到任何动静或者一丝不寻常的地方？南婉嫣皱着眉，目光冷沉地看着于峰。属下确实没有听到动静，是后来有别的侍卫说竹兰院来了刺客，属下才知道的，并且属下问了他们，他们也是才发现不久。云雨柔的院子，刺客，沈宇。那你可知道是谁最先发现刺客的？不知道是谁最先发现的，但那几个侍卫告诉属下，他们是听到高管家的呼救才赶过去的，但那会儿沈侍卫已经重伤倒地了。高管家，于峰，我再问你个问题，一个刺客杀人，手里有刀，却剧烈的攻击人的头部，这是为何？属下从没听说过这样的刺客。倘若要杀一个人，手里还有刀，直接抹脖子就行，专挑头部打，或许是不想让那个人清醒过来，或者变得痴傻。跟他想的一样。最近这段时间，你帮我盯紧了云雨柔那边的动向，同时看好了高管家。王妃，您是怀疑？杀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像顾墨寒那样的极品让正妃救侧妃的人都存在，还有什么不可能的？我怎么又想到他了？翌日，呸！我还以为他真的洗心革面了，想要对娘亲好，结果没想到坏蛋还是坏蛋。怎么可以欺负娘亲？小包子不哭。既然在他的心里，娘亲不是第一位，那他就不能做我们爹爹，我们不能哭。阿姐，我知道了。王妃，昨日老奴对您不敬，还请您责罚。我知道你有苦衷，无妨。高管家的伤势严重吗？老奴皮糙肉厚的，没什么问题，倒是苦了沈侍卫，为了护着老奴和云侧妃，受了这么重的伤。沈侍卫已经好了不少，但是头上的伤口太过于严重，应该很难恢复。这段时间他恐怕是醒不过来的。话音刚落，他半眯着眼睛，波澜不惊地凝着高管家。老奴知道了，辛苦王妃了。王爷昨夜在云侧妃那里守了一整晚，云侧妃高烧不退，您要不要？不去，我要回香林院了。王妃。可南婉嫣刚走到门口，就被一抹阴影笼罩了。一抬头，顾墨寒那张冷峻的苍白的脸色，眼下还挂着一抹黑痕。南婉嫣拧着眉，侧身绕开了眼前高大的男人，抬脚刚想走，就被顾墨寒一把抓住了手腕。南婉嫣，别躲着本王！你干什么？你弄疼我了。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累着了？不用你管，放开。本王是来看沈宇的，听管家说你已经将他救回来了，他现在怎么样了？南婉嫣当即收回了手，
腰腹和背部的伤口我都处理好了，这2个地方避开了要害，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他头上的伤是撞伤，情况严重，我勉强保住了他的性命，但是不能保证他什么时候醒过来。沈宇的后背和脑袋都有伤。他快步地往屋子里走去，看向了沈宇。而脑袋受伤，除非是毫无还手之力，才会被人按着撞击。这怎么可能？沈宇在云雨柔的院子里遇刺，出事儿立即就喊人了。沈宇他怎么可能被刺客摁着脑袋撞击？难道昨日的情况并不是像高管家所说的那样？如此一来，高管家给他送的那封信真实度也有待考究了。注视着沈宇，究竟是谁害沈宇如此？他必定要让那人死无葬身之地。王爷、王妃，将军府的云衡少将军求见。云衡，他来做什么？他大步朝着屋外走去。顾墨寒看了沈宇一眼，心神已经稳定了许多，眼神狠辣。沈宇，本王定会为你报仇，绝不轻饶伤你的人，你尽快醒过来吧。说完便转身离开，跟在了南婉嫣的身后。直接，王妃，王妃，我在这儿。云衡一边喊着，一边朝着南婉嫣跑过去。你的表妹在竹兰院，你走错地儿了。云衡却目光灼灼地盯着他。什么表妹不表妹的，我今日就是专程来看您的。我听说昨夜您遇刺了，特意带上了好的伤药和美容的补品来。王妃，您没事吧？顾墨寒刚好走过来，本来以为云衡是来找茬的，闻言却眯起了眼睛看向了南婉嫣。我没事，云少将军怎么会有这个闲工夫来看我？王妃这话说的，自从那日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救了我一命之后，我就想明白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您就是我的大恩人，再生父母。虽然我知道像王妃这样天生丽质、地位尊贵的人什么都不缺，但我还是命人寻遍大江南北，找来了西野最名贵豪华的胭脂、首饰以及一些稀罕玩意儿。这些还有这些都献给王妃和2位小郡主。说罢，十分得意地指了指身旁侍卫们提着的锦盒，颇有些渴望得到赞赏的模样。南婉嫣愣了，没想到你还是个性情中人。行，既然你豪爽，我也不扭捏，你的心意我收下了。顾墨寒看到云衡对南婉嫣那热络的态度，墨瞳骤然一沉，再看向了南婉嫣，也对云衡笑颜如花。王妃什么都有，不需要你的东西，说完了就走。云衡身边的2个侍卫顿时被顾墨寒的气势吓得后退了好几步，怯生生地盯着云衡。云少将军是来感谢我的，关你什么事？你滚不滚？真是个坏家伙！王爷息怒，今日我不仅是来感谢王妃的，也是来送请帖的。从怀里掏出了一封请帖，递给了南婉嫣。方才我在门口遇到了国公府上的婢女，说国公夫人明日要举办一场诗酒茶会，想邀请王妃去一趟，这是请帖。王妃，我明日也会去国公府，不知道你去不去啊？南婉嫣刚要伸手接过请帖，顾墨寒就一把夺过了请帖，攥在手心里。他不去。云衡脸色一僵，南婉嫣却直接从顾墨寒的手里抢回了请帖。去，当然要去，国公夫人亲自邀请，也不能驳了她的面子吧。我就知道您会去，像王妃这样才艺超群、医术又登峰造极的女子，国公夫人一定喜欢的不得了。南婉嫣听着云衡的马屁，不由得失笑。没想到你现在改邪归正了，看上去还挺顺眼的，嘴也甜。云衡挠了挠脑袋，有些不好意思。从前都是我不好，让王妃见笑了。王妃，这些礼物都给你送回院子吗？顾墨寒见南婉嫣跟云衡有说有笑的，心里的不爽愈发的增强了。送回我院子吧。这时云雨柔强撑着身子走到了西风院的门口，正好看到云衡和南婉嫣其乐融融，顾墨寒脸色阴寒的画面。云衡竟然来了，怎么没有第一时间来看我？柔儿给殿下王妃请安。院内的几人神色纷纷变了。你的伤还没好，怎么就出院子了？方才柔儿做了个梦，梦里殿下又像从前那样关心柔儿了。为了来见你一面，柔儿特地让府医开了止痛丸服下，这才能下地。没想到竟然不是梦，殿下真的又念着柔儿了，还让王妃救了柔儿。柔儿真的好感激。顾墨寒目光一凝，深邃的眼底却没有什么起伏。你救了本王，应该的。云侧妃还真是不一般，为了见王爷，连止痛药都吃了。殿下对柔儿这么好，柔儿也不想辜负了殿下的期待。说着，又看向了一旁不出声的云衡。表哥来了，怎么也不告诉柔儿一声？云衡的眼底掠过了一抹厌恶，深深地扫了云雨柔一眼。我去哪儿还要给你通报不成？云雨柔狠狠地吃了个闭门羹，有些难以置信。表哥去哪里？自然不用跟柔儿说，是柔儿担心你的病，这才多嘴问了一句。他还有脸担心他的病？要不是他会这么惨吗？看着云雨柔那张装出来的脸，就觉得恶心。你不用担心，王妃已经帮我治好了。今日我来是来感谢王妃的。
南婉嫣竟然出手相助啊！王妃，我还以为您会生表哥的气，没想到您竟然出手相救了，真是感谢您。王爷，今日难得表哥来了，柔儿也没吃东西，不如一起用过午膳吧。有什么好带的？将军府不缺饭，回去吃吧。我倒觉得侧妃说的不错，云少将军好不容易来一次，确实应该留下用膳。止疼药是有时效的，云雨柔三番五次的设计他不能白便宜了云雨柔。顾墨寒神色复杂的盯着南婉嫣，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王爷怎么不说话，等着您喊话呢？那就听王妃的。云雨柔的眼底掠过了一丝冷笑。多谢王妃，多谢王爷。不一会儿，西凤院摆好了桌碗椅筷，云恒则是屁颠屁颠的坐在了南婉嫣的对面，努力的挨近她。顾墨寒的表情有些难看，云雨柔刚要落座，南婉嫣却冷着声音说：“你别坐了，先布菜吧。”云雨柔一下子怔住了，南婉嫣是什么意思？竟让我布菜，是把我当粗使婢女？她委屈的眼泪立马在眼眶里打转，捂着胸口的伤。王妃，可是柔儿的右手还不能很好的。废什么话，你不过是一个妾，王妃让你布菜，你敢不听？南婉嫣挑着眉，云恒却这么上道，帮了他一把。云恒这个蠢货居然敢为难我，南婉嫣这个贱人，短短时间内竟然能糊弄住云恒，真是好手段。他抬眸楚楚可怜的看了顾墨寒一眼，殿下，柔儿。顾墨寒垂着眼眸喝下了一口闷酒，却什么也没出声。云雨柔气得唇色都白了，顾墨寒竟然不帮他。是，柔儿知道了。王妃，请。南婉嫣最不爱吃蕨菜，谁准你站着？本王妃叫你跪着布菜。原主不喜欢吃蕨菜，云雨柔这么喜欢用小伎俩，那她就原封不动的还给她。柔儿好歹也是殿下的侧妃，跪着布菜是奴婢才做的事情。要是有人误会王妃欺辱侧妃，觉得您是杜甫，可就不太好了。难道南婉嫣已经发现了我散步2个小丫头是野主的事情？不会的，刚管家已经把这件事情压下去了，不会有问题。让你跪你就跪吧，将军府出来的人这点苦头都吃不了的话，那才会遭人口舌。表哥，云雨柔气得牙痒痒的，不情愿的跪了下来。是，柔儿这就跪下布菜，还请王妃不要生气。她颤抖着绑了绷带的手，夹了一筷子红烧肉送到了顾墨寒的碗里。殿下，请用。柔儿知道您昨夜为了杀敌受了伤，吃点肉补补身子。因为跪着够不着，只能用力的伸出手，而扯到了右胸口的伤，立马疼得他倒吸了一口凉气，眼泪都流出来。南婉嫣的唇勾起，眼底有一丝冷笑。顾墨寒望着碗里的红烧肉，想起了在宫里和南婉嫣还有2个小丫头开心用膳的时候，也吃了这道菜，眉眼不由得复杂。殿下堂堂一个战神，怎么会因为那些刺客受伤？殿下的伤，那都是因为护着王妃和2个小郡主，才被皇上责罚，挨了160棍。顾墨寒为了南婉嫣挨了160棍。云雨柔苍白的脸上瞬间变了脸色，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他竟然对南婉嫣那么好吗？他有些难以置信的看向了顾墨寒。殿下，您受了这么重的伤，昨夜还……云侧妃，布菜不好好弄，交代你做什么你都做不好，唧唧歪歪的实在是很吵闹。本王妃不要你折腾了，这碗饭你留着自己吃吧。说完，将那碗带有蕨菜的饭递到了云雨柔的面前。云雨柔一愣，眼底的屈辱都快溢出来了，恨不得马上杀了南婉嫣。王爷，柔儿吃不了蕨菜，你知道，柔儿吃了蕨菜就会长疹子的。顾墨寒英挺的眉头蹙起。够了，你回竹兰院吧。是，王爷。慢着，他目光冰冷的看向了顾墨寒。怎么，王爷觉得我身为准太子妃，还没有资格赏赐食物给侧妃？云雨柔对原主使手段还少吗？对他使的手段更是不少，他才不会放过云雨柔呢。云恒见气氛不对，对，您是王妃，说什么都是对的。您赏赐的东西没有不接的道理，还不快收下？南婉嫣盯着顾墨寒的脸，还是云将军有眼力劲儿，不像某些人，真的特别喜欢当睁眼瞎。顾墨寒修长的手指攥成了拳头，锐利的眸子瞪向了云恒，说不出的气闷。王爷和王妃怎么吵起来了？哦不，主要是王妃单方面骂王爷。云雨柔见顾墨寒竟然会被南婉嫣的话给堵住，暗自气恼，但也不敢走。止疼药的药效也渐渐的变得淡了，右胸的伤口开始噬骨的疼，委屈的单手接过了饭碗，就这么站着吃。是，王妃赏赐的食物，柔儿自然要吃。他夹了一只虾，刚动手剥虾，云恒就急急地嚷着：“王妃这么好看的手，怎么能剥虾呢？还是我来吧。”说着，他也夹了一只虾，准备帮南婉嫣剥。顾墨寒彻底阴下了脸，一把按住了云恒的手：“你干什么？
给王妃剥虾，你云衡算什么东西？也配给南婉嫣剥虾？冷肃带着骇人的怒气，压得云衡大气也不敢喘。是我唐突了，殿下息怒。顾墨寒的薄唇溢出了冷喝声，松开了云衡的手，夹了几只虾包了起来。云雨柔站着翘首以待，可顾墨寒却将包好的大虾全夹进了南婉嫣的碗里。云雨柔的表情瞬间凝滞了，心里完全不是滋味，直接将顾墨寒给她的虾夹到了云衡的碗里。殿下给少将军的，吃吧。云衡感受到了顾墨寒那逼人的寒气，连忙摇头。这可不是给我的，王妃真会说笑。可恨，真可恨。顾墨寒给南婉嫣夹菜，南婉嫣通通给了云衡。云衡又饿又不敢动，被顾墨寒的眸子千刀万剐了无数次，冷汗都打湿了衣服。云雨柔的止痛药也已经失去了疗效，伤口都溢出了血，疼得她冷汗直冒。云侧妃，我有件事情要问你。云侧妃遇刺那日运气爆棚啊，沈侍卫为了救你差点死了，你却是毫发无损，手上只有一道小小的伤口。顾墨寒剑眉微蹙，看向了云雨柔。云雨柔的心头狠狠的一跳，瞬间慌了神儿。但是想起高管家交代的说辞，她努力佯装镇定。王妃这话说的有点奇怪，是在怀疑柔儿吗？本王妃什么都没说，只是想弄清楚沈宇为什么会出现在竹兰院。如果遇刺，为什么他伤得快死了，而你却是毫发无损？解释解释吧。我也不知道沈侍卫当时为何在竹兰院附近，那时候我已经被刺客扼住了喉咙，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只能打碎手边的花瓶，所以吸引了沈侍卫吧。而沈侍卫赶到的时候，我也快没了意识，只看到他和刺客扭打在一起，而后另一个刺客想要杀我，沈侍卫为了护我，夺过了那人的刀，却被刺客按从背后。说着，云雨柔立即向顾墨寒看过去。殿下，您也不信柔儿吗？王妃这样的问法真有些吓人，可柔儿一个弱女子，如何重伤沈侍卫？再说当时沈侍卫遇刺的时候，高管家和几个下人都看见了，您可以去问的。的确，云雨柔手无缚鸡之力，也不可能藏着什么高深莫测的武功。侧妃确实没本事杀人，但你借刀杀人的本事向来是不弱的。云雨柔的脸色瞬间发白，看向了云衡，心底里恨得把他给凌迟了一遍。云衡的脑子被驴踢了吗？竟然敢说我借刀杀人！表哥，你说什么呢？柔儿何时做过那样的事情了？你别血口喷人。我血口喷人？呵呵，我说没说错，你心里难道没数吗？借刀杀人那么多回，你也不怕午夜梦回时那些鬼来找你，向你索命？他当时给云衡竖了个大拇指，笑着夸赞。没想到云少将军对因果报应这么有见解，本王妃以前怎么就没发现你这么棒呢？神仙姐姐夸我了。云衡的心一下子要飞到天上去了。那是自然，我觉得做坏事都是有报应的，坏事做得越多，报应越狠。没错，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都给本王滚出去！王爷这是做什么？他忍了一顿饭的时间，以为南婉嫣多少会消气，没想到他跟云衡越发的熟人，甚至配合的一唱一和起来。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南婉嫣是不是要喜欢上云衡了？来人，送云侧妃回院子，也将你们的少将军带回去。晚一步，本王就送一具尸体回将军府。瞬间就有几个婢女走进了院子，行色匆匆的带着快要昏迷的云雨柔退了出去。云衡身边的两个侍卫更是不敢耽搁，拉着云衡就往外走。少将军，快走吧。云衡还想跟南婉嫣说两句话，但感觉到顾墨寒身上的杀气，还是乖乖的闭上了嘴，逃也似的跟着侍卫冲了出去。南婉嫣看着再度恢复了冷清的院子，起身弹了弹衣服上的灰尘。无聊，南婉嫣要走，纤细的手腕却蓦然被人给抓住。南婉嫣，站住！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你动什么手？松开！你今日跟云衡有说有笑，是不是故意惹本王不高兴？哼，你可真高效。我跟他有说有笑的，怎么就惹你不高兴了？你是喜欢我还是在乎我？顾墨寒被他的话给戳中了心事，俊美的脸上一阵扭曲。总之，本王不准你跟他走近，不许你跟他有说有笑。你有什么准的？不准我跟舅舅走近，也不准我跟云衡走近。凡是我接近的男人，你觉得都有鬼。你又不喜欢我，又不护着我，还想妄图控制我，凭什么听话？顾墨寒，我告诉你，我跟谁说话都很开心，不论男女。但跟你这种眼瞎心盲的男人说半句话，我都觉得糟心透了。他的话还没说完，顾墨寒有力的手臂将他纤细的腰给捞过来，俯身狠狠的疯狂的吻了上去。
尤其是吻上南婉嫣的唇后，更是狂怒的失控。男人眼底盛满了诡异的火气，一只手臂牢牢地禁锢着她的腰，不让她退开。南婉嫣，本王是你的夫君，永远都是。滚！可越反抗，他吻得越是凶狠，手甚至还撕扯她的衣服。南婉嫣忍无可忍，蓦然从空间里掏出了平底锅，对着顾墨寒的后脑勺就是重重的一击，屈腿踹在他结实的小腹上。顾墨寒，你这个疯子！南婉嫣狠狠地推开了顾墨寒，男人捂着脑袋，有一阵的眩晕，修长的手撑在一侧的桌角上，因为疼痛，脸色苍白无比。顾墨寒，我自认我没有亏欠你，你让我救你心上人。虽然我觉得他很有问题，但我还是依了你。但是你不能变本加厉，得寸进尺。你再动我的话，我们就不要合作了。我还会成为你的敌人。你自己冷静，好好想清楚。还有沈宇的事情，我再提醒你一遍，王府肯定有人有问题，你的白月光也肯定有问题，随你信不信。但我尽快让沈宇清醒过来，尽快还给你真相。说完，他头也不回离开了西风院。不过有件事情，本王还真需神策营的兄弟们亲自操刀，为本王查个彻底。老沈闻言立马跪下来，还请殿下吩咐。从军营里抽出部分兵力，全力追查在王府行刺的刺客，以及半路上刺杀本王和王妃的杀手。本王之前让沈宇去查暗中散播2个小郡主谣言的幕后黑手，还有一些王妃的事情。本王怀疑沈宇应该就是刚查到消息就惨遭黑手，2波刺客未必是同一批。这件事情你也要告诉于副将，安排下去，就算掘地3尺，也要将那些人抓回来。是，殿下放心，卑职绝对查明真相。还请殿下养好身体，兄弟们都等着您回去。辛苦你们了，记得保护自己，注意安全。是，卑职告退。门外再度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王爷，老奴给您送了药来，您赶紧服下吧。高管家手里端着药碗，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王爷，老奴知道您担心沈侍卫，也担心王妃和侧妃的安危。可是如今您已经是太子殿下，理应以您自己为重。高管家，本王问你，昨日你看到沈宇受伤的时候，具体是个什么情况？闻言，高管家的心头狠狠的一跳。难道王爷开始怀疑我了？若是这样，那云雨柔这张牌恐怕就要保不住了。毕竟我能办到坏了那一位的大事儿。高管家的眼底掠过了一抹暗色。回王爷的话，老奴赶到的时候，沈侍卫已经被人刺伤了。云侧妃哭着对老奴喊有刺客，情急之下，老奴只能呼救，却不想激怒了刺客，想要对老奴动手啊！沈侍卫拼尽全力护着老奴和云侧妃，那些刺客便匆匆逃走了。再然后，沈侍卫撑不住倒了下去，王府的那些侍卫们也陆陆续续赶到了。顾墨寒看着他手上的伤口，再联想到方才午膳时间云雨柔的说辞，这2个人的说辞对不上，一定有一个人在撒谎。而这个人，顾墨寒更倾向于云雨柔，毕竟高管家是王府的老人，为人实诚勤恳。顾墨寒攥紧了拳头，面无表情。你先下去吧，本王一会儿就喝药。王爷，那老奴先告退了。顾墨寒盯着高管家的背影，眼底寒意凝聚成霜。若是他的猜测成立，真是云雨柔在背后宣扬2个小丫头是野种，沈宇查出真相被重伤，差点被灭口，也是他操作的。他还怂恿高管家出府迎接他，又巧合的遇刺，他便自编自导了一出救命恩人的戏码，为他挡刀。如此，高管家交给他的那封藏有沈宇字迹的信件，还有什么可信度？那他该怎么面对南婉嫣？他昨晚那样逼着他救人，骇人的冷意席卷周身，顾墨寒的心突然有些慌了。南婉嫣，她要去国公府了。烦，顾墨寒心烦。南婉嫣对他爱理不理的，跟上去也会被他给撵回来。他堂堂的战神，怎么可以被一个女人这么甩脸色？可过了片刻，他想到了什么，还是抓起了手边的外袍，快步走了出去。一炷香以后，哎，不是说邀请了太子妃吗？怎么这个时候也不见他来？难道是不来了？哎呀，不来也不是什么稀奇事。我记得王妃好像不太擅长这些。5年前在春茶会上，她不是一首诗都没做出来，羞恼的离场了吗？王妃如今都是准太子妃了，虽是国公夫人的邀请，但她可不能再丢人了。不来也是正常的，人不来就算了，都不让下人知会一声，这不是让国公夫人难堪吗？闻言，国公夫人的脸色却有些不好看了。梁月明显是在说南婉嫣不仅没有文化，还仗着身份高贵，变得目中无人，连他的邀请都敢无视。南青青和丞相夫人对视了一眼，眼底有些嘲讽，都等着看南婉嫣的好戏。云恒现在是完全站南婉嫣的，见有人胡说，
不满地捏紧了拳头，怒目瞪着梁月。他刚要开口骂人，就听见了一阵清亮的女声悠悠地响起。本王妃只是来迟一会儿，就听见有人瞎编排，看来有些人是不想要自己的舌头了。这还是南婉嫣吗？就连国公夫人都被震了一刹那。南婉嫣跟之前传言很大的出入，草包能这么贵气，看起来也不像是粗糙的人。王妃，云恒看到了南婉嫣，双眼都惊喜的冒星星了。神仙姐姐来了。想到南婉嫣挨骂了，他立马指着呆住的梁月，冷怒的开口说：编排王妃轻则杖责30，重则杖责80，严重的杖责后还要割舌头。王妃，这个女人她编排你，我都听见了，你要怎么处置她？我云恒愿意效劳。梁月更是呆住，傻傻的看着云恒。以前骂南婉嫣骂的最狠的，可不就是云恒吗？他今天怎么回事？不骂南婉嫣，反倒护着南婉嫣了。他是吃错药了吗？南青青眯着眼睛看着南婉嫣和云恒。聚运楼上，顾墨寒听着众人对南婉嫣的奚落，原本脸色也很难看，手中的杯子正要朝国公府的梁月砸过去，但是南婉嫣却出现了。她来了，眸底的神色蓦然柔和了不少，杯子留在了手中。可见云恒与南婉嫣挨得那么近，他猛地捏碎了杯子，杯子4分5裂，从桌上滚到了地面上。于峰突然大气也不敢喘一下了。王爷，您的手。啊，不是的，臣女不是有意编排王妃的，方才确实是臣女胡说八道。云少将军和王妃大人有大量，别与臣女计较了。今日是国公夫人的茶会，为了不扰夫人的雅兴，你磕头认错，本王妃便放你一马。梁月有些咬牙，心有不满，乖乖的磕头道歉了。都是臣女话多，还请王妃原谅。不愧是神仙姐姐，心地就是善良。夫人，来的路上耽误了点时间，还请国公夫人见谅。这是我准备的礼物，夫人看看。说罢，南婉嫣便让香玉将准备好的礼品送上来。国公夫人却没有多看礼物一眼，让人收下了，也朝着南婉嫣行了礼，语气不温不火。王妃身份尊贵，来不来都看您的心意。不过既然来了，那今日的诗酒茶会也能开始了。这次茶会主要还是斗诗，不如我们以风为题，如何？众人听后纷纷点头表示赞同，可江如月却摇了摇头。国公夫人，斗诗虽然好，但我觉得吧，既然今日七王爷也在，不如再加一个下棋如何？江如月想要在顾墨灵的面前卖乖，博得好感。下棋也好，本来文斗就不局限于诗书，要是能够在今日一睹七王爷的棋艺，那也是好的。那今日就改成棋局对弈以及风为主题的作诗。一个粉衣的贵女轻笑了一声，下棋固然好，只是怕……另一个绿衣的贵女暗暗地看了南婉嫣一眼，立即接话说：怕就怕万一有人连规则都不懂，那岂不是要闹笑话？众贵女纷纷的偷笑。南青青扫了一眼南婉嫣，眼底也露出了一抹嘲讽。下棋？聚运楼上，顾墨寒那英挺的剑眉微蹙着，竟有几分的担忧。王爷，王妃好像不会下棋，您要不要去帮帮王妃啊？再看看。于峰更着急了。怎么还要再看看呢？王爷难道一点都不怕王妃输了，会没有面子，会难过的吗？还是说王爷觉得王妃会下棋，不会输？王妃，既然有人提议您也一块对弈，不如您就录一手吧。不过这下棋的规矩您还记得吗？话音刚落，有好几个人都开始憋笑了。南婉嫣哪是不记得规矩，她是压根儿就不会下棋好吗？突然云恒愤愤不平地将怀里的银票拍在了桌子上。少狗眼看人低，王妃厉害着呢，5万两，我押王妃赢。众人看傻子一样看着云恒，颇有些同情。南婉嫣也诧异地看着云恒，哭笑不得。我押10万两，王妃赢不了。话音刚落，众人都瞠目结舌地看向了梁月。定平侯的嫡女梁月是吧？你刚才说要押10万两赌本王妃输？没错。行，那若是本王妃下棋赢了，定平侯的嫡小姐要给本王妃10万两，大家都听见了，还请国公夫人为我作证。这个梁月在5年前的春茶会上就喜欢拿着原主的诗词嘲笑，方才放了他一马，还以为他会消停，没想到又送上门找死。本夫人为王妃作证，月姑娘与少将军的赌约都会记录下来。我信守承诺，王妃可要努力喽。于峰有些生无可恋地叹了口气，唉，王妃这该死的胜负欲啊！王妃挑一位当对手吧。
可是南婉嫣直接看向了顾墨灵，笑得明媚。听说七王爷棋艺精湛，在场无人能比得过，不知道能不能陪本王妃来一场？若是我赢了，这棋局就不必再比了，全当我胜了，如何？顾墨灵则是意外的挑眉说：当然了，能和六皇嫂对弈，荣幸之至。南婉嫣居然单挑七王爷，他脑子被驴踢了，程王妃都赢不了七王爷，他南婉嫣凭什么？王妃，您要不再想想？南婉嫣泰然自若走到了顾墨灵的对面坐下，笑眯眯地说：不必了，要战就战最强的，没有必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一炷香的时间，若没能分出胜负，再加赛。国公夫人，我看应该没有这个必要。话音刚落，大家都低声的哄笑。七皇帝，先吧。好。顾墨灵也没有礼让，执起白子落到了棋盘的右下角。时间1分1秒的过去，这是怎么回事？南婉嫣不仅撑了5个回合以上，竟然还能游刃有余的应对顾墨灵那凌厉的奇招。怎么样了？王妃现在还好吗？不太好啊。云恒心里一个咯噔，有些急躁地揪住了他的衣服。什么意思？少将军稍安勿躁，我的意思是七王爷现在的局势不太明朗啊。你看呢，白子虽然剑走偏锋，招招致命，黑子看似防守，实则以退为进，每一颗棋子都落在意想不到的位置，力拔千钧，完美的化解了白子的进攻局势啊。王妃的棋艺竟然如此出神入化，我就知道王妃这么厉害，下棋也肯定厉害。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南婉嫣究竟什么时候学会下棋了？还这么厉害，这怎么可能呢？我输了，没想到六皇嫂不仅医术超群，棋艺更是出神入化，看来此后我还得多精进一番。过奖了。这没赢吧？哪里看出赢了？七王爷不会是存心让王妃故意这么说的吧？云恒也立马跳出来。七王爷秉性端正，对待师叔也好，博弈也罢，都是全力以赴，你说这话不昧良心吗？顿时梁月被呛得脸色发白，国公夫人则是紧蹙着眉头解释道：棋局虽然没有下完，但是的确是王妃赢了。梁月差点背过气去。聚韵楼上，王妃这么优秀，王爷现在后悔了吧？顾墨寒凝视着南婉嫣自信昂扬的小脸儿，勾唇露出了一抹笑，忽然唇边的笑意渐渐收敛。她这么厉害，以后就更没有需要她的地方了。没想到王妃竟然如此厉害，今日本夫人也算是欣赏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对战，真不错。国公夫人过奖了，我也是碰巧赢了。既然王妃赢了七王爷，那梁月姑娘10万两拿出来吧。我没有那么多银子，方才是我逞强，以为王妃必说无疑，才会那么莽撞，是我不好。没钱？刚才国公夫人可都是听到你亲口说了，要是王妃赢下任何一局，你就拿出10万两来给王妃。王妃，求求你，再饶臣女一次吧。月姑娘，你方才可是说一定会信守承诺的。你没钱可以找侯爷，找侯府夫人，本王妃准你回府取。丞相夫人看南婉嫣大放光彩，早就气得想吐血了。王妃，这梁月姑娘年纪小，说话不经过大脑，不如您就看在国公夫人的面子上，别追究这么多了。丞相夫人真是好人，看来是心疼月姑娘，想为她出这10万两银子了。没问题，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本王妃也就不追究了。啊，梁月，你还不快谢谢丞相夫人替你出了这钱？多谢丞相夫人替我还钱，多谢丞相夫人。哇，怎么，夫人替月姑娘开口，难道不是要帮她还钱的意思吗？不帮着还钱，废话那么多做甚？如约已下，大家都能作证，这10万两是一定要给王妃的。丞相夫人都要急哭了，南青青是恨得牙痒痒的。母亲既然都开口了，那就是我们应该的，10万两也不多。秋霜，去取银票。是，王妃。闻言，丞相夫人的心头都在滴血，差点两眼一黑就晕过去。既然如此，那默诗也在一炷香之内，谁默得多，对局工整，那就是赢家。是。但5年前，南婉嫣在春茶会上一首诗都憋不出来的窘迫模样，大家都还记得清清楚楚。南婉嫣完全没有理会众人的眼神，拿起笔就开始写。顾墨寒和于峰也都在围观。王爷，您觉得这场比赛王妃会赢吗？顾墨寒静静地凝视着低头写字的南婉嫣。会赢。王妃在王爷心里这么厉害的吗？不过王妃要是赢了，那可真就一鸣惊人了。王爷，
王妃这么厉害，这么出众，怕是会遭人惦记啊。所以王爷赶紧去国公府接王妃走吧，那府里这么多男人，万一垂涎王妃可就不好了。顾墨寒修长的手指微微的攥紧，依旧是没有动作。要知道，南青青和顾墨灵现在都还在奋笔疾书，南婉嫣这样胸无点墨的女人，怎么可能写这么快？王妃这是写完了？写完了。丞相夫人则是一脸的不屑。这么快，半炷香都没过呢，南婉嫣能写出什么来？我还真没见过，短短时间内写的诗又有质量又有数量的。却见国公夫人身边伺候着的嬷嬷捂着胸口摇摇晃晃的，眼看着就要晕倒。南婉嫣脸色一变，还没有反应过来，那嬷嬷就径直倒下去。南婉嫣立马起身上前，都散开。林嬷嬷，这是怎么了？国公夫人猛然站起来，看着嬷嬷倒在地上，蓦然脑子一片发白。散开人群！南婉嫣立马挽起了袖子，双手放在老嬷嬷的左胸，准备给她做心脏复苏。这嬷嬷已经没了气儿的样子，是不是？看这架势，恐怕要不行了。依王妃真的可以吗？不然还是赶快请大夫吧。两人话音未尽，就被云恒一声冷喝：瞎说什么呢？王妃说了，都散开，别打扰她治疗。所有人一面紧张担忧的，一面向后退。夫人，嬷嬷是不是经常胸痛？有时候就连肩膀、左臂、脖子和牙齿都会疼。是，王妃说的症状嬷嬷都有，但每一次她都忍住了。王妃，嬷嬷她这是怎么了？应该是变异型心绞痛合并恶性心律失常，容易发生猝死。醒了，人醒了。所有人朝着老嬷嬷看去，竟然救回来了。林嬷嬷，你好些没有？夫人，林嬷嬷现在刚缓过劲儿，还不能说话，不过基本没有危险了，夫人不必太过担心。多谢王妃出手相救，我找了许多的名医，都说情况不妙，这份恩情我一定铭记在心。夫人言重了，作为医者，看见患者可不能坐视不管呢。多谢王妃。看吧，我就说王妃厉害呢，就没有王妃治不了的疑难杂症。七王爷眼神微闪，也笑了。的确，六皇嫂医术精湛，本王也是受益颇多。没想到5年前什么都不会的草包废物，如今不仅貌美，棋艺精湛，更是神医在世。人群里许多的贵女都是面露愧色，肠子都悔青了。现在知道后悔看不起王妃了吧？一会儿王妃的诗词出来，更有你们后悔的。哼！一炷香的时间也到了，聚韵楼上，顾墨寒神色逐渐变得舒心，可紧接着英挺的长眉又微微的蹙起。方才南婉嫣救人时那认真的模样，好似是一幅画卷刻在他的脑海里。可是他一想到自己逼着南婉嫣去救云雨柔，南婉嫣那副拒之千里的神态，心口一刺。属下就知道王妃人美心善，菩萨心肠，今日定会让大家刮目相看的。不过若是王妃莫失大放异彩，云少将军那些人怕是要对王妃贴得更紧了。喜欢王妃的人多起来了，王爷可不得猝死。果真，顾墨寒的眉头瞬间蹙起来。丞相夫人挤进了人堆里，露出了一抹笑容来。林嬷嬷救回来了就好。国公夫人，这一炷香的时间也到了，大家都看到，方才王妃写的最快，半炷香的时间就写完了。方才是王妃胜了棋局，诗词作品理应第一个展示，给大家品鉴品鉴。半炷香的时间，这草包能写出什么好诗词？香玉，把宣纸呈上来。是，王妃。恭恭敬敬地拿上宣纸，回到了人群中。云恒的眼睛都要盯直了，焦躁地舔着嘴唇。香玉姑娘，王妃写的是不是特别好？快念念。顾墨灵兴致颇高，合上扇子，静静地听着。香玉正要开口，就听到绿衣贵女不紧不慢地说道：王妃写的当然好了，说不准是什么样的惊世骇俗呢。这婢女不敢念的话，不如让我来。话音一落，有好几个人都没忍住，捂着嘴偷笑起来，而南青青也勾唇冷笑着。香玉见这些人都看不起南婉嫣，气得咬牙，轻哼了一声，直接念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而一首诗听完，所有人脸色忽然大变，哑口无言。这是王妃写的，简直就是惊世的大作呀！好一首水调歌头。六皇嫂果然是满腹诗书，没想到半炷香的时间里，竟能做出这样好的诗词来。七王爷，夫人别急，奴婢还没有念完呢。
每一首结束，众人都是叹为观止。可没想到第3首、第4首，一直念到第10首，香玉才真的停下来。众人却都已经惊掉了下巴，傻了眼。就算是历代的诗圣，写诗写词也是要讲究灵光一现的，他们都做不到下笔如有神，可王妃却做到了，真是太厉害了。顾墨灵盯着红衣似血的南婉嫣，眼底是高深莫测。这么厉害的女人当一王妃，太可惜了。丞相夫人和南青青气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南婉嫣，还好他们备了后招，绝不能让南婉嫣得意。丞相夫人的目光看向不远处，一个身着紫衣的公子使了个眼色。慢着，王妃这些诗不是他做的，这都是在下张某与同窗许氏含辛茹苦做出来的大作，尤其是那首《水调歌头》，更是张某一句一句琢磨出来的。王妃身份尊贵，竟剽窃在下的作品，实在太过分了。就是，我家少爷和许公子没日没夜钻研出来的诗集，现在还在府上放着，王妃竟然照搬照抄，真是太不要脸了。丞相夫人长舒了一口气，活该，谁让这个南婉嫣爱出风头，跟他娘一个德行。南婉嫣也有些错愕，还以为遇到苏轼了，但紫衣公子自称张某，那就不是本尊了。云衡立马不服气了，挡在了南婉嫣的身前。想不想要你的嘴了？竟敢说王妃剽窃，那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呀！就是我们王妃本就聪慧过人，也不认识你家少爷，怎么可能会知道你家少爷的诗词？方才那第1首诗词里，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是在下与同窗在禅心书院阁楼上望月远眺时共同冥思苦想出来的，这些都是有记录在册的。王妃就是剽窃了张某的作品，可真是辱没了文人素养啊！一瞬间，所有人又开始议论纷纷。于峰气得直跳脚，我呸！真是个臭不要脸的，敢说我们王妃剽窃他，我看是他嫉妒我们王妃了。王爷，快走，快去帮王妃解围。再看看。哎呀，王爷今日怎么这么淡定啊？莫不是王爷觉得王妃可以解决这件事儿？莫非你说本王妃剽窃你的作品？我看你是无中生有，强词夺理。王妃，今日国公夫人在此，还有这么多文人雅士都看，您就不要再狡辩了，实在是丢人。我再说一遍，这是我辛辛苦苦写的大作，您非但没有表明出处，还乱加了一个什么苏轼的笔名羞辱我，简直就是文人的不耻。南婉嫣，就算你真有本事，也不会有人信的，你名声太差了。既然你说我抄袭你，那现在你随便指定一个你没有写过的主题，跟我比一比现场作诗，我让你先做，免得你又血口喷人，说我剽窃。在下愿意奉陪，那就用这院子里三三两两的蝴蝶作为主题。那就请张公子开始吧。瞬间，所有人的兴致都被挑起来。时间1分1秒的过去，都快半炷香了。他终于动了动嘴唇，说：“赤木旖旎送春来，烟。”又过了片刻，终于做出了一首诗。不错。顾墨灵点点头，实事求是的点评道：“意境有了，但词藻不够优雅，对仗也不是很工整，想来应该是太过仓促了。但短短时间内做出这样的诗词，也十分不错了。”那张公子松了口气，对南婉嫣拱了拱手，说：“王妃，该你了。”张公子既然说我剽窃你，那想必能做出10首大作的人，应该能写得更多才对。没想到1炷香的时间就憋出了这么一首。你若真的想不出来了，那我就开始了。杨花铺帐，春云热。归家屏风醉眼斜，东家蝴蝶西家飞，白旗少年今日归。我去，厉害了！王妃都没有思考，直接作诗哎，而且还是好诗。就连顾墨灵也有些震惊。好，当真是好诗，跟刚才张公子所做的简直是天壤之别。何处被繁红，迷芳道坎骤，纷飞还独出，成对偶相逢。远害中房阙，争先不避风。一首接着一首被南婉嫣如行云流水一般的倒了出来，直到10首诗全部做完，整个国公府都陷入到了鸦雀无声之中。一口气10首，连半炷香的时间都没有用到，每一首都是符合主题的，就连南青青都无话可说了，一脸愕然。易王妃真是诗圣降世啊，无论意境对仗都跟方才那10首不分伯仲，而且用的时间比刚才墨的还要快不少，这真的是人能够做到的事情吗？太厉害了，这水准，这文采，真是佩服易王妃呀，佩服得五体投地呀！怎么样，这里面可有你和你同窗的诗词？张公子已经震惊的张大了嘴，他突然羞愧的红了脸。在下，云衡指着张公子说：“你这个不要脸的，你不要也说这是你做的，你刚刚怎么不做呀？明摆着就是欺负王妃，什么书香门第呢？诬陷人，难道就是你们的教养？”就是，你这样诬陷王妃，究竟什么意图？
张公子何曾被人指着鼻子骂过？一张脸红的都要滴出血来了，咬着牙看了丞相夫人一眼，恨丞相夫人恨得要死。要不是他的怂恿，他怎会如此？是在下错了，眼红王妃能够在半炷香的时辰内做出那么多好事，一时冲动诬陷了王妃清白，实在惭愧，往后定会好好反思。国公夫人的脸色变得很难看，盯着张公子说：“来人啊，送客！”王妃，刚才的小插曲是本夫人识人不清，日后绝不会再邀请他出席了。您的诗词对仗工整，意境优美动人，当真是让人拍手叫绝呀。那是，王妃不仅会医术，下棋厉害，写诗也是一把好手。我看呢，这天下第一才女当是王妃莫属了。此话一出，所有人都叫嚷起来，称赞南婉嫣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各位言重了，说来惭愧，这些诗词都是本王妃昨夜做梦梦见的，梦里有很多的大作，数不尽数。那些大诗人的情怀才是真的好，让我带上他们的诗词一起，让本就才艺双绝的国公夫人鉴赏一番，也好让他们的作品闻名一世。国公夫人的脸瞬间笑开了花，像您这样德才兼备的女子，天下少有，能成为西爷的准太子妃，那是我们的荣幸啊。张公子都走了，但我们的诗词比赛还没有结束呢，大家接着看看其他人的诗词吧。丞相夫人昂着头，不紧不慢地走到南青青的面前，伸手拿去她捏皱了的宣纸。程王妃，我们现在来看看您的。呲啦一声，丞相夫人的话还没说完，甚至连手都没有碰到宣纸，南青青就快他一步，直接撕烂了自己一炷香的功夫绞尽脑汁想出来的诗句。丞相夫人懵了，程王妃，您这是怎么了？有了王妃的诗词在先，本王妃写的东西还有什么必要念出来给大家听呢？闻言，众人都明白了，南青青这是自知不如人，索性不让人看了，免得丢脸。江如月笑了一下，故意调高了声音说：“方才林嬷嬷出事，动静那么大，程王妃确实旁若无人，专心致志的比赛，想必也是佳作，就这么毁了，不太好吧？”南青青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喉头一甜就要吐出血来。夫人，方才是青青太投入了些，写完才知道嬷嬷出了事，真是不好意思，还请夫人莫要生气。国公夫人的脸色却不好看，也不信南青青说的话。本夫人知道陈王妃是个才女，也爱读书，但有些时候得失心太重，可不是什么好事。这对母女当真不可深交。顾墨灵摇着扇子，笑得爽朗无害。国公夫人息怒，三皇嫂能够做到聚精会神写诗，也足以说明她定力强大，爱文学爱到了这样的地步，又何尝不是美谈一桩呢？七王爷说的没错，王妃下棋赢了，作诗词也是赢家，德才兼备，今日的头彩理应是王妃的。来人，上头彩！南婉嫣想到了10万两银子，开心的紧。多谢国公夫人赏识，今日我真是献丑了。国公府的几十个下人喜气洋洋地端上了一箱箱的白银来。国公夫人这10万两，加上丞相夫人的10万两，可真是名利双收，一战封神呐！南婉嫣更是高兴的两眼冒光，于峰兴奋的嚎叫出声：“王爷，王妃真的做到了！属下就知道，王妃平日里在香林院教育2个小主子的时候都那么有水平，现在国公府里的这些人都不是王妃的对手。”顾墨寒凝视着南婉嫣，薄唇微微的上扬，他知道他会赢。王妃库房见底了。什么？库房见底了？这不就是没钱了？瞬间，丞相夫人气得脸色煞白，心里叫苦不敌。她和南青青的钱全都给了南婉嫣了。娘，人你准备好了没有？你放心，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只要把南婉嫣引过去，必能让她从天堂坠入地狱。好，尽快安排吧。他已经快要忍不下去了，必须让南婉嫣彻底身败名裂。南青青则是恨得牙痒痒的，对一旁倒茶的婢女使了个眼色。婢女心领神会，走上前去准备给南婉嫣敬茶，一壶茶水悉数洒在了香玉的身上。云恒立即摸了摸脑袋，一脸的愧色。这香玉姑娘，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翼王府的婢女穿着湿衣服可不太好，带这位香玉姑娘下去换一身干净的衣裳吧。既然是国公夫人的好意，香玉还不快谢谢国公夫人？多谢夫人，奴婢这就去更衣。姑娘随我来。香玉就跟着去了，这样反倒更好。而且这一切都是云恒制造的巧合，没有人会怀疑到他们的身上去。于峰瞪着香玉离开的方向，眼珠子都瞪直了。怎么还不出来？香玉跟着那个婢女进了西边的屋子以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了。于峰焦急的来回踱着步。腿不想要了？属下只是担心香玉姑娘。
顾墨寒皱着眉，盯着点儿，有情况便立即出手。是。可是香玉有什么事情？那婢女急忙点头，在她耳边轻声说：“王妃，香玉姑娘来月事了，但是她不好意思告诉您，国公府上的骑马步不是下人能用的，可是又不能一直让香玉姑娘那样，所以奴婢自作主张来找您问问。”国公夫人实在是抱歉，我的婢女似乎有些头晕难受，给您添麻烦了，我去看看。王妃快去吧。王妃，就是这儿了。那晚烟看屋里静悄悄的，香玉忽然间她嗅到了一股奇异的香味，明眸骤缩，马上屏住了呼吸。崔晴香，这个婢女要害她，猛地被人推进了屋子里。下一刻，啪的一声，房门也被关上了。丞相夫人慢条斯理地喝着茶。过了好一会儿，婢女回来了，她给丞相夫人做了一个手势。丞相夫人要去看一看，来到了国公夫人面前，恭敬地行礼。夫人，失陪片刻。只是淡淡的嗯了一声，他一路走到了前院的西厢房的门口，真没点动静。突然，一道响亮而熟悉的声音从身后响起：“丞相夫人，可是在找本王妃？”南婉嫣，她怎么不在里面？丞相夫人大惊：“你怎么在这里？”在这里等你啊！说着，一枚银针飞快地刺中丞相夫人的哑穴。他惊恐地看着南婉嫣，慌张地想要后退，却看见站在他的身后眼冒火光的香玉。丞相夫人更是害怕，十分的不安。这两主仆便伸手拽住了丞相夫人的衣领，猛地朝屋里推去。南婉嫣还没动手，丞相夫人像是被击中了一样，直接摔进了屋里。香玉，关门！活该，自食恶果。哼！屋子里，大学士之子陈清燕来得早，已经吸入了不少的异香，此刻被迷得神魂颠倒，意识根本就不清醒，马上朝人影扑了上去。终于等到你了，怡王妃，你这样的国色天香，没想到我还有机会尝尝呢。伸手就去拔丞相夫人的衣服，不小心将丞相夫人的银针给拔掉了。陈公子，你认错了，我不是南婉嫣呐，我是丞相夫人呐！你快放开我，快放开呀！两耳光扇在丞相夫人脸上，如饥似渴的俯身吻下去。还想骗我？你这女人倒是挺顽固的。丞相夫人的哭喊声愈演愈烈，可是渐渐的，也因为迷药而有些昏昏沉沉的，由挣扎变成了配合。南婉嫣一面听着屋子里不堪入耳的声音，一面看了看地上不起眼的石子儿。这石头是刚刚击中丞相夫人的。他瞟了眼周围，依旧没有看见别的人影，但感觉对付丞相夫人的人应该不是他的敌人。王妃，现在怎么办？走吧，现在我们只需要等。南青青和丞相夫人这二人从小欺辱原主，之前南青青还派人暗杀他，丞相夫人又克扣了原主的嫁妆，母女二人做的都不是人事儿，今日甚至还敢设计他。要是不让丞相夫人知道作恶的下场，他会吃不下饭的。顾墨寒修长的手指收了回来，去国公府，感动本王的人找死。是，竟敢如此设计王妃，这丞相夫人当真是活腻了。国公夫人，听闻您府上有一株难得的并蒂莲正好开了，就在前院的荷塘里，不知道今日能不能让我们也开开眼？是啊，夫人，我也想见识见识。并蒂莲寓意好，要是能够一睹，本王也觉得甚是欣喜。既然大家感兴趣，那请大家随本夫人一步瞧瞧花开吧。一群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前院，云恒突然停下了脚步，十分疑惑。国公夫人，敢问您府上是养鸡了吗？怎么一阵一阵的打鸣啊？听上去还喘不过气的样子。本夫人的府上怎么会有鸡？可是这声音听着，顾墨灵剑眉一沉，分明是有人行男女之事，难道说南婉嫣的？江如月听得十分的起劲儿，去看看这声音从哪儿来的不就好了？南婉嫣，该你跌入深渊了。到了西厢房的门口，声音越来越大。啊，这光天化日的，怎么会有人在国公府行这等污秽的事情？南青青也佯装羞涩地转过头。是啊，不过这声音听上去似乎有几分耳熟，许是我听错了，怎么可能呢？哎呀，话说回来，一炷香前懿王妃不就在后院了吧？她去哪儿了？所有人顿时大惊，顾墨灵的眉头微蹙着，心头莫名的有些不悦。云恒的脸色一变，眼神顿时狠厉起来。你们说什么呢？那丞相夫人也不见了好久，怎么不问她去哪儿了？云少将军，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我母亲失去如厕了，才会不在。再说了，本王妃也没说是懿王妃在里面，你着急什么？江如月本就八卦，不管是谁，看看不就知道了。说完，他上前去推门。怎么会这么不知廉耻？又不是在自己府里，更不是和自己的夫君，这可真是伤风败俗，不知廉耻。嘎吱一声，
江如月一把推开了房门，霎时间所有人都往里瞧去，顿时惊恐地瞪大了双眼。只见一男一女衣衫凌乱，做的事情十分的不堪入目。这！天哪，这两个人竟然……哎呀，没眼看，真是太伤风败俗，不堪入目了。南青青背着房门，心里舒畅极了。骂吧，往死里骂南婉嫣吧，他就等着这一刻呢。看清楚了两张人脸的云恒突然冷笑出来，还真是伤风败俗，不知廉耻。原来程王妃早就知道自己的娘喜欢在别人的家里搞这种事情。自己的娘？云恒什么意思？这怎么可能？和陈清燕乱来的人怎么会是他娘？难道不是南婉嫣吗？你们怎么都在这里啊？不远处漫步走了过来，这不是丞相夫人吗？这是怎么回事？王妃别看，脏了眼睛。顾墨灵的眼神微闪，像是猜到了什么，唇角微微的勾起，赏识的看着南婉嫣。云恒更是两眼放光的迎上去。王妃，他就知道他的神仙姐姐肯定没事。屋子里与男人缠绵的是丞相夫人。原来易王妃您在这儿啊！您是不知道啊，这屋子里可精彩了。方才陈王妃还以为里面的是您呢。就是，刚才陈王妃还口口声声说丞相夫人去如厕了，如厕的人还有功夫在这里偷腥啊！没想到丞相夫人的口味这么独特，还真是世风日下呀。里面的人怎么会是本王妃呢？方才本王妃的丫头头疼的不行，有个丫鬟喊我去看看，我一直在小树下为香玉施针呢，缓解她的头疼。那个小丫鬟可以为我作证呢。被南婉嫣收买的小丫鬟立即说：是，奴婢可以作证。香玉也附和说：就是，可别什么脏水都往我家王妃身上泼，我家王妃清清白白的，谁都不准诋毁。南青青见着丫鬟低眉顺眼的，十分听南婉嫣的话，差点气晕过去。她和娘亲都被南婉嫣反摆了一道。云恒往里头看了一眼，程王妃，现在这个情况当如何处理？毕竟您的母亲跟大学士家的陈公子有一腿，这要是丞相大人知道了……陈公子，众人又是猛地倒吸了一口冷气，那可是京城出了名的纨绔子弟，这可真是恶心死人了。国公夫人心里的怒火已经滔天，来人啊！把屋里还不停下来，不知廉耻的东西，泼2桶冷水！南青青气得头晕眼花，捂着胸口差点没昏过去。不等下人拎开冷水，他先发制人，冲进去揪住了丞相夫人的头发，将她从陈清燕的身上拽下来，伸手给了丞相夫人好几个巴掌。娘，你在做什么？我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你如何对得起爹，对得起丞相府？事到如今，他只能弃车保帅，没有别的办法了。谁让他这个娘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突然，一桶冷水从头到脚泼到他的身上，他一个机灵，睁大了眼睛，这才发现自己一丝儿不挂。南青青怒目圆睁，恨意十足地看着他。再看屋外，乌泱泱的站了一群人，立马抓过了床上的衣服披在身上。不是这样的，国公夫人，您听我解释啊！在他的身旁，陈清燕也被泼了一桶冷水，终于清醒了几分。一抬头看到这么多人，差点没吓尿过去。可他一侧头，却发现在他身边的人是丞相夫人，差点没吐出来。这怎么是你呀？丞相夫人虽然不丑，但毕竟是徐娘半老了，他这样一个年轻的公子哥，难免觉得恶心。国公夫人见状，够了！丞相夫人，本夫人原本以为你洁身自好，虽然是妻台妾，但好歹是当家主母，这些年来也算是循规蹈矩的。没想到你竟然在本夫人的府上做这么肮脏下流的勾当，真不知廉耻！丞相夫人慌乱无比，我是被人陷害的，国公夫人，你一定要明察秋毫，替我做主啊！我根本就不认识程公子，或许是他对我图谋不轨。你想啊，我就算要偷腥，又怎么可能在别人的府上呢？明显就是有人想要设计陷害。他只能这么解释，毕竟他不可能说想要找人玷污南婉嫣，玷污准太子妃。没想到太子妃太聪明，反将他设计了。国公夫人一脸的嫌弃和愤怒，顾墨灵修长的手指把玩着扇子。若真是这样，倒有些牵扯不清了。陈公子，你莫非真对丞相夫人有意思？这个狗婆娘竟然敢卖我，真是一点信用都不讲。陈清燕急眼了，恶狠狠地瞪着丞相夫人，一口唾沫啐在地上。七王爷，窈窕美人君子好逑，但我怎么可能对丞相夫人下手呢？也不看看她多大岁数。是有个位高权重的人吩咐我，让我在这里等着，只要在这里等着，就能等到懿王妃。但不知为何，来的人却是丞相夫人。等懿王妃，这个劲爆的消息一出，所有人都惊呆了。
国公夫人，您也听到了，陈公子都说了，还要等的是懿王妃。都给本夫人住口！不管原因是什么，你身为丞相府的当家主母，竟然光天化日之下在本夫人的府上通奸，廉耻何在？并且要真如他所说，他妄想玷污王妃，那可是重罪。云恒脸色难看，香玉恨恨地瞪着屋子里的陈青燕。没错，竟敢对我们王妃动歪念，脑袋不想要了。是我错了，我没想玷污王妃，只是有大人物让我来这里等着王妃罢了。没想到来的是丞相夫人，还莫名其妙做了这事儿，真不是我的错，还请王妃夫人息怒，饶我一命啊！这件事情还是交给国公夫人你来处理吧。夫人，本王妃的声誉和清白可全都仰仗夫人了。通奸的事情理应不由本夫人管，而是送回你们各自的府上，由你们的家眷处理。但王妃是本夫人请来的，陈公子却竟敢在本夫人的府上说出等着王妃来见你这样不怀好意的话来。此事若是姑息，本夫人不知懿王会如何看待我。来人，杖责陈公子100大棍，再扔回大学士府上，永不许他进府。青青啊，青青怎么办呢？为娘真是被人陷害的。别喊了，我没有你这样不知羞耻的娘。国公夫人，还请您派几个侍卫将丞相夫人给押送回丞相府。这件事情也算是丞相府的家事，便由我父亲来处理。青青啊，你当真不认我这个娘了吗？拼命地爬到南青青的脚下，求您了，陈王妃，真的求您了，求您饶了我一命，不要把我送回。南青青毫不留情地将手帕揉成了一团，强硬地塞进丞相夫人的嘴里，被几个侍卫连拖带拽的给拉了出去。唉，还真没想到，有些人表面上对其他人指指点点，背地里自己才是这样的人。云恒也是难得的跟江如月有了共同的话题。没错，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做主母的都这副德行，还不知道。瞬间，所有人窃笑着看向了南青青。今日是他这一生最耻辱的一日，今日让大家看了笑话。国公夫人，本王妃先告辞了。今日国公府招待不周，还请大家见谅。拜别国公夫人后，陈王妃、南婉嫣，你来看我笑话。我要是想看你笑话，我就不会等到没人的时候了。毕竟你还算是本王妃的姐姐，本王妃又怎么会不给你面子呢？南婉嫣，你跟我笑里藏刀没有用。我告诉你，别以为当个准太子妃，今日也大放异彩，就能一帆风顺下去。我告诉你，宫里宫外多的是想要你死的人，你的噩梦还没有开始。看来你很了解我的处境，王府里有你的眼线吧？是云雨柔。我的2个孩子被人传为野种，闹得是沸沸扬扬，最后闹到父皇面前，暴露我孩子的身世。这一切是你跟云雨柔联手操作的吧？香玉听得很是心惊，死死盯着南青青，等着他的回答。可南青青却没有回应，冷冷的一笑，离开了国公府。然而他们并不知道，方才他们的对话都被来接南婉嫣的顾墨寒给听了个一清二楚。王爷，没想到陈王妃的野心这么大，当众挑衅王妃，说要置她于死地，王爷一定暴怒了。孩子暴露的事情是不是云雨柔和南青青联手做的？南青青就是云雨柔的同谋吗？那神羽是不是也是南青青和云雨柔害的？六皇嫂，原来你还没走远，真是太好了。七王爷，七弟有事吗？今日六皇嫂大放异彩，实在是让皇帝大开眼界了一番。吟诗作对，下棋高手，更是妙手回春，神医在世，令我不得不折服。我也不由得想起那一日六皇嫂在御花园救了皇帝一命的事情，举手之劳罢了。不过那日我还没来得及问，七弟身上怎么会有如此深的刀伤？那都是救急了，不值一提。六皇嫂实力强悍，实属女中豪杰。当年若非六皇嫂对六哥情根深重，执意嫁给六哥，现在嫁给谁，怕还是未知数。如今的六皇嫂如同天上的星星，熠熠生辉。六哥也能看见六皇嫂的好了，不再专情于侧妃了，这是好事。顾墨寒的眼神陡然冷凝，周身萦绕着肃杀的冷气。顾墨灵这话是什么意思？是觊觎南婉嫣吗？竟还故意拿云雨柔的事情来挑拨本王和南婉嫣的关系。南婉嫣呢？她怎么想？这王妃今日锋芒毕露，大放异彩，果真容易招蜂引蝶，桃花无数啊！现在王爷的醋味都快溢出来了，不知道王妃会如何作答。若是嫌弃王爷的话，王爷怕是要大发雷霆了。七王爷这话听上去怎么这么不对劲啊？七弟这话说的很有意思。王爷才貌双全，英勇无比，多的是女子喜欢。本王妃是俗人，自然也不能免俗，嫁给王爷也是十分欢喜的。皇嫂说的对，你们的姻缘是上天注定的。5年前，就算不是皇嫂情根深重，也会走到一块儿。
顾墨玲笑着巧妙地打了个圆场。今日时间还早，不知六嫂可否赏脸，到皇帝的府上用膳？顾墨寒的俊脸愈发难看，阴霾无比。多谢七弟的好意，不过今日就算了，我还要回去陪2个孩子呢，改日有时间再说吧。那就下次吧，还请下次皇嫂莫要拒。云恒，南婉嫣蹙眉看着朝他跑来的云恒，顾墨玲也看过去。姨王妃，今日天气好，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梅花开得贼好看。今日你也累了一天了，不如跟我一起去玩一玩。南婉嫣简直是哭笑不得。王爷，您怎么来了？众人循声望去，犀利地凝视着南婉嫣朝他们疾步走来。六哥，王爷。王爷。顾墨寒的目光落在南婉嫣的身上，1个2个男人都围着南婉嫣转，这个邀约那个邀约的，当他是死人吗？他强硬地搂住她纤细的腰，南婉嫣落入他的怀里，表情有些惊愕。若是要邀约本王的王妃，要一同邀约本王，以免坏了王妃的名声，可记住了？云恒吓得直咽口水。是，王爷，都记住了。帝王的占有欲有点强啊，眼神像刀子，看得人害怕。这谁还敢再邀请神仙姐姐？七弟记下了。回府。还没来得及说，腰身骤然一紧，一阵天旋地转，南婉嫣整个人就被顾墨寒抱上了马，稳稳地坐下来，身后贴着顾墨寒那结实的胸膛。顾墨寒一手搂紧了女人那柔弱无骨的腰肢，一手扬鞭，就骏马狂奔而出。顾墨寒，我不喜欢骑马，你放我下来，我要坐马车。国公府里，香玉的眼睛都看直了。王妃反应过来以后，连忙跑出门去，刚一开口，竟然被人单手抱上了马。香玉姑娘得罪了，他只好上马。遇见了落单的香玉，红着脸将他捞上了马背。香玉的脸红到了耳根子，真羡慕一王夫妇这样的神仙眷侣，琴瑟和鸣，凤凰于飞。云恒有些失落的呆呆的看着，而顾墨玲看着早已经没了身影的南婉嫣和顾墨寒。琴瑟和鸣那可未必，至少南婉嫣似乎不喜欢六哥，她看着六哥的时候眼睛里毫无感情。顾墨寒，马车太慢，再者本王的王妃自该由本王来接，你坐马车，本王骑马，这若是被外人瞧见了，他们该议论我们情感不和了。南婉嫣有些不高兴，忍忍就过去了。就骏马忽然加快了速度。顾墨寒，你能不能慢点儿？慢不了，你要是害怕，可以抱紧本王。南婉嫣怎么可能抱他？可骏马一个拐弯，速度极快，死死贴近他的身体。总觉得顾墨寒是故意的，可他又没有证据。顾墨寒的眸底掠过了浅浅的得逞之色。过了一会儿，顾墨寒蓦然勒住了缰绳，骏马停下。顾墨寒，他气结了，用手肘顶了顶男人的胸，想要自己翻身下马，却被一双有力的臂膀给环绕住，稳稳地落了地。南婉嫣直接甩开了他的手，朝王府里走去。他跟在他的身后，一同往里走。娘亲，小蒸饺和小包子屁颠屁颠的朝着南婉嫣跑过来，看到顾墨寒，心里一颠，鼓了鼓腮帮子，移开了视线，冲着南婉嫣笑得甜甜的。娘亲，你回来了。两小只对他视而不见，顾墨寒唇边的笑意蓦然僵住。现在不仅是南婉嫣，就连2个小丫头都不愿意跟本王说话了吗？不是让你们在舅舅屋里待着吗？怎么出来了？这是谁给你们买的糖葫芦呀？舅舅说天气好，让我和小包子出来晒太阳。这糖葫芦是香莲姐姐去买的，可甜了。娘亲你吃不吃？香莲姐姐说卖糖葫芦的叔叔还多送了2串，我和阿姐拿给舅老爷和阿姐哥哥了。2个小主子懂得分享，还给了奴婢一半。真是娘亲的乖宝贝。娘亲不吃，待会儿回院给你们做好吃的。好啊，待会儿回院子里有惊喜要给娘亲。还有惊喜呀？那我就要期待了。顾墨寒站在南婉嫣的身后，被他们母女3人忽视了个彻底。你们这2日功课学得怎么样了？姐妹2人心领神会，纷纷的别过头去。娘亲，我们回院子吧。我跟你说，辣不辣今天跟小麻雀玩了，可温馨了。是啊，娘亲，我们回院子吧，不在这里待着了。好啊，走。顾墨寒见2小只都不理他，又见南婉嫣要带着2个小丫头回院子，他又见不着自己的闺女们了，本能的一把抓住了南婉嫣的手腕。慢着，2个小丫头不是要晒太阳吗？今日阳光明媚，也没有风，适合晒太阳，让他们在这里多待会儿吧。娘亲，我们不想在这里晒太阳，这里有不认错的坏蛋。阿姐说的对，我们想回院子。香莲下意识看向了顾墨寒，莫不是2个小主子说的不认错的坏蛋是王爷？顾墨寒的脸色狠狠的一变，小家伙的话像是有1000万根刺，狠狠的扎进他的心里。而南婉嫣则是眉开眼笑，
走，我们回院子。两个小丫头一左一右牵着南婉嫣的手，跟着她回了院子，凝视着南婉嫣母女三人的背影，眼底有些失落，最后还是转身走了。他逼着南婉嫣救人，看来不仅惹恼了南婉嫣，也惹恼了两个小丫头。王爷今日可真是可怜孤单。王妃，奴婢觉得王爷虽然做错了事情，但他始终是在乎您的。奴婢听说王爷的背后全是伤口，有公务缠身，已经1夜没有合眼了，但在百忙之中，他还是专程到国公府接您回府，这足以证明王爷心里是有您的。王爷心里的人是您，请您再给王爷一次机会吧，要不再不理会王爷，他刚才那样看上去很伤心。是啊，王妃，您和2位小郡主都是王爷身边最亲近的人，而且小郡主和王爷血浓于水，谁家的爹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黏着缠着他呢？可主子们若是都不理王爷的话，王爷真的会很难过，很伤心的。南婉嫣淡淡的看了香莲和香玉一眼，没有出声。顾墨寒可不喜欢他，在宫里他已经跟太后说得很清楚了。香玉姐姐，香莲姐姐，你们说的对，但如果他不给娘亲道歉，不一心一意的对娘亲好的话，我和小包子是不会原谅他的。娘亲是我们的宝贝，作为我们的爹爹，更是要好好的保护娘亲。若是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他怎么能当我们的爹爹呢？王爷，属下来吧。他刚恢复的时候就听说王爷没有被两个小主子理会，黯然神伤的回到了院子。你的脸怎么了？于峰的脸上有一个火红的巴掌印儿。于峰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进了屋子。这刚才香玉姑娘赏的，说是男女授受不亲。南婉嫣养出来的人，当真跟他一个脾气。王爷，属下给您上药。于峰讪讪的笑着，不敢多说。等他看见顾墨寒背后的伤口时，于峰的眉头紧蹙起来。王爷明明就在乎王妃，否则也不会去国公府守着王妃的，生怕王妃受欺负。如今却跟王妃分道扬镳，连背后的伤都没有人治。王爷，属下多嘴，您和王妃再这样下去，恐怕很难有转圜的余地了。要不您还是服个软，跟王妃和好吧。和好？南婉嫣不会给他机会的，他也不可能厚着脸皮任由南婉嫣践踏。脑海里又浮现出南婉嫣在国公府里发生的一切。于峰，属下在。你去帮本王查一查大学士的儿子今日在国公府里偷鸡摸狗的那个上不了台面的男人，找到他的罪证，不用禀告本王，直接拿着证据去陈宝全的府上，然后他嘱咐了于峰几句。属下明白，属下这就去查。他就知道王爷是在乎王妃的，不查不知道，查了才发现这个陈庆燕根本是禽兽不如，奸污了许多的良家妇女，还弄死过人。这样的祸害留不得。但眼下最重要的是，王妃安排我的任务，等做完回府，一定要告诉王爷，这个畜生坏事做尽，不能留他。斜阳西沉，于峰潜入了大学士的府邸，陈宝全正在桌边抹着眼泪，寒光熠熠的匕首架在他的脖子上。敢问阁下是何人？莫非是丞相觉得受了奇耻大辱，派人来杀人灭口的？大学士，你的儿子做过许多猪狗不如的事情，你应该知道吧？陈宝全心惊，视线扫了一眼桌上的信，这全都是他儿子坏事做尽的罪证。你是谁的人？拿这些东西来诓我，是想要财还是什么？这些事情都不是帮青燕摆平了吗？翼王才不稀罕你那些脏钱，我是来告诉你，待会儿你入宫告御状，说是南丞相卖官逼着你儿子对王妃图谋不轨。不知翼王这么做目的是什么？王爷的目的你不需要知道，你只要知道，你若是不去告御状的话，王爷就会将你儿子的罪证送去大理寺。你儿子奸污妇女，草菅人命，再加上强迫了丞相夫人，数罪并罚，可是死罪呀。但若是你告御状，王爷便不会动他。你儿子只是一个识人不清，被丞相威逼利诱了的受害者，还能留下一条狗命。至于你数次替你儿子擦屁股做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也不会抖露出来。大学士最好考虑清楚了再回答我。皇上，微臣有罪。今日臣的独子受国公夫人的邀请，到府上参加诗酒茶会，没想到竟然阴差阳错玷污了丞相夫人，是臣教子无方，才让他误入歧途。闻言，皇后和祺贵妃都眯起了眼睛。既然你说是你的问题，那又为何要告丞相有罪啊？皇上有所不知，今日这事儿跟丞相脱不了干系。臣的儿子纵使有贼心也没贼胆，他不可能做出玷污丞相夫人的事情来的。在臣的逼问之下，才知道犬子是受了
别有用心的人指使。丞相夫人告诉他，只要他在国公府跟一个红衣女人做了好事，南丞相便许诺他一个官职。但犬子不知道那红衣夫人便是懿王妃，还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官家小姐。为了那个官职，他鬼迷心窍，却不知为何，最后竟与丞相夫人滚到了一起。程王妃和懿王妃当时都在场，如今程王妃已经将丞相夫人送回了丞相府，而微臣的儿子也为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挨了100大板，至今人事未醒。真是好大的狗胆！还有那程王妃，明摆着也是脱不了干系的。来人，选南丞相夫妇和程王妃立即进宫。是皇上。忽然，皇后想到了大学士是戚贵妃的表亲，她若有所思看了一眼戚贵妃，而此刻的丞相府，相爷，求您了，求您别再打了。今日是妾身犯贱，是妾身错了，但妾身也是被人陷害啊！丞相夫人鼻青脸肿地跪在地上，双手拉着南岐山的衣襟，狠狠地摔在地上，惨叫一声。你这个荡妇！今日我丞相府的脸都丢得干净了，还有什么脸让本相饶你一命？你这样的贱女人，跟那三姨娘一个德行，死不足惜，不配当丞相府的当家主母。不要啊，相爷！南青青站在一旁，双手死死地攥着衣袖，她看着面目全非的丞相夫人。爹，娘今日确实有错，您想要重罚，于情于理，但娘绝不能不是丞相府的主母，希望您能理智一点。今日你在国公府，为什么不好好的跟着他，无端给我捅出这样的篓子？要是被皇上知道了，被朝臣们知道了，明白是什么后果吗？堂堂丞相夫人竟跟四品官员的儿子乱来，今日知道的人还那么多，他的老脸往哪儿搁？这种事情还不至于闹到父皇那里去。皇上有旨，即可宣南丞相与丞相夫人及程王妃入宫。南岐山和南青青都有些怔住了。臣领旨。片刻后，南岐山皱着眉头踱步走进了大殿里。南丞相，你可知罪呀？臣惶恐。皇上，不知臣犯了什么罪？陈宝全立即面带难色地看向了南岐山。南丞相，虽然犬子玷污了丞相夫人，犯下了弥天大错，但若不是您许诺在先，说只要犬子玷污了懿王妃，就给犬子官职，他也不会走上这样的歧途。咣当一声，丞相夫人身子一软，瘫在了地上，目光惊恐地看向了南青青。怎么会？陈宝全怎么会把这件事情捅出来？真是个蠢货，这真是要将我往死路上逼呀！南岐山的脸黑沉如阴云。回皇上，这罪臣不敢认，微臣素来守法，恪守本分，怎么会跟人许诺升官的事情？而且许诺的要求还是叫人玷污懿王妃，那可是微臣的亲生女儿，虎毒还不食子呢，微臣怎么可能干得出这种事来？戚贵妃有些惊讶地说。这样说来，丞相并未做过这些事情，可大学士口口声声说都是丞相夫人指使。不过本妃以为丞相夫人身为当家主母，应该不敢擅作主张。丞相夫人，你说？回皇上，臣妇不敢啊。若是丞相不认，那便是丞相夫人自作主张。丞相夫人利用吾儿当官心切，许他锦绣前程的心思，让吾儿去害懿王妃，却弄巧成拙，把自己给配了进去。够了！不管如何，都是你儿子玷污丞相夫人在先，你也有错。丞相夫人品德败坏，水性杨花，假借丞相之名，以卖官的手段教唆官员之子，玷污懿王妃，也是未来的太子妃，其罪当斩。南青青的目光蓦然一滞，有些慌了，他娘可不能死。父皇，还请您饶了丞相夫人一命吧，她只是一时糊涂，再也不敢了。戚贵妃淡淡的出声。程王妃，当初你也在国公府，若是跟着丞相夫人，也许不会有这样的岔子。皇后的眼神一颤，握紧了拳头。但南青青是她的儿媳，她可不能坐视不管。
皇上请息怒，青青只是护母心切罢了，并非故意触怒您。这孩子生性善良温和，还请您闭嘴！皇后，朕看你也想受罚了。闻言，皇后立马闭上了嘴，心中泛冷。齐贵妃则是不动声色地勾了勾唇，而南岐山，皇上有这样的夫人是家门不幸，还请您将此事交给臣亲自处置。爹什么意思？南青青一怔，还没反应过来，脸上手上都是被温热的液体浸染，愣愣地回过头，一下子呆住了。刚刚丞相猛然起身，抽出了侍卫的长剑，一把刺进了丞相夫人的心口。是微臣管教无方，让这毒妇目中无人，为所欲为，让众人看了笑话，也让皇上寒了心，还请皇上责罚。自己的枕边人做出这么出格的事情了，你竟一无所知。朕罚你杖责30，罚半年俸禄。大学士教子无方，但坦白从宽。罚俸禄1年，其子胆大妄为，买官求荣，妄图染指皇室，免其杖责了100，从择日起，流放荒芜之地，永不准回京。臣领旨。表面上看谁都没有讨到好处，但其实顾墨寒已经是最大的赢家。王爷，您真是高明。你做得很好。现在南丞相被父皇责罚，丞相夫人与大学士之子通奸这样的事情也闹得人尽皆知，以后众多朝廷官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对他的拥护。属下不敢领功，这都是王爷未雨绸缪，才能让这些恶人得到报应。王爷为王妃报仇这件事，要是王妃知道了，王妃肯定会开心的。那个陈清燕父子作恶多端，难道就真的这样放过他们了？陈宝全之子不是要被流放了吗？看着处理。至于陈宝全，他现在就是个靶子，本王若不护着，多的是人对付他。属下明白了。你先回去吧，护好王妃和2个小丫头。哎呀，王妃，这件事情明摆着就是王爷为您出头，您看不出来吗？话落，他看到南婉嫣握笔的手指顿了顿。王妃，王爷知道您在国公府受了欺负，所以特意安排了这场局。您看丞相夫人的下场，设计害您的人通通都很惨，王爷就是在帮您出气啊。他喜欢您，不然怎么会亲自动手淌这趟浑水呢？王爷那样不善言辞的人，行动永远大过言语。王爷就是嘴巴笨，但他就喜欢宠着您和小郡主们，那可是让很多人艳羡不已呢。王妃，您就别再生气了，与王爷和好吧。啊，香玉，你真的觉得顾墨寒有那么恋爱脑吗？香玉一愣，有些摸不着头脑。恋爱脑是什么？我承认我有点惊讶。关于宫里这场明争暗斗，竟然是顾墨寒推进的，不得不说很厉害。不过能够惩罚和打压丞相府，他自然会做，怎么可能是为了我呢？就算退1万步来说，他真的是为我出气，那又如何？我跟顾墨寒没有感情，不需要他这样讨好我，毕竟我又不爱他，也不会跟他有可能了。王妃根本不爱王爷，这怎么可能呢？王妃，您曾经不是最喜欢王爷吗？很多事情不是事后补救就能挽回的，迟来的深情比草都情结。香玉，你还未经世事，但是我想告诉你，谈恋爱，也就是当你选择和一个人私定终身的时候，若是被那个人伤透了心，千万不要再重蹈覆辙。男人多的是，没必要吊死在一棵树上，爱自己才是浪漫的开始，记住了吗？王妃。此刻顾墨寒站在南婉嫣的门外，南婉嫣和香玉的对话一字不落的全被他听见了，他那张冷意的脸上布满了寒霜。什么叫不可能？5年前他缠着本王说喜欢本王，恬不知耻非要嫁给本王的时候，怎么就不知道说不可能？现在觉得不可能，想走了？哼，他凭什么觉得本王会准许？顾墨寒突然踹开了房门，房门砰的一声撞向了墙壁，屋里的2人吓了一跳。奴婢见过王爷。王爷喝酒了吗？他可是很少喝酒的人。出去。香玉看了南婉嫣一眼，他快步退了出去。顾墨寒，你让我救云雨柔的时候，我说过从今以后不许你再踏入香菱院半步，你当初可是答应了我的，一步步的朝他逼近。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吗？猛地搂住他的细腰，反手将他压在墙上。这是本王的府邸，本王想去哪就可以去哪，你这里也一样。顾墨寒，你是喝醉了还是说胡话？是诚心想跟我对着干？你赶紧放！猛然捏住他的下巴，附上了他的唇瓣，灼热的呼吸在瞬间交织在一起。南婉嫣猝不及防的就被他给吻住了。他其实不知道顾墨寒快要疯了。南婉嫣，你是狗吗？怎么动不动咬本王？咬你怎么了？我现在还想打你呢！南婉嫣趁机挣脱他的控制，使劲的擦着唇。顾墨寒，我们明明是约法3章过，私底下的时候你不能碰我，你凭什么吻我？顾墨寒见他嫌弃的擦着唇，狭长的眉目轻敛了几分。
本王和你是名正言顺的夫妻，对你做任何事情都不需要理由。别忘，你是本王的女人。我可不是你的女人，你的女人叫云雨柔，在旁边的竹兰院里。你要是缺女人，寂寞了就去找她，她1000个1万个愿意陪你。你别来烦我，赶紧滚！顿时，顾墨寒的剑眉拧得更紧了，蓦然将南婉嫣再次压回到了墙边。南婉嫣，本王让你救云雨柔，是因为她那夜为本王挡了一剑。无论如何，本王不可能让她死在王府，你明不明白？他对着云雨柔早就没有感情了，救云雨柔只是想断了那些恩怨纠葛。南婉嫣怔住了，有些怀疑顾墨寒是不是喝醉了。谁跟你扯这些了？我现在只想让你滚出去，让你去找云雨柔。他这次双手没有被束缚，掏出平底锅就想将他打晕。然而平底锅距离顾墨寒的头顶只有1寸的时候，手腕突然被他一把抓住。南婉嫣，你又用这个黑黢黢的东西来打本王，难道不该打吗？放手！南婉嫣看着他，面无表情地从他手里夺过了平底锅，手里把玩着，心里有些慌了。顾墨寒将平底锅直接扔在了地上，一把将他搂进了怀里，垂着眸子一瞬不瞬地凝视着南婉嫣。现在本王倒要看看你还能用什么对付本王。顾墨寒，他们到底在干什么？说守承诺的是你，毁约的也是你，凭什么你可以随心所欲，我就要委曲求全？我告诉你，你再不放开我，再惹我，我就要休夫了。今晚咱谁也别想好过，一起去见你太后和你父皇吧。南婉嫣，你想得美！5年前你不是铁了心要跟本王圆房吗？本王成全你。他蓦然将他大横抱起，走到床榻边上，强势地压在榻上。现在侍寝。顾墨寒一手扣住他的双手，腿也压住他。南婉嫣根本无力反抗，气急败坏地踢着腿。顾墨寒，你敢！我阉了你！本王若是不行了，受苦的是你。腰带缓缓地落到了地上，南婉嫣的衣服直接被撕开了。顾墨寒，别叫了，今晚你逃不掉的。顾墨寒笑意好似地狱来的使者，美得惊心，又带了些许嗜血狂妄的意味。他的手被他牢牢地扣住，动也动不了，更别提从空间里拿东西了。顾墨寒，你是不是疯了？我是南婉嫣，我不是你心爱的云雨柔。南婉嫣不安分的，甚至用脚踹他。男人本就伤重的伤口悉数撕裂开来，顾墨寒英挺的剑眉都皱紧了，背后的痛感令他清醒了几分。谁说本王要他，本王就要你。南婉嫣。南婉嫣一怔，他脑子还清醒吗？他是不是忘记了他有多恨程相府？南婉嫣，5年前你让本王恨之入骨，作恶多端；5年后你又把本王的王府搅得鸡犬不宁，你从没让本王好过。我们本来可以相安无事的，是你自己出现，打扰了我和小丫头们的生活。倘若一开始你答应我和离，放我和孩子走，如今怎么会到这一步呢？还有，我警告你啊，2个小丫头就在屋里睡觉，你要是敢对我做什么，你不是人。顾墨寒什么都听不清，温香软玉在怀身上的香气令他疯狂。男人本能地吻住她的唇，精致的锁骨甚至想继续往下，还想将她的衣服全部扯掉。南婉嫣气得冒烟，突然一道奶声奶气的声音响了起来：“大坏蛋，你做什么呢？”听到这奶声奶气的疑惑声，顾墨寒似乎有些愣住，南婉嫣更是猛地一个机灵，她的孩子醒了，狠狠一脚踹在了顾墨寒的小腹，也不管他是不是个伤患，直接被踹下了床，好一会儿就没动静，脑袋眩晕，甚至都忘了他要做什么了，跑到2个小丫头身边，一脸疼惜的看着他们的脸：“你们怎么醒了？还穿这么少，该着凉了。”娘亲，是不是坏蛋又欺负你了？他怎么这样？娘亲还生他的气呢，他还没有道歉，怎么可以抱娘亲呢？娘亲，顾墨寒迷迷糊糊的，他站起来：“娘亲没事啊，先送你们回去睡觉，一切等明天再说。”南婉嫣，本王还在这里，你要跟他们2个小家伙去哪儿？你想丢下本王？你每次都这样，可以对任何人无微不至，唯独对本王总是视若无睹。现在他脑袋好晕，后背好疼，他那么难受，南婉嫣却抛下他，要跟不知道哪里来的小孩亲密，还要带他们走，真是令人气恼。南婉嫣一阵呆愣，面前可是他平日里最宠爱的闺女，他怎么这么酸的口吻？顾墨寒，你这是醉酒到脑子都不见了吗？这是我闺女。小整脚错愕的眨眨眼睛，娘亲是我们的，赶快放开娘亲！阿姐说的对，我告诉你，我们不怕你，你要是敢伤害娘亲，我们就再也不理你了。本王稀罕你们理会，松开，不许牵他的手。母女3人又是一阵错愕，南婉嫣简直是震愕。顾墨寒虽然脸上看不出来什么，但是他可能真的醉疯了，平日里他是绝对不可能跟2个小丫头这么说话的。他这好像是在吃2个小丫头的醋。
因为他们牵了我的手。顾墨寒见两个小家伙长得跟南婉言一模一样，这是本王的闺女吗？是本王和南婉言的孩子。小正角有些不理解顾墨寒的举动，被他的冷言冷语给惹恼了，不服气的鼓着腮帮子，握紧了小拳头砸在了顾墨寒的腿上。能稀罕就算了，我们不理你了，但我要告诉你，你要是再不放开娘亲，我就要用新学的功夫教训你了。没错，你不稀罕我们也没关系，反正你都不对娘亲好，我们……他的话还没有说完，顾墨寒却突然弯腰，直接将两个小丫头给抱住，稳稳地搂在自己的怀里。顾墨寒，快放开两个小丫头，要是伤他们，我定让你好看。顾墨寒却是什么反应都没有，直接将南婉言单手搂住，另一只手轻轻松松搂着两个小丫头，一边一个，抱得很紧。本王说过，绝不会让他们受到任何伤害，也不会让你受伤。南婉言，本王说到做到，本王会护着你们的。小针脚和小包子有些猝不及防，怎么回事啊？坏爹爹刚刚不是不像我们理他吗？为什么又突然说这么温暖的话？而且他身上酒味真的好重啊！南婉言知道顾墨寒最糊涂了，但酒后的胡言乱语能信吗？他都有些茫然了，但他对两个小丫头肯定是没有任何敌意的。顾墨寒不管母女三人的想法，强行带他们走到了里屋，上床休息。先是亲了亲两个小丫头的额头，又亲了南婉言的唇，注视着南婉言。就寝吧。他的动作太快了，南婉言和两个小丫头都没有反应过来。小正角倒吸了一口凉气，捂着额头，不可思议地盯着顾墨寒。娘亲，他到底怎么了？怎么今晚比拉布拉都还要粘人？顾墨寒满眼丑睨，搂着母女三人做事要往下躺。因为你们是本王的女儿。南婉言忍无可忍，直接加大了镇定剂，扎在他的身上。谁要跟你一家四口一起休息了？做你的美梦去吧。一声闷响后，顾墨寒直挺挺地朝身后倒了下去。这次他真的安静了。娘亲，大坏蛋今晚好可怕。过去他们只见过南婉言喝醉的样子，无非就是对着院子里的大家都很热情，没想到顾墨寒喝醉起来却喜欢霸占着娘亲。别怕，有娘亲在，娘亲会保护好你们的。娘亲，坏蛋是喝醉了吗？应该是醉糊涂了，不然也不会干出这种事情来。他就等着看明天他醒过来将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修罗场。娘亲，图谋不轨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问题，南婉言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都怪顾墨寒耍酒疯，还好只是衣衫凌乱了一些，没什么太过的，就是谋划越出常规法度之事，放在男女上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心思不纯，想对他做不能见人的坏事。懂了，又好像没完全懂。人类会用身体接触来表达爱意，平日里我们会亲吻拥抱表达我们的亲密关系，就像娘亲会亲亲你们的小脸蛋，那是因为娘亲喜欢你们。这样的身体接触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爱与被爱，是好的接触。但是若是有人触碰你们身体的隐私部位，也就是衣服一定要遮起来的地方，反复触摸的话，那就是不好的接触。这个时候无论对方是男是女，你们都要立即想办法安全的离开这个人，并且把事情告诉娘亲，知道吗？那所有人都不能碰我们吗？娘亲和你们的香玉姐姐在给你们换衣服搓澡的时候可以碰你们的隐私部位，但别的时候无论男女都不行。那如果爹爹呢？方才渣爹还对他们搂搂抱抱的，还亲了额头，也不行吗？你爹也不行啊，他是男的，男女有别，最多就是小时候能亲亲你们的小脸蛋，抱抱你们，连澡也不能替你们洗的。南婉言忽然愣住了，没想到小家伙们会突然提起他们的爹爹。那些长大后就不行了吗？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王爷是你们的亲爹了？其实很早以前我们就知道了，但我们知道娘亲和坏爹爹不和，就一直没有说。轻轻地将两个小丫头抱在怀里。对不起，是娘亲疏忽了你们的感受，这么久都没有告诉你们真相。娘亲别哭，我们知道娘亲是有苦衷的，而且爹爹丢我们在冷院里5年，是娘亲含辛茹苦护着我们，娘亲一直守着我们，爹爹他什么都没有做，也对娘亲不好，娘亲不说也是合情合理的。娘亲放心，虽然我们知道坏爹爹是我们的亲生父亲，但只有娘亲发话了，我们才会认他，我们绝对不会做让娘亲不开心的事。娘亲真是好爱你们，但其实不全是那些原因，不告诉你们真相是我自己自私。
一开始我觉得顾梦涵不配当你们的爹，所以没说。后来见他那么护着你们那么喜欢他，其实我是有些害怕了。我和王爷的感情早就破裂了，两个人之间没有感情基础，注定是走不长久的。在我和小包子这里，娘亲做什么都是对的，有什么需要谅解的呢？而且娘亲不用告诉我们，不爱娘亲的人我们也不会喜欢。不说这些不高兴的事了娘亲，除了辣不辣追小麻雀以外，昨日我和小包子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没来得及告诉你。对，其实我和阿姐跟娘亲玩得太高兴了，也忘了说。是什么事情啊？让我的小宝贝们这么激动？昨日娘亲出门以后，院子里就来了一个新的教书先生，说是之前的林先生这段时间回乡下来不了。新来的先生叫莫离，长得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的。听舅舅说，他18般武艺样样精通，对我们十分有耐心，而且特别温柔。何止是白白净净，那简直是从画里走出来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跟娘亲的眼睛长得那么像，那么好看。不过也不知道是不是眼睛的缘故，我和小包子一见到莫离先生就觉得好亲近，比看到舅老爷还要亲近。王妃，您睡下了吗？宜妃娘娘的眼皮一直在颤，您快来看看吧。宜妃有动静了，我这就来，你们别怕。娘亲一会儿就让香玉姐姐过来陪你们，要是她突然醒过来欺负你们，你们就大声呼救。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娘亲，你快去吧。南婉嫣立马上前把脉。王嬷嬷不用担心，这反应不是坏事。对了，还希望你能出去候着，在我没出来之前，别让任何人打扰我。好，老奴帮您守着，绝不让人打扰。上天保佑，宜妃娘娘一定要平安醒过来。而后，他将宜妃送入了空间里。娘娘，您终于要醒了。宜妃一醒，那就意味着她手上的筹码又多了一个，离和离也就更进一步了。香林院里，香玉在进屋之后，看到躺在床上的顾墨寒和一脸戒备的两姐妹，惊得目瞪口呆。这王爷可是醉了？两个小丫头点点头。小主子们，别怪奴婢多嘴，奴婢入府8年了，王爷其实极少沾酒，更别提喝醉了。上次他这样，还是宜妃娘娘出事后，他第一次大获全胜，带兵归来那一日。今日喝得这么醉，一定是有什么烦心事让他难过了。小蒸饺和小包子看着睡梦里蹙紧了眉头的顾墨寒，抿唇不语。奴婢只是个下人，不该多嘴，但奴婢还恳请2位小主子能看在王爷这么宠溺2位的份上，稍微跟他说说话，哪怕1、2句也好，不要再像之前那样对王爷冷漠了。看情况吧，要是他对娘亲好了，我们可以跟他说1句话。不然的话，我们还是不会跟他交流的。多谢2位小主子。香玉将2个小丫头哄睡着了，抱在顾墨寒的身边，替他们盖好了被褥，轻手轻脚地退出了屋子。1日清晨，顾墨寒被刺眼的晨光弄醒。怎么这么难受？但只记得昨夜他好像是喝多了，恍惚间似乎还强吻了南婉嫣，不过被南婉嫣也给咬了一口。男人下意识抬手碰了一下自己的薄唇，似乎还残留着南婉嫣独特的香甜，味道很好，令人忍不住的回味。刚想转过头去，眼神却是猛地一战，只见他的身侧躺着2个圆乎乎的小团子，正睡得乖巧安静。一瞬间，顾墨寒只感觉心都快化了。本王是在做梦吗？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2个小丫头睡梦中的样子。顾墨寒勾着唇，露出了一抹温柔的笑。南婉嫣去哪里了？你醒了以后，你可不许再喝这么多酒了。顾墨寒一怔，盯着身边苏醒的小人，忍不住的笑起来。小家伙终于愿意跟他说话了。你是在心疼本王？小包子也苏醒了，揉了揉睡意朦胧的眼睛。阿姐才不是心疼你呢，我们是心疼娘亲。毕竟你喝醉了以后，好可怕的。顾墨寒长眉一拧，本王昨夜做什么了，竟让你们觉得害怕？就不告诉你。总之，你不许再喝醉了。若是本王做错了什么，本王向你们道歉。你们娘亲她去哪儿了？莫非真是本王做的太过分了？南婉嫣干脆就直接走了，惹到她这份上，连孩子都不要就走了。想到这儿，他瞬间有些不安。没想到大坏蛋什么都不记得了，竟然还跟我们道歉，看来也不是那么无药可救。见2个小丫头没说话，顾墨寒皱紧了眉，脸上还有些后悔。本王不会对你娘亲做什么，只是想知道她去了哪儿，不能告诉本王吗？娘亲救人去了，一整晚都没回来。王爷，您起了吗？宜妃娘娘醒过来了，您快去看看吧。母妃醒了。
顾墨寒猛地站起来，整个人震惊。顾墨寒想给2个小家伙穿衣服，带他们一同去，可是忽然间动作一顿，眉眼一下子皱起来了。小蒸饺、小包子，父王生病了10几年的母亲苏醒了，父王要去看她。你们今日就待在院子里，跟教书先生们好好学习功课。晚点你们娘亲就回来陪你们。原本他是想要带上2个小丫头一块儿过去的。母妃10几年未曾醒来，整个人都消瘦了一大圈，面黄肌瘦，十分憔悴。万一吓到了这2个小家伙，不太好。香玉，照顾好2位小郡主。是。王爷，昨夜宜妃娘娘便有动静，王妃被王嬷嬷唤到了进禅院。为救醒娘娘，王妃一夜都没合眼，甚至到现在都没进食。府里的人都在传王妃的医术当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精湛绝伦。但王妃一夜未眠，奴婢怕王妃的身体会受不了。修长的双腿迈着极快的步伐朝静禅院而去，而顾墨寒一直挂念的母妃现在正在床上躺着，睁大了双眼，一动不动地盯着南婉嫣。你是不是见过我？南婉嫣在给宜妃把脉，宜妃居然还在看着她，她不由得咬了咬牙。顾墨寒怎么还不来？王爷，您总算是来了。昨夜寻不着您，还以为您外出办公了。王爷，娘娘醒了，她醒了。昨夜王嬷嬷来过，南婉嫣没说本王在她的屋子里吗？本王昨夜喝多了，早早睡下了，让嬷嬷担心了。顾墨寒走到了宜妃的身边。母妃。南婉嫣抿了抿唇，见宜妃终于移开了视线，看向顾墨寒了。母妃，您终于醒了，是儿臣不孝，这么多年了都没有能够让您好起来，让您平白受苦了这么多年。母妃，儿臣过去愚昧无知，没有能力保护好您，儿臣现在是太子了，往后儿臣会倾尽全力护您周全。王爷，宜妃娘娘暂时还不能说话，但她肯定都听到了，她很为您骄傲的。母妃怎么一直盯着南婉嫣看？这比他10几年没有见面的儿子还好看吗？顾墨寒有些疑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难道是落下了病根？我检查过了，不是后遗症，没有任何的问题。会不会是宜妃娘娘还不认识王妃，所以有些好奇？他起身拉过南婉嫣的手，将她带到了床边，恭敬地对宜妃说：母妃，儿臣忘了给您介绍，这是您的儿媳，儿臣的王妃，南丞相之女。母妃安好。南婉嫣被顾墨寒握着的手很不自在，却冲着宜妃笑了笑，模样十分的乖巧。可宜妃闻言，看着南婉嫣的神色突然大变，好似见鬼了一样，惊恐地睁大了眼睛，震惊又害怕，反应十分的激烈。而下一秒，她直接两眼一闭，晕了过去。娘娘，您怎么了？您可别吓唬老奴啊！母妃，您醒醒！南婉嫣也有些懵了，反应过来以后，立即给宜妃把脉，心绪却有些混乱。王妃，娘娘怎么样啊？母妃刚醒过来，身子虚弱，有些受惊，所以才晕过去了。母妃是受到惊吓才晕过去的，她被丞相害成这样，可本王却对仇人之女，是本王不孝。嬷嬷，娘娘醒了，这件事情暂时不要外传。她身子还很虚弱，不能见客，也不能说话。目前她可能会再睡个1-2天，你可以准备一些东西用于复健，大概隔1刻钟就给母妃润润唇。是，王妃。让管家去准备吧，别说用途。他赶忙去准备。母妃的事情还需要你再费心了。我们的合作里本来就有这一条，救回母妃是我应该做的。但既然现在母妃已经醒了，你我2人的进度是不是该加快了？你有什么看法？我知道现在丞相府生了变故，大学士之子也被流放了，成王妃、成王、皇后这一派的人全部被牵制了。想必在朝堂上有很多人开始坐立不安，人心肯定是不稳。丞相府有此变故，的确有很多人坐不住了。除了丞相的亲信，许多官员或为官或寻下家。这就是机会，现在你完全可以笼络丞相的势力，壮大你自己。而且之前你我跟郑思业等一众文官已经达成了合作，他们就是我们的助力之一，再加上国公府的势力，我们比起之前已经有了基础，是好事儿。趁着现在水浑，我们必须主动出击，否则错过了这次机会得不偿失。你知道的倒是挺多。我们是合作者，我懂局势对你来说也是好事啊，不然我不就是拖后腿了？他讨厌南婉嫣，一心想跟他分开，带着孩子远走高飞的模样，每次看见都忍不住的生气。朝廷上的事情，本王自有分寸，用不着你多说。府里你只管救人就是了。王爷、王妃，齐王爷差人送来了请帖，邀请您和王妃前去齐王府赴宴。齐王爷有说过是因为什么吗？高管家看了一眼脸色阴冷的顾墨寒，说是齐王爷为了答谢王妃的救命之恩，特地设了答谢宴。我知道了，我和王爷换身衣服就去。那王爷，老奴
这就去回话了。顾墨寒却看了南婉嫣一眼，整宿没睡的旧人，这会儿看起来十分的疲惫。慢着，转告七王爷，让他将答谢宴的时间改到晚上。是，王爷，老奴这就去说。你怎么把时间给改了？改到晚上有什么特别的吗？还是你想提前准备什么？不提前准备什么，就是想晚上去。你也太任性了吧！早去早回，早点处理完不好吗？我们还能早点应对。现在时间就是金钱，我们耗不起。不过是晚几个时辰，有什么耗不起？你为了救人一晚没睡，丑得很。出去赴宴也是丢本王的脸。你胡说八道！我就是通宵3天，我也不会丑的。这么说着，他却下意识摸了一下自己的脸。休息好了，勉强就不丑了。等要赴宴时，本王再让人喊你去休息吧。南婉嫣十分诧异地看向了顾墨寒，他这话怪让人误解的。没想到你竟然也能这么好沟通，一点也不像昨晚，简直是……说到一半他就后悔了，猛地闭上了嘴。简直什么？本王昨晚做什么了？南婉嫣想到昨晚就生气，这厮强吻什么的都干出来了，甚至还想跟他再发生点什么。你别告诉我，昨天晚上你做的坏事你都忘了。霎时间，顾墨寒的脑海里好像有什么回忆涌了出来。本王喝了酒，只记得闯了你的屋子，后面的记不太清了。南婉嫣有些不相信的眯着眼打量着顾墨寒，难道真断片了？不记得就算了，反正也不是什么好事。南婉嫣抬脚朝门外走去，没走2步就被顾墨寒用力的拽住，衣服直接被他拽下来一点，露出了锁骨处鲜红的印子。那一刻，有些暧昧的片段直击顾墨寒的脑袋。他昨晚和南婉嫣这身上的印记是他弄出来的。本王疯了吗？这么不管不顾？那本王跟南婉嫣有没有？应该是没有的，否则南婉嫣得弄死本王。南婉嫣见他一动不动，皱着眉甩开了他的手。还有什么事？就是觉得你穿得十分暴露，不成体统。去七王府的时候要穿得端庄一点，不必打扮，免得让人觉得你在招蜂引蝶。顾墨寒，你真是有病吧！扔下了这句话，直接从顾墨寒的面前绕过去，回自己的院子去了。刚刚爬上床，直接睡了过去，这一觉直接睡到了晚上。真是能睡，还要本王等你多久？片刻后，六哥六嫂，七弟可终于把你们等到了。今日六哥和六嫂能够赏脸来七弟的府邸，实属是七弟莫大的荣幸。七弟说笑了，你平日里都不常和旁人来往，今日难得邀约我和王爷，我们临时改时间，你都没有计较，应该是我们的荣幸。六皇嫂，这是哪里的话？你和六哥能够来，七弟就已经很高兴了。顾墨寒见南婉嫣冲顾墨灵笑得明媚，心里有些纳闷，他突然伸出了手，牵住了南婉嫣纤细的手指，将她往身边拉了拉。六哥六嫂还是一如既往的恩爱呀，让七弟见笑了。六哥六嫂，我们去宴客厅吧。好。本来呀，今日七弟还想送六哥六嫂一些花种，但想到六哥日理万机，恐怕没有这个时间打理，也还是算了。你六哥的确是忙这忙那的，能陪我的时间都不多。他若是能跟七弟一样的忙里偷闲就好了。父皇把皇商都交给了七弟，国库的盈利年年都很高，能有这番成就，七弟应该挺忙的。但是七弟能有闲心种花，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时间管理的法子，能够传授你六哥，让他学学，也好挤出一些时间陪陪我。六嫂真是喜欢开玩笑，七弟都是运气好，赶上那几条街都是现在比较抢手的产业，才能投机取巧，有些成绩。是吗？这个翼王妃看上去柔柔弱弱，实则言辞犀利，句句都在试探主子的心思，恐怕不是什么好惹的人物。这天下能够做生意赚钱的人数不胜数，但在我们西野能够带兵打仗、运筹帷幄的，就只有六哥一位。而且六嫂要是再夸七弟的话，六哥可真是要吃味，记恨上七弟了。厉害，当真厉害！顾墨灵的话说的滴水不漏，还能用顾墨寒巧妙避开他所有的话题。七弟不用妄自菲薄，你就是厉害，还怕别人夸不成？你六哥吃哪门子的醋？我实话实说罢了。哎，王爷您看，七弟这府上不仅有花，还有一片荆棘呢，倒真是稀奇。本王还没见过这样的荆棘丛，七弟真是奇思妙想，屈才了。林笑叶的眼神微变，转身看向了顾墨灵，眼中掠过了一抹紧张。六嫂还真是好眼力，这都看见了。七弟这是叹什么气呢？回忆王妃，那片荆棘原来是我家王爷种的徘徊花，但西野的气候似乎不太适合这种花的生长，花期没过便凋谢了。若是这徘徊花还开着，今日六哥六嫂倒是能一睹他们的风采了。原来如此，那还真是遗憾。徘徊花那就是玫瑰呗，还真是会变。七弟，我看你这荆棘林的后面应该还是有一条路的，也不知道通向哪里啊。顾墨灵和林笑叶对视了一眼，两人眼里是暗流涌动。
那后面没有路，许是之前徘徊花的落叶铺了一地，让六嫂看错了。不过六嫂既然想看，宵夜，你去掌灯到前面带路吧。可是王爷，若再不去宴客厅的话，备好的饭菜都要凉了。可是六嫂现在很有兴致，本王也不能驳了六嫂的意思。主仆二人的对话落进了南婉嫣和顾墨寒的耳朵里，二人对视一眼，心照不宣。既然如此，那还是不要麻烦了。今日来本就是参加七弟的答谢宴，要是饭菜凉了，那可就说不过去了。想来那荆棘林的后面不过是落叶，应该是我看错了。多谢六嫂体恤。那片荆棘林有古怪，要记得查看。顾墨寒静默不语，轻易地明白了南婉嫣的心思。到了宴会厅，今日设宴就是想要答谢六嫂当初在宫里对七弟的救命之恩。这杯酒，七弟先干为敬。六哥六嫂随意。王妃不便喝酒，本王带她喝了。多谢王爷体贴臣妾。六哥好酒量，但空腹喝酒可不好。六哥，还是吃点菜吧。这5年来，七弟从未和你见过，就连你们二人大婚那日，也是十分的仓促和简陋。六嫂甚至身体抱恙，没有出现，七弟都无法得知你喜欢什么。瞬间，顾墨寒的眼神紧了紧。顾墨灵这是在拉仇恨吗？他故意挽着顾墨寒的胳膊，对顾墨灵笑着说：“5年前，我和你六哥的感情确实有些摩擦，当时没有出现，也确实是身体不适。不过这5年来，我和你六哥惺惺相惜，现在倒也算得上是恩爱有加。至于喜好方面，你是主人，不必照顾每一个客人的感受。我看这些菜都挺好的。”六嫂和六哥现在相敬如宾，真是羡煞旁人。要是宜妃娘娘能够清醒来，看到你们二人情投意合，应该也会倍感欣慰才是。不知道宜妃娘娘近来可好？顾墨寒的眼神忽然扫向了顾墨灵，深潭一般的眸子古井无波。嘿，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母妃还是老样子，毕竟活死人想要医治好不太容易。我也在尽力的给他治疗，希望他能够尽快的醒过来吧。如此便好。不过七弟这些日子还听到了些风言风语，说是丞相府生了变故，丞相也受了罚，不知道对六嫂有没有影响？他想干什么？想让我和顾墨寒现在打起来吗？丞相府那边确实不太好，但是我已然嫁给了王爷，那就是怡王府的人了。娘家的事情我不能管，无能为力，多提也烦心。是七弟多言了。六哥六嫂吃菜吧。六哥多吃这个，七弟听说这能加快伤势的恢复。你上次在皇宫里受了刑，虽然有六嫂这样妙手回春的大夫在身边照料，但偶尔食补一下也是好的。顿时顾墨寒和南婉嫣心中一沉，顾墨寒放下了端酒杯子的手，搂住了南婉嫣的肩膀，狭长的眸子略带犀利地看向了顾墨灵。不劳七弟挂念，本王有王妃日夜在身边，衣不解带的照顾着，伤口已经好了不少，虽然还未痊愈，但早就能够行动自如了。南婉嫣从回府那日起就不管他的死活了，他的伤口至今还会流血，跟痊愈一点也不沾边。王爷说笑了，伺候您是臣妾的本分，毕竟要是王爷身体不好了，臣妾心里也难受啊。倒是七弟你自己身上都有刀伤，也该多吃一点这食补的东西。七弟受过刀伤，本王怎么未曾听七贵妃提起过？顾墨灵脸上的笑容凝滞了1秒钟。七弟的伤口不过是救急，年少顽劣留下的，不值一提。六哥是为了护六嫂和2位小郡主才受伤的。说起小郡主，今日六哥六嫂怎么没带上2个小郡主一起啊？瞬间南婉嫣就觉得自己肩膀上的力道紧了紧。七弟好像对本王的王妃和女儿们都很感兴趣，怎么你想当他们的夫君和爹吗？一王爷是瞧出来什么了吗？林小叶不由自主咽了咽嗓子，看向了顾墨灵，而顾墨灵像是吓着了一般，立马起身。六哥误会了，七弟怎么会对六嫂和小郡主感兴趣？这怎么敢妄想？是六嫂之前救过七弟一命，七弟觉得该礼尚往来，所以才多问了几句。至于2个小郡主，那真是他们太出众，那般的乖巧惹人疼爱，任谁见了都会爱不释手的，所以七弟才会过问2句，还望六哥不要介意，七弟以后不多问了。七弟既然这么喜欢小孩，为什么趁早成亲，早生贵子？你若是选不出来，本王给你相看一个，就姜太傅的嫡女姜如月小姐如何？本王看着与你十分登对。姜如月，有姜如月的地方就有战场，她要是嫁给了顾墨灵，还不得把七王府给掀翻了？南婉嫣差点没憋住笑出来，莫名觉得顾墨寒的嘴也挺毒的，竟然这么堵顾墨灵的话。臣妾觉得王爷这个提议甚好。七弟常年泡在府里，或许不清楚这姜家姑娘是谁，不过上次在国公府你们也见过的，就是那个十分出挑、胆识口才都很厉害的姑娘。
我看那天七弟和他好像还聊了几句，感觉应该不错。我和王爷替七弟做个主，求太后为你们赐婚吧。那不就是姜太傅府里那个剩着嫁不出去的老女人姜如月吗？她怎么配得上主子？义王和义王妃也太羞辱人了吧！林笑月的脸色瞬间难看起来了，顾墨玲也突然感觉到气不顺，笑着推拒道：多谢六哥六嫂惦记，姜姑娘是不错，但是这种事情急不得。七弟暂时也没有那样的打算，还是再过几年吧。而且这段日子里，后宫里也已经有好些娘娘都去了太后祖母那里帮七弟说亲了。那七弟可有看上的？暂时没有。七弟是没有看得上的，还是在等什么优异的女子，比如说前来和亲的公主。宴客厅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剑拔弩张起来。说笑的，本王就是好奇问问，七弟不必多想。没想到六哥现在也会开玩笑了，这种事情七弟可不敢肖想。姻缘之事向来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和亲的公主哪里是七弟想娶就能娶的？何况若是有机会的话，七弟还是想找个情投意合的女子相伴终身，就像六哥六嫂这样的。南婉嫣挑了挑眉，顾墨玲这话圆得很漂亮。那七弟应该是有的等了。七弟送六哥六嫂出府吧。有劳七弟了。南婉嫣和顾墨寒起身一同往外走。顾墨玲问话都是南婉嫣回答，南婉嫣极力地扮演好嫂嫂的角色。顾墨寒见南婉嫣冲着顾墨玲笑意盈盈的模样，脸色沉了又沉，忽然将南婉嫣大横抱起。王爷！突如其来的失重感下意识环住了顾墨寒的脖子。顾墨寒抱着怀里的女人，淡淡的瞥了顾墨玲一眼。王妃昨夜受累了，本王带她离开，七弟留步。昨夜受累了，夫妻二人晚上能做什么事情？南婉嫣身子僵硬着，不知道现在就要回府了。顾墨寒怎么故意说这话？顾墨玲也发现南婉嫣锁骨处有明显的吻痕，她的眉峰微微的沉下去，笑道：那七弟便送到这里了，六哥六嫂回去的路上小心些。顾墨寒面色沉静，抱着南婉嫣上了马车，回府。下次有机会还请六哥六嫂再来做客呀。马车消失在了顾墨玲的视线的尽头。主子，义王和义王妃这二人当真是滴水不漏，咱们什么都没问出来，也没让他们夫妻离心，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顾墨玲慢条斯理地拿出折扇摇了摇，什么都不必做。马车上，方才你突然抱着我干什么？你没听到顾墨玲方才说的话吗？她都怀疑到明面上了，觉得我们夫妻不和，要是做戏不做得像一点，只是嘴巴上扯两句，恐怕你和本王就要穿帮了。姑且相信你吧。往后你和本王在王府里恐怕也要演戏了。为什么这么说？全天下都知道本王从前与你不和，现在突然变得恩爱有加，顾墨玲不信，其他人自然也不可能信。何况最近丞相府还有变动，你毕竟是丞相之女，本王和丞相一向不和，他们更会盯紧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异常。要到什么程度？可别太过分，我是不会接受跟你同床共枕的。顾墨寒深黑的眼眸忽然闪过了一抹暗芒。倒也不需要，但本王不能不进你的院子。你别忘了，沈宇受伤的事情还没有查到幕后黑手，那人没有对沈宇下死手，说明他有足够的把握，真相不会暴露，也肯定会派人监视我们。所以府内你也要适当配合本王，这种日子不会太久，只要等沈宇能苏醒过来。提到沈宇，南婉嫣的眼神暗下来。我在王府可以跟你演戏，但是丑话说到前头。顾墨寒，你已经很多次挑衅我的底线了，我希望你可以信守承诺，如非必要，不准碰我。我想要一个男人不能人道的手段有很多，你要是再敢对我怎么样，我就让你永远变成太监。你真不愧是悍妇，多谢夸奖。顾墨寒凝视她漂亮的小脸儿，炯炯有神的眼睛垂眸映下来。若非必要，本王不碰你。像昨晚的情况，失去理智的时候，本王难以自控，本王和你说声抱歉，往后本王不会再醉酒，也就不会再欺负你了。今日和顾墨玲交锋之后，你觉得这个七王爷怎么样？心思叵测，城府极深。顾墨寒的眸子逐渐的黑沉，盯着南婉嫣。不怎么样。我也觉得这个顾墨玲并非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虽然她的府邸里都是些花花草草，但是那些荆棘林太过于可疑了。虽然被她和她的侍卫打了个哈哈敷衍过去，我还是觉得那里需要查一查。而且顾墨寒的身体蓦然前倾，朝他逼近了几分。南婉嫣本能的有点畏惧，猛地一个机灵坐起来，两人腰间的玉环恰好碰在一起，声音脆响。他丝毫不退后，两人的呼吸都纠缠着，彼此再近点儿都能吻上了。南婉嫣的眼底掠过了一抹慌张和局促，下意识推开了他，护住了自己。顾墨寒，突然离我这么近干什么？本王觉得这个姿势舒服。顾墨寒皱着眉，背后的伤口都有些发疼了。马车就这么大，本王也无处可去。那你也不能冷不丁的冒出来啊，多吓人，弄得我思路都没了。我刚刚说到哪儿了？
顾墨寒盯着他那张含韵的俏脸。你说顾墨陵院子里的荆棘林有问题，此事本王会派人处理。啊，我想起来了，其实今天这一场饭局，我觉得顾墨陵真不简单，他不愧是做生意的，说的话好圆滑，而且我莫名有种直觉，总觉得他想要利用我们做一些对我们不利或者对谁不利的事情。本王倒不这么认为，他想利用的没有本王，只有你。瞬间顾墨寒就有些吃味了，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看你有什么值得顾墨陵惦记的。南婉嫣简直是有些气闷，针脚踹了踹顾墨寒的小腿。你什么眼神啊？年轻漂亮又会治病救人，招人喜欢不是很正常吗？不过我不是跟你贫嘴的，我在认真跟你说话呢。顾墨陵今天说的那些话你也都听见了，他分明是想要挑拨离间我们的关系。我们若是闹得难看，那真是亲者痛仇者快，所以我们必须要坚定合作的信念，直至达到我们的目的。顾墨寒看了看南婉嫣那张精雕细琢的俏脸，她确实是年轻又漂亮又厉害，多的是人喜欢。若是不当一王妃了，想必也多的是人求娶。他不由得思绪烦乱。两人下车，顾墨寒安静地跟在后头。两人快到岔路口的时候，就看到云雨柔。王爷，王妃，王爷，您终于回来了。王嬷嬷端着点心朝他们行礼，笑了笑。王爷，王妃，云侧妃在这儿等您二位已经有段时间了。夜里风凉，老奴让云侧妃回去歇息，但她就是不肯。柔儿知道王爷今日舟车劳顿，又听高管家说您背后的伤口还没好，这才一直等在这里，想亲自给您上药。本王的伤无碍。高管家的嘴怎么这么碎，竟然和云雨柔说他受伤的事儿。王爷，云侧妃确实有心了。虚情假意，表里表气。南婉嫣实在是没兴趣听着小白莲说话，迈开腿就打算走。王妃还请留步，老奴最近牙疼，但是又想吃些糕点，于是便买了这些回来，还请王妃帮老奴看看行不行？可云雨柔在此，他又不能直问，只好暗着询问了。南婉嫣看了一眼糕点，瞬间明白了王嬷嬷的意思。既然牙疼，那您暂时还是不要吃太多的点心，最好是换成清淡的流食。但要真是馋的话，软糯的糕点还是可以备一盘的。好，老奴一会儿就去准备。王嬷嬷笑意盈盈的应下，对南婉嫣更加的钦佩了。这笑脸，云雨柔看在心里，却觉得分外的刺眼。王妃，柔儿听说您昨夜为了母妃忙碌了一整夜，真是辛苦了。柔儿想请王妃到院子里用膳，还希望王妃能够赏脸，毕竟之前是王妃救了柔儿一命，柔儿理应答谢。现在母妃虽然没醒，但您又让母妃的情况稳定下来了，这2份救命之恩，柔儿和王爷真应该感谢王妃。希望王妃能来竹兰院赴宴。你做的东西本王妃可不敢吃，谁爱吃谁吃，你少跟我说话。说完，头也不回的甩袖离开了。顾墨寒蹙着眉看着南婉嫣离去的背影，本能的想抬脚追上去，就听到云雨柔的声音里带着哭腔：王嬷嬷，柔儿就说王妃肯定会生气的，她对柔儿意见很大，说什么她都不会乐意的，就连您教柔儿的，柔儿都说了，但王妃还是不肯原谅柔儿。柔儿当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云侧妃不要难过，王妃许是今日身体不大舒服，毕竟忙了一整夜了，哪里还有精神？顾墨寒蹙着眉，王嬷嬷教你说什么了？嬷嬷要照顾母妃，事情多，你缠着嬷嬷做什么？老奴也没有花什么时间，只是碰巧路过。昨夜他听闻依妃娘娘情况紧急，便在佛堂诵经念佛了一整夜，这不膝盖都跪青了。为娘娘做到这种地步，也算是十分有诚意了，您就别气了。诵经念佛。顾墨寒看向云雨柔的目光越发的深邃。没事的，王嬷嬷，王爷，柔儿这边没关系的，肩上也快好的差不多了。不碍事，您不用担心，您还是去看看王妃吧。柔儿不想再让王妃气您恼您了，影响您和王妃的关系，柔儿也很愧疚。嬷嬷，你先去静禅院照看母妃吧。是，老奴告退。王爷，柔儿也不打扰王爷了，柔儿告退。慢着！云雨柔心头一喜，强压住了心里的兴奋，楚楚可怜地望着他。王爷，可是还有事？本王送你回院子吧。他忽然想到在国公府那日，南青青走前对南婉嫣说的话，还有南婉嫣对南青青说的话，有些事情得亲自过问云雨柔才行。王爷，云雨柔一脸受宠若惊地看着顾墨寒。您说的是真的吗？王爷已经好久没有跟柔儿去过竹兰院了。柔儿还以为王爷厌恶柔儿了。
故作身体不稳，十分虚弱，一副要晕倒在他怀里的模样。王爷，柔儿的腿好疼，伤口处也火辣辣的不舒服，您能不能抱柔儿回去？要是顾墨寒抱他回去，这一路上一定有不少人能看到，那他就能扬眉吐气，宣传自己再次得宠了。顾墨寒蹙着眉，眼底掠过了一抹冷色，不着痕迹地掠开了身子，声音不高不低的：本王伤口未愈，抱不动，让侍卫抱你回去吧。云雨柔脸上的笑意瞬间凝固，顿时站直了身子。这恐怕不太合规矩，王爷身子不适，那就算了。竹兰院也不远，柔儿忍一忍就过去了。顾墨还是真身子不适，还是不想抱我。走吧。就这样，二人到了竹兰院。王爷，柔儿的确孤寂，若王爷能陪陪。你孤寂，所以有和外面的姐妹走动联系。王爷怎么会这么问？柔儿被禁足了，如何与外面的人联系？本王在问你，有还是没有？顾墨寒盯着他细微的表情变化，悠悠的开口：顾墨寒怎么会问这些呢？难道是我败露了？不可能的，我和南青青联络暴露小野主的事情，都已经被管家抹去了所有痕迹，他不可能知道的。自从葬花和倩碧走了之后，柔儿就只有王爷您了，又怎么可能跟别人有来往呢？而且那些人觉得柔儿不受宠，私下里总笑话柔儿，柔儿才不会与他们交往，自找不快。说着，手指便轻轻点上了顾墨寒的肩膀，顺势将头埋进了顾墨寒的怀里。顾墨寒一把摁住他，站起身子。云雨柔心头一滞，满眼的受伤。王爷，雨柔，在本王的府里，无论是谁，都只能以王府利益为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别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更别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本王最恨有人在背后算计。王爷，您知道柔儿的性子的。柔儿虽从小被人欺负，但一直是善良的，否则小时候柔儿又怎么会救素不相识的您呢？你救了本王，本王自然感激。这段时间你就好好在院子里休息，别再出来折腾了。云雨柔有些惊恐地瞪大了眼，旋即哭得声泪俱下。王爷，您是不想看见柔儿了吗？柔儿现在到底该怎么做，您才能多看柔儿一眼呢？你什么都不用做，本王之前许诺你的休书还作数，只要你想，随时可以来找本王。此外，本王还能给你一笔抚恤金，足够你再成家生子，后半辈子衣食无忧，也当是报答你再次救命之恩了。他隐约觉得南婉言猜的没错，两个小丫头暴露的事情，或许就是云雨柔联手南青青做的。王爷，柔儿不要休书，柔儿是不会离开您的。顾墨寒见状，没再多说什么，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男人高大的身影一点点消失在门缝里，云雨柔再也撑不住，靠着门楣倒在了地上。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我努力了那么久，还是无法挽回顾墨寒？凭什么南婉言什么都没做，却能和顾墨寒越走越近？云雨柔发疯似的捶打着。南婉言，都是你害我如此，我不会屈服的，我一定要成为顾墨寒的女人，要让顾墨寒像从前那般对我好。就算不能做到，也绝不让南婉言和顾墨寒走到一起的。南婉言凭什么能得到战神的喜欢？南婉言不配。香林院，我盼了许久，终于能见到他了。是我不好，如果不是我的腿脚不便，先生和王妃早该见上面了。你不必愧疚，我亲自来确认他的平安，接他回家，比纸上得到的讯息要安心的。是，我来的路上听说西野朝堂是非不少，光是翼王就遇刺2回，一次还9死1生，这西野的天是不是要变了？您说的不错，小郡主的身份暴露之前和之后，都有人不断刺杀。若不是逼急了，不会这么草率动手。想必顾墨寒正式立储之前不会太平。莫离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可是漆黑的眸子里却暗藏着嗜血的杀气。既然如此，我们在离开之前，可助他们一臂之力，让西野彻底内乱动荡，不得安宁。他到了房间门口，刚想抬手敲门，就看到一个美到让人窒息的绝色男子正低头俯身跟莫月明低头说着什么。两人是认识吗？舅舅。两人几乎是同一时间转过头去，默契的朝南婉言开口：婉婉来了。见过王妃。这位是？在下莫离，是新来给2个小主子教书的先生。他就是莫离。原来是莫先生，我还听2个小丫头提起过您呢，说先生是一个从画里走出来的。起初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今日一见，莫先生还真是谪仙一般的男子，人间难得啊。在下听闻王妃样貌好，脾气好，心好人好，没想到王妃远不止如此，连说话都这么好听，真是3生有幸啊。我们就不要互相夸赞了，我刚刚去看了看，2个小丫头在默写，还以为先生会像其他先生一样在屋子里陪着他们，却没想到会来我舅舅这里。你们是相识吗？不是就是。哦，莫先生是管家新找来的先生，
我与莫先生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而且莫先生虽为读书人，但他长期在外游历，见识深远，又懂得机关之术，所以我们也就成了好友。莫离竟然会机关术，没想到莫先生不仅有才学，还懂机关术。我听说精通机关术的人可不多，不过是懂些皮毛。王妃要是感兴趣，在下可以教王妃的。那就多谢莫先生了。王妃，奴才给您送热汤。南婉嫣看了一眼小厮，进来吧。他听从吩咐，随时监视南婉嫣的一举一动，却不想竟有这么多的外人。瞬间，小厮有些慌了手脚，左脚绊右脚，一个没站稳，端着热汤就朝着南婉嫣扑过去。还没来得及反应，离他近一点的莫离蓦然间眼疾手快地抓住他的肩膀，南婉嫣顿时被他护在怀里，紧接着听到了莫离吃疼的闷哼声。莫离的手背被小厮的热汤烫出了大片触目惊心的红色，莫雨明也冷了脸，那小厮差点被莫离的眼神给吓晕过去，连忙跪下哆嗦着说：王妃，奴才愚笨，但奴才不是故意的，还请王妃息怒。你被烫伤了，这热汤的温度不低，需要立即处理，不然会留疤的。王妃乃千金之躯，在下自己可以的。在我这里可没那么多讲究，而且你应该还是为我受伤，给你看病上药，合情合理。你怎么突然慌慌张张的，还将热汤泼在王妃身上，是何居心？冤枉啊！王妃，奴才只是不小心摔了，是奴才笨，但奴才绝对没有什么别的意图。王妃对奴才那么好，奴才怎么敢伤害王妃？这时，听到叫喊声的于峰快步冲了进来。王妃，可是出什么事儿了？送碗汤都送不好，你怎么回事？算了，看他也不是故意的，就让他走吧。多谢王妃饶命，多谢王妃饶命。你去盯着那个小厮，有什么异样回来跟我随时汇报，着重看一看他有没有跟谁见面。刚走到门外的顾墨寒看到南婉嫣和莫离谈笑风生，瞬间就沉了脸色。这小白脸是谁？为什么南婉嫣跟他看上去十分亲近？小白脸又怎敢如此肆无忌惮地打量本王的女人？高管家手捧着玩具站在顾墨寒的身边，大气也不敢喘，小心翼翼地看了顾墨寒一眼。顾墨寒快步走进屋子，强势地搂住南婉嫣的腰。大胆，竟敢堂而皇之的直视王妃，跟王妃如此亲近，败坏了王妃的名声。南婉嫣竟然对这小白脸这么好，本王伤重南婉嫣都不管，这小白脸又不是快死了，至于让他出手？莫雨明的眼神也是微冷，莫离朝着顾墨寒看过去。翼王顾墨寒终于见到本人了。他看到顾墨寒搂着南婉嫣腰肢的大掌，占有欲满满。先生只是在跟我说两个小丫头的功课，大白天的大门也开着，何况我舅舅也在，这能败坏什么名声？王爷说话注意分寸，怎么不见他管云雨柔管得那么严格？哼，双标男。他现在有多招人，他自己不知道。高管家一面抹着冷汗，一面上前恭敬地朝着顾墨寒介绍道：王爷，这位是新来的教书先生，叫做莫离。见过翼王。新来的教书先生什么时候换了人？原来的林玉峰呢？林先生家里有事，告假回家了。老奴想着两个小主子不能一日无师啊，便又去寻了一批先生。莫先生今日来这里是跟我讨教一些问题，恰好婉婉过来帮我看腿伤，这才聊了一会儿。王爷不必每见一个男的都草木皆兵，显得王爷没自信。莫离挑了挑眉，什么都没说。可是顾墨寒像是被戳中了心思，心头的火气更加的浓厚了。本王怎么做事，轮不到你来说教。教书先生这么年轻，本事大不大另说，上课期间不在郡主身边，而是在其他地方，本王觉得你无法教好两位小郡主。高管家，给他结算工钱，另找德高望重的先生过来。莫离的眼睛眯起来。莫先生这么好，你为什么要让他走？先生不在我们身边辅导，是因为我们在考试，先生在考验我们的意志力和信任。先生很厉害的，你不能让他走。小正角和小包子刚默写完了功课，就跑过来对面找莫雨明。你们怎么来了？功课默写完了？我们来找莫先生要甜甜糕吃。他强压住心头的沉闷。既然你们喜欢，那就留着也无所谓。先生只管传道授业，育人为本，若有其他的心思，本王定不饶恕。王爷多虑了，在下只管做好本分，绝不会做逾越本分的事情。回到南婉嫣的房间，顾墨寒将几人带进了屋里，两个小丫头齐齐地盯着他。本王明日想带你们出去走走，城郊的梅花开得正好，你们既能赏梅，也能吃点心，如何？不用了。顾墨寒剑眉一凛，看向了姐妹二人。你不去，不代表两个小丫头不想去。我们也不去，还有功课没做完呢。
想要讨好他们，他们才不上当呢。大坏蛋一天不对娘亲好，他们就一天不跟他贴贴。顾墨寒的凤眸一下子变得幽凉，脸色沉下来。站在顾墨寒身后的高管家见势不妙，立即识时务的让人呈上了玩具。两位小主子，功课虽然要学，但也要劳逸结合呀。这是王爷找有名的工匠特地定制的木马，这样的木马在西野绝无仅有，王爷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定制好的。若您二位不想出去玩这木马也是好的。小正角和小包子看到高管家身后的摇摇木马，登时眼睛一亮，兴奋地眨眨眼睛。你们不喜欢？一般般吧，要是莫先生来做，一定做的比这个好。莫先生可是能够让这个木马活过来的，比现在的这个有意思多了。异想天开的事情，你们定是被他骗了。一旁的高管家悄悄地把木马放到房间的一角，默默地退出去。这一家4口的修罗场，他还是避一避锋芒吧。你做不到，不代表别人做不到。莫先生不仅能让木马活过来，还能把我们屋子里的小东西都动起来。他真的很厉害的，他家乡的甜甜糕也好吃，娘亲要是尝了定会爱不释手的。娘亲，等先生批阅好卷子，我若得了好吃的，一定要给娘亲尝尝。小包子看着顾墨寒一点点冷下去的脸色，虽然渣爹对娘亲不好，但我们这样会不会过分了？小正角却不觉得过分，渣爹太笨了，不把话说重一点，他一点都不慌。好好，你们先生最棒了。顾墨寒瞬间醋意大发，再也克制不住地拉着南婉嫣的手。什么让木马活过来？本王都做不到，一个教书的怎么可能做得出那些东西？他们分辨不出真假，难道连你也分辨不出来？不信就不信，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反正我就是相信莫先生有这个本事，你等着，我这就让他把木马变活，而且是无奇不有。走，我们去找先生。蓦然将南婉嫣拽进了怀里，按在了墙上。南婉嫣，你干什么？放手！本王有话跟你说。可说什么呢？说他不喜欢他们母女对别的男人那么好，还是说他其实喜欢南婉嫣？南婉嫣信不信是一回事，肯定要笑话他了。顾墨寒心烦意乱，你有话就说，你按着我干什么？除了动手动脚那一栏，他想到精神类的患者也有这种分裂的症状。顾墨寒，你不会有病吧？要不我帮你看看。要是顾墨寒精神有问题，他的闺女可就惨了。南婉嫣，本王没病。他只是有点难以自控。你没病就没病，你凶什么？以后你有病我也不给你看。松手，再不松手我就……他的话还没说完，唇上骤然一软，男人凶狠地吻住他，紧紧地搂着他的腰，闭着眼吻他。南婉嫣蓦然瞪大了双眼，他得寸进尺，攻城略地，比以前每一次都要吻得疯狂。王八蛋，他这次都没醉，竟然还敢吻他，最后狠狠地咬了他一口。南婉嫣趁机推开了顾墨寒，转身要跑，可突然间一道大的离谱的力量生生地将他拽了回去。南婉嫣低叫了一声，被迫撞进了他的怀里。咬了本王就想跑？南婉嫣，你现在胆子大得很呢。我胆子大你才知道，要不是你对我还有用处，老娘现在就打爆你的狗头。那你试试看看能不能从本王的手里逃出去。下一秒，顾墨寒将头埋在南婉嫣的颈间，张嘴就咬下去。好疼！顾墨寒，你这个变态，你咬我干什么？可偏偏手被他束缚着，拿不到东西。这狗男人似乎知道控制他的手，他就拿不到武器了。他松开了南婉嫣。你咬了本王，本王这是礼尚往来。疯子，你当我怕你是不是？说着他就掏出了平底锅，要朝着顾墨寒的脸挥去。顾墨寒伸手一把扣住了南婉嫣的手腕，再次将她束缚在自己的怀里，而后将唇凑到南婉嫣的耳边。别打了，方才屋外有人，本王是做给那眼线看的，不是故意要轻薄你。眼线？南婉嫣愣了一瞬，手僵下来。我怎么没看见？看见本王咬你以后就走了。顾墨寒缓缓地放开南婉嫣。若没有那些眼线，你以为本王为什么要对你做这些？话是这么说，但是顾墨寒的心跳有多快，只有他自己知道。这儿哪里有眼线呢？否则南婉嫣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你真是的，得了便宜还卖乖啊！那你可知道那些眼线是谁的？本王已经派人去查了，但这群人藏得很深，至今没有特别的消息。但这里是本王的府邸，本王绝不会让他们有任何可乘之机。如今不直说，是怕打草惊蛇，毕竟幕后之人诡计多端，得放长线钓大鱼。我姑且相信你说的，但是如果再有下次，你得先给我一个信号，不许亲我的嘴，更不许留下任何的印记，顶多能碰一下我的脸，其他免谈。
碰一下脸颊。顾墨寒蹙着眉看向南婉嫣，那样可不算做戏。说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故意擦上南婉嫣的唇，唇角微微的上挑，有些得意。本王觉得这样不错，也不会有人发现是假的。顾墨寒，你……南婉嫣抬起的手刚要落下，就听到院门口传来了高管家急促的声音：“王爷王妃，情况紧急，太后娘娘重病不起，太医院全院看了都没有法子呀。李嬷嬷派人来了，传王妃立马入宫。”什么？太后竟然病重了？本王也去。管家，备车进宫。等他们走后，高管家神色微微的一沉，转身回了王府。南婉嫣心里一疼，快步上前为太后把脉：“祖母，你怎么样了？”顾墨寒绞着眉头，立马快步跟上，拳头瞬间握紧了。李嬷嬷一听到是南婉嫣来了，回王妃，太后娘娘今晚照常用了膳，忽然觉得身体不适，有些恶心，想卧床休息，可谁知一直到刚才，太后娘娘都没有传唤老奴，老奴心里着急担心，过来一看，娘娘已经这样了。李嬷嬷虽然第一时间通知了老臣等人，但老臣等来了之后，给娘娘把脉看过了，也给太后催吐了，就是没有任何效果。太后祖母是被人下毒了。都退下，王妃要看诊了。今日太后的事情，要让本王听到半点风言风语，为太医院试问。是。顾墨寒看了南婉嫣一眼，刚想出去，却被南婉嫣给叫住了。你不用出去，留下来帮我，把桌子上的水拿来，再随便找个什么容器。好，给你。你帮我扶着祖母，我要帮祖母催吐。催吐，知道了。只见南婉嫣伸手在太后的背上按了几个穴位，不一会儿太后就开始恶心。半晌，南婉嫣刻意压低了声音开口：“有人故意要害祖母的命。乌头这种食物毒性虽然不大，但是意外情况很多，很容易猝死。要是今日我们来晚了半步，祖母可能就不行了。我们应该将此事闹大才行。”不能闹大，至少不能由我们闹大，我们也不能插手去查。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这件事情就算我们查了，也不会有结果。顾墨寒看了看呼吸逐渐平稳的太后，小心地将她放平了。你我心知肚明，祖母的鸾凤殿是宫里最安全的地方，倘若不是有人默许，又会有谁敢把手伸到这里来？有人默许？为什么？太后可是皇帝的亲生母亲啊！我知道了。本王之前便说，如今我们所面对的远不止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夺权需要付出代价。嘘，有人来了。就在此刻，门口传来一道让两人不寒而栗的声音：“太后如何了？”儿臣见过父皇。快说，太后如何了？回父皇的话，祖母是被人下毒了。儿臣虽然尽力救治了祖母，但她现在还没有要醒的迹象。他想看看这个表里不一的君王今日又会上演怎样的一出戏码。太后的饮食没有人验毒吗？李嬷嬷一声冷汗，跪在地上，刚想开口，南婉嫣又道：“父皇，祖母中的是无头毒，也就是民间所谓的附子。这种毒用银针是检验不出来的，所以跟李嬷嬷没有关系。想必下毒的人是居心叵测，还请父皇明察。”顾墨寒冷冷地看着他的好父皇，听到南婉嫣的话，究竟是什么心态？竟然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给太后下毒，这人好大的狗胆！风中泉，给朕彻查这件事，朕明日就要结果。若是找不出谁干的，你的脑袋就别要了。奴才明白。方才朕心急如焚，都忘记了问你的情况了。老六，你的伤势恢复得如何了？回父皇，有王妃日夜在儿臣身边照料着，儿臣的伤势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还请父皇不用担心。王爷的伤势虽然重，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调理，也没有什么大碍，往后也不会落下什么病根了。如此便好。眼看着要册立大典了，太后却出了这样的事情。今晚你们就留下来，好好为太后治病。这件事情朕会彻查到底。是，父皇。顾景山一路出了鸾凤殿。皇上，您吩咐奴才的，奴才已经安排下去了。风中泉，你跟着朕多年，你认为给太后下毒这件事情会是谁做的？奴才不知，也不敢妄加猜测。会不会是老三媳妇儿？但这件事情，奴才认为不见得是程王妃的手笔。毕竟程王妃就算再有心计，也不敢胆大妄为，将手伸到鸾凤殿里。无论是谁做的，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动手，还是对太后下杀手，此人都留不得。但是听到南婉嫣死活不去休息，要是你的身子垮了，就没人能够救得了祖母了。
是啊，王妃，您要是也病了，那太后娘娘醒来肯定会心疼的。那好吧，那就麻烦李嬷嬷了。还不休息？难不成还要等着本王来哄你？谁要你哄了？今晚你就睡床吧，我就趴这儿，以免祖母出什么事情，还能跑得快些。腿短的人无论是躺着还是坐着，跑得都一样慢。趁本王还没有改变主意之前，你可以到床上去睡。这人到底有没有心啊？那晚烟差点一口血喷出来。这可是你自己不要闯的，到时候你可别大言不惭地说我抢你的。说完，那晚烟走到床边坐下，伸出脚在床边比划了一条线，冲着顾慕寒笑眯眯的。这里，你要是敢踏进半步，我就把你的腿给废了。你放心，本王对一个黑眼圈重得像去挖了煤一样的丑女人不感兴趣。你才像挖煤的呢，我哪有那么重的眼圈？扯着被子躺下去，不一会儿就睡着了。顾慕寒根本就没有睡意，他坐起身，看着南晚烟安静精致的睡颜，有些发呆。他身上的被子不知何时跑到了床下，顾慕寒蹙着眉，嫌弃地叹了口气，睡个觉都不安稳。他将被子捡起来，然后起身，弯腰小心翼翼地给南晚烟盖上。南晚烟胸口的衣裳有些敞开，露出了显眼的吻痕。他的视线从南晚烟的身上移开，转身又躺回到了地上，背过身，闭上了眼睛。睡梦里恍惚听见有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正朝着偏殿靠近。顾慕寒迅速起身，收拾好地上的床铺，而后也不管南晚烟的分界线，直接坐到了床边，掀起被子一角，侧身躺进去。别急。他蹙着眉，揉着朦胧的睡眼，转过头看着顾慕寒那张倾城的俊脸，瞬间醒了一大半。他本能开口的惊叫，却被男人修长的手捂住了嘴唇。嘘，有人。话音刚落，门口响起了李嬷嬷低声的呼唤声。王爷，王妃，太后娘娘醒了，让王妃您过去一趟。等会儿我再跟你算账。本王随时奉陪。祖母，您现在身体比较虚弱，就不要起来了，躺着好好休息。燕儿啊，哀家能够保住这条命，多亏了你。祖母对燕儿这么好，燕儿做这些都是应该的。其实哀家年事已高，大不了就两眼一闭，什么都不怕。唯一惦记的就是你和老六，还有哀家的2个重孙女。燕儿啊，有些人虽然嘴笨，但心肠不坏。你若是能多给点时间，一定也能发现他的好。祖母，你放心，我现在跟王爷很好，王爷对2个小丫头也是一如既往的关怀。那就好，那哀家就放心了。您啊，别总老是操心我们的事。大家都说儿孙自有儿孙福，我和王爷迟早都要靠自己的本事过下去。倒是您今日出了这么大的事，您心里可猜过是谁动的手？哀家也不知道是谁胆大包天，但哀家之前这么护着你们，明摆着就是有人坐不住了。这太子之位是多少人求而不得的。燕儿明白了，这件事情父皇已经让人下去查了，相信不日就会有结果了。皇帝罢了，燕儿你放心，只要哀家还没死，就绝不会让你们受到任何危险。好好好，都听祖母您的。那晚烟坐在他的床边，若是带着孩子离开，老人家不知道会如何伤心。那晚烟回到偏殿的时候，顾慕寒已经睡了，男人侧躺在床边，安静的睡颜让南晚烟不由得多看了几眼，蹑手蹑脚跨过男人，爬进了床的另一侧。他刚躺好，顾慕寒就转过来了。南晚烟瞬间屏住了呼吸，眨巴着眸子盯着顾慕寒看。男人依旧是睡得安稳，转身背对着顾慕寒，长舒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翌日快到晌午的时候，一阵骚动将南晚烟给吵醒了。顾慕寒不知道去了哪儿。太子妃，您醒了。这是发生什么了？这奴婢们不敢妄议。行吧，那你们见过王爷了吗？太子殿下醒来之后就去正殿看太后娘娘了，现在应该还在。燕儿来了，快来坐。顾墨寒着目光不着痕迹地扫了南晚烟一眼。清晨醒来的时候，他在他的怀里睡颜恬静的样子还在他的眼前挥之不去。他抿了抿唇，没有表露分毫。南晚烟狐疑地看了顾墨寒一眼，又看看眉开眼笑的太后，出声问道：孙喜老眼就听到您的笑声了，看来祖母您恢复得不错，心情也好多了。哀家倒也不是心情好，
而是方才老六看哀家情绪不高，故意说了些趣事逗哀家。顾墨寒还会开玩笑逗人，原来是这样，臣妾竟然不知道，王爷还会说笑。怎么？难道老六在府上都不会哄你开心的？老六啊，这姑娘家呀，就是用来哄的，你可千万……祖母不要多想。顾墨寒面不改色看了南婉嫣一眼，然后望向了太后。虽然现在和王妃感情好得很，没有机会哄王妃开心。感情好，呵呵，那还真是好到了恨不能掐死对方的地步了。南婉嫣嘴角抽了抽，王爷说的是，孙媳方才就是开个玩笑，祖母您别放在心上。不过您刚才说您情绪不高，正好孙媳来的路上发现大家神色都有些凝重，可是出了什么事儿了？顾墨寒和太后的脸色凝重了几分。今日一大早，父皇便下令处死了数十个婢女工人，包括御膳房几个资历很老的大厨。听凤公公的意思，这些人都跟下毒的始作俑者有关。那背后的始作俑者是谁？母后。南婉嫣震惊。凤公公顺藤摸瓜查下去，就查到了母后的身上。现在父皇在养心殿勃然大怒，也不知情况如何。皇后与太后的关系确实算不上好，可是堂堂六宫之主，她可能会对太后下狠手吗？皇后，你宫里的乌头罪人，你殿里的宫婢太监们都亲口认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皇后已经喊过冤，那人还真是好手段，栽赃陷害，不忘将本宫给拽下来。臣妾没有什么可说的，臣妾认罪。来人，将皇后打入冷宫。慢着，还请皇上开恩，能够答应臣妾最后一个请求。臣妾想见两个人。好，朕准了你这个要求。你要见谁？义王还有义王妃。你确定？好，朕准了。臣妾谢过皇上。儿臣见过母后。想必你们应该听说了太后的事情。本宫不想解释什么，也解释不了什么，但本宫坚信清者自清，也是个母亲，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道理再明白不过。两人瞬间皱着眉，南婉嫣有些谨慎地开口：母后的意思是……别叫母后了，本宫听着也别扭。本宫只想告诉你们，这皇城里处处是陷阱，一步错步步错。当年有些人也是因为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吃了一辈子的苦，生不如死。皇后说的有些人，很明显就是在说她的母妃。顾墨寒袖子里的手紧了紧，奈何顾景山的人还在这儿，他只能微微的颔首。儿臣明白了，多谢母后提点。不该得罪的人，除了顾景山，还能有谁？母妃当年中毒的真相远不止那么简单。那您以后打算怎么办？尽人事，听天命。只是本宫放心不下风儿，他性子鲁莽，又是一根筋。从前做过的错事，本宫无话可说，也不会帮他求情。只是往后，本宫希望他能远离这些是是非非。南婉嫣也是母亲，皇后的这番话让她有些心酸。儿臣尽力，但很多事情儿臣也不能掌控。当然，宜妃如何了？南婉嫣和顾墨寒对视了一眼，南婉嫣看了眼那些侍卫们，还是说：母妃还没有醒过来，儿臣正在尽力的为她看诊。她现在是过得潇洒了，什么都可以不过问。本宫走了，不必送。最后，皇后绕过他们走了出去。皇后走了2步，突然又停下来。要是她真能醒，替我转告一句，我还挺想她的，希望有生之年能有见面之日。南婉嫣和顾墨寒听在耳朵里，心头却沉下去。回府的马车上，南婉嫣心事重重地靠着窗边，神色有些沉重。皇后是清白的，但她从来都不是那种需要人可怜的性格，你也不必这副模样。今日皇后找他们，也并非是向他们吐苦水，而是在用自己的方法告诉他们身边有危险，让他们注意防备，别走错了路。我知道，我只是觉得心寒。交锋了这么多次，你还没看清他们的真面目吗？只有我们强大了，才有可能摆脱被动，不让更多的人莫名受到牵连。2天后，顾墨风怒气冲冲地找上了门。顾墨寒，给我出来！顾墨寒，你终于滚出来见本王了，本王还以为你要一辈子不见本王了呢。高管家在一旁不停地擦着冷汗。王爷，成王二话不说就冲进来了，老奴也不敢拦呢。顾墨寒，你这个卑鄙小人！本王如何卑鄙了？你有本事害本王的母后，你有本事别躲呀！脑子是用来使的，不是摆着看的。本王何时害过母后了？你别跟本王阴阳怪气的。本王今日找人进宫问过了，母后在进冷宫前只见了你和南婉嫣，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愚不可及，
若你觉得是本王做的，那母后最后要见的人，又怎么可能是本王和本王的王妃？却忽然回过味儿来。是啊，母后最后要见的人，为什么会是顾墨寒呢？就算母后的事情与你无关，那本王在神策营的将士们屡屡被革职，你又如何解释？这难道不是你故意挑衅本王吗？神策营从不留无用之人，本王革职的都是一些有过案底的，或者手脚不干净的。你用人有误，本王还没有追究责任，你倒反咬一口，说本王挑衅。别忘了，你我兄弟二人互相派人刺杀对方的事情还没有清算完毕，还不如回去好好想想，要是我们兄弟二人反目，谁能获益最多？自己上点心吧。说完，他袖袍一挥，转身进了屋子。顾墨风愣在原地。越是亲近的人越危险。顾墨寒最后的话里分明另有所指。若要说离间我们谁能受益最多的话，那就只剩下……有些人那天还说不相信木马能活，现在看到了吧？莫先生是真的很厉害的。做这么一个东西也要4天，还让人帮忙，看来那莫离也不怎么样。哪里不怎么样？莫先生可厉害了。你看那个木马不仅能飞，还能在地上跑。随即2个羽翼缓缓地停止扇动，稳稳地落在了地上。小马1号驾！木马立刻像是活了一般，载着姐妹2人就在院子里奔腾起来。小主子！于峰和高管家大惊失色，连忙起身去追。顾墨寒则神色一沉，眼底隐隐的有些震撼。他隐隐的觉得自己似乎低估了莫离和莫远明这2人的实力。顾墨寒脚尖轻点地面，2、3下追上了小正角和小包子2人，身后的小包子一个没抓稳，整个人朝后仰去。花姐，小包子！顾墨寒的速度却更快，一下子将小包子抱起来，紧紧地抱在怀里。他有些心慌，立即看向了小正角。小包子，你没事吧？都是我不好，是我逞能把你摔下去了。顾墨寒将小包子放下。对不起。没事的，阿姐，我还觉得挺好玩的呢。道歉是必须的，你们玩这些要注意安全。知道了，我以后不敢了。于峰和高管家追上来，看到木马2旁的气囊，都十分的惊愕。这是被我弄坏了，都是我不好。那是用来保护你们姐妹2人安全的，并非是弄坏了。真的没有坏吗？于峰，送2个小主子回去吧。是。看样子王爷的胜负欲被挑起来了。这个莫离的身份，你可有仔细调查过？老奴调查过了，那莫先生就是一个江州庶民，身份背景并没有什么不妥。区一个庶民，怎么可能懂得这些高深的机关术？你说他跟那个莫雨明成日里围着本王的王妃，究竟是想做什么？王爷，或许是您想多了呢。莫雨明是王妃的舅舅，本就跟王妃亲近。至于这个莫先生，他才进府几日，也看不出什么。真的是本王多想了吗？高管家，你觉不觉得2个小丫头跟莫离长得有几分相似？好像是这么回事儿。莫先生和2个小主子确实是有几分相像。这夺走南婉嫣出资的奸夫，到现在都还没找到。现在半路杀出来的莫离，不仅长相跟2个小丫头相似，跟小丫头们关系处得好，还十分看重小丫头。难不成他就是南婉嫣外面的男人？那2个小丫头不就是莫离的？顾墨寒越想脸色就越难看。不可能，他和2个小丫头的羁绊明显要深刻的多。小正角和小包子肯定是他的闺女。王爷，老奴听说王妃身边曾经有一个叫做冬雪的奴婢，他似乎知道王妃的过去。要是能够找到冬雪，王爷所疑问和所担心的，说不定就能迎刃而解了。无论如何都要把冬雪找回来。是，老奴这就去办。翌日临近元辰节，见过王爷。顾墨寒来了。南婉嫣和2个小丫头同时回头看过去，王爷怎么来了？有事？顾墨寒一双凤眸盯着姐妹俩开心地骑着木马走过去，将衣服递给了南婉嫣。过段时间就是元辰节了，本王瞧2个小丫头的衣裳又旧了，便让木欢赶制了一些新的，顺带给你做了几件。香莲看着南婉嫣和2个小家伙身上那崭新的衣服，默默地低下了头。上次王爷为王妃和小主子们买的衣服，日日轮着换，都还有好多新衣服呢，哪里需要再添置？王爷分明就是在找理由。
过来瞧王妃和小郡主们。那就多谢了。香莲接过的衣服去屋子里放好，顾慕寒直接在石桌上坐下。你们刚才在说什么？我们在说昨日莫先生给我们重新加固了小马1号的事，他还把那个空气膜给弄得更好了，真厉害。又是茉莉。那确实挺厉害的。顾慕寒竟然夸人了，夸的还是莫离。你没事吧？受什么刺激了？还是哪里出事了？怎么性情大变了？是太子这位被人拿走了吗？王妃怎么这样说本王？本王向来惜才，既然莫离能有这样的本事，那就说明他是个可塑之人。本王说实话，夸夸他有何不可？他越是这么说，南婉燕越觉得顾慕寒是被什么东西给附体了。你当真不计较莫先生了？一个教书先生罢了，本王有什么好计较的？渣爹还送了新衣服过来，知道讨好娘亲了。哼，算他还有良心。小正角刚想说什么，忽然院子口就传来了于峰和香玉愤愤不平的声音。怎么会呢？他看上去很好一个人，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可不是嘛，我听到都觉得不可理喻，要是王爷知道了，还不得……王爷，奴婢见过王爷。你们方才在说什么？回王爷的话，奴婢和于侍卫听到了一些传闻，可让人生气了。属下和香玉姑娘听说，最近京城里来了一个白衣公子，看上去风度翩翩、温文尔雅，却没想到竟是个心狠手辣之人。他在城西买东西，恰逢一户人家的狗快要病死了，主人养了11年，哭得撕心裂肺，他却直接上前冷冰冰地说了一句：“与其在这里哭，不如你亲手送他上路。”那主人家听了，直接晕了过去。还有呢，说是今日在闹市上有对夫妻当街吵架，那女子咄咄逼人的要休夫，说是不许他相公另娶二房。本来这两口子吵架都是劝和不劝分的，哪知那白衣公子直接上去对那姑娘说：“晨早合理，你不需要依附男人而活。”奴婢看啊，那白衣公子根本就是在找茬，挑拨离间。倒还真没见过这么口出狂言的，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人。这人就是莫离先生。莫先生。南婉燕还在喝茶，一口全喷出来，全部喷到了顾慕寒那俊逸的侧脸上。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你拿手帕擦一擦吧。完了，王爷这么洁癖的人怎么忍得了？无妨，本王知道王妃只是一时无法接受罢了。本王也觉得很是震撼，没想到这么厉害的莫先生，私下里竟然是这样冷血无情的男人。看来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哼。南婉燕不是养狗吗？要是让她知道莫离会这么对待病老的狗，且为人冷血无情，她一定很失望。没想到这莫先生看上去这么好的一个人，竟然做出这么没眼力劲的事情来。属下看，不如把莫先生给遣走吧。顾慕寒看到两个小丫头眉头紧蹙的神色，心里莫名的解气和轻松了。你们说的有点道理。其实本王之前以为莫先生口才这么好，又心思灵巧，懂得机关之术，会是个不错的夫子。何况小郡主还那么喜欢他。但本王若是赶走了他，王妃和两个小丫头定会生本王的气。虽然如今看来这个莫先生的确不可取，但此事还是要看王妃。王妃觉得如何处置合适？王妃，事情都到这份上了，您就同意王爷让那个莫先生离开吧。他偏不入套。莫先生什么样我是无所谓，他只教两个小丫头诗词歌赋，私下里也没有什么接触，并没有真的带坏他们。何况你们都是道听途说，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见南婉燕不上当，顾慕寒的心头有些不悦。这段时间都是本王的错，没有时间关心你们的学业。不过有能力的人很多，不怕找不到好的师傅。你们还小，品德要树立好，所以那个莫离就让他什么？我觉得莫先生很厉害。众人一愣，顾慕寒突然呆住了。怎么厉害了？这怎么跟他想的不一样？拉布拉以前也生过病，我们和娘亲都心疼坏了。但是当时我和小包子心里想的都是怎么帮拉布拉摆脱痛苦。莫先生的做法看上去很残忍，但也是给那些小狗一个解脱。毕竟真正爱着小狗的人一定舍不得看他们受苦，反倒会选择果断结束他们的生命。还有莫先生让那个姑娘离开他的丈夫，也许也不是坏事。就像我跟阿姐看不到娘亲受欺负一样，只要娘亲好好的，她想做什么都可以。关心你的人只会雪中送炭，那些嘘寒问暖却没有行动的，根本从来都不了解你。我们不知道那个姑娘到底发生了什么，又怎么能断言莫先生做错了呢？你们的想法很好，莫先生究竟是不是这样的人，你们不要道听途说，可以进行沟通。
查证或者询问得知，不能无缘无故的找人的麻烦，也不能随便评价别人，知不知道？知道了，娘亲。你怎么不说话了？若是莫先生人品有问题，不如去查证看看。需要查证什么？这本就是他故意让于峰放话的，将事情说得夸张一点。谁知道这母女三人完全油盐不进。没什么，本王瞧着莫离，倒也不至于这么坏。许是真的跟你们说的一样吧？香玉姐妹和于峰隔着几米远都能嗅到空气里飘来的忧伤和醋意。王爷为了挽回两个小主子和王妃，还真是煞费苦心了呀。只可惜这一招好像对王妃他们没什么用。王爷，王妃，沈侍卫他手指动了。他醒了吗？上尉，只是有些动静。照顾好两个小丫头。随后本能的伸手牵住了南婉嫣的手，带着她朝西凤院而去。走，去看看沈宇。好，你确定看到沈宇动了？是的，王妃，属下真的看清了。当时属下帮沈侍卫换药，看到他的手指动了动，起初还以为是错觉，结果后来属下盯着看了好久，发现真的动了，这才来禀告您和王爷的。你下去吧，此事不要声张。是，王爷。你也出去吧，我先帮沈宇看一看。沈宇就交给你了，在此期间，本王不会让任何人打扰你，你放心。南婉嫣锁好了门，转身进了空间，准备器材。空间又升级了，然后他将沈宇送入 CT 机。沈宇，如果你听得见，就给我一个回应。你出事以后，王府上下都查遍了，但刺杀你的那群人，我们始终没有找到。突然，仪器的显示屏上出现了许许多多密密麻麻的电波图，机器响个不停，说明沈宇的脑电波明显的十分活跃。沈宇，你集中注意力，尝试着睁开眼睛。他帮沈宇上了药，重新绑上了绷带，将他原封不动地带出了空间，放回到了屋里的床上。顾墨寒，你进来一下。沈宇如何了？还是老样子，没有醒过来，手指的颤动只是神经反应。那他何时能醒？我不敢保证，但是他肯定能苏醒。这段时间你一定要派信得过的人保护好他，还要对外宣传他短时间内醒不过来。本王明白。第二天是元辰节的前夕，整个翼王府上下张灯结彩。舅老爷过年好，舅老爷过年好。你们呢，还是一如既往的嘴甜。嘿，一定是因为最近吃了太多莫先生给的甜甜糕，娘亲也夸我们笑得甜。怎么今日不见莫先生呢？我方才去看了，莫先生还在休息，许是这几日有些累了，让他轻松轻松。舅舅，你这是什么？莫雨明微微的一笑，伸手将包袱打开。这是我家先生和莫离先生这段时间做的小东西，都是送给两位小郡主的礼物。多谢舅老爷。舅舅费心了，明日就要过节了，一会儿一起吃个晚饭吧。我就不吃晚饭了，这几日睡得晚，一会儿就回去歇着了。他与莫离还有事情要做，今日怕是顾不上了。很快他就能带他们离开这是非之地了。那你好好休息，明日我要领着两个小丫头进宫，您多注意安全。王爷怎么来了？明日就是元辰节了，本王想和妻女一起用膳，有什么不妥？看见低头打扫的小厮，目光一沉，假笑着扯着嘴角。没有，怎么会不妥呢？这小厮是上次给他送汤，结果不小心烫伤了莫离的那个。南婉言知道这个小厮没安好心，这才没有赶顾莫寒走。娘亲，准备开饭了吗？我和小包子去洗手。去吧。桌上热气腾腾的火锅不断的冒出阵阵的香味。娘亲，吃这个。真乖。羊肉好吃，但是吃多了上火，记得喝菊花茶。顾莫寒摸了摸他的小脸蛋。香玉和香莲在一旁看着，心里暖得不像话。这才是一家四口的样子。南婉嫣瞧着顾莫寒和小包子的互动，心里不免有些吃味，但他感受到不远处那小厮时不时投来的视线，按住了心里的不满。清廉的眸子里全是装出来的笑。王爷，吃点肉，这段时间你受累了。王妃喂本王吃。南婉嫣一下子眯起了眼睛，内心暗骂顾莫寒得寸进尺，但还是将肉片送入到顾莫寒的口里。味道如何？王妃做的，当然合本王的胃口。那王爷今晚可要多吃一点。说完，他又给顾莫寒烫了好多的菜，顺带小手一抖，不小心多放了一些辣椒和醋。哎呀，王爷应该不会嫌弃吧？当然不会。小正角和小包子见状，还以为两人是在比谁家的菜多。顾莫寒吃了2口加料后的菜，修长的手指捏紧了筷子，被辣得险些失态。王妃别愣着，多吃些。说罢，
他就将南婉嫣夹到他碗里的肉原封不动地投喂给了南婉嫣。哈哈，多谢王爷。好了，不该给他放这么多料的。娘亲，喝水。南婉嫣一边喝水一边瞪了一眼顾墨寒。顾墨寒看着南婉嫣吃瘪的样子，心里是说不出的愉悦。男人好听的声音又绵又低，带着鼻息在他的耳畔响起。别动，2个小丫头睡着了，本王带她们回屋里。顾墨寒小心翼翼将2个小丫头放在床上，小包子的手还拉着他的指头不肯放。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他曾听南婉嫣唱过，所以记得，但是他唱的五音不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睡梦中的小蒸饺眉头皱了皱，顾墨寒立马静声不语。只见南婉嫣单手撑着脑袋，那本医书还在他的手边放着。顾墨寒蹙着眉，有些无奈。他们母女这5年是怎么过的？随时随地都能睡着，也不怕生病，被他抱起竟然毫无察觉，还下意识地蹭了蹭他的肩窝。男人的身子猛地一僵，心头发软，香玉高兴的嘴都咧到耳根了。真好真好，要是以后王妃和王爷都这么好，那就太好了。顾墨寒将南婉嫣放到2个小丫头的身边，将被子掖好，修长的手指轻轻划过了南婉嫣的脸。顾墨寒的喉咙动了动，终究是没有忍住，俯身轻轻地吻在南婉嫣的唇上。翌日，此时的顾墨寒已经笔直地站在王府的门外。父王，新年快乐！这2个字听得顾墨寒瞳孔一震，有段时间没听见这个称呼了。他回眸看过去，瞧见南婉嫣牵着2小只从王府走出来，那一抹红唇更是勾得顾墨寒遐想连篇。昨夜的吻似乎还历历在目呢。顾墨寒眼眸微深，旋即隐忍住了心绪，看向了2个小家伙。新年快乐！2个小家伙屁颠屁颠的跑过来，小蒸饺手脚并用的想上马车，却被顾墨寒轻而易举的抱起来，稳稳的放在了座位上。小包子也是。多谢父王。顾墨寒颔首，眉眼都染上了温和。他看向了南婉嫣，朝他伸出了手。王妃。南婉嫣看了他一眼，犹豫了一下，随后还是伸出手搭在他的手上，上了马车。4人都在车里坐好，马车朝宫里赶去。今日养心殿人多眼杂，又闹哄哄的，你就让他们留下陪着哀家吧。太皇奶奶还有哪里不舒服啊？要不要我和阿姐帮太皇奶奶揉揉？哀家没事，就想跟你们多待一会儿。但你们2个在这里乖乖的陪着太皇奶奶，不许乱跑，知道吗？娘亲和父王放心，我们就在这里陪太皇奶奶，不会乱跑的。他们到的时候，养心殿里大部分人都到了。早闻战神军功赫赫，面若冠玉，任哪位姑娘见了都容易倾心。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啊！顾墨寒挑眉，波澜不惊地看着秦毅然。平宣王过奖了，要真论起本事来，还是平宣王更胜一筹。平宣王，天圣国的2王爷。南婉嫣微微地蹙着眉，这女人简直是人间绝色。和她天圣国的那些粗犷大大咧咧的女人不同，南婉嫣五官精致，容貌姣好。秦毅然有点惋惜，只见一个纤瘦的女子身着奇异的服饰，露出了完美的腰腹线条，半张脸被面纱遮住，露出了一双勾人的猫眼。许多男人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女士接过琴开始弹奏，而她在琴声里却翩翩起舞，腰肢柔软似水蛇，面纱下的红唇扬起了弧度，无比的妖媚。汉城公主转着圈儿，舞步翩跹，直接奔着顾墨寒而去。她来到了顾墨寒的跟前，刻意的用手撩拨着男人，优雅的解下自己脸上的面纱，笑得含情脉脉。她转过头看向了南婉嫣，却发现她盯着汉城公主看得失神，根本不管她的死活，也不在乎她被别的女人撩拨。瞬间有火气在她的心头发酵，她忍不住掐了一把她的腰。南婉嫣，你干什么？顾墨寒冷着脸要喂她吃橘子。南婉嫣不想，险些被他的眼神给杀死，她还是张开了嘴接受了他的投喂。汉城公主见撩拨不成，还被秀了一脸，顿时不满，但也知道此刻不能胡闹，很快就离开了顾墨寒的身边。一曲毕，喝彩声如雷贯耳。天圣国3公主秦慕白给皇上请安。秦慕白，目色皑皑，白雪无瑕，真是好名字呀。皇上，小妹平日里骄纵惯了，不太懂规矩，今日要是冒犯了皇上，还请皇上见谅。
怎么会呢？安城公主不仅琴好，舞姿曼妙，更让人过目不忘。来人，赏公主金樽2座。多谢皇上。优雅地坐回到秦依然的身边坐下，但是他的眼神又重新看向了不理会他的顾墨寒。顾墨灵瞧见汉城公主的视线，眼底掠过了一抹暗芒，但是很快就恢复如常，笑得人畜无害。汉城公主也到了适婚的年纪，但朕听你的皇兄说，你在天圣国寻不到如意夫君，迟迟不肯婚嫁。不知今日汉城公主可有感受到我西野男儿的魅力呀？皇上，西野的男儿英勇，相貌出尘，与我们天圣的男儿相比多有不同。慕白可喜欢了。那公主可有喜欢的人呢？皇上，慕白心悦他，就不知这是哪位王孙贵族。香城公主看上了顾墨寒，所有人都愣住了。太子，你意下如何呀？你竟是西野的太子，威名赫赫的战神。我早就听哥哥提起过你，说你是个奇才，不仅容貌绝尘，能文能武，还十分英勇善战，一点不比我们天圣的皇子将军差。果然，我看上的男人就是全天下最好的。承蒙汉城公主厚爱，不过可惜本王已经有了家室，不合适迎娶公主。有家室又如何？你们西野的人都是3妻4妾，我既要嫁过来，自然入乡随俗，不会介意的。顾墨寒推辞不成，见旁边的女人还悠哉悠哉地吃起了瓜子儿，眼底一瞬间翻起了戾气，直接搂住了看戏的南婉嫣，与秦慕白说：汉城公主一片心意，本王心领了，但本王的王妃实在容易吃醋爱护，耍起性子来不管不顾的，要是让汉城公主受了委屈，着实不美。南婉嫣一脸懵逼，她有些不服气地走到南婉嫣的身边，仔细地打量南婉嫣，却越看她越觉得她漂亮。殿下，我可以和姐姐做好姐妹，不会跟姐姐争风吃醋。况且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只要殿下心里有我，我便不会受委屈。再者，我相貌不差，也断文识字，懂琴棋书画，对殿下更是一见钟情。殿下对我难道就不动心吗？汉城公主，本王不仅有妻妾，府上还有2个小郡主，2个小孩子活泼开朗，喜欢玩闹。听闻汉城公主并不喜志同，真不必委屈自己。他还没有被人拒绝过，尤其是在这样的场面上一再示爱，还能一再被拒绝，真不愧是战神，真有胆。谁说我不喜欢志同了？志同乖巧可爱，聪明伶俐，我甚是喜欢，一定能够视为己出的。汉城公主，本王说了，无法与你成亲，但本王的妻弟也到了适婚的年纪，到了现在还没婚配。若是你当真有意，可以试着跟妻弟交往看看。我不要，我就看上你了。顾墨灵摇着桃花扇，眸底掠过了几分冷意。这折煞妻弟了。汉城公主既然属意于你，又怎会看上妻弟呢？妻弟就别恭谦了，前些日子你不是还说想要娶妻生子了吗？那是妻弟在开玩笑的。行了。顾景山突然沉声开口：汉城公主，你先别激动，坐下说吧。是慕白失礼了。说着，他便回到了原位，坐了下来。小公主一走，顾墨寒的脸色终于缓和了一点。他见南婉嫣一脸泰然自若的模样，心头的怒意翻滚，忍不住用力捏了一把女人的腰。南婉嫣，你若是不帮本王推了这门婚事，你就等着晚上侍寝吧。什么侍寝？你敢威胁我？威胁的就是你。南婉嫣，别以为你可以离开就觉得无所谓，本王把话说在前头。这个汉城公主一看就不是脾气好的人，眼睛里容不得沙子。要是她真的嫁给了本王，你以为她真的能容下2个孩子，能容得下你？南婉嫣一听，秀眉紧紧地蹙起来。我知道了。皇上，方才是慕白逾矩了。慕白素来大大咧咧，与男儿一般，做事豪爽直率。方才一时情急，多有得罪太子，本王替他赔个不是，还请皇上、太子殿下和太子妃请多见谅。公主性子直率，喜欢谁也不藏着掖着，这是很难得的品德，有什么需要见谅的？多谢皇上体谅。如今慕白难得遇到了心上人，若是能成其好事，那就真是皆大欢喜了。平宣王，可愿听本王妃说2句？本王洗耳恭听。西野和天圣一直都是邦交友好之国，2国的历史更是能够追溯到几百年前。如今您和汉城公主来访，理应是欢欢喜喜的，娶喜欢的女子，嫁属意的男子。但这些若是建立在强制上，恐怕会变得差强人意，最后影响了2国的友好。
而且王爷可别小瞧这后宅里的是非恩怨以及女人之间的小事儿，看上去虽然没什么，但时间长了多少还是闹心的。不就是些女人间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已，只要能和心上人在一起，本公主什么都能容忍。众人哗然，这汉城公主还真是痴心。公主在我们西野，尤其是宫里的女人们，笑要不露齿，行走要不从容，立步中门，见到高阶的人，无论年龄都要驱礼。三从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恭，还有得容得下王爷心里不止你一个人，可能会有2个、3个、4个。停！你说的规矩，本公主有所耳闻，但是王爷怎么能同时喜欢这么多人呢？公主有所不知，殿下5年来都钟情于另一个女子，也就是现在的侧妃，这很正常。我虽善妒，但王爷要迎娶侧妃，要宠爱谁都无权过问，还要支持王爷，这其实就是西野的风格。我们要多为夫君考虑，王爷就是这样的男人，他风姿卓越，文武双全，这样优越的男人身边有很多女人是很正常的。我只是担心公主若是嫁给王爷会忍不住伤心，这才劝诫公主罢了。顾墨寒差点呛着。看来王妃很了解本王，知道本王的心里藏着1个、2个、3个、4个女人。南婉嫣拍了拍他的胳膊，淡定，我知道你对你侧妃忠贞不渝都是借口，你看这效果不是还挺好的。顾墨寒冷喝一声，也不知道在嘲讽什么，他压着自己内心的情绪，将橘子剥好了递给他。多谢王爷。在他们的对面，秦慕白看的眼睛都绿了，尤其是他看到顾墨寒身份如此尊贵，竟如此宠溺的为南婉嫣剥橘子，嫉妒的不行。我早就听说战神的王妃是个贤内助，不仅貌美倾城，还精通医术，是远近闻名的神医王妃。今日说上话了，真心觉得王妃貌美，说话逻辑也清晰，真不愧是王爷喜欢的人。不过医术方面，本公主也想跟王妃讨教个1、2，也算是给今日宴会添彩了，如何？既然汉城公主都这么说了，本王妃哪里有拒绝的道理，只是不知父皇意下如何。既然是切磋交流，那你们就各自展示一下吧。我常年钻研药学，今日便给大家看其中1个吧。说完，他打开了锦盒，快速掏出了1粒棕色药丸，神秘地关上盒子，环视一周，看到一个身材瘦小的官员，指着他：“你来试药。”那官员瞬间懵了，还有些慌。这……顾景山冷睨了他一眼，他只好硬着头皮上前。是。放心，绝不会伤你半分。看着他服下，然后指了指一旁那个1000斤重的铜鼎。现在你去搬那个试试看。汉城公主，下官恐怕不行啊。身边一个相识的官员也有些莫名其妙。汉城公主，李大人的身体羸弱，不堪重力，我们都是知道的。您现在要他搬起那1000钧大鼎，实在是强人所难了些。见顾景山点头默许，壮着胆子走到那1000斤鼎的面前。那下官就试试吧。但是下一刻，我竟然搬起来了！你们快看呐！这神了，药丸真神了！这何止是神了，感觉李大人完全变了个人似的。没想到汉城公主如此厉害，竟能让一个这么瘦弱的人都能变得力大无穷，果然是神医的弟子，医术真是精湛呐！太子殿下，你觉得我这药丸如何？汉城公主确实厉害，得意的笑了。那太子殿下觉得我和你的王妃相比，谁更胜一筹？南婉嫣挑眉，顾墨寒却直接说：“固然是本王的王妃，她在本王心里比谁都厉害。”他都没想到他会这么护着他，但南婉嫣分明看到李大人的精神气明显没有之前好，嘴唇发白起来。看来这药丸的效果不算很持久，而且应该有明显的副作用。太子殿下，我这药物可是神力丸，服用者能够在短时间里力气大增。如今在天圣，我们已经试验了很多人，无论是老少妇孺，只要服用了神力丸，都能变得骁勇善战。你说太子妃比我厉害，不知道可是有什么功效大过神力丸的药物，不妨拿出来展示展示。是啊，太子妃，汉城公主都已经亮了本事，你也给众人见识见识吧。不过，虽然太子妃医术高明，但似乎没听说过太子妃有制药的本事。若是太子妃不会，那还是不比了吧。顾墨灵的眼里却闪过了一抹深意。南婉嫣正想拿出药丸，好好的给小公主上一堂课，就听小公主淡淡的出声：“算了，既然太子妃不善制药，神力丸这样的东西，你定是做不出来的。要是用我的长处驳你的短处，会显得不公平。”那汉城公主的意思是？自然是长处比较长处，本公主可不喜欢欺负人。皇上，慕白听说之前太子妃曾救下一个断腿的人，确有此事，真是厉害。既然太子妃这么神通广大，不如今日
就让大家现场见识见识太子妃接断腿的本事，如何？本王的将士们早已痊愈，何来断腿可接？没有断腿的话，现场制造一个不就好了？所有人都来不及反应，就看到秦慕白面不改色地抽过侍卫的长剑，直接砍向他随从婢女的腿。紧接着，公主啊！随即婢女的血液好似喷射一般溅出来，南婉嫣瞳孔骤然缩紧。这小公主好狠！顾墨寒察觉到她的异常，下意识握紧了南婉嫣的手。吓着了。南婉嫣摇摇头，现在断腿有了，太子妃该让我们看看你的本事了。现在还有这么多人盯着看，要是南婉嫣没成功，岂不是要被天圣看了笑话？汉城公主，无论你想要怎么比试，但堂而皇之让天子见血，可视之为挑衅西野皇族的威严。皇上也没有说不许啊。人已经伤了，现在争辩也无用。既然公主想要看我接骨的本事，那我自然会好好的处理。南婉嫣顾不上许多，那婢女痛不欲生，先固定断口，以免失血过多。我需要一个单独的房间进行治疗，要快。要什么单独的房间？行医救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本王的王妃行医之时，不喜欢被人打扰，这是她的习惯。带太子妃去偏殿救人。顾景山这次没有插话，而是默许了顾墨寒的要求。南婉嫣，你只管尽力救人，若救不成，也不要慌，万事有本王。可顾墨寒竟然一点也没有将责任担在他的身上，他还算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哥哥，我看那个太子妃根本没有什么本事，都这么久了，我估计阿苗早死了。公主，谁不知道，公主您才是这天下第一神医，或许太子妃的医术也不赖，但跟您比起来，恐怕还是要差些。就是，公主您不仅救人厉害，制药也厉害，有了您的神力丸，军中实力必然大增，公主才是最有能耐的人呐。秦慕白被这些人夸着，尾巴都要翘上天了。而这时，殿外忽然有了动静，只见阿苗被几个侍卫用木板抬着，缓缓地走进了正殿。南婉嫣回来了，众人的心里顿时掀起了惊涛骇浪，纷纷伸长了脖子去看那侍女是死是活，南婉嫣究竟有没有将人给救回来，那腿接没接上。顾墨寒起身朝南婉嫣走过来，父皇，儿臣已经处理好了，人已经救回来了。好，不愧是翼王妃。太子妃真是太厉害了，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竟然真的接上了奴婢的腿，而且奴婢现在并不觉得很疼了。秦依然眉梢微挑，端详着南婉嫣。这怎么可能？他忽然上前，不管3七21，直接撕开包裹着阿苗腿部的绷带。接断腿哪里有那么容易？而且还不会让人疼？你不会是在说假话吧？可这一接，自己都惊呆了。只见阿苗原本断掉的只剩下一丝皮肉相连的腿部，不仅被严丝合缝的接上了，还缝合得十分的干净细致。这就算是缝纫的师傅也赶不出这么工整的线条来，太子妃真是神了。这不可能，就算是我师傅也做不到这样的地步。汉城公主，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是你主张要比试，现在本王的王妃已经拿本事说话了，你怎么还有意见？秦慕白一口气闷在胸口，上不去下不来，整张脸都烧了起来。汉城公主，原本你想看我接骨，大可以找假腿或者是其他物品代替，可是为了一场比试，公主竟然无故伤人，若我失手，这婢女下辈子都是废人了。公主不觉得不稳妥吗？不过是个婢女，秦依然突然打断了秦慕白。汉城还年轻，胜负欲强，做事不够周到，思虑也不及太子妃，还是太子妃让人钦佩。我们天圣甘拜下风，这个女人好有本事。秦依然难得开口夸一个人，顾墨寒英挺的长眉微微一蹙，伸手将南婉嫣拉进了怀里。多谢平宣王夸赞，汉城公主的实力也不弱。太子妃年纪轻轻，却医术惊人，不知是西野的女子大都如此，还是只出了一位太子妃如此出众啊？西野的女子大都出众，本王听闻平宣王还没娶妻，不如在西野找一位贤内助。儿女情长与本王不太合适，男儿有志在四方，没有得偿所愿之前，本王也不考虑这些。坐在高位上的戚贵妃看了顾墨灵一眼，又扫了皇帝一眼。好了，比试的事情已经告一段落，耽误了这么久的时间，不如大家从新落座吧。今日可是元辰节呢。是啊，今日是元辰节，汉城公主和太子妃切磋医术，大显神威，着实是让大家都开了眼界。来人呐，都赏！皇上，
本王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西野有太子妃，而我天圣有汉城，他们的医术都是精湛过人的。若是我们能够联手研制出来的药物，必定事半功倍。如此一来，我们两国攻打大夏的进程也能加快。不知皇上意下如何？加快攻打大夏的进程？他们难道是想利用我的医术去侵略别的国家吗？顾墨寒漆黑的眼眸一下子重重的眯起来，顾墨灵眉头微微的一挑，放下了手中的筷子。平宣王的提议，朕觉得不错。毕竟两国邦交这么久，心里的那根刺一直都是大夏。要是大夏一日不平，朕恐一日不能安心。要是两国能联手制药，那大夏还不是囊中之物啊！太子妃，你意下如何呀？回父皇的话，这件事情儿臣难以胜任。顾景山脸色明显一沉，承蒙平宣王赏识，但本王妃只擅长救人，并不会制药，更不会制毒，这种事情还是交给别人吧。顾墨寒挑了下眉头，倒没想到南婉嫣居然堂而皇之的撒谎。他会毒，他是知道的，他堂堂战神在他手里吃过多少亏，他更是记忆犹新，但他不会揭穿南婉嫣的。这可是为国争光的好事，太子妃确定要错过这么个好机会？不会就是不会，是我没有本事。既然如此，那还真是可惜了。本王还以为太子妃医术高绝，会愿意在军营里大展神威呢。不过太子殿下是战神，太子妃若是加入了军中，夫妻二人合力作战，不仅其利断金，还能鼓舞人心呢。秦毅然根本不相信南婉嫣不会制药，制药方面本王妃没有什么兴趣，何况本王妃是见不得血腥的场面，也十分懒惰，不愿意上战场。太子，你说呢？父皇，儿臣以为这件事还是再商议吧。今日元辰佳节，本就是阖家团圆的时刻。再者，我们西野已经5年没有过战事，国泰民安，天下太平。此时起兵，恐会引起慌乱。如何慌乱？边境虽然是有动荡，但我西野兵强军盛，那些小小倭寇皆闻风丧胆，只敢试探，不敢真的挑衅，百姓们自然也不会惧怕。大夏虽然军力跟不上，但毕竟是大国，要是战事传出，百姓多多少少都会忧心惧怕，尤其是临近大夏边境的那些州县，到时候一旦开战，定会有不少百姓遭殃。所以儿臣认为这件事情还是有了足够的准备以后再说吧。他对顾墨寒的印象又好了几分，他的确是个为民着想的好将军。以后顾墨寒若是当了皇帝，应该是个明君。顾景山怒不可遏，手放在桌面上，桌布都被他给捏皱了。太子还真是因为本宅心仁厚，不负朕所望啊！儿臣如此行事，都是父皇教得好，日后儿臣定努力向父皇看齐。说罢，他又看向了秦毅然和秦慕白。眼下时候也不早了，平宣王和汉城公主一路舟车劳顿，今日便早些休息吧。明日本王再邀平宣王和公主一同游湖赏梅，看看我西野的美景。既然如此，本王就期待一下明日的游湖吧。朕也乏了，就依太子的意思，让天圣使臣们回去好好歇着吧，别的事情之后再议。恭送皇上。太子殿下，且慢。南婉嫣与顾墨寒正想走，但人多，一下子被冲散开来。南婉嫣抬头一看，是秦毅然。平宣王，太子妃，我家小妹有话和太子殿下说，太子妃不介意吧？怎么会呢？本王妃一直知道王爷招人喜欢，何况王爷素来克己守礼，不会做出唐突的事情来的。本王妃很放心。听南婉嫣这么夸顾墨寒，秦毅然的眼里闪过了一丝不屑。男人怎么可能忍得住不偷腥呢？汉城公主还有事？也没什么，就是今日我和太子妃比试很尽兴，走前我想再敬你一杯，毕竟除了我兄长，我还从未见过像你这样完美的男人。喝酒就不必了，公主尽兴就好。不早了，本王还有事，公主自便吧。太子殿下，我不过是想敬你一杯罢了，你何苦处处拒绝？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女子，你方才当众拒绝了我，我已经够伤心了，现在你一再推诿，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还是说你怕我下毒？说着，他突然将手里的一杯酒一饮而尽。看见了，没有毒。本王不曾怀疑过公主，也祝公主早日觅得心仪之人。说完，顾墨寒一饮而尽，秦慕白的眼里闪过了一抹冷光。你方才去哪儿了？为何不等本王？是你自己走得太慢，磨磨蹭蹭的不知道在干什么。要是耽误了接2个小丫头回府的时辰，我可跟你没完。说罢，转身朝着鸾凤殿走去，快步跟上他。你怎么这么晚才出来？人多，本王觉得吵闹。很快到了翼王府，他的胸口蓦然间剧烈疼痛起来，小腹里有一股火猛然窜上来，浑身的燥热来得那么汹涌。今日南婉嫣也累了，他并不想惊动他，于是秘密地召来了府医。这什么？回王爷，
这不是一般的药，老奴认为恐怕还掺了蛊，这怕是无人能解呀。此蛊无解？是又不是，此药是普通的媚药，但下了合欢蛊，若是与女子欢好，便不会有事；但若不与女子，恐怕会说会暴体而亡啊！王爷，竟然如此厉害！顾墨寒仔细的回想，除了秦慕白递给他的那杯酒，他想不到还有谁敢给他下毒。真是好恶毒的女神！王爷，合欢谷等不得，王妃和侧妃应该都有空，不若奴才去给您将王妃或侧妃喊来。闭嘴！区毒蛊，本王何惧？你下去吧，此事若声张，本王便将你碎尸万段。是。连滚带爬的出了屋子，屋子里顾墨寒还在和蛊毒对抗，难受的泡在冰冷的水里。可他满脑子都是南婉嫣，他想去找南婉嫣，但他知道去了也是无济于事。平日里亲南婉嫣一下，他都气恼的要命，又怎么肯跟他行房呢？再忍一忍就好了。而溥仪出了院子后，偷偷摸摸的溜进了竹兰院里，将这一切都告诉了云雨柔。当真？千真万确。但是云侧妃，王爷说了，这件事情不能声张，要是被发现了，老奴性命堪忧啊！慌什么？要是事成，我翻了身，你还能丢了性命？说罢，阴狠的一笑，眼里都是诡计。侧妃，王爷这次中的药性猛，恐怕会让您吃点苦头啊！只要能和王爷成事，其他的都不重要。别废话了，本王妃要去伺候王爷了。但他不会知道，原本在屋里泡冷水的顾墨寒，却已经浑身湿漉漉的出了门，往香林院走去了。顾墨寒，你干什么？有话好好说，你先放开我！顾墨寒突然停下了脚步，目光灼灼地盯着他，一把脉瞬间明白了什么。你被人下狠手了。顾墨寒却突然抓住了他的手。南婉嫣，这药好解也不好解，你愿意吗？什么？你现在神志不清，说的都是胡话。我现在有点事儿。可突然间，顾墨寒强硬地凑近他，距离一下子拉近，他的呼吸都是灼热的。南婉嫣吓得一个机灵，连忙脱身向后跑。我真有点事儿，你找别人吧，我先走了。他还没来得及跑，顾墨寒就点了他的穴位，不费吹灰之力的直接将他柔弱无骨的腰给搂住了。顾墨寒，你放开我！南婉嫣，跟本王待在一起，当真就这么令你不悦吗？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你现在需要的不是我，要不然你再让我看一下，我来研究一下这个毒怎么处理。不行，你还有大把的女眷呢，你喜欢哪个都可以要哪个。顾墨寒脸色突然难看了，冷喝一声，点了南婉嫣的哑穴。本王只要你。说完，猛地将南婉嫣扛在了肩头，回了院子，粗暴的一脚踹开了房门。南婉嫣被顾墨寒粗暴地扔到床上，顾墨寒已经是神志不清，早已经忘记他点了他的穴道，他才乖巧。婉嫣，乖乖待在本王身边，好不好？从前本王做错了很多事情，也识人不清，但往后本王只会对你一心一意，本王会对你很好，很好的。本王喜欢你。情话绵绵的，南婉嫣简直震惊了，她怎么知道顾墨寒竟然喜欢她？不可能吧？他中的究竟是什么蛊毒？竟然还有祸乱心神、错乱神经的功效。但是很快，南婉嫣就没空瞎想了，她疼死了。顾墨寒则以为还在梦里，他终于如愿以偿的得到了他一直想要的。而屋外早已赶过来的云雨柔泪流满面，她满心欢喜的赶过来，却没想到到了院子就听到了顾墨寒对南婉嫣表明心意。凭什么？南婉嫣她凭什么可以得到顾墨寒的喜欢？过了好长时间，屋内的声音终于停下了。顾墨寒终于沉沉的睡去，被顾墨寒折腾得很惨。他咬着牙撑着床起身，恶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又气不过，用力地往顾墨寒的身上砸了很多拳。王八蛋，禽兽！南婉嫣慢吞吞走到了门边，感觉自己肯定受伤了，咬牙切齿推开了门，要回去上药。门外，云雨柔的眼睛都要哭肿了，连忙躲了起来。南婉嫣竟然就这样走了，她不等王爷的怜爱吗？一把撕开自己的衣裙扔到地上，然后俯身伸手，瞬时间有殷红的血迹染红她的手。云雨柔无声的落泪，却笑得撕心裂肺。她从没想过自己会是这样破的身，没和顾墨寒圆房，而是她自己弄破的，真是天大的笑话。
看看昏睡的顾墨寒，他径直爬上了床，躺到他的身边，抓着顾墨寒的手，狠狠在自己未痊愈的伤口上抓得血肉模糊。南晚烟不要顾墨寒，我要。他不管明日醒来南晚烟会不会跟他争，但今晚他要以假乱真，让顾墨寒相信昨晚他就是和他圆房了。翌日，顾墨寒从梦中惊醒，本王没死，那昨夜本王和南晚烟真的……云雨柔虚弱娇柔的声音拉回了他的思绪。王爷，您醒了。顾墨寒的瞳孔狠狠的一震，有些难以置信地朝着身侧看去。顾墨寒一个翻身坐起，扯过被褥盖在了云雨柔的头上，再将她的衣袍套在她的身上，可他却看到床上那刺眼的一抹红色。不可能，你怎么在这儿？云雨柔扯下盖在头上的被子，一下子变得有些委屈。王爷，您难道不记得了？昨夜您和柔儿，您昨夜不知道为何对柔儿毫不怜惜，这伤口都是您抓的，王爷难道就不管柔儿了吗？柔儿现在真正是您的人了，王爷。闭嘴！昨夜本王带回来的难道不是王妃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顾墨寒不仅心乱了，甚至有些慌。倘若他真的和云雨柔圆房了，那他就不干净了。霎时间，和南晚烟的约定也好，南晚烟口口声声说的选男人的标准也罢，他都不符合了。王爷，昨夜您确实带了王妃回来，柔儿来找您的时候正好看见了，但您和王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两个人突然在院子里吵了起来，连房门都没进去。当时王妃很是生气，您不让她走，她就踹了您，还打了您一巴掌。柔儿当时担心您，想过去看看您的，结果直接被您拖进屋子，然后就……越说顾墨寒的脸色越发的阴鸷冷凝，极力克制自己的怒意。抛开南晚烟，你为何会出现在西风院？柔儿昨夜听闻您的身体不适，这才赶来的。柔儿只是着急忧心您的情况，还请王爷原谅。柔儿知道，因为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多有生疏，没有伺候好王爷，但柔儿以后定会好好学的。王爷，你出去。王爷，您是因为柔儿昨夜表现得不够好，嫌弃柔儿了吗？您后颈的伤口，柔儿不是故意抓的，因为实在太难受了，才会忍不住的。顾墨寒的俊脸瞬间更冷了。云侧妃，本王应该早就同你讲清楚了，本王与你没有感情，是绝不可能有未来的。何况你早已经变了，你再也不是昔日救下本王的雨柔了。这段时间以来，本王也多次警告你，你不仅不安分，如今你简直是在挑衅本王的底线。这件事情本王会调查清楚，倘若本王真的欺负了你，也会妥善处理。但本王现在不想看到你，出去，别让本王说第3遍。王爷。云雨柔顿时不敢再说，跌跌撞撞的下床，捡起了地上的衣裳，胡乱的套好掩面，哭哭啼啼的跑了出去。全程顾墨寒都别过脸去，没有再看他一眼。南晚烟，他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推开他吗？竟这样将他丢下了。云侧妃，您这是怎么了？王嬷嬷，柔儿昨夜伺候了王爷，但柔儿经验不多，须是惹得王爷不快了，所以这才把柔儿赶了出来。一时间，所有人都八卦地竖起了耳朵。王爷也真是的，您是个姑娘家，这种事情怎么着都该对您好一点。您别担心，老奴去跟王爷说说，您累了一晚，先回院子休息吧。多谢王嬷嬷了。为何王爷临幸了侧妃，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呢？与此同时，香菱院里，要了命了！南晚烟一边绞着眉头，痛苦地咬牙说着。掀开衣裙检查，发现并没有什么异样。再看自己的脸，除了嘴唇过分的红润，一如往常，不过锁骨的旁边有一道淤青。南晚烟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昨夜睡姿不好滚下床了，又或者自己做了什么梦缺男人了。香玉，你在吗？王妃有何吩咐？我就想问问，昨晚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他怎么一点也记不起来？什么都没发生，就是王爷喊您出去了一趟，但您很快就回来了，就没了。仅此而已。我知道了。既然他们都这么说了，那应该没什么事儿吧？奇怪，我记得我昨日带着进宫了呀。香玉，父皇赐给我的玉皇丢了，
你帮我在院子里找找吧。好的，王妃，包在奴婢身上吧。王妃出事了！怎么了？今日一大早，云侧妃哭哭啼啼从王爷院子里跑出来了。然后呢？然后奴婢听在场的下人们说，云侧妃是因为昨夜跟王爷圆房没有伺候好，王爷才大发雷霆将她赶出来了。当时云侧妃在西风院外哭得撕心裂肺，王嬷嬷都忍不住上去安慰了几句，然后去找王爷说情了。但后来他们说王嬷嬷的脸色也很不好，像是被王爷训斥了。顾慕寒竟然和云雨柔圆房了。香莲姐姐，你是不是听错了？王爷怎么可能跟那云侧妃？王爷这么做怎么对得起我们王妃啊？王妃，这件事情一定有问题。那个云侧妃本来就居心叵测，不是好人，一定是她使了手段。你别太伤心了。没事，南婉嫣虽然心里在意，膈应不说，甚至有点暗藏着的怒意，这是迟早的事情，你不用这么愤愤不平的。况且王爷跟谁圆房我也不在乎，反正过不久我就要跟他和离了。不行不行，王妃您千万不要生气，中了云侧妃的圈套，王爷这一次一定是被云侧妃给蛊惑了才会。这件事情是我和顾慕寒早就商量好的，他也同意了。别哭，其实我的底线很明确，我容忍不了自己的男人和别的女人勾勾搭搭的。顾慕寒现在是准太子，有正妃和侧妃，以后还会有三宫六院，跟别的女人圆房这件事很正常的。可惜我不是什么心胸宽阔的人，我讨厌三心二意的男人，所以跟王爷和离是最好的选择，也必须和离。这时门外传来了于峰战战兢兢的声音：王妃，王爷来了。于峰胆怯地回头看了眼身后的顾墨寒，男人一脸阴鸷，狭长的凤眸微微的一眯，不见。顿时顾墨寒心里的火气和烦躁更甚了，他刚想强行进屋，不想香玉和香莲二人刚好红着眼推门出来。王爷，王妃之所以口不择言，都是因为得知您和云侧妃圆房了，所以……瞬间顾墨寒心里那股火就被压了下去，不仅不那么气愤了，反倒心里有些慌张起来。南婉嫣既然已经知道了，难道就没什么想说的？薄唇紧抿着，强硬地推开房门走了出去。我都说了不见你。紧随其后的是一盏带着劲风直直朝他而来的茶杯，顾墨寒眼疾手快地接住，蹙着眉将它原封不动地放回到了桌上。南婉嫣，本王和你解释清楚，本王昨夜被人下了蛊，溥仪说了，这药只能找人解，否则就会爆体而亡。之后本王神志不清，也不知道会出这样的事情，包括不知道云雨柔怎么进的院子。你不需要跟我解释，大家都是成年人，你既然已经做了，就该对别人负责。现在跑来找我干什么？本王来找你是因为有件事想要确认，昨夜本王是不是将你带走了，而后我们二人是不是在院外发生了争执？你可还记得当时的情况？他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死心，是又如何？反正我很快就回来了。很快？那你今早起来身体有没有异常？这话问到了南婉嫣的心坎上，但她不记得昨夜发生了什么，现在又听说顾墨寒和云雨柔圆房的消息，虽然狐疑，但还是冷笑一声，语气里带着嘲讽。很不巧，我的身体好得很，一点异样都没有，但是我听说云雨柔被你折腾得哭了好久，你该去问问她啊。本王在问你，昨夜你离开了，但是不是半路折返，又回了本王的屋子？他记得十分清楚，屋子里的那个人，他怀里的人就是南婉嫣。但他若是再否认了，那我在不在你的屋子里，云雨柔会不知道吗？他到底是几个意思？和云雨柔做了那档子事儿，为什么要一直缠着我问个不停？我看起来很想知道他们昨晚发生了什么吗？他越问他就越烦，他原本那颗还抱有一丝希望的心也一点点的变成了死灰。他甚至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真的神志不清，把云雨柔当成了南婉嫣。他抓过了南婉嫣的手腕，看着她的眼睛。昨夜的事情，这件事情是本王做错了，本王当时是把他错当成了你，才会那么不管不顾。你不知那个毒蛊并非是寻常药，本王真有些神志不清，没什么理智和自制力。本王现在唯一确定的就是在丧失理智之前去找了你。冷笑一声，嫌恶地抽回了手，眼里都是恶意。别碰我，脏死了，脏死了。瞬间顾墨寒的眉宇凝上了一层冰霜，周身带着冷冽的煞气和压抑的怒火。下一刻猛然钳住了女人的皓腕，将她扯进了怀里，低头重重地吻住了她。南婉嫣的瞳孔紧缩，呼吸瞬间就被她给掠夺了。在这一刻，她只想困住她，甚至占有她。
突然唇上骤然一疼，顾慕寒被人狠狠地推开，紧接着一声清脆的闷响划破了沉寂。南婉嫣狠狠给了顾慕寒一巴掌。你是疯狗吗？你还有没有理智？男人抬手指腹摸了摸唇，有鲜红的液体在指尖上。气撒完了，撒完了就用早膳吧，待会儿还要和天圣国的使臣游湖。用不着你管。顾慕寒却是充耳不闻，自顾自地坐到了桌边。先用膳。滚！我现在不想看到你。顾慕寒却旁若无人，倒了2杯水。早上想吃什么？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是这么死皮赖脸的人呢？我有说要和你一起用膳吗？香玉。王爷王妃，请问有什么吩咐啊？去准备早膳，本王和王妃要在屋里用膳。是，奴婢这就去准备。香玉重重地蹙起了眉头。王妃明明回来的很晚，有行房，也是王妃和王爷吧？香玉百思不得其解，想弄清楚事情，但眼下还是去拿早膳去了。顾慕寒，你一再挑战我的耐心，你是不是不想合作了？本王从未说过不合作。既然你要合作，那现在就滚出我的屋子。只要你现在离开，我还是会按部就班的治疗沈乙和宜妃，帮你夺权。否则，我现在就带2个小丫头走。顾慕寒如鲠在喉。南婉嫣，其实你是在意的吧？所以才会这么生气，才会这么容不得本王。那都已经不重要了，我不会挑战我定下来的底线。你从很早之前就出局了，昨晚你和云雨柔发生的事情，只能验证我的决策是对的。赶紧走，不要烦我。本王可以走，但走前有些话要跟你说清楚。本王和云侧妃的事情不会有后续，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本王也会查清。你没有必要跟我解释，我从来没有限制过你的自由，只要不违背合作的意愿，都是顺着你的，配合你的。但是顾慕寒，你真的让我很失望，你总是在毁约，这是我最后一次信任你，下次若是还毁约再碰我们之间什么都不要谈了，我一定会离开的。闻言，顾慕寒的凤眸紧紧的一锁。本王一会儿来接你去游湖，记得用早膳。说罢，满眼阴鸷的推门走出去。早知他满心满眼的都是合作，昨夜他又何必考虑南婉嫣的感受，直接强硬的将她睡了又如何？她是他的女人，是他的合作者，不会容许南婉嫣半路跑了，更不会将云雨柔认成南婉嫣。顾慕寒的眼神冰冷如刀，深利可怖。端着早膳回来的香玉也看见了，忍不住有些哆嗦。王妃，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您就别再生气了，气坏了自己的身子也不值得。而且奴婢看王爷的反应，他也真的没有料到会和云侧妃，或许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否则王爷也不会今日一大早就将云侧妃赶出院子，更不会直接来找您了。我不生气，我没什么可生气的，不过我需要你去帮我了解清楚，所以云雨柔到底是怎么爬上顾慕寒的床的。啊，奴婢这就去查。没想到各位今早来的这么早，竟是本王和王妃来迟了。不晚不晚，六哥六嫂来的时辰刚刚好，我们也刚刚才到。顾慕寒看了顾墨灵一眼，眸色渐深，又看向了秦慕白兄妹。既然大家都到了，那就上画舫吧。今日本王替父皇宴请各位天圣使臣，在画舫上游湖宴饮，若有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各位见谅。早就听闻西野的孽湖是人间仙境，今日一见，果真如此啊！秦慕白没有吭声，仔细地观察着顾墨寒和南婉嫣，但想到那蛊毒，都能猜到南婉嫣昨日应该受了不少的欺负。哼，这南婉嫣狂，今日这么难受，还要陪他们游湖，难受死了吧？想到这儿，秦慕白的心里不免有些幸灾乐祸。南婉嫣走得缓慢，六皇嫂，你是不是身体不适？顾墨寒朝南婉嫣看过去，眼神多有探究。没事，血小了，走得慢。实际上他浑身不舒坦，感觉哪儿都疼，但是又不能回家躺着。顾墨寒也没瞧出南婉嫣和平时有什么不同，但多看了他的鞋子2眼后收回了视线，因此秦慕白一直找不到机会和顾墨寒说话。他鼓了鼓腮帮子，直接一不做二不休，蹭到了顾墨寒的跟前。太子殿下，您一直在说美景，却不曾说美食，不知道你们天圣有什么特别好吃的东西，也给慕白介绍介绍吧。南婉嫣瞥了秦慕白一眼，汉城公主的爱慕之意都快要溢出来了。她心头冷笑一声，这小公主怕是以为自己下的毒天衣无缝，还上赶着找顾墨寒刷存在感。顾墨寒可不是什么好人，下毒的事情显然让顾墨寒不悦了。果然，顾墨寒连个好表情都没有。今日游湖为主题，本王说的自然是美景。若公主喜欢美食，本王的七弟博学多才，可以让他和你介绍。秦慕白被呛得说不出来话了。慕白，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美食怎么能问太子殿下？太子殿下能征善战，问他在战场上的东西，他了如指掌。可若问起美食，
他又怎么懂这些？你应该问太子妃。顾慕寒却抢了他的话茬。平宣王，婉嫣擅长医术，对美食也不太懂，别为难他介绍了。本王妃确实不太懂，还请平宣王见谅。秦慕白看着顾慕寒这么护着南婉嫣，心中不平。那还真是太可惜了。忽然水中窜出了一众蒙面的黑衣人，带着滔天杀意，直接刺向了顾慕寒等人。顾慕寒立即反应过来，一把将南婉嫣护在身后，利落地斩杀了2个刺客。南婉嫣跟在本王的身后，来人，保护好平宣王和汉城公主。南婉嫣被他抓的身子踉跄了一下，神色却有些古怪。好痛啊！刀刃划过了秦慕白的肩头，顾慕寒眼神一变，将刺客狠狠地一拽，将秦慕白护在了身后。霎时间，不少的刺客纷纷朝地上投掷着烟雾弹，所有人都跳入了水中逃离了。追！是。皇家侍卫们立即应下，齐刷刷地朝着烽火林而去。秦毅然快步来到了秦慕白的身边。慕白，你没事吧？秦慕白看着顾慕寒那俊美如丝的脸，都忘记反应了。我没事，太子殿下，既然你救了我一命，我定要报答你的。顾慕寒一下子抽回了衣袖。举手之劳，公主不必报答。秦慕白却赖上顾慕寒了。这可不行，你既然救了我，那我就该报答你，不如会以身相许怎么样？公主莫拿婚姻大事开玩笑。顾慕寒的眸底闪过了一丝嫌恶，下意识看了眼南婉嫣，见他毫无反应，火气瞬间涌上他的心底。秦慕白都这么明目张胆了，南婉嫣都不知道维护他吗？每一次都这样，这一次他不会容忍他再置身事外了。顾慕寒直接强硬地拉住南婉嫣的手腕，将她带到了秦慕白的身边。汉城公主受了伤，你给她看看。好。秦慕白眼睁睁地看着顾慕寒将南婉嫣带到他的面前，心里暗暗的发恨，却有些不解。他知道南婉嫣肯定没有昨夜的记忆，那蛊虫的作用就是这样的，但现在看着怎么好像连顾慕寒也失忆了一样。他难道不知道南婉嫣现在很难受吗？既然这么不怜香惜玉，粗鲁对待，还硬是要让南婉嫣给我看诊。没想到太子妃和太子也不是我想象中那样的关系。南婉嫣疑惑地看了秦慕白一眼。本王妃与王爷的关系向来很好，不知道汉城公主想的是什么样子的。好，那倒确实是挺好的。这针扎的可有些疼，公主最好忍一忍。我受了外伤，你扎针做什么？你看，你这伤口发黑，万一中毒了呢？要是不扎针，或许会坏死的。不过公主要是不愿意，那就算了。秦慕白有些不服气。别胡闹，听太子妃的。哥哥，这有没有毒他不知道吗？可话还没说完，钻心的疼痛陡然从肩膀上传过来。这哪里是一点点疼，南婉嫣这分明是下了死手，还正好刺入他的穴位。哥，他的医术好差，弄得我好疼。大夫看诊手段方式都不同，你忍忍吧。我劝公主不要乱动，否则我不小心扎到别的地方，那可不仅仅是疼那么简单了。用不着太子妃，我自己就能治。你对我做了什么？我都说了，让公主不要乱动。现在好了，血止不住，这可如何是好？她是故意的，给秦慕白一个教训。这女人果然厉害，不过是随便摆弄了2下，竟让慕白都不知所措了。顾慕寒板着一张脸，深邃的凤眸里波澜不惊。这个女人似乎比我想象中要可怕得多。太子妃，乔妹今日毕竟是在西野受的伤，还请太子妃务必治好慕白。平宣王不必担心，本王妃会治好汉城公主的。说完，他又取出了另外几根银针，强硬地掰开秦慕白的手，对准了几个穴位，刺了进去。秦慕白疼的瞬间变了脸。太子妃，慕白的伤口处理得如何了？处理好了。哥哥，我快疼死了！太子妃看上去温善，连包扎都使劲呢，也不知道我哪里惹着她了，竟让她这么对我。汉城公主，本王救了你一命，本王的王妃也帮你治疗了，你不知恩图报就算了，怎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谎称本王的王妃欺负你？汉城，休得无礼！本王和父皇平日里是怎么教育你的？你在天圣骄蛮任性就算了，现在把脸丢到别国来了，本王不会惯着你。知道了，对不起，是我太计较，对太子妃出言不逊了。慕白向太子妃道歉。公主今日也被吓到了，平宣王就带她回去好好休息吧。这是自然。天圣的人走了，南婉嫣也不再装了，看了一眼顾墨寒。王爷，臣妾在车上等你。说罢就转身下了画舫，左手护着右手，
眉头紧皱着。刚想跟着南婉嫣离开，顾墨玲就摇着桃花扇，语气十分恭敬和钦佩。刘哥，今日出了这样的意外，还真是辛苦刘哥了。希望无影阁那群凶凶极恶之徒能够早点被捉拿归案。这是自然，今日有人利用无影阁妄图伤天圣的人，显然是想让西野陷入不利之地。本王绝不会让奸贼得逞。何况父皇派本王来宴请天圣使臣，护卫他们的安全就是本王的责任。刘哥说的是。七弟早点回府吧，最近可能不太平。是。顾墨寒直接下了画舫，转身的一刹那，眼睛是温润，瞬间凝结成冰，朝着王府的马车走去。而在他的身后，顾墨玲看着他的眼神也渐渐的变得阴鸷起来。南婉嫣绞着眉头，撸起袖子才看见右手一片发黑。南婉嫣，你受伤了？不用你管。是不用本王管，还是在置气？顾墨寒上了马车，干脆就坐到南婉嫣的身边，强势的命令道：手给本王看看。南婉嫣皱着眉头，我不想给你看。这话刚一说完，就被顾墨寒不由分说揽进了怀里。放开！这伤口怎么弄的？顾墨寒抓着南婉嫣的手，越看她的伤口越像是细微的针扎的，但刚刚的刺客明显是用刀剑的。南婉嫣，你不会是自己伤的吧？南婉嫣没吭声，表情难看。不管你怎么弄的，你自己是医者，自己不清楚，先救自己再救别人吗？你这手不想要了，亏你也有这么任性的时候。他的左手想要去拿药瓶，却用不上力气。顾墨寒见状，剑眉微蹙，半弯着腰，手臂跨过了南婉嫣的身体，够到了她左手边的腰。都什么样了，逞什么强？本王帮你。说罢，直接掀起他右手的袖子，看到他的胳膊都发黑了，眉头当即皱起来。他竟然没发现他受伤了，还让他去给秦慕白诊治。一瞬间，复杂的情绪在顾墨寒心里蔓延开来。疼吧，你得忍着。上药就上药，吵什么？他一下就看到南婉嫣的手腕处红青一片，语气顿时有些狐疑。你这淤青是哪儿来的？他恍惚有印象，昨晚他好像是很用力地抓着那个女人的手腕。难道他倒也想知道这淤青是怎么出现的，但是根本就没有印象。你上不上药？不上药就把药给我。顾墨寒盯着他疏远的眸子，薄唇动了动，最后还是忍住了，低头给他上药。与此同时，净禅院里，云侧妃，这种活还是让老奴来吧。王嬷嬷，您忙了这么久，辛苦了，还是柔儿来吧。王嬷嬷，王爷与王妃回府了，现在就在门口呢。闻言，云雨柔的身子一僵，很快就恢复如常。王嬷嬷却十分激动地朝外走，一边走一边说：老奴去接王爷和王妃，告诉他们这件好消息。云侧妃，您稍后片刻。王嬷嬷前脚刚走，云雨柔的眼神突然一冷，不甘地握紧了手里的帕子。王府里，王爷、王妃，娘娘醒过来了。这次清醒了好长时间，应该是彻底苏醒了。宜妃醒了，我们现在过去。好。母妃上次见到南婉嫣，情绪大动，很快便晕了过去。若是这一次也……几人很快来到了净禅院，进了屋子，王嬷嬷却发现没了云雨柔的身影。婢女看到几人，忙上前说：王嬷嬷，云侧妃刚才就回去了，说是侧妃说怕她留在这里，惹得王爷和王妃不太愉快。知道了。云雨柔来过，南婉嫣的神色一冷，并没有说什么。顾墨寒则是蹙紧了眉头。母妃，儿臣回来了。宜妃的目光只是在顾墨寒的脸上扫了几眼，便转向朝他走来的南婉嫣。王爷，宜妃娘娘这有些急迫的模样，难道还是接受不了王妃是丞相府嫡女的身份，想把王妃给赶走？顾墨寒见宜妃这副态度，也不由得拧起眉来。母妃应该还是怕南婉嫣的吧？当年丞相府害得母妃那么惨，南婉嫣又是丞相府的人。他望向了南婉嫣。母妃这里有王嬷嬷照顾着，你先回去吧。南婉嫣知道这些人都在想什么，我会尽快让母妃开口说话的。说完，他便转身走了。顾墨寒看着南婉嫣离去的背影，冷锐的凤眸微微的眯起，眼底藏着翻涌的心绪，说不清道不明。宜妃也盯着南婉嫣，直到南婉嫣的身影消失。王爷，老奴有些话想跟您说。顾墨寒皱着眉，跟着王嬷嬷去了角落里。王爷，虽然老奴知道这些事情说出来不太合适，但为了宜妃娘娘，老奴还是想斗胆说几句。老奴心疼宜妃娘娘，不想让她总是受刺激。毕竟王妃再怎么说都是丞相府的人啊，如今的好不容易苏醒，就不要总是让王妃出现在娘娘面前了。还有啊，您多花点心思
在云侧妃身上吧，毕竟她也是您的女人，又善良又孝心。方才宜妃娘娘见着她，并未排斥她。顾墨寒修长的手指攥紧了，俊脸上看不出丝毫的感情。他明知道王嬷嬷说的没有错，但他却不想这么做。他已经放不开南婉言。本王的家事，本王自有定夺。王嬷嬷以后照顾好母妃便是，其他的别再插手。云侧妃也是，若她以后还想来静禅院，一律拒绝。母妃需要静养，不需要什么人都来母妃院子里插一脚。老奴失言，今后不会再犯。您嘱咐的，老奴明白了，以后也不会再让云侧妃进静禅院。起来吧，按照王妃的吩咐，好好照看母妃。说完，他转身离开了。王妃，本来这些东西应该在昨夜守岁的时候就给您和2个小郡主的，但在下和允明来的时候，您已经离开了院子，我们也就没再等，先一步回了屋子。说罢，莫离从怀里掏出了2块玉佩，递给2个小丫头。这是在下送给王妃和小郡主的新年礼物，一定要收下。我出去了很久，香玉不是说我只出去了一会儿吗？娘亲，莫先生手里那2块玉佩好漂亮，我们能收吗？莫先生，这玉佩只是在下的家乡之物，算不上过于贵重，王妃就让小郡主们收下吧。莫雨明看了看莫离手上的玉佩，眼底掠过了一抹深色。这可不是普通的玉佩，而是……既然是莫先生的一片好意，婉婉就不要再拒绝了。那就多谢莫先生了，这段时间2个小丫头也麻烦你了。说着，他伸手接过了那2块玉佩，仔细地瞧了瞧，下一刻眸子却忽然震了震。莫离送的玉佩色泽红润，雕工不俗，一看就不是寻常的物件。最让他诧异的是，原主的印象里似乎见过类似的玉佩，好像就是原主娘亲所佩戴的玉佩。难不成莫先生和原主的娘亲有什么渊源？不可能吧？还不快谢谢莫先生！谢谢莫先生。南婉燕的星眸一瞬不瞬地盯着面前的莫离，带了几分探究。这一幕被赶来见南婉燕的顾墨寒看得清清楚楚。顾墨寒瞬间十分的吃味，他3步并2步向前，朝南婉燕走去。他猛地就搂住了南婉燕的细腰，紧紧揽入了自己的怀里。王妃在看什么？院子里能看什么？王爷不是和母妃待在一块吗？怎么来我的院子？毕竟是大年初一，本王给闺女们送礼物。况且莫先生一个外人都来的，本王来不得。舅老爷和莫先生是来送礼物的，先来后到，你是后边来的。你不仅要好好的排队，还不许凶莫先生和舅老爷，知道吗？阿姐说的对。顾墨寒低头看着2个圆滚滚的小丫头，霎时间心里一软。本王何时凶他们了？顾墨寒的注意力被转移，南婉燕趁机从他的怀里脱身。莫先生是来给2个小家伙送礼物的，他是2个小家伙的师傅，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怎么能算是外人呢？我看王爷也不像是来送礼的，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就请回去吧。本王当然有礼物要送。他低头盯着小蒸饺和小包子稚气未脱的脸，蹲下身来。南枝、南晓，这是我们认识的第1年，爹爹以前没有好好的照顾和陪伴你们，往后会加倍补偿你们。愿本王的女儿们开心无限，健康永远，一直无忧无虑下去。小蒸饺、小包子手里就被塞了一锭金子。过年的礼物不能抗拒，如果怕弄丢，可以交由你们的娘亲保管。小蒸饺、小包子当即看向了南婉燕，收下吧。不得不说，顾墨寒对孩子确实是大方。谢谢王爷。2小只都没有喊父王，显然还是生气的。顾墨寒的心里狠狠地被一刺，缓缓站起身。莫先生，本王有话要同你说。说罢，他就转身进了客厅。莫雨明立即蹙眉，莫离却是波澜不惊，看了南婉燕一眼。王爷，2个小郡主还等着在下传道解惑呢。要是王爷叫在下来，只是想看在下的话，何必浪费时间？在下给王爷画张像，如何？顾墨寒突然冷笑一声。莫先生说话这么放肆，若今日换做旁人，先生有几个脑袋都不够砍的。王爷还是说正事吧。本王可以许你1万两白银，你即刻离开本王的王府，从此不得踏入京都半步。王爷，在下云游四海，从不看重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在下只是很喜欢当2位小郡主的先生。您这1万两白银还是收回去吧，在下难以从命。没想到莫先生年纪轻轻，竟有这般定力，真是非等闲之辈。莫离到底是谁？目的又是什么？哼，王爷谬赞了，在下不过是看得多了些，空会说些大道理。不过不管王爷说什么，在下都不会主动离开的。在下与2位小郡主很是投缘，聊得也甚是投机，不舍得离开。
其实在下很困惑，身为父亲，王爷难道不望女成凤吗？王爷屡次想赶走在下，不愿在下教授小郡主们真才实学，王爷是在怕什么？顾墨寒广袖里的拳头骤然握得发白。本王有什么好怕的？王爷如果不怕什么，何必像一只惊弓之鸟般总与在下过不去呢？在下只是喜欢传道授业解惑罢了。何况世上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有的人纵使你千方百计赶走，也会留下来。而有的人，就算你费尽心思想要将他留下，他终究会离去，这都是命中注定的。王爷又何必强求呢？这话直接戳中了顾墨寒的心事，谈话无疾而终。莫离拱手告退了。您回来了。莫雨明看到莫离那一袭高大清冷的身影，担忧之色这才缓和下来。翼王是不是怀疑那件事情与我们有关了？我们做得很干净，他查不到的。那翼王找您所为何事？无非是他慌了，现在草木皆兵，自乱阵脚，但他早就应该有自知之明，他是配不上他的。是，顾梦涵配不上婉婉。顾梦涵，你刚刚没有为难莫先生吗？你觉得呢？我不管你跟他谈了什么，都希望你不要再招惹我院子里的人。那位先生很有才华，有他教导2个小丫头，我很放心。你就再忍忍吧，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离开的，不会碍你眼太久的。王爷王妃，高管家求见，说是有事想找您，好像是什么人找到了。找到人了？莫非是？知道了。顾墨寒转身迈步出去，忽然又像是想到什么似的，望了南婉嫣一眼。跟着来吧。结果一出门，南婉嫣就看到高管家的身边跟着柔柔弱弱的云雨柔，粉面含羞。王妃，云雨柔故意走上前想行礼，走的时候却假意没站稳，一个趔趄，露出自己狠心抓伤的锁骨。哎呀，是柔儿失礼了。我就是跟王爷圆房了嘛，有什么好炫耀的？我们王妃都有2个小主子了。是，妾身怎么能跟王妃比？妾身毕竟是初次，不像王妃5年前跟王爷圆房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初次啊。是柔儿失言了，这件事情不该柔儿说的。看来南婉嫣是真的不记得昨晚的事情，真是天助我也。顾墨寒的脸色本就不好，听到云雨柔的话，眉头更是紧皱着，眼神如刀剜向了云雨柔。以前不见你这般长舌妇。云雨柔眼色一变，顿时没了话。等会儿南婉嫣就会失宠了。王爷，上次您吩咐老奴找的人已经找到，此刻就在院外候着。还真是找到南婉嫣的婢女了，她是唯一知道南婉嫣初次给了谁的知情人。顾墨寒的心顿时不受控制的狂跳起来。带进来。还不快进来！奴婢冬雪见过王爷王妃。冬雪，这不是原主的贴身丫鬟吗？在原主的记忆里，冬雪与他形影不离。他记得原主出嫁前，冬雪就被丞相夫人发卖出去了。顾墨寒找她回来干什么？你可知道本王找你来所为何事？奴婢知道。他抬起头，刚想看南婉嫣，却蓦然狠狠地镇住了。这位姿容绝艳的女人，还是我从前服侍的小姐吗？奴婢知道，王爷想过问5年前关于王妃婚前失贞的事情。既然你知道，那还不快说，5年前到底是谁那么不要狗胆，竟敢骗去了王妃的身子？顾墨寒竟然在调查这件事。王爷，您不知道，您不是应该早就知道了吗？如果顾墨寒不知道的话，南婉嫣现在怎么会过得这么好？顾墨寒知道，那不就是说传言是真的啊？那这么说来，果真是那个马夫了。他心中暗暗的冷笑，此言一出，顾墨寒周身气息愈发的冷凝。当然不是了，马夫这么卑贱，如何与小姐？当然是一位身份尊贵的人才对。难道王爷不知道？那他说还是不说合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叫他如何是好？南婉嫣的眉头越拧越紧，她实在不记得原主的初次到底给了谁。竟然不是马夫，而是身份尊贵的人啊！这王爷，柔儿原本以为王妃是个马夫啊，现在看来或许是另有他人了。倒不知道这身份尊贵在何处。他明显感觉到南婉嫣向他投来了一道凌厉的目光，但此刻的云雨柔根本不惧，相反还昂起了头，略带不屑地回瞪了南婉嫣一眼。到底是谁？当年王妃的初次就是给了您啊，王爷。奴婢一直以为您知道的。什么？王妃的初次竟然是跟王爷？众人陡然间都震愕了。顾墨寒狭长的凤眸狠狠的一震，直接愣在了原地。说什么？是本王？
难道是在5年前他被人暗算的那次？那次他中了毒，确实需要女人，但那晚他也没什么印象了。他只记得没有找女人，一直用内力排毒。第2天便顺理成章的以为他就是自己熬过去的，谁能想到竟是南婉嫣为他解了毒。南婉嫣都懵了，看着面前的东西，一时间分不出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你在胡说什么？王妃要是跟了王爷，他们能不记得？冬雪却急忙摇头。王爷，此事千真万确，奴婢要是有半句假话，不得好死。那一日本该是王妃的吉吉，所有人都在庆祝，可吉吉当晚，王妃却不知所踪。丞相府上上下下找遍了，也没有找到王妃的身影。奴婢担忧害怕，便跟着一群人出去寻找王妃。结果在城郊树林发现了衣冠不整的王妃。当时他正在暴揍地上躺着的一个衣衫凌乱的男人，边揍边骂一些奴婢听不懂的话。奴婢当时是害怕极了，想拉着王妃往外跑，借着火光还是认出了被揍的那个人，正是6王爷，也就是翼王殿下。奴婢也不知道王爷您是怎么跟王妃，总之你们就是在一起了。香玉听得云里雾里的，但立马一拍脑袋，反应过来，神色有些兴奋啊！所以王妃的身子从来不是给了别人，就是给了王爷。没错，我家小姐虽然性子差，但毕竟是丞相之女，如何会乱来？何况是贞洁这么重大的事情，更是与那什么马夫毫无关系。不过王妃失身那日，奴婢还发现王妃十分奇怪，像是中了邪似的，整个人的脾性、行事方式都变了一个人。王妃一直不肯跟着奴婢走，还嚷嚷着要让什么警察叔叔将王爷抓起来关进监狱。奴婢一面哭一面给王爷道歉，又想带着王妃走。当时王爷您还十分愧疚的让王妃打，说以后定会对王妃负责。后来王妃力竭晕了过去，奴婢就把王妃带回丞相府了。结果到了第2天，王妃就恢复正常了，跟从前没有区别，对吉吉失身的事情也一点印象也没有。顾墨寒听着，无温的凤眸里此刻充满了愧疚、欣喜，同时还有几分奇怪。他愧疚，因为他不记得当年的过往，一直错怪了南婉嫣，并且因为这个所谓的野男人对南婉嫣说过很多过分的重话，甚至还一度以为2个小丫头不是他的孩子。结果兜兜转转，他竟一直在跟自己吃味。冬雪居然提到了原主说了警察，还有送监狱，这绝对不可能是原主说出来的话。难道原主这副身体不仅是我穿越过，还有别人？霎时间，南婉嫣也有些风中凌乱了。袁以柔越听越不甘心。那你既然知道真相，又为何这么久都不说，白白让王爷和王妃误会了这么多年？你该当何罪？对不起，王妃，是奴婢贪生怕死。当初您失身的事情，不知为何被丞相夫人知道了，她一直让奴婢保守秘密，否则就要杀了奴婢全家。奴婢也是被逼无奈，不敢多说，也不敢说您是和王爷。后来您快要出嫁了，丞相夫人故意将奴婢发卖出去，奴婢就更不知道您的情况了，更不知为何会牵扯出什么奸夫来，都是奴婢的错，让王妃受委屈了。这下所有人都骇然。你是王妃的贴身婢女，自然会向着王妃，仅凭你的一面之词，不可信。不，奴婢说的句句属实，奴婢拿奴婢的孩子起誓。王爷，你要小心，不要被骗了。王妃或许是不想让您生气，故意收买了这个婢女，让她……顾墨寒的眼神好似刀刃，狠狠剜在云雨柔的脸上，语气充满了警告的意味。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这婢女不会有错的。当初他派高管家去查着婢女，暗中也重新安排了人手，暗中调查着婢女和监督高管家。是柔儿失言了。这时冬雪像是突然想到什么，要是不信，奴婢这里还有证物。说着，他忙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布包着的东西，小心翼翼地展开，递到顾墨寒的跟前。就是出事那夜，王妃昏迷前塞给奴婢的，说是那男人给她的信物。有了这个，再去找他，他定会负责。奴婢怕这个唯一的证据被丞相夫人发现，就一直偷偷藏着。南婉嫣看了一眼，对那物证没有任何的印象。高管家立马上前，看到那个做工精细的剑穗时，脸色却是变了。这不是当年宜妃娘娘亲手给王爷做的流云剑穗吗？没想到丢了这么多年，竟然在王妃的奴婢手里。王爷，您看。顾墨寒看到那布包里的东西，凤眸骤然一缩，情绪大动。这是母妃没出事前亲手为他做的，是他一直以来所佩戴在身上的信物，但是5年前不见了，他还以为是弄丢了，没想到是送出去了。
云雨柔还不死心。王爷，万一这是伪造？闭嘴，给本王滚！云雨柔的脸色更是煞白，难以置信地看着顾墨寒。是，柔儿这就回去。说着，转身逃也似的离开了。向玉，回屋。南婉嫣转身回屋，从头到尾都没有看顾墨寒一眼。今日冬雪道出了真相，他才知道原来原主的初次就是跟顾墨寒。可笑的是，顾墨寒却一直拿这件事情来伤害他，新仇旧恨霎时间一股脑涌上来。是王妃，现在王爷和王妃的误会解开了，王妃难道不应该开心吗？刚想完，就见顾墨寒绕过他，追上了南婉嫣，默不作声地跟着南婉嫣进了屋子。南婉嫣还没有意识到跟着他进来的是顾墨寒，他一直背对着顾墨寒，自顾自地收拾着床上的行李。香玉，那些首饰你帮我拿过来吧。顾墨寒薄唇紧抿着，他后悔了，后悔曾经这么对他，辱他不贞。明明他从头到尾就只有他一个人，明明2个小女娃就是他的孩子，他偏偏要质疑，他真的有罪。将首饰盒递到南婉嫣的手里，两人的手指相碰，顾墨寒下意识就抓住了他的手。南婉嫣，别走！南婉嫣的心狠狠一跳，偏头看向了身旁的顾墨寒。你怎么在这儿？你什么时候进来的？一把甩开了顾墨寒的手。我说了，别碰我！顾墨寒心中一梗，猛地伸手抱紧了南婉嫣的腰，将她的后背牢牢锁进了自己的胸膛。他一向不擅长处理男女间的感情，面对南婉嫣他有愧，可他不知道怎么哄人才好，只能笨拙地将她困在身边，不想让她走。他舍不得，不知真相前就舍不得，知道真相后更加无法放手了。婉嫣，本王知道你现在很厌恶本王，以前是本王误会了你，本王向你道歉，真的对不起，是本王不好，辜负了你。顾墨寒，我不在乎以前你怎么想我，你跟我道歉我听见了，但现在我们只是合作关系，原不原谅你我还没想好，而你也没有资格决定我的去留，放手。婉嫣，你是本王的妻，本王今生都不会让你走。顾墨寒，你可要想清楚违约的后果。你说你对我有愧，就像现在这样死缠烂打，毁约毁信誉吗？而且你好奇怪，我第一次是不是跟你对你影响有那么大吗？你怎么一下子就变了？婉嫣，顾墨寒环住他腰间的手臂十分的用力，仿佛要将南婉嫣融进自己的身体里。忽然顾墨寒松开了手，将他身子转过来，南婉嫣还没来得及反应，眼前阴影就压下来，唇被他给吻住了，很用力，拆穿入腹的用力。南婉嫣眸子倏然一紧，眼底写满了震惊。他呜咽着想要推拒他，却反被顾墨寒强势的搂着，一边吻他一边逼着他后退，最终被他压在了桌子边。顾墨寒克制不住，也不想再克制了，他想要竭尽所能的补偿南婉嫣，他从来没有这么渴望过，他的人和他的心他都要。刚好顾墨寒意乱情迷，他才一把推开了他，重重的给了他一巴掌。顾墨寒，混蛋！抱歉，是本王太激动了，滚出去！门口突然响起了一阵急匆匆的敲门声。王爷，王妃，沈侍卫那边有异常。闻言，南婉嫣神色立即变化，知道了，我们马上过去。南婉嫣径直走进了屋子，直接关上了门，对门外的顾墨寒冷声说：“你在外面等着。”他现在没有心思跟顾墨寒计较，因为沈宇一旦醒来就能带来真相。你有什么需要，喊本王即可。南婉嫣没理他，朝沈宇走去。沈宇躺在床上，眼皮急速跳了几下。他先给沈宇服用了神经恢复的药物，找到刺激沈宇神经的几个穴位，扎了进去。沈宇，你该醒了。沈宇。终于，沈宇的眼皮子动了动，十分吃力的缓缓地睁开。他好像是做了一场梦，梦里自己身陷囹圄，被困在黑夜里，怎么都出不来，瞳孔骤然一缩，像是有千言万语要对他说一般，双手都有些颤抖。沈宇，你终于醒了，别急，你现在已经没有大碍了，但躺的时间太长，脑袋上的伤还没有痊愈，很多身体机能还没有恢复，会比较虚弱。有什么话你就慢慢说，我听着。多谢王妃救命之恩。只要你能醒过来就好，我们很多人都很担心你，小正甲和小包子都很记挂你。沈宇的眼睛里湿润润的。沈宇，你还记得你受伤那日究竟是谁对你下的毒手？沈宇瞬间沉了脸色，眼眸里都是暴怒和被背叛的恨和痛。高管家阴险的脸，浓郁的杀气仿佛就在眼前。是高管家和云侧妃。果然是合谋。那当时是什么情况？高管家和云雨柔怎么会突然要杀你？是你查到什么重要的事情吗？是，王妃说的不错，当初属下查到在外面散播小郡主是野种谣言的人正是云侧妃，她将信件交给了城里的一个乞丐，那乞丐全都招了，而且
属下当时还查到一件事情，关乎您和王爷。南婉嫣对此事也有猜测，不然2个小丫头的身世是暴露不了的。你还查到了什么？当年救了王爷的人并非云侧妃，而是您。王妃，您才是王爷的救命恩人。你的意思，云雨柔并未救过顾墨寒？是。王爷曾经跟属下说过，那会儿他年少，又因为不懂得收敛锋芒，宜妃娘娘出事以后，在宫里有不少人排挤他。有一日晚上，他走到一片湖边，却不知为何失足跌入水里。那天夜里光线昏暗，水下更是伸手不见五指。他只觉得窒息难受，甚至差一点放弃了生还的欲望。直到一个看不清面容的小姑娘出现，拽着他的衣领往上游，救了他一命。那小姑娘身子瘦弱，他迷迷糊糊中好像对姑娘说了一句：等我长大，我会报恩，我会娶你。他当时抓着她的手不肯放，但很快就晕了过去，不省人事了。南婉嫣的表情从疑惑到震惊，再到无法相信。这场景跟原主的记忆对不对得上，他不知道，但是跟他的记忆确实对上了。他之前救过一个少年，那少年也说了这句：等我长大，我会报恩，我会娶你。这惊人的相似让他都有些害怕了。可他明明记得那是在现代。王妃，那人就是你，这不会错的。属下这几个月都在查证这件事情，查到当初王爷落水的那个地方，附近很多人都目睹到了一个救了人就跑的小丫头。有人好奇跟上去瞧过，说那小丫头一路回了丞相府，除了您不会有别人了。但属下这么多年听信谗言，一直误会了您，觉得您不是好人。最重要的是，当年有云侧妃从中作梗，让王爷相信了他的诡计，相信了他就是他的救命恩人。属下知道真相的那日很是生气愤怒，便召他兴师问罪，却不曾想原来高管家早就跟他沆瀣一气了。一切的一切都水落石出了，南婉嫣的呼吸都快停止了。难道我小时候也穿越了，为了救顾墨寒？如果真是如此，那先前冬雪说的跟顾墨寒有了初夜的那个言行举止都很现代的人，并非是原主，也不是其他人，而是他自己。一个人可以穿越很多次吗？为什么？他搞不明白了。沈宇见他一直没说话，有些着急地说：王妃，王爷在外面吗？这件事情一定要让王爷知道。不行。为什么不和王爷说？王妃，王爷当初迎娶云雨柔，全是为了报答救命之恩，现在真相已经揭露了，理应拨乱反正，不是吗？高管家和云雨柔害你这件事，你不能直接说出来，包括你方才对我说的。第一，就算你说了，甚至就算你有证据，也可能被云雨柔反杀。毕竟云雨柔演技好，又擅长耍手段，黑的也能说成白的，这一点从他现在都还能在王府里立于不败之地，应该很能说明情况了吧。第二，就是你的主子顾墨寒素来偏心护着云雨柔，你跟随他多年，也知道他的脾气。你说他的救命恩人认错了，他就相信吗？若沈宇真的说了真相，不管如何，顾墨寒恐怕不会再放他走了。王妃，王爷不一定不相信真相，属下能感受到，王爷对您是有感觉的。沈宇，我是不是救过你2次呢？对。那我之前没想过报答，但现在我想要你听从我的安排。您说。他跟沈宇轻声说了几句，沈宇的脸色逐渐的沉重起来。是，属下明白了。而屋外，顾墨寒还在心急如焚等待着南婉嫣的消息。之前云雨柔被顾墨寒呵斥走了，很伤心的回到了院子里，可还没一会儿，他就听到消息说沈宇这边有动静，所以云雨柔还是硬着头皮来打探一下情报。云雨柔凝视着明显走神的顾墨寒，绞着手指走到他的身边。王爷，刚才是柔儿唐突，怕那个冬雪别有所图，才会那样口不择言，还请王爷责罚。如今您和王妃没了嫌隙，冰雪消融也是好事。本王不是要你回院，为何又出来？因为柔儿意识到方才是柔儿不好，既然怀疑王妃，因此心有愧疚，也想着来找王爷和王妃道歉。柔儿不想和王爷王妃有隔阂。王妃与你不和，你是清楚的，不必与她道歉了，先回去吧。王爷，柔儿能等等吗？柔儿听闻沈侍卫有异动，是您和沈侍卫感情深厚，在这段时间里，
就让柔儿来陪着您吧，好吗？本王怎么觉得你的消息那么灵通？云雨柔脸色微变。王爷怎么会这么想？柔儿得知的消息全都是身边下人说的，谈不上灵通，只是柔儿心系王爷，喜欢多问些有关王爷的事情罢了。正巧这时，南婉嫣就打开了房门，一眼就看到云雨柔和顾墨寒勾勾搭搭的场面。王妃，顾墨寒看也没看云雨柔一眼，立即望向了南婉嫣。怎么样，沈宇他醒了吗？醒了。沈宇竟然醒了，那南婉嫣是不是知道真相了？我是不是全完了？那他现在情况如何？本王能见他了吗？他现在身体还很虚弱，已经重新休息了，而且脑部受了刺激，没有受伤时的那部分记忆了。让他静养一段时间，我会想办法让他恢复记忆的。没有记忆了。云雨柔的心情好似坐过山车一般跌宕起伏。没事，本王知道你已经尽力了，累了一日，你先留在本王这里用膳吧。用完膳，本王送你回去休息。不必了，沈宇后面的药方还需要修改，我回去给他换方子。云雨柔的眼底被妒火和醋意包裹。王爷，既然王妃有事走不开，那柔儿陪您用膳吧，也不耽误王妃治疗沈侍卫。凑近他，脸都快凑到顾墨寒的身上去了。王爷，柔儿自从昨夜以后就没有好好跟您说话了。既然您和柔儿都已经圆房了，那……住口！看着云雨柔，凤眸里戾气越聚越多。明知道他不喜，他还提圆房的事。本王看你如此柔弱，也别到处游荡了，给你找个御医为你诊治，好好在院子里休息个10天半个月吧。云雨柔正愕在原地，眼睁睁看着上一秒对南婉嫣还柔情满目的顾墨寒对她立马变了脸色，她的心忽然升腾，嫉妒和不甘腾升而起。不用找御医了，柔儿身子很好，这就回去了。故意弱不禁风的踉跄了2步。王爷若有空再来看看柔儿吧。说完转身跑出了院子。顾墨寒有些忐忑地看着南婉嫣，不知道他会不会因为方才云雨柔的那番话心里又不舒服了。婉嫣，云侧妃的事情本王会尽早处理好的，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并不在意。虽然沈宇失忆了，但是内奸的事情我多少知道了些，我能帮你揪出内奸，但需要你配合我演一出戏。你说。高管家，你怎么如此慌张啊？若是暴露了身份，你可知道后果有多严重？他和云雨柔出事儿没关系，但要是牵连了小主子，他这条老命就算死千百次也不够偿还的。高管家，沈宇醒了。什么？沈宇醒了？那他可说出当日发生的事情了？那倒没有，南婉嫣说他受了重创，刚好不记得那日的事情了。但是我们也不能放任他不管，否则一旦他恢复了，谁都没有好果子吃。高管家，您一定要帮帮我，我现在已经跟王爷圆房了，只要怀上王爷的孩子，就不怕得不到王爷的心。眼下我们绝对不能出岔子。高管家看着慌不择路的云雨柔，眼底露出了一抹鄙夷的神色。昨晚跟王爷圆房的人不是他吧？沈侍卫，老奴来给您送膳食了。劳烦高管家了，这种小事交给他们去做就好，您何必亲自跑一趟呢？高管家的眼神带了几分探究，看到沈宇什么都不记得了，才稍稍的松了口气。老奴和沈侍卫都是王府的老人了，何必如此客气？他背过身去，将粥碗端起来，不动声色地将药粉撒进了粥碗里。不过呀，沈侍卫昏迷了这么多日，哎呦，可真是把王爷担心坏了。多谢管家。沈宇接过了粥碗，高管家的眼里却闪过了几分杀气，笑着说：小心糖啊，慢点吃。沈宇还没有回应，屋子里突然就传来南婉嫣冷彻如霜的声音：高管家还真是好演技，不封你个影帝当当还真是可惜了。南婉嫣，她怎么会在这儿？高管家身子猛然一僵：王妃，您怎么在这儿啊？老奴又做错了何事？您要这样说老奴啊？南婉嫣从屏风后走出来，冷笑着夺过沈宇手里的粥碗扔在地上，瞬间石砖就被腐蚀了一大片，被白粥覆盖的区域源源不断地发出滋滋的声音。现在你觉得我在说你什么？你3番5次的想要杀沈宇，是为了云雨柔？沈宇见状心都凉了几分。高管家，你为什么给我下毒？为什么要帮云侧妃害我？你们究竟什么关系？没错，我是想杀了沈侍卫，但此事跟云侧妃没有半点关系。怎么可能？高管家，你……而后他假装受惊过度，晕了过去。高管家临危不乱的模样，以及他口中说出来的话，
都让隐匿在房间暗处的顾墨寒身体一震。高管家，事到如今你还要袒护着云雨柔吗？你跟沈世伟10几年的感情了，有什么必要杀了他？云雨柔不一样，她做的坏事太多，被沈宇发现了，所以她必须要杀人灭口，而你则是他的帮凶，这样说才对吧？高管家突然大笑出声。王妃，你很聪明，知道害沈瑜的人是老奴，但你也不能瞎说话。云侧妃虽然娇柔造作，但毕竟是女人家，碾酸吃醋她在行，杀人灭口她可不会。南婉嫣盯着面前的高管家皱起了眉头，他也没想到高管家居然会如此护着云雨柔。就算是你说的那样，沈宇又是怎么招惹了你，让你竟然痛下杀手？我跟着王爷10几年，王府里的大事小事都由我亲自操刀。但沈瑜不同，他是跟在王爷身边从小到大的侍卫，深得王爷喜爱。我很早前就觉得此人有威胁，好不容易有了机会，当然要赶尽杀绝。只可惜呀，我现在身子骨大不如前，否则上次就不会只让他昏迷这么久，而是叫他永远也醒不过来。不过话锋一转，目光悠悠地看向了南婉嫣。现在王妃知道了真相，那老奴就只有先送走您，再送走沈宇了。猛然从怀里掏出了一柄寒光熠熠的匕首，一个箭步冲上前，对准南婉嫣的心脏就刺去。突然腰肢一紧，稳稳落入一个结实而宽阔的胸膛，墨香兀然传入他的鼻腔里。紧接着就看到高管家被顾墨寒一脚踹到胸膛，高管家直接吐了大口的血，趔趄着后退了3、4步，重心不稳地跪在了地上。有没有受伤？我没事。好，本王还记得当年初遇你，你为人亲厚和善，更是忠心耿耿。作为本王府里的管家，事无巨细，样样都替本王打理得很好。一直以来，本王自认从未亏待过你，沈宇对你也是十分尊敬，从未将你当作一个奴仆看待。但你又为何对沈宇甚至王妃痛下杀手？高管家，你到底为了什么？告诉本王。原来王爷一直都在，那老奴也无需再装，想必王爷方才都听到了。老奴就是个善妒之人，眼里容不得沙子，要杀要剐，悉听尊便。高管家，我不信你善妒，更不信你会因为区区小事毁了自己。你和王爷这么多年的主仆情分，要是有什么棘手的难事，不如说出来，王爷也会替你解决的。王爷就在这儿，你只管说是不是云雨柔对你做了什么，还是他抓住你什么把柄，迫使你不得不这么做。王爷王妃，老奴不过是翼王府的一条看门犬，身份低微，又怎会有人来威胁老奴做事？再者，老奴方才已经说了，跟云侧妃没什么关系，就是老奴一时鬼迷心窍，走错了路罢了。你要是真这么冥顽不灵，那我们也无话可说了。说着，他从怀里拿出了剑弩，但怀中莫离送给2个小丫头的玉佩不小心也跟着掉了出来。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说出幕后主使，不然你就替你的主子去死吧。高管家看到了他的玉佩后，整个人狠狠的一震，蓦然激动起来。这个是……难以置信的盯着南婉嫣手里的玉佩，错不了，这就是小主子的玉佩。为什么主子留下来的只属于皇室的玉佩，南婉嫣现在竟然也有？高管家鬼使神差的朝南婉嫣扑上去，给我看看。最后4个字没说完，一柄冒着寒光的剑刃突然间穿透了他的身躯。高管家顿时口吐鲜血，眼睛死死盯着南婉嫣的玉佩，最后倒在了地上，闭上眼睛没了动静。顾墨寒深深地看了眼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高管家，然后紧紧地闭上眼睛，压抑着心中的五味杂陈，对着窗外冷声说：于峰，将人带下去处理了。是，属下这就去办。南婉嫣装作为沈宇把脉，回眸看着一旁静默不语的顾墨寒。你随本王出来一下。南婉嫣跟着他来到院子里，两人静静地站在一块儿。沈宇并未恢复记忆，你是如何得知高管家就是罪魁祸首？这其实不难想，高管家是你的人，又是王府里10几年的老人，你自然不会想到他的头上。但是我不同，我跟高管家没有深刻的感情，而且从沈宇受伤的情况来看，很容易联想到熟人作案。毕竟沈宇武功高强，又是你的侍卫，遭人暗算从背后偷袭，他不可能反应不及，更不可能被人按着头往墙上撞，除非那人深得他的信任，并且是他打心底里觉得不会是坏人的人。南婉嫣越说，顾墨寒脸色越紧绷。本王实在不解，为何本王真心以待的人最终都会背叛本王？本王刚封为翼王之时，高管家就出现了。当初的本王年少，而他就像是一个细心的老者，处处想的都妥当，更是将本王视作己出般照顾。
为什么现在她要这样对本王？她视作救命恩人的女人，不仅3番5次的骗他，就连他最信任的心腹之一，竟然也有另有效忠的人。这世上还有什么是可以值得信任的？南婉嫣皱眉盯着男人俊美的脸，她的脸色看起来很差，有茫然，有无助。不知道为何，这样的顾墨寒没来由的让人心疼，他的心也跟着揪起来。好像顾墨寒从不会在别人面前表露这样的情绪。南婉嫣悠悠地叹了口气，不自觉将手放在顾墨寒后背，轻轻地拍了拍，开口安抚：顾墨寒，这世上多的是2面3刀的人，你身为皇子，应该比我明白的更多。早发现是好事儿，不然等到你都被蛀空了，才明白身边有蛀虫，那会儿才真的为时已晚了。至于高管家，他毕竟是你年少时就遇见的人，对你又好，你信错了他也是正常的。况且我看得出来，他对你并非是没有真感情，只是你们的路不同而已。顾墨寒眼眸狠狠地一颤，那颗躁动痛苦快要炸开想要杀人的心忽然就被安抚。顾墨寒一把将南婉嫣抱进怀里，紧紧地抱着。南婉嫣被搂得猝不及防，脸都贴在他温热僵硬的怀里。他伸手想要推开男人的怀抱，却被桎梏得更紧了。顾墨寒，婉嫣，让本王抱一会儿。不知怎的，听到这种祈求的语气，南婉嫣鬼使神差的没有再抵抗。那就这一次，下不为例。顾墨寒闭上眼睛，埋手在他的颈肩上，鼻尖传来女人头顶淡淡的发香，怀里柔弱无骨的触感让他安心。有他在身边，他似乎才能找到一方净土，找到真正的平静。这玉佩，本王记得成王妃也有一块，莫不是你们丞相府人手一块？南青青有着玉佩，南婉嫣也有诧异，眉头轻蹙着。那么上次他恍惚记得原主娘亲有着玉佩，看来并非是记错了，应该是那丧心病狂的丞相夫人当初将原主娘亲的东西据为己有时，顺便拿走了原主娘亲的玉佩吧。而莫离肯定和原主娘亲有关，否则不会轻易送这玉佩的，这明显不是普通的东西。这是我自己的玉佩，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许是本王记错了。顾墨寒压下心里的猜测，却还是有些迟疑。属下见过王爷、王妃。于峰出门处理高管家尸体的同时，他们也被派去搜查了高管家的屋子。可查到什么了？唯独查到了这些看上去并非书信往来的，写满了异国文字的纸张。顾墨寒修长的手指接过了那宣纸，看着那宣纸上记录着大夏的文字，骨节分明的手有青筋凸起。退下吧。是，王爷。这是大夏的文字，原来他一直都是大夏的人。母妃的国家为何会害本王？大夏的文字，南婉嫣心中一震。但高管家不是一直在西野吗？他怎么会是大夏的人呢？本王也不懂，但眼下的种种联系起来，高管家应该跟大夏那边脱不了关系。单从高管家宁死不屈的态度上，本王也能猜到几分。派他前来的人身份定不简单。先别想高管家了，他已经成为不了我们的威胁了，也不会再伤害你身边的人。现在最重要的是夺权，不知道夺权的事情你进行的如何了？本王已经在准备了，这件事来小心谨慎的进展，急不得。而且眼下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什么事？前几日聂狐刺杀一事，本王虽然已经在通缉无影阁，但此事并未平息。父皇要我们今日进宫。进宫？怎么这么突然？那刺杀的事情你调查好了吗？也不突然，本王也是一早收到的消息。但你要本王来看这一出戏，本王就没有先和你说。调查的结果上了马车，本王再告诉你。婉婉怎么了？受伤了？没有，高管家想对王妃下手，但他怎么可能做得到呢？王爷一早就埋伏在房间里了，而且属下和一群侍卫都在，高管家都来不及动手，就被王爷拿下了。莫离和莫叶明都安心下来。只是后来，其他兄弟们在高管家的屋子里，竟然搜出了大夏国的文字。您二位说，这不是奸细是什么？可真是苦了王爷。高管家在府里待了10几年，竟一点都不忠心，亏王爷和沈侍卫还对他那么好，真是气死人了。大夏。莫允明忽然动了动唇，默不作声地看向了莫离。两人对视一眼，眼底揭露着锋芒。高管家再怎么说也是王府里10几年的老人了，况且王爷这些年一直把他当作左膀右臂，信任有加的，谁能想到这样一位忠仆，到头来竟是另有主子的呢？唉，宜妃娘娘是大夏的公主，管家若真是大夏的人，真不应该这么背叛王爷的。毕竟王爷的身上也有一半大夏的血脉。莫离的眸子闪了闪，莫允明望着他，又看了看激愤的于峰和香玉。或许另有隐情吧，两位就别太生气了。儿臣参见父皇。老六，那日聂狐遇刺一事，你可有什么要向朕交代的？回父皇的话，那日游狐所遇的刺客，儿臣已经查出，都是出自无影阁。而这些日子，神策应已在全力通缉无影阁势力，等抓到人。等抓到。
抓到要等到什么时候？你可知当日在画舫上的不是别人，而是天圣国的皇子和公主。若那日他出了事故，你如何担待得起？那些无影阁的人能混入其中，想必背后有意想不到的人当靠山，才敢这么狗胆包天刺杀皇室。因此儿臣才会加大力度排查。儿臣也想知道，究竟是怎样不要命的人，敢驱使一个杀手组织肆意妄为，在天子脚下动了杀念。闻言，戚贵妃端茶的手紧了紧。翼王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不成翼王以为是他派了人去纵容那个他未曾在意过的无影阁？岂有此理！老六，无影阁是怎样的一群乌合之众，朕不在意。朕在意的是你作为西野的准太子，事情已经过去2天，却还迟迟没拿出消息。这件事没有一点下文，若是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你还当什么太子啊？闻言，南婉嫣的心依旧。这狗皇帝为了不让他和顾墨寒登上太子、太子妃之位，自导自演了一出好戏。父皇，灭狐遇刺那日，儿臣也在现场。当时那群刺客出现的毫无征兆，但是王爷他临危不惧，保护好了在场所有的使臣。若您当真要因为此事而罢免王爷的太子之位，请问父皇，要让西野的百姓们如何作想？让天圣使臣如何看待？是不是太轻率了？朕让你说话了。翼王妃，别以为你就无错了。当日你给汉城公主医治时耍的心思，朕可清楚得很呢。你们2人统统有罪。王妃治病救人，何错之有？汉城公主不听劝，非要为难为她治伤的人，别说她是汉城公主，就是汉城王后，也该吃点苦头。顾墨寒，你放肆！你知不知道你说的什么话？说的实话，刺客和翼王妃救人是2回事。父皇要追究刺客的事情，说儿臣办事不力，儿臣无话可说。但父皇要是觉得儿臣的王妃救人救得不好，儿臣有异议。堂堂西野翼王的王妃为天圣的公主治病，身份上没莫辱，行动上更是出彩。伤口为公主妥妥的治好了，她错在哪里？错在她只是儿臣的王妃，西野的王妃，而不是天圣的王妃吗？父皇是觉得西野不如天圣，还要看天圣皇族的脸色做事吗？南婉嫣也是错愕，没想到顾墨寒这么的维护他，但这样的话，皇帝岂不是更能抓住他的把柄，要惩治他了？顾墨寒，你简直放肆！朕何时说过要看天圣皇族的脸色行事？又是谁准你这么跟朕说话的？看来不仅是办事不力，还十分高傲嚣张。既然这么能说会道，朕看你别当太子了。来人，将翼王带下去。顾景山的话还没说完，顾墨风就跪下来阻拦道：父皇，太子并非有意得罪，只是一时措辞不当罢了，还请父皇息怒。顾墨风跪下来，一众大臣也跪下来为顾墨寒求情。太子一时失言，请皇上息怒。怎么，你们是想造反吗？臣等不敢，请皇上息怒。父皇，请您息怒。儿臣和诸位大臣都知道，您只是因为太子办事不力，一时迁怒于太子妃罢了，与天圣的毫无关系。儿臣也并非为太子求情，只是您不知道，那群杀手真是狡猾。当日儿臣虽然不在船上，但儿臣曾遭遇过那群刺客的追杀，他们不仅出手狠厉阴险，招招毙命，还十分训练有素。儿臣就是抓到了人，他们不是服毒就是咬舌自尽。想必当日船上的情形也是如此。太子并不是查不到，只是需要点时间，还请父皇再给太子一些时间吧。顾景山瞪向了顾墨风，眼眸里充满了暴怒和戾气。你这是在为太子求情吗？父皇，儿臣并非为谁求情，只是心直口快，忍不住不说。在儿臣心里，没有比六弟更合适的太子人选。六弟虽然没有防备到刺客的出现，但他护驾有功，也没让人伤到各位使臣一根汗毛。汉城公主是自己偏要强出头弄伤的，这罪过不能算在太子身上，还请父皇收回成命。好啊，一个个可真都是朕的好儿子呀！这时，七王爷顾墨灵也跪下来，看着顾景山，字句恳切地说：父皇，聂狐遇刺，六哥没有做好守备，固然有错，但天圣使臣也并未过多追究，显然是不放在心上的。眼下使臣们都还在西野，往后还有不少邦交活动，若父皇此刻改换太子人选，恐会让天圣误以为我们西野人心不稳，还请父皇再给六哥一个机会。顾墨寒清扫了一眼顾墨灵，顾景山闻言心里顿时有些安慰，还好他还有个老妻。老六，朕今日可以不治你的罪，但是朕要你在天圣使臣回朝之前，将无影阁背后主使带到朕的面前，亲自问罪。如若不然，朕便要重重的罚你。儿臣领命。顾景山冷睨了南婉嫣一眼，
明日朕会邀请天圣使臣在宫里举办蹴鞠赛，你们今日就留在宫中，届时要好好笼络人心，绝不能再让两国关系出现裂痕了。皇帝一走，众人也都松了口气，陆续的散去了。走吧，去见祖母。你们二人如今既然已经有了2个女儿，那儿子是不是也该来了？南婉嫣的心狠狠的一跳，当即有点说不出话来。祖母，最近王爷公务繁忙，所以不过来日方长，该有的时候肯定是会有的。顾墨寒深深地看了南婉嫣一眼，眸底有些汹涌波澜。他忽然伸手揽过了南婉嫣那纤细的腰，脸上有着几分笑意。这件事，孙儿和婉嫣已经在准备了，也许很快就会有喜讯了。南婉嫣猝不及防地被顾墨寒搂在怀里，身子明显的一僵。顾墨寒估计是不想让老太太担心，假话说得像真的似的，因此他也没有拆台，而是佯装娇羞的模样，低下了头。有准备那就好啊。嫣儿，你平日要多喝点补汤，养养身子，争取一举得男，最好再来2个男娃娃。南婉嫣敷衍地笑了笑。顾墨寒侧目看着他精致的眉眼，不在意的模样，眼底浮现了一抹暗色。他以为他在哄太后开心吗？可他说的是实话，孩子要不要另说，他的人他是要的。太子妃，您太不懂男人的心了，这样穿才能将太子的魂勾走啊。南婉嫣只好尬笑，他勾顾墨寒的魂干什么？作罢敷衍了李嬷嬷离开后，南婉嫣赶忙上床，窝在被窝里暖和。顾墨寒忙完了公务，刚一回殿就看到南婉嫣睡着了，不过他眉头紧蹙，裹着被子缩成了一团。他俯身，修长的手指握了握她的手，还有她的脚，冰凉无比，不由得心里一紧。再看向大开的窗户，眉头更紧了。这么冷的天儿，也不关了窗户再睡，没了他真不行。顾墨寒先关好了窗户，然后将一旁的火炉挪进了床尾，点着了炭盆，将双手放在炭火上慢慢的烤，等到自己的双手温热，才伸手钻进了被褥里，握住他冰凉的脚。突然一股暖流就顺着他的脚心缓缓地向上蔓延，很温暖。他舒服地动了动，眉头也不再紧蹙了，而看着他白皙又小的脚掌，触感细腻。顾墨寒心神一动，不知怎的喉咙忍不住上下滚动，鬼使神差地将手往上移了移，无意间碰到女人的痒痒肉。南婉嫣则在睡梦里咯咯地笑出了声，难得的放松和惬意。顾墨寒盯着那张笑颜，有些失神。过了好久，他这才回过神，见捂脚捂得差不多了，这才去沐浴。等到回来准备上床休息的时候，蓦然看到南婉嫣在纸上写的元宵节3个字。元宵节竟是当初南婉嫣要带2个小丫头离开的日子，她竟然一点也没有放弃离开她。狭长的眼眸一下子冷下来，阴郁无比。他将纸攥进了掌心，将纸扔进了炭盆里，而后他才上了床，躺在南婉嫣的身边。顾墨寒强硬地搂住南婉嫣不堪一握的腰，将她往怀里紧了紧。他睡得沉了，睡得很满足。他半眯起凤眸，视线落在南婉嫣那柔软的唇上，他点了她的穴道，而后狠狠地吻下去。南婉嫣也太天真了些，真以为还走得了吗？想都不要想。成王府，他将信递给了南青青。奴婢出去以后，什么人都没看见，只看见了房门前留下了这封信。南青青蹙着眉，将信件拆开来，陌生的字迹，内容却陡然让他睁大了双眼。王妃，您可知道这是什么人送来的？居然这么详细的记载这些天发生的事情，还附赠了明日要蹴鞠场的那些平面图，这明显不是普通人能做的。退下吧。是，王妃。他不仅跟顾墨寒躺在一起，他还枕着他的手，搂着他的腰，一条腿也搭在他的身上，睡姿大大咧咧的，很是豪放。而他的手也紧紧地搂着他的腰，两个人是格外的亲近，就像是亲密无间的恋人一样。南婉嫣的俏脸倏然一红，还是第一次跟一个男人这么亲密呢。忽然南婉嫣不受控地想到了云雨柔，她的眉头一下蹙起来，本能的不舒服，将腿小心翼翼地往回收，慢慢地起身。南婉嫣好不容易快要脱身了，纤细的手腕猛然就被人拉了回去，整个人摔进了一个结实的胸膛上。一抬头就见到顾墨寒睁着眼凝视着他。醒了怎么不叫本王？想去哪儿？醒了起床不是很正常吗？
南婉嫣挣扎一下，想从他的怀里起来，却被他牢牢地禁锢住。放手！漆黑的眼眸直勾勾盯着她漂亮娇俏的脸，目光渐渐的下移，落在她的唇上。她的唇有些肿，昨晚他亲的有点狠，如果不是时候未到，昨晚就不仅限于亲吻了。你在想什么？赶紧先放开我，我们之间搂搂抱抱的不太合适吧？这里是皇宫，四处是眼线，亲昵点才不会被人发现。这么说着，还是松开了他。南婉嫣立即坐起来，她侧手刚拢好了衣服，下一刻就被阴影覆盖。她还没来得及回头看，精致的锁骨就被他狠狠地咬了一口。好疼！顾墨寒，你干什么？昨晚在皇祖母的面前演戏演得那么好，今日你身上却干干净净的，皇祖母一下就能看破我们的把戏，留着印记是为了堵悠悠重口的，懂了？那也不用咬那么重吧。殿下，太子妃，您二位起了吗？李嬷嬷，进来吧。李嬷嬷的手里端着整理好的衣服，推开了殿门。殿下，太后娘娘交代了，一会儿王爷和王妃用过早膳，就直接去做该做的事情吧，不用专程去给他请安了。这是今日蹴鞠场的衣服，您和太子妃直接更换上吧。本王知道了。麻烦李嬷嬷代为转告一声，多谢祖母，昨夜我睡得很好。好，老奴这就去禀报。比试便开始吧。按祖上定下的规矩，谁射中靶心最多，谁就是胜者。胜出者可是有彩头的。话落，天上的人瞬间来了激情。南婉嫣知道射箭是男人们的主场，她在这里插不上话，于是很识趣的打算掉头去一旁看戏。可是刚一转身，手腕就被人给抓住了。猛地一回头，正好撞上了顾墨寒那双漆黑幽深的凤眸。他们都有人助威，难道王妃不打算为本王做点什么？南婉嫣狐疑地看了顾墨寒一眼，他都是堂堂战神了，还有他助威吗？我家小正角都能百步穿杨，何况是王爷呢？王爷肯定是旗开得胜，当得第一。顾墨寒深深地凝视着南婉嫣笑靥如花的小脸，低头凑近她。男人只是犹豫了一瞬间，紧接着温热的唇重重压在她的嘴角上。南婉嫣都傻了，顾墨寒十分自然地揉了揉她的头发。不是你家小正角，是我们的小正角。说着凑近她的耳边，低声提醒：你要懂得投怀送抱，学学老实的媳妇，他们多恩爱。我们的距离隔得那么远，一看就是假的。南婉嫣的眼睛往十皇子和十皇子妃那边看过去，果然腻腻糊糊的，抱着不撒手。是我没有你考虑的周到。他冲他笑了一下，特意给他理了理衣襟。王爷快去比赛吧，我在旁边为你加油。顾墨寒很满意，终于放他走了。七弟，顾墨风手持弯弓朝顾墨灵示意着。皇帝平日里不善剑术，还望三哥不要耻笑皇帝才是。顾墨风看了他一眼，也不废话，直接拉弦搭箭，半眯上眼，稳稳地朝着那靶心看去。下一秒，银箭脱弦而出，直直地插入靶心4指之外的区域。顿时，人群中响起了一阵高呼声。成王的剑术果然了得呀！能在神策营担任将领这么多年，功夫当然不在话下。只是不知道七王爷今日会怎样跟成王对峙，恐怕……话落，众人的视线纷纷看向了顾墨灵。只见顾墨灵拿弓的姿势并不熟练，眯起一只眼朝着靶心上望去，嗖的一声，羽箭脱弦，却并未像旁人预料中那样朝着地上射去，而是稳稳地插上了靶子。七王爷的剑术竟也这么好吗？竟然跟成王不相上下。看来七弟很谦虚啊，这箭射的明明很不错呀。这皇帝也不知为何，或许是走运了。不远处，南婉嫣和顾墨寒就这么看着，眼睛重重地眯起来。顾墨灵明显就是在扮猪吃虎，这人果然颇有城府。太子殿下，今日可得让本王好好的见识下西野战神的威力，也让本王看看我天生的剑术能否更胜一筹。那平宣王先请吧。摆好了架势，整个人都认真起来，足以看出他对顾墨寒有多么的敬畏和在意。紧接着，箭头直直地朝着靶心而去，咻的一声，正中红心，丝毫不差。真不愧是平宣王，天生的战神，这一出手就如此精彩，真是太厉害了。南漠北然果然是跟殿下齐名的人，好厉害啊！还不知道太子殿下会如何表现呢？太子殿下，该你了。狭长凤眸盯着秦毅然的剑，然后大弓拉弦，嗖的一声，寒光熠熠的羽箭带着笑声划破了空气，势如破竹，直接将那原本牢牢插在箭靶上的秦毅然的剑给穿破了。
长剑力道之强，直接将羽箭一分为二，干净利落。顿时所有人全都愣住了。天哪，太子殿下这剑竟然直接将平宣王的给劈断了，这太厉害了吧！又快又狠又准，我们西野的战神果然很强很厉害呀！秦慕白看着顾墨寒英姿飒爽的模样，心中对他的好感度暴增。这么厉害的男人，要是当了他的驸马，那一切就完美了。南青青悄然看着，多了几分不甘心。南婉嫣挑眉，还挺意外的，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见识顾墨寒射箭方面的实力。太子殿下果然名不虚传，这第一箭是本王技不如人了，但后面的2箭，太子殿下可要当心了。平宣王过奖了，后面的2箭，请平宣王不要有压力，正常发挥。他再次摆好了架势，这一次他一连准备了拉开3支箭，嗖的一声，3支箭全部正中红心。这也太厉害了！人群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欢呼声。哥哥厉害！只见顾墨寒也准备了3支长箭，拉弓搭弦，嗖的一声，3支长箭齐齐射出去。就在所有人猜想顾墨寒是不是会像上次一样将秦毅然的长剑一劈为2时，却陡然发现了更加离谱变态的事情。所有人看得目瞪口呆，忘了呼吸。我操，靶子碎了！太子殿下简直神了！这是怎样的巧劲儿，才能将箭靶都给弄坏了？这实力也太变态了吧！不行，他一定要让顾墨寒当他的驸马。这么厉害的男人，就是多几个女人他也认了。南婉嫣也愣了愣，想起了小正角射箭的本事，难怪小丫头这么厉害。没想到太子殿下竟这般厉害。本王的表现怎么样？很厉害。射箭只是牛刀小事，大家切磋切磋，不必放在心上。接下来还有蹴鞠比赛，大家活跃活跃，玩着乐。皇上，寻常的蹴鞠哪儿都能踢，要是这么比试的话，未免有些太没意思了。要是皇上不介意，能不能听听浩成的想法？汉城公主但说无妨。寻常蹴鞠就是各自组队，你一边我一边，踢进算赢。现在规则不变，但是要让一男一女手绑着手踢蹴鞠，这样搭配起来难度会高一些，也好玩一点。当然一男一女得随机组队，不能直接决定夫妻组队，不然夫妻之间本身就很默契，那其他队可就吃亏了。最后2句话自然是秦慕白瞎掰的，他只是要拆散顾墨寒和南婉嫣，这场蹴鞠他要和顾墨寒在一块儿，让南婉嫣滚一边去吧。这和庆公主可真够直接的，想算计别人都写在了脸上，也不怕人笑话。南青青都能看出秦慕白的心思，顾景山自然也不例外。那依汉城公主所言，这分组该如何决定呢？简单，秦慕白从怀里掏出了几根长短不一的绸带来，只要抽到2根一样长的绸带，2人便是一组，如何？祺贵妃突然温柔地笑了笑，对顾景山说：皇上，臣妾看这个法子不错，倒是挺有趣，况且只是绑手而已，不是有什么太出格的事情。好，就按公主说的办。太子殿下，您先请吧。他只要感受到顾墨寒抽到的绸带之后，将跟他手里绸带一样长短的留住就好，这次必定能跟他待在一块儿。顾墨寒看了南婉嫣一眼，将视线落在秦慕白的手上，修长的手指拽住其中的一根，果断地抽了出来。这根吧。下一个轮到南婉嫣，南婉嫣纤长的手指故意在几根绸带间游走，余光却不着痕迹地观察秦慕白的神色变化。他发现每当他把手指移到最右边的时候，秦慕白的眸子就会一紧。秦慕白悄悄地松了口气，可下一秒南婉嫣就突然将手伸到最右边的绸带，猛地一把抽了出来。算了，还是这个吧。秦慕白被拽得猝不及防，太子妃的手劲儿还真不小。那还真是不好意思了。快看，太子和太子妃抽到了同一长度的，这2人还真是默契十足啊！不愧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我不是很懂蹴鞠，待会儿我尽量配合你。难得还有你不擅长的东西。你厉害就行。这时，一声锣响震天而起。别怕，放松往前跑，剩下的交给本王。可突然间，身旁的顾墨寒与他握紧的右手突然带着他的左臂环住他的腰身，紧接着他被一股强力却不让他难受的力道搂了起来，身体骤然一轻。南婉嫣诧异的偏头看向顾墨寒，感受到南婉嫣传来的视线，顾墨寒面色如常。看球，别看本王。瞬间连忙抬腿朝蹴鞠球踢去，蹴鞠球在空中滑落了一个完美的弧度，竟然直接掉进了高高的球门。
居然这么快就有了头彩，这也太快了吧！没想到太子殿下被绑住了右手，还能如此勇武神威，毫不费劲儿的就将太子妃举了起来，真是天生神力呀！太子妃也很机智啊，那一脚不偏不倚，刚好踢中蹴鞠，两人的配合简直天衣无缝啊！南婉嫣看到进球了，也呆住了。哇，我好厉害！顾墨寒，快抢球！顾墨寒看着南婉嫣流光熠熠的双眸，还不赖。他抬眸对上了秦依然那双嗜血的脸。太子妃实力不错，不过这次就该轮到本王表现了。秦依然冲他笑得肆意张狂，脚下动作干净利落，带着球一路徜徉而去。而秦依然身边的那个婢女几乎全程双脚腾空，被秦依然用蛮力扛着跑。南婉嫣眉心一皱，替她背上的婢女感到疼痛。这种姿势应该很难受吧？别分心。我知道了。南婉嫣全神贯注，不过余光却无意地瞥见南青青那边似乎出了些问题。南青青脸色不愉，而他身旁的顾墨风更是兴致平平，没有任何想争的心，跑都懒得跑。再看向紧跟着他们的秦慕白，也没好到哪儿去。秦慕白大口地喘着粗气，突然邪念窜出来，秦慕白的唇角忽然勾起了一抹不善的笑容。南婉嫣这么嘚瑟，现在就让他筛个狗吃屎，最好再毁掉那张绝美的容颜，看顾墨寒还喜不喜欢他。他只看见秦慕白捞起了几颗石子儿，再起身时便将石子儿狠狠地甩向南婉嫣。彼时南婉嫣正全神贯注追赶秦依然，并未发现秦慕白脚下的小动作。顾墨寒骤然停下，猛地将小跑中的南婉嫣扯进怀里抱起来，紧接着他眼神一凛，脚将几个攻过来的石子儿直接原路踢回，就听到了秦慕白的惨叫声。就见秦慕白和顾墨灵狠狠地摔了一跤。好气，真是太气人了！他攥紧了拳头，麻绳勒得他身后的顾墨灵疼得皱着眉。公主，轻点儿！闭嘴！发生了什么？顾墨寒牢牢地搂着他的细腰。小事。落幕，秦依然绑着松绑的手腕朝南婉嫣和顾墨寒走过来。没想到不仅是太子殿下勇武神威，太子妃也不逊色，配合得十分默契。本王和王妃结发多年，这份默契当然无人能及。平宣王若是羡慕，不如趁早成家。这天下女人虽多，但要找一个跟本王合得来的，未必见得有。说罢，深深地看了眼南婉嫣。顾墨寒望着秦依然的背影，凤眸逐渐变得幽深冷碎。秦慕白跟顾墨灵解开了绳索，立即朝着顾墨寒走过去。太子殿下好生厉害，连哥哥都输给了你。他目光灼灼地盯着顾墨寒，浑然不顾他身旁的南婉嫣。南婉嫣总不爱打发别的女人，顾墨寒便强硬地支起南婉嫣的手，将她拽进自己的怀里，对秦慕白说：今日本王多亏有王妃在身边相助，才能赢得平宣王。不过本王方才看汉城公主和七弟相处的似乎也不错。他提到顾墨灵，秦慕白就来气。要不是他拖着我的后腿，今日我能输得这么惨吗？而不远处，南青青看着这三人之间的拉拉扯扯，唇角勾起了一抹轻蔑而诡异的弧度，转头看着顾墨风，眼神一冷。王爷要是没事，臣妾就先下去了，也免得让王爷看着烦心。其实是他看着与世无争的顾墨风烦心，因为男人同女眷的屋子是隔开的，所以南婉嫣和顾墨寒也在人群中分散了。临走前，顾墨寒看着他，沐浴前先喝一些水。好。南婉嫣还真是适应不了他演戏的温情的眼神，胡乱的点头之后转身离开了。秦慕白正气恼着呢，想去追顾墨寒呢，却被一个婢女急忙叫住了。汉城公主，还请您跟奴婢去另一边，宫里路杂，您别迷路了。行吧。路上他跟在婢女的后头，时不时的问道：这男人和女人沐浴的地方隔得很远吗？其实并不远，您和太子妃等女眷都在声院北边那一排屋子里，成王妃在西房，太子妃在中房，您在东房，就在太子妃的隔壁。至于平宣王和太子殿下等人，则在声院南边的那一排屋子，南北之间就隔着一排假山和树丛。南婉嫣在隔壁呀，那不正好给了他下手的机会？太子和太子妃的感情是不是很好？是不是？其实之前是关系不好的，也就是这段时日突然亲近起来。突然亲近？刚想再问些什么，婢女忽然转过身，朝他撒了一把药粉。事情发生的太突然，秦慕白毫无防备，刚想呼救，却根本无法出声，浑身都瘫软无力。
婢女见状，露出了一副阴狠的神色。她搀扶着无力动弹的秦慕白离开了。与此同时，南婉嫣正准备沐浴，却突然听到房门外有些奇怪的动静。出于警戒，南婉嫣推开了门缝，小心翼翼地朝外望去。只见前面不远处，秦慕白正被一个婢女搀扶着往东边走。南婉嫣眉头瞬间皱起来，若汉城公主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什么事儿，她和顾墨寒必定是难辞其咎。你是谁？快放下公主！南婉嫣直接呵斥那婢女，婢女顿时带着秦慕白跑得更快了。南婉嫣追得更紧，大声地喊着：来人，有刺客，快！话还没说完，南婉嫣被人死死捂住了嘴，直接狠狠地将她往某处拖去。只见他面前躺着一个面目清秀俊朗的男人，却从耳根一路红到了脸，极其的不自然。这人正是七王爷顾墨灵。这群人绑架我，是想和我和顾墨灵发生点有的没的。轻轻踢了踢顾墨灵的肩膀，见男人纹丝不动，南婉嫣费力地挪着身体，使劲想要够到一块瓷片去给顾墨灵放血。不过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道痛苦的声音：六嫂。南婉嫣蓦然回眸，发现顾墨灵不知何时已经起身，站在他的身后，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六嫂怎么在这里？我觉得身上好热，有点想。南婉嫣睁大了眼睛，想要说话，又被塞住了棉布，什么都说不出来。看着顾墨灵一步步地朝他逼近，面色痛苦，神色迷离，他更慌了。完了，这人不清醒的。六嫂。顾墨灵一边扯着自己的衣服，一面狠狠地咬牙，眼神尤为挣扎。他缓缓地俯身朝南婉嫣伸出了手。顾墨风在西房换好衣服后，便直接过来中房找顾墨寒了。顾墨风看着顾墨寒，有些别扭不自在地扭过头，轻咳了2声。前几日在养心殿，本王不是为你说谎，只是……多谢。从前是本王有诸多问题，但往后本王不会了，也会记得你和母后说的话的。顾墨寒注视着顾墨风，良久没有开口。太子殿下，大事不好了，汉城公主失踪了。汉城公主失踪了？进来说。见过成王。太子殿下，方才天圣的人来说，去公主的东房敲门，并未发现有人在。情急之下，他们破门而入，竟然没有看到汉城公主的影子。如今怎么找都找不着。这怎么可能？好端端的，这天圣国的公主怎么可能说失踪就失踪呢？你们到底有没有好好查过？校场到声院的几条路，位置等都查过了。有人见过汉城公主确实是往声院来，但之后便没再看到。六弟，你怎么还坐得住啊？现在找人要紧呢。失踪的不是别人，那可是汉城。若是上次在聂湖刺杀你们的那一批无影阁刺客混入宫里了，叫他们得了手，那可就真是谁也救不了你了。顾墨寒的眼神深谙，此次的事情应该不是无影阁安排的，这次可是在皇宫。走，还不快带路！可是3人刚到了门口，就看见一个小宫婢花容失色地奔了过来。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妃不见了！见了。顾墨寒原本平静的面容骤然一变。如何不见的？奴婢也不知道，原本太子妃应该在中房沐浴的，他不让奴婢伺候，让奴婢重新准备衣裳。奴婢只是离开了一会儿，在给太子妃送衣裳时，太子妃就不见了，怎么都找不到。本王去找。不可，现在这个关头，当然是汉城公主重要。南婉嫣这么聪明，也不是第一次进宫了，想来她不会发生什么危险，反倒是你，都为自己想想。要是天圣的公主在宫里出事了，责任追究下来，你如何担得起？没有人能比南婉嫣重要。别想了，听本王的，找汉城公主要紧。顾墨风见顾墨寒没有动，急得火烧眉毛了。顾墨寒却突然看向他。好，先找公主。那走吧。不一会儿，南青青得知了消息。秋霜恭恭敬敬地对南青青说：王妃，一切进展顺利，方才奴婢亲眼看着太子殿下去了汉城公主那边。你确定去的真的是太子？是，奴婢真切地瞧见了，太子就是先去找小公主了，绝不可能认错。虽然他只是看到了一个背影，但那人无论衣着还是体态，明显就是太子殿下的样子。很好，做得很不错。那汉城屋子里的迷香，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找来的。只要顾墨寒一进去，指定事成。那香的药效可是瞬发，就算是顾墨寒，也一定难逃一劫。王妃英明，七王爷和太子妃那边也是进展顺利。奴婢想，这个时候太子妃和七王爷应该已经……活该！哼，等死吧！七弟，我知道你现在很不好受，但你要知道，我是你的六皇嫂，你今日若是动了我，你六皇兄不会放过你的。而且这毒不难解，只要你替我松绑，
他看着南婉嫣，眼神越发的炽热。七弟，你冷静冷静，现在你心里的躁动都是药物引起的，不足为惧。那背后的人设计我们，肯定是想置我们于死地，我们绝不能让他得逞。现在你帮我松绑，我帮你解毒，好吗？好，我听皇嫂的。蹲下身为他解开了腿上的绳索。南婉嫣刚想说先解开手的绳子，突然间就看见顾墨灵狠狠扇了自己2巴掌，啪啪2声。我没事，我现在就给六皇嫂解绑。顾墨灵似乎清醒了一点，终于开始为南婉嫣松绑。绳索特意打得死结，而且绑的地方很特别，刚好在脚踝上，像极了调情。盯着南婉嫣那白皙的脚踝，额头上的汗一直滚落下来。顾墨灵解不开，越发的烦躁。忽然他一把扯断了南婉嫣脚上的绳索，将南婉嫣推倒在地，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本能的踹了他一脚。顾墨灵被踹开，摔在另一边。他撑着身子看着南婉嫣，对不住了，皇嫂，是我混账，我真的有点克制不住。为了保全你的清白，七弟先走一步，等找到人后再让人来救你。说罢，顾墨灵也没有给南婉嫣任何反应的机会，猛地站起身，痛苦地冲到窗边，用力地破窗而出。喂！南婉嫣就眼睁睁地看着顾墨灵跑了，可是她的双手还被绳索紧紧地绑着。不过她总觉得今日的顾墨灵不太对劲儿，被反绑住的双手伸手去够碎片，可刚拿到碎片，南婉嫣就闻到了一股刺鼻呛人的味道，顿时眼神一变，转头去看，只见屏风的后面冒出了滚滚浓烟，着火了。他要是不出去，是必死无疑的。浓烟顺着破掉的窗框往外涌，南婉嫣借着朦胧的视线，努力地往窗边靠，手上努力地用碎片割着绳索，片刻都不敢停。可是突然间，黑灰色的雾气里出现了一道紫色的身影，高大挺拔，甚是熟悉。是顾墨寒，不对，他今日穿的是黑色。来人，救命！我在这。南婉嫣，顾墨寒，居然真的是他！话音刚落，顾墨寒就从窗户外翻身进来，一眼看到了被反手绑住的狼狈模样的南婉嫣，脸上浮现出狂喜，一把将她抱在怀里。婉嫣，本王终于找到你了，伤着了吗？我没受伤，有人绑架了我，将我送到这里。对，还有汉城公主，我看到她被人带走了。你找到她了吗？还没有找到。他将她手中的绳索解开，看着她勒红的手腕，眸中藏着些心疼。真该死，竟然敢设计她，让她受伤，一点勒痕。没事儿，顾墨寒，今日是一场大局。那些人绑架了我，又给顾墨灵下了毒，将我和顾墨灵关在一块儿。现在顾墨灵跑了，但他们还绑架了公主，明显是要搞大事儿。能布这场局的人肯定是皇宫中人，而且是他和顾墨寒的死对头。本王知道，已经让成王去找公主了。不过老七是怎么回事？而且这明显是个局，所以他跟顾墨风换了衣服，换了身份，由顾墨风出面找公主，他则暗中找南婉嫣。南婉嫣指了指那破开的窗户，他好像也被设计了，药量还不小。不过他为了阻止中招，选择自己破窗逃跑了。先不说这么多，眼下找到汉城公主以及抓到幕后主使妖精，我可以快速破案。你要听我的想法吗？顾墨寒擦了擦他脸上的黑灰。你说。方才我被人绑架，在那人手掌扎了一针，针上有毒，不会丧命，而且怎么洗都洗不掉。我有办法找到他。刚刚那种情况他是跑不掉的，不如就来个放长线钓大鱼吧。就按你说的办。你需要本王配合你什么？南婉嫣刚要说话，忽然听到一旁传来了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还有慌张的声音。太子殿下，何事？来人是一众侍卫。回禀太子殿下，汉城公主找到了，但是公主出大事了。南婉嫣和顾墨寒对视了一眼，两人立即跟着侍卫前去。顾墨寒一边走一边问道：公主出了什么事？属下不敢妄言，殿下过去看看就知道了。一刻钟前，王妃。秋霜见到他连忙问道：如何了？侍卫回道：事情都办妥了，懿王妃、七王爷、小公主和懿王都入了局，不过出了点小插曲。什么插曲？原本七王爷的屋子里，不知道是被七王爷还是太子妃放了火，现在走水了，但没惊动到皇上。至于屋子里的人，卑职也已经临时叫人换了地点，送到别的地方去了，计划没有中断。没有就行，走吧，是时候去看一出好戏了。侍卫走在前头带路，并没有出声。秋霜也是默默地跟在南青青的身边。等一下，南婉嫣和七王爷的丑闻就会闹得人尽皆知，到时候就该轮到王妃翻身做主了。还没到门口，南青青就听到前面10步远的屋子里传来了令人面红耳赤的羞臊的声音。她心中冷笑，南婉嫣还真是够淫荡的。
这光天化日之下，怎么会有人胆敢在这宫里行这样苟且之事？哎呀，这可真是太不像话了。天上的人更是八卦好奇，阴阳怪气的讽刺道：没想到原来一向墨守成规、含蓄的西野民风也开放至此了。还真想知道里面究竟躺着怎样的两个人，今日让我们大开眼界了。来人，把这门破开！本王妃倒要看看，究竟是谁胆敢在这皇家强院里做出此等有损皇家颜面的浪荡事。是。不过片刻，就将锁住的房门用力的撞开，房间里原本让人脸红的声音不仅没有消散，反而被放大了。南青青朝屋里定睛一看，蓦然瞳孔紧缩，床榻上花枝招展、十分妖娆的女人，竟然不是南婉嫣，而是汉城公主秦慕白。她顿时朝着侍卫看过去，眉头紧锁着。怎么回事？我不是说了要来看南婉嫣的吗？谁要看秦慕白和顾墨寒？汉城公主，你怎么在这儿？您这是看中谁了？竟这么迫不及待和他……天圣使臣的脸色都变了。公主？这怎么会是公主在跟人苟且？竟然真的是公主！真是丢人现眼呐！而屋子里的男人听到动静，浑身一震，似乎反应过来什么，抓着桌边的东西就朝着门口砸去。都退下！这声音怎么不是顾墨寒？南青青脸色铁青。你们！他正要往里走，屋内的男人又怒喝了一声：本王让你们滚！这一次南青青辨认出了男人的声音，蓦然瞪大了双眼，差点没有站稳脚。因为跟秦慕白交颈而欢的不是别人，而是七弟。你怎么会在这里？七王爷跟公主在一起的男人竟然是七王爷！人群里骤然掀起了轩然大波，所有人都傻眼了，不敢相信。这时顾墨风的声音响起来：都给本王让开！他还穿着顾墨寒的衣袍，怒气冲冲走到南青青的身边，视线看到了屋子里顾墨灵和秦慕白的不耻的模样，顿时一怔。他快速扫了南青青一眼，见他的表情难看，也忍不住的皱着眉，同时将周围的人都喝退，将房门关上后，对侍卫们说：去通知太子和平宣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秦慕白怎么会和顾墨灵在一起？那南婉嫣跟顾墨寒呢？他忽然看向带他来的那个侍卫，却见他的表情同样的不解，心里的冷意更是骇人和不安。难道南婉嫣又识破了我的计谋，将这件事离谋换太子了吗？可如果是南婉嫣识破了的话，怎么还让秦慕白失身了呢？就在这时，收到消息的秦毅然和顾墨寒夫妇赶过来了。南青青看见顾墨寒和南婉嫣，眼神都呆住了。他们居然毫发无损。顾墨寒盯着顾墨风：怎么样了？秦毅然气势汹汹地看向了顾墨风：汉城呢？他在哪儿？顾墨风看了一眼身后的屋子，屋里就传来了惨叫声，明显带着慌乱无措，还有暴怒的骂声：你个无耻之徒，你对我做了什么？秦毅然的眼眸猛地一缩，推开守在门前的顾墨风，冲了进去。汉城！南婉嫣、顾墨寒眼神一凛，也跟着进去。两人一进屋，就看到泣不成声、衣衫不整的秦慕白，在他的对面是同样不知所措、衣衫凌乱的顾墨灵。汉城！秦毅然见状，赶忙将外袍给脱下来，披在了秦慕白的身上。汉城，究竟发生什么了？哥哥，哥哥，就是他毁我清白。七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是不是该解释一下？他知道顾墨灵被下了毒，还是从他的身边跑开的，可他怎么就准确无误地来到了秦慕白的身边？两人还有了鱼水之欢。你个王八蛋，禽兽！嫌这一巴掌不过瘾，干脆两只手牢牢掐住顾墨灵的脖子，眼底猩红。我要杀了你，你去死！秦毅然眼疾手快地将秦慕白给扯过来，揽在怀里。汉城，冷静点儿。哥哥，他欺负我了，我为什么不能杀他？顾墨灵脸上的巴掌印十分的明显，终于忍不住地出声了。汉城公主，方才明明是你一把将我……秦慕白的眼神如刀，剜着顾墨灵。闭嘴！你还说……齐王爷慎言，汉城固然性子彪悍，也不会随意对男人投怀送抱，更别提自毁清白了。老七，解释情况。顾墨灵看了一眼门口的南婉嫣和顾墨寒，眼神有些委屈。六皇兄，我没有说谎，汉城公主为何这样，我不清楚，但我是被人所害，中了毒才意乱迷情的。这件事情六皇嫂是知道的，
我中毒后就不省人事，还是六皇嫂唤醒了我。哦，对了，六皇嫂当时也是被人绑着的，当时绝对是有人想设计陷害我跟六皇嫂不轨。但我深知不能玷污六皇嫂的清白，便费劲儿的从屋子里跑了出来。路上我晕乎乎，身体里也难受得紧。我想找御医救我，便随意的扯了一个侍卫，问他御医在何处。那侍卫就指了指这间屋子，我便过来了。可谁知道一进屋就被公主给……后来事情错在我，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玷污汉城公主的清白。你们就是故意要害我的，就是联起手来害我的，我绝对饶不了你们，混蛋！有人要设计你们。南婉嫣的眼睛眯起来，确实如此。不过后来七弟便自己破窗跑了出去，方才走水的正是我和七弟待的那间屋子。七弟，给你指路的侍卫长什么样子？秦毅然也盯着顾墨灵。当时我的脑子也不太清醒，那人长什么样记不太清了。门口一直没说话的南青青听到顾墨灵的解释，突然浑身僵硬，因为走火换了地方开始，他仿佛就被人牵着鼻子走了。秦毅然却明显不相信顾墨灵的说辞，猛地一脚踹翻了一旁的桌子。一句不记得就想打发我天上的公主，今日汉城在你们西野出了事失了身，这样的责任本王绝对会追查到底。七王爷，你要是不给个说法，本王不介意与你们西野兵刃相接。哥哥，现在连设计者都不知道是谁，我也不知道是谁带我来这里的，他也不知道谁引他来这里的，我们还怎么救出幕后黑手？而且再讨回公道也要不回我的清白了。要我说，就让这个七王爷去死，他不死，难消我心头之恨。公主，我们都是受害者，也是你先动手动脚的，罚我可以，但不至于要了我的命吧？顾墨风看不下去了。平宣王，汉城公主，话可不是这么说的。虽然汉城公主的清白没了，但本王的七弟也是吃了哑巴亏，他没有什么妾室正房，也是头一回。而且他也说了，是公主自己扑上去的，而他又被中了毒，这才一时擦枪走火了。今日的事情大家都错站一半，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将此事好好的解决了。什么叫他吃了哑巴亏？你听听，你说的这是人话吗？你和他是一丘之貉，你也该死。汉城，够了，成王说的不无道理，问题已经出了，只能先解决问题，再谈其他的。太子殿下，处理汉城的事情乃重中之重，3天之内找出幕后主使，带到本王的面前，本王要亲自兴师问罪，没有问题吧？不用3天，现在我就能查明真凶。太子妃，这可是你亲口说的，那本王就等着你找出真凶。众人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听到门口有太监来报：皇上，祺贵妃娘娘到。父皇来了。老七，可知道你犯了多大的错？见顾墨灵被踹倒了，祺贵妃的脸色有些难看，担忧地看向了顾墨灵。回禀父皇，儿臣知罪。可是什么？朕不管有什么原因，你胆敢欺辱汉城公主，就是罪恶滔天。今日西野皇室的颜面都被你给丢尽了。汉城是朕的儿子不堪用，欺负了你，朕跟你赔礼道歉了。皇上，还请您为汉城做主啊！而刚才太子妃说了，现在就能找到幕后主使，您就让他查吧。等太子妃找到，汉城要将那个人碎尸万段才好。汉城公主莫急，朕定会为你主持公道。太子妃，方才你说现在就能找到真凶，你要如何找？可不要只会夸海口，却什么都做不出来呀。父皇，儿臣有把握找到凶手。今日这场闹剧是有人故意设计的，无论是汉城公主还是七弟，都是被人绑走或者引导至此，儿臣也不例外。但那人在绑架儿臣的时候，儿臣在那人掌心里下了毒，那毒遇到儿臣特制的香包，必定会留下痕迹。至于是谁安排了、执行了这场计划，一验便知。听到南婉嫣这话，人群里南青青身边的那个侍卫不动声色地将手藏进了袖子里。顾景山冷睨了南婉嫣一眼，目光幽深地看向了顾墨寒。那就按太子妃说的办，但若是查不出真凶，今日太子和老齐免不了重罚。是，父皇。所有人都留下，包括其他宫的妃嫔、侍卫、太监等，一律不准外出，等着验毒后再做行动。你还需要本王做些什么？王爷只需要在我身边跟着，等找出真凶，将他押出来审问。好。南婉嫣的手里拿着香包，目光凌厉而充满冷意地扫视他们。
方才第一个发现这房里异样的是谁？是程王妃。南青青的目光骤然一滞，不错，是我。顾墨风看了一眼南青青，眼神有些复杂。那就请姐姐伸出手握着香包吧。她的掌心并未出现异常。可以了。当然，方才破门的可是你们几人？为首的侍卫立马恭敬地点头。是，太子妃。那好，南婉嫣将香包抛给了为首的侍卫，从你开始，一个个的来。到你了。是。侍卫接过了香包，放在手心握了握，然后飞快地还给了南婉嫣。卑职手上有伤，恐玷污了太子妃您的香包。没有什么异常。说完这句话，他转身离开了。刚才心还在嗓子眼的南青青和秋霜瞬间就放松了警惕。还好南婉嫣就是个饭桶，为了出风头罢了，根本就查不出什么真相。那侍卫更是在心里默默地松了口气，可刚抬头就看到顾墨寒一瞬不瞬地盯着他。拿下。是，太子殿下。瞬间4、5个神策营的将士从一旁出现，控制住了那侍卫。太子殿下，方才太子妃已经说了，属下并无异常，为何您要抓属下？方才是方才，现在是现在，你的手已经出卖了你，你就是绑架太子妃的人。侍卫的脸色登时惨白，立即摊开掌心看去，只见他原本划破的伤口的外围出现了无数黑紫色的线。不，这不可能！哼，有什么不可能？你确实是聪明，知道用伤口掩盖被我扎伤的针孔，但是我这毒跟伤口可没关系，一旦深入体内，受到香包的刺激，就会急速的蔓延。在本王面前耍小聪明，还真是不要命了。但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侍卫，还没有这样的能耐，算计这么多王公贵族，是谁指使你的？没想到南婉嫣竟然真的能查到人，当时她都被绑了吧，居然还能留一手。一个娇弱的女子有这等心计，真是不可小瞧啊！敢害本公主，你是嫌命长了吗？快说，是谁指使你的？本公主要将她碎尸万段！韩城，冷静！秦依然眼疾手快地拦下他。是。顾墨风性子又急又暴，狠狠地踹了那侍卫一脚。是谁？还不快说！再不说，本王杀了你！那侍卫摔倒在地，瑟瑟发抖的说不出话了。我知道你顾虑什么，但你没有多少时间了。此毒攻心，你已经中毒很深，要是再不救治，就会爆体而亡。但你只要说出幕后主使天子也在这里，说不定就能从轻发落。这件事不但牵扯了汉城公主，就连本王的王妃和妻弟都被算计在内。真要说起来，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你若坦诚，或许父皇能够网开一面。只要你说出来。那侍卫的面色有些变化，似乎有些动容。南青青吓得都不敢呼吸了，但想着这侍卫是他的死士，他的家人都还在他手里呢，一时就安定了一些。太子妃，卑职没有家人，更不怕这些危险。一人做事一人当，此事从未有人指使。休想咬舌！顾墨寒看着侍卫接下来的动作，双目一凛，反应迅速，一把捏住了那侍卫的下颌。可谁知道侍卫竟然又从怀里掏出一把匕首，直接割断了自己的喉咙。霎时间，鲜血四溅，好似喷泉。南婉嫣立即摸向他的脉搏，死了。南青青见那侍卫到死都没有将他供出，心里顿时松了口气。现在南婉嫣唯一的手段也没了，我的计划天衣无缝，南婉嫣绝对抓不到我，而且按照秦慕白泼辣的性格，定会闹得不休。这样的话，就算今日并未让南婉嫣身败名裂，也能借着秦毅然兄妹之手，让南婉嫣和顾墨寒吃不了兜着走。你居然就死了，都还没有还本公主公道，你凭什么死了？他都快将那侍卫的脸踩烂了，又气又恨又怨。既然查不到，那也不要查了，就让七王爷去死吧。本公主乃是父王捧在掌心里的金枝玉叶，如今竟被人给糟蹋了。若是不能给本公主一个公道，本公主就回去告诉父皇，让你们也付出代价。汉城公主莫急，朕定会还你公道。此事老妻虽有错，但不致死，何况是公主先对老妻动手的。那是因为本公主被人设计了。朕知道，所以朕会给你一个公道，绝不会让公主受委屈的。顾墨灵低着头不敢吭声。哥哥，现在人死了，线索断了，公道什么时候给？平宣王先别急，这人虽然死了，但本王妃还有办法找出幕后黑手。今日凶手绝对逃不出去。哦，我给这侍卫下的毒，不仅他会有反应，与他长时间近距离接触的人身上也会染有异香。旁人闻不到，但是蜜蜂最喜欢，所以凶手肯定逃不了的。
南青青的眸子微不可察地颤了颤，忍不住高悬起来。各位不必担忧，方才你们与这侍卫接触不过半炷香的时间，我的毒药只会发作在与他近距离、长时间接触的人身上。说着，从怀里掏出了一袋香囊，撒在那侍卫的尸体的伤口上。现在就看看蜜蜂去找谁吧。众人觉得不可能，天底下哪里有这么神奇的药丸？元辰节那晚，他可是说他只会救人，不会制毒，也不懂，看来都是骗人的。这位西野太子妃很有本事。啊！这有蜜蜂，蜜蜂真的来了，快躲开！别蛰我！所有人惊叫着：快看，蜜蜂都去蛰那个女人了！太子妃的药真的是神了！大家纷纷地朝那边望过去，只见一个宫婢胡乱地挥舞着双手，试图驱赶着将她包围起来的层层叠叠的蜜蜂。不要过来！有人更是愕然，那个宫婢是成王妃的贴身婢女呀！还真是，这蜜蜂只蛰成王妃的婢女，难不成指使那侍卫的幕后人士？顾墨风更是狠狠的一颤，难以置信看向与他同床共枕多年的女人。南青青，你不是的，太子殿下，王爷，此事与臣妾无关。臣妾入宫前一直在府里，王爷您是知道的。何况今日除了沐浴更衣完，臣妾哪里都没有去啊，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呢？又哪里来的时间做这种事情呢？秋霜，你给本王妃解释清楚，你怎么会跟着侍卫待在一起？秋霜被遮得面目全非，不停地摇头挣扎，却说不出来话。南婉言眯起了眼睛，又从怀里摸出了一袋香囊，扔到了秋霜的脚底下。不一会儿，蜂群就全部散开了。秋霜，是成王妃指使你来害本王妃和汉城公主七王爷的吗？秋霜连忙摇头，吐字都含糊不清了。不是的，没有人指使奴婢。你是成王妃的贴身婢女，不在她身边照顾，反倒与其他侍卫整日厮混，若不是得了主子首肯，你哪来的机会？况且你一个小小的婢女，能动得了太子妃和公主王爷？你当禁军是死的，还是当本王当众人是傻子？可他不能将南青青供出来。不是的，太子，奴婢虽然是成王妃的人，但一直喜欢你。奴婢虽然配不上你，但也不该是南婉言当您的王妃。她何德何能得您的如此喜爱？还有那两个小郡主，谁知道是不是您的骨肉？可这些没有人会相信的，所以奴婢不想让她好过，所以和那侍卫联手设计了这一出。一切都是奴婢自作主张，你要杀要剐，就冲奴婢来吧。秋霜的一番说辞疑点重重，好一个因爱生恨的理由！你恨我，想要除掉我，那对付公主和七王爷做什么？陈王妃，这是你的婢女，平日里听令于你，拿命来护着你，你怎么解释？南青青又慌又乱，面上却是格外的镇定。太子妃，你这话不对，你也有婢女，你会时刻盯着你的婢女动向吗？何况我身边不止秋霜一人，她要出去，要去哪里？只要不是出阁的事情传到我耳里，我根本就不会管。六弟，你我二人青梅竹马一场，难道你不知道我的性子吗？我向来待人温和恭谦，从不与人为敌，又怎么会让秋霜去害人？今日这场局，大家有目共睹，牵涉众多，我不知秋霜为谁卖命，是不是暗中认了其他人做主？但我一个弱女子，叫我弹琴奏画可以，却实在没有搅弄风云的本事。你的意思是，今日你什么都不知道，你的婢女是认了其他人为主，与别人一起谋划了这场大局？众人面面相觑，顾墨风也是死死地锁紧了眉头。是啊，不然凭我的本事，如何能涉及太子妃、汉城公主还有七弟呢？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府里礼丧，都没有与汉城公主见过面，我又为何涉及她呢？众人也觉得南青青说的在理。陈王妃口说无凭，你说你的婢女秋霜认别人为主，为别人卖命，理由在哪？本王就问你，公主出事前，你是不是与这婢女一块来的？南青青当时有些傻眼，她原本以为顾墨寒会看在最后的情面上放她一马，却不想竟然对她追根究底。我是与她一块来的，那又如何？她回到我身边，与她换了主子卖命，有何矛盾之处？太子，我知道你想找一个人定罪，好给天上的人一个交代，可牺牲我不甘心，也不甘愿。秋霜从一旁爬了过来，不关王妃的事，都是奴婢一人所为。
求你不要为难王妃。顾墨寒阴鸷的双眸盯着脚底下的秋霜，毫不留情地让人将他带下去审问去。陈王妃，你一个人的确做不到设这局，但是肯定有人与你合谋，而且那人还抛弃了你，将你推到风口浪尖，置你于死地。今日秋霜被抓了，你就是再解释，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你无罪，你还是洗脱不了嫌疑。不如将害你的人说出来，父皇或许还能网开一面，饶你一命。况且你这般骄傲的人，甘愿就被人算计吗？顾墨风的脸色愈发发白，顾墨灵眼神灰暗，南青青的情绪却一下子被南婉嫣给挑起来。他也没料到南婉嫣竟是如此聪明，虽然推理的有些出入，但大概就是这样的过程。他也的确是恨啊，也恨利用他当棋子的人。那人的本事明显不小，最后还是选择了沉默，没有说出一句话来。你如此聪慧，应该知道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可既然你不说，那休怪本王无情。顾墨寒挥了挥手，跟随着南青青而来的几个侍卫和侍女都纷纷跪下，纷纷指认。不仅如此，秋霜姐姐，不对，就是那个女犯人，奴婢亲眼看见她带着公主走了，可没想到公主转头就失踪了。她今日穿的衣服，奴婢都还记得。还有，属下也亲眼看见那侍卫暗中进了陈王妃的房中，是被女犯人带进去的，这绝对错不了。南青青脸色登时变得惨白。胡说！你们一面之词，谁能信？太子，我绝不是这样的人，你信我。本王只信证据，不信你。你冥顽不灵，害本王的王妃，又害公主失身，七弟受苦，罪大恶极，罪无可赦。先押入大牢，择日问斩。南青青不该的，不该伤害南婉嫣。顾墨寒想让我死，他刚要争辩，却被人捂住了嘴。而顾墨寒看向了不远处眉毛紧皱的顾景山。父皇，意下如何？顾墨寒以前可是最重情义的，今日却这么狠。既然如此，那就听太子。父皇，太子。一直没有开口的顾墨风一头跪在地上，还请父皇和太子开恩，看在灵儿的面子上，饶了他一命。他纵使再不堪，也是灵儿的娘亲。本王只有灵儿一个孩子，不想看他往后没有娘亲的照顾。南青青看着面前的顾墨风，无声地动了动唇。王爷，没想到最后为他求情的，竟然还是这废物。他摩挲着袖子里龟红色的玉佩，冰凉温润的触感却让他有了一丝希望。行了，即刻将南青青打入天牢，择日发落。临走之前，神色复杂地看了一眼痛心的顾墨风，又阴狠地看冷眼旁观的顾墨寒和南婉嫣。迟早有一天，他要带着这一切的不甘屈辱卷土重来。秦慕白却是气急败坏，那女人明显就是害我的人，为何不让她去死？还有那个七王爷！住嘴！秦依然的目光陡然变得凌厉。老七，平日里看着就不机灵，朕早让你别成日里捧着书本，多去练练武。这么弱不禁风的，如何能成事啊？这次果真中了人家的招。是，儿臣知错，儿臣往后定会痛改前非，好好习武，绝不让父皇担忧。安城公主今日之事，本王一定会负责的。还请公主。谁让你负责了？如今罪魁祸首已经被缉拿，老七也该罚。但是太子，这件事情你也有很大的责任。今日宫里的安全，朕都交给了你负责，却出了这样的岔子。老七罚俸禄3月，太子宫中守备失职，再加罚1条，元宵节前不得参与政务。皇上，慕白今日所受的委屈，便这样就接过了。今日是朕没有处理管教好下边的人，不过依朕看，汉城公主来西野的目的本就是和亲，事已至此，不如就让老七跟汉城公主结亲。这样一来，既没有坏了公主的名声，也不会伤了两国之间的情谊。平宣王意下如何呀？顾墨寒和南婉嫣眼神平静地看向了顾墨灵。顾墨灵受宠若惊地看着顾景山，不要，我不嫁。汉城休得放肆！如今你已经闹了笑话，难不成还要用这样破败的身子回天圣，受千夫所指吗？可是哥哥，皇上，您的建议本王接受了，相信看到慕白觅得良人，父皇也会高兴。只是和亲的聘礼，本王有要求。平宣王直说吧。汉城贵为公主，今日又是在西野失身，众目睽睽之下，大失颜面，聘礼自该是越壮观越好。何况平常的聘礼配不上两国皇子公主的联姻，不如就拿大夏来当聘礼，一是赔罪补偿，二也是给两位新人助个兴，如何？众人倒吸了一口冷气，真是狂妄。
西野失礼在先，理应补偿汉城公主。朕许诺你会出兵攻打大夏。皇上竟然真的答应了。他有些生气，却无意间瞥见顾墨寒修长的手攥紧了一些，再看脸色阴沉沉的，明显也有些不快。他忽然想起来，顾墨寒的母妃是大夏的和亲公主。既然如此，本王就不再叨扰皇上的家事了。今日虽然有了些误会，闹得不太愉快，但结果终究是好的。本王就先带着汉城回驿站，等着两位新人的大婚。朕就不送了。平宣王和汉城公主今日也累了，早些休息。你们都退下，朕有要事跟太子商量。熹贵妃也温婉地朝着顾景山行礼，臣妾先行告退。说完就带着顾墨灵一起出去了。我在外面等你。顾景山看着顾墨寒夫妻二人恩爱有加的样子，锐利的眼眸有些不屑。太子，方才你也听到了，那平宣王明显就是将我西野拿捏在手里，借着汉城的婚事咄咄逼人。汉城在西野皇城里失身，西野的确是过错方。即便平宣王方才没提到两国邦交的问题，此事若传扬出去，定会引起两国战争。这个道理你懂吧？儿臣明白。既然你明白，那就依平宣王的意思，将大夏拿下来。顾墨寒，婉嫣，我们回府。刚一说完，就霸道地牵上南婉嫣的手，朝宫外走去。方才在声院，父皇与你说了些什么？没什么特别的，只是嘱咐了本王几句，让本王这段时日多注意天圣国使臣们的心情。这自然是个幌子，他不会跟南婉嫣说攻打大夏的事情，因为他根本就不会出征。刚才跟顾景山说的那些都是拖延，而他真正想做的是尽快发动政变，获得真正的权利。但这件事情过于危险，他不希望南婉嫣插手太多，他要尽全力护好南婉嫣和两个小丫头。好，那你自己多注意，有什么忙我帮得上的，你可以找我。一路上，两人相继无言。南婉嫣累了，闭上眼睛休息。顾墨寒的目光却一直凝视他，一瞬不瞬地盯着看。终于，马车缓缓停在了义王府的门口。南婉嫣睁开眼睛，刚要下车，顾墨寒修长的手指忽然附在了南婉嫣的头顶。南婉嫣本能地侧目看他，两人鼻尖挨着鼻尖，差点吻上。顾墨寒看了他一眼，目光灼灼。南婉嫣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十分的心惊，几乎想也没想就跳下马车，小跑着往府里冲。我先回院子了。顾墨寒瞧着他逃离他的模样，灼热的目光一下子沉下来。真奇怪，就被顾墨寒看了一眼，我慌什么？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做了亏心事的人是顾墨寒才对。王妃，您上次让奴婢查云侧妃的事情，奴婢有消息了。有云雨柔跟顾墨寒圆房那日的消息。你说？那晚，云侧妃确实去了王爷的院子，但在那之前，云侧妃先去了进禅院，找了王嬷嬷。那会儿，她告诉王嬷嬷王爷出事了，当时是2更天。说完这些，王嬷嬷就安排她去西风院了，然后就跟王爷。后面的话，香玉没有再说了。那日2更天的时候，王爷是和王妃待在一起的。王妃回香林院的时候，都已经5更天了。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难道王爷还能同时跟王妃和云侧妃一块儿？这怎么可能呢？南婉嫣听着香玉说完，有些莫名的情愫自眼底浮现。那他是如何得知顾墨寒中了毒呢？据说是他去求着府医告诉他的。云雨柔求府医，哼，恐怕他们早就是一丘之貉了。王妃，您这是什么意思啊？不是，我只是觉得自己小瞧了云雨柔。你先下去休息吧，这件事情辛苦了。啊，不辛苦不辛苦，王爷和那个云雨柔都圆房了，王妃心里定是不舒坦了。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办啊？是不是该问问王爷？王妃那晚明明和他在一起，他怎么会和云侧妃搅和在一起呢？王爷，您怎么来了？这几日有没有想起些什么？对不起王爷，属下还是什么都不记得。那一日要不是王妃设计，属下怎么都不会想到，那日想要杀害属下的会是高管家。他答应了王妃，现在还要装作自己失忆的样子，绝不能告诉王爷真相。无妨，想不起来也不要勉强自己，好好休息，好好养伤。多谢王爷体恤，属下会好好养伤，也争取早日记起当初发生的一切的。申玉，这些日子发生了不少事情，本王的心里有些乱。王爷，什么事情让您烦扰了？前些日子，王妃从前的婢女冬雪被找回来了。本王从她口中得知，当年王妃失贞并非给了别人，也没有什么野男人，从始至终都只有本王。此话一出，沈宇的双眼蓦然亮起来。那这样说，王妃从未背叛过王爷？
是本王误会了他，还因此伤害了他。本王要赋予他。王妃和王爷的情况居然有如此的转折，那王妃是王爷的救命恩人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说了？王妃不就是觉得王爷相信云侧妃不够信任他，所以才按着他不让说的吗？现在王爷都如此深爱着王妃了，就算把救命恩人的事情说了，王爷也只会相信王妃的。王爷，你不知母妃似乎不喜欢王妃，她其实……顾墨寒与神宇同时开口，神宇硬生生将后面的话咽回去了。宜妃娘娘醒了，娘娘是何时醒的？哦，不是，娘娘也才醒，怎么就不喜欢王妃呢？王妃那么招人喜欢，难道是因为王妃是丞相府的嫡女吗？神宇忽然间不知所措了。母妃前段时间就彻底苏醒了，但躺得太久，身体很不灵活，也得了暂时失语症。王爷，您不要担心了，宜妃娘娘既然已经苏醒，那她总会慢慢的好起来的。而且她不能言语，说不定也不是不喜欢王妃，只是总而言之，现在您和王妃就好好的，顺其自然吧。他还是先不说了，免得王爷更烦。但愿如此，本王先回去了，你好好休息。若是想起过往，一定要告知本王。唉，希望王爷和王妃的关系能早日缓和才好啊。顾墨寒出了西风院后，没有回自己的屋子，而是径直去了香林院。借着月光，看见床上躺着的睡颜恬静的南婉嫣，她睡得不安稳，不知道梦到了什么，黛眉紧紧地蹙起。在南婉嫣的怀里，小蒸饺和小包子姐妹睡得很香，俯下身，修长的手指轻轻抚平了南婉嫣蹙着的眉头。梦到什么，竟如此不悦？他便脱了外袍，躺在了母女三人的身边。男人温柔地搂住了南婉嫣和两个小丫头，将她们母女三人抱在怀里，闭上眼睛也缓缓地入睡。这一夜，他只觉得无比心安。那人穿着素衣，头上戴着黑色的纱帽，竟然是你！他入了大狱，猜到幕后人可能会安排人来看他，或者封口。你很诧异？当然，我以为你不会亲自来，所以那封信还有那张平面图都是你专程送来给我的，目的就是让我为你做事情。你很聪明，的确是我做的，你的设局我一清二楚。你可真不是个东西，上一次在宫里宜妃中毒，也是你在暗中推波助澜吧？没想到你竟然这么歹毒。陈王妃，你难道不歹毒吗？火大势已去，你以为你就能明哲保身了？今日这场大局，你的确做得不错，但是顾墨寒和南婉嫣依旧毫发无伤。哪怕父皇不喜欢顾墨寒，可臣子百姓多的是拥护他的人，你根本撼动不了他。那就不关你的事情了。你还不知道吧？皇上要将你斩立决，公告天下，以抚天圣使臣的心。明日你就是一个死人了。什么？父皇要杀我？你今夜既然能进天牢，那就说明你有办法救我。虽然我现在看起来一无所有了，但是在这宫外，我还有能用的人，我还有利用价值。只要你肯保住我的性命，我必定能帮上你很多忙。你有利用价值？你都已经进天牢了。据我所知，你爹娘根本没有过问过你，更没有把你救出去的意思。你哪里来的利用价值？但我手里有顾墨寒和南婉嫣的把柄。你若是有把柄，会等到这个时候再说。今日事出突然，我根本没有机会多说。但是我知道南婉嫣和顾墨寒的关系一直都不好，他们表面上恩爱，其实都是在演戏。你说的把柄就是这些？他们夫妻二人合与不合，对我能造成什么威胁？当然有威胁，因为他们所图谋的东西也是你所图谋的东西。可他们比你厉害。南婉嫣那个女人一身医术，诡异得很，可偏偏是拉拢人心的最佳工具。你是想让你的孩子永远都屈居他们之下吗？以去清安寺削发为尼，赎罪终生的名义，好让你能够联系到外界。但相应的，你也要让我看到你说的大军。好，合作愉快，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纱帽女人转过身，失不失望的看你表现。王爷是什么时候来的？别跟王妃提起，要不然南婉嫣又该跟他置气了。是王爷，王爷昨晚在香林院留宿了。难道王爷要开始挽回王妃的心了？那可真是大好事。阿姐，你有没有觉得昨晚睡觉的时候身边好像还有一个人？那感觉很熟悉，就像是渣爹抱着他的时候让他安心。小正甲揉了揉惺忪的睡眼，转身朝床上看看，才发现南婉嫣不知何时躺在他们的身边。嘘，应该是娘亲在我们身边，娘亲还没醒，我们不吵她。
刚要出去，就见南婉嫣迷迷糊糊的睁开了眼。娘亲，你醒了？昨日过得好不好啊？很好啊，娘亲，昨日先生们都陆陆续续回府了。不过莫先生今天好像有事，今天不上莫先生的课。没事儿，等到莫先生明日回来，看到你们的礼物，一定会很高兴的。茉莉为什么接近他？当年丞相夫人母女又是怎么把原主娘亲的玉佩给拿到手的？这些事情应该牵扯得很深了。小正脚见南婉嫣一直在走神儿。娘亲，那你也坐好，我和小包子帮你换衣裳。等我和阿姐帮娘亲打扮好了，就一起去用早膳，到时候和舅老爷一起吃。好，舅舅，你们来了，坐吧。等我学会了新的机关术，一定能够打败父王的。阿姐这么厉害，一定能行。到时候我也要找父王，跟他学学下棋。始终笑着的南婉嫣却是变了脸色，但这不是说明小蒸饺和小包子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对顾墨寒有了不少好感吗？虽然两个小丫头一直向着自己，但她比谁都清楚，她们需要的父爱太多了。莫月明的神色也微微的变了，心中莫名的有点紧张。婉婉的态度已经很清楚了，但若是再拖延下去，婉婉会不会因为两个小丫头而留在西野，这就不确定了。看来必须告诉先生，要加快离开的进度了。正巧这个时候，香玉和香莲端着早膳过来了。王妃、舅老爷，两位小郡主，奴婢前些日子学做了新奇的糕点，请几位尝尝，看看合不合口味。谢谢香玉、香莲姐姐，我们以后肯定被养得白白胖胖的。娘亲，我在想，香莲阿姐的粥暖暖的，让我心口都热乎了。要是这些送去净茶院来的祖母吃，她会不会就好得快一些了？对啊，净茶院的祖母不是父王的娘亲吗？前些日子我和小包子听说祖母醒了，但是一直不能说话。娘亲，我们要带甜甜糕去看她吗？宜妃竟然醒了。莫月明的眼神瞬间一变，蓦然复杂起来。他看向南婉嫣，等他的下文。祖母她现在还不能吃这么多的甜甜糕，而且她现在需要静养，你们两个小丫头就不要操心那么多了，今日乖乖的待在院子里跟先生们学功课，好不好？没有必要让两个小丫头和宜妃有过多的牵扯。莫月明闻言，眼睛里多了一些笑意。我们知道了。等两个小家伙走了，婉婉，你之前说时机到了，我们就离开王府。方才我们都看见了，两个小丫头对翼王其实有一点点的喜欢。你可曾想过，若是我们离开了西野，往后两个小丫头没有爹爹的陪伴，会很难过，或者说童年有缺憾，到时候你打算怎么做？的确，我要强行带走他们，让他们失去父亲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甚至缺失的父爱我也没有办法弥补。但与其让他们留在这里参与纷争，时刻提心吊胆，还不如竭我所能，给他们创造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若是他们长大了怪我，我也认了。莫月明闻言，忽然有些心疼南婉嫣。你放心，两个小丫头这么懂事，定不会责怪于你。而且呀，我们也都做好了打算，那就心无旁骛的去实现。你们母女三人能够平安快乐，相信这也是你母亲最大的心愿。我明白。舅舅，南婉嫣掏出了怀里莫离送的2小只的玉佩。之前在丞相府，你有没有见过这个玉佩啊？莫月明听到南婉嫣这样发问，心里突然有些讶异。现在还不是跟他说明身份的好时机。这是莫先生送给两个小丫头的吧？以前也没有见过。他都见过，莫月明会没见过？舅舅没见过这玉佩？不曾。南婉嫣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撒谎。原来是这样。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我就是觉得这玉佩长得好看，想多买几块配衣服。没事儿，不是很重要的事情。莫雨明的眼眸里闪过了一抹深意。舅舅，我先去净禅院看宜妃娘娘，外面风大，你也快些回屋吧。好，你自己注意身体，别太操劳。母妃这几日有没有什么症状？娘娘没有别的症状，只是依旧开不了口，动弹不得。母妃的身体恢复的还不错，不过母妃昏睡了10几年，身体各方面都比较虚弱，没有什么免疫力。嬷嬷每日拿枸杞泡水给母妃服用，就当是喝水一样，可以改善状况。
枸杞泡水，老奴还是第一次听说。只需要将水烧开，放温后泡服即可。这个方法我也是从医书上看到的。好，老奴待会儿便去准备些。要是这儿有保温杯就好了，保温杯泡枸杞很方便。保温杯这个词怎么这么熟悉？王嬷嬷突然想起来，从前一到冬天，宜妃娘娘就会在宫里感叹，要是能有个保温杯就好了，随时随地的就能喝热水。为什么娘娘下边的东西王妃竟会知道这件事儿？就连王爷都不知道，却突然看到床上的宜妃，一双眼睛瞪得老大，她盯着南婉嫣，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就是说不出口。娘娘，完了，娘娘这是受的刺激太大，对王妃产生抗拒和抵触了呀。她正要开口让南婉嫣离开，就看到南婉嫣忽然俯身朝宜妃伸出手去。王妃，住手！老奴突然想起来，近日还没给娘娘做按摩护理，老奴看您也瞧得差不多了，不如先回去歇着吧，这里交给老奴就好。可是我看母妃的情况很奇怪，她现在似乎不是在怕我，而是在兴奋。母妃她的脸部肌肉是比较僵硬的。王嬷嬷，你先别急，让我再帮母妃看一下，确定一下。南婉嫣刚说完，宜妃就更加的激动了，王嬷嬷都急眼了。娘娘这哪里是在笑，分明是被吓傻了。王妃，您就先回去吧，这里一切有老奴，您大可以放心。好吧，那我先回去了。母妃要是有什么异常，你再派人来通知我吧。之后我会让香莲送来新的药方的。多谢王妃。南婉嫣刚出门没走2步，看到了顾墨寒朝她这边走过来，她绕过了顾墨寒，想往前走。母妃没什么事情，我先回去了。她本能伸手抓住南婉嫣的皓腕。你放心，本王很快就会处理好丞相府的事情。如果南岐山死了，母妃应该就不会再这么针对南婉嫣了。南婉嫣听到这话并没有过多的反应。你怎么处理丞相府不需要和我说。婉嫣，你虽是丞相府的人，但本王不会伤你。我知道你不会伤我，丞相府的事情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跟丞相的关系不好，不在乎什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事情。不过我要提醒你，你母妃当年出事，丞相有可能知道内幕。顾墨寒掌心一空，冷碎的眼底有一抹暗色闪过。本王明白，这几日母妃这边本王会照看着，你若是得空就去看看沈宇吧，他至今没有恢复出事那日的记忆，若是他能够恢复，很多事情便能迎刃而解。提及沈宇，南婉嫣莫名的有些心虚，毕竟沈宇是装失忆的。你的医术高明，沈宇他是否可以早些想起来？我尽量吧，你知道失忆不太好治，我现在就过去。可刚走一步，胳膊却蓦然一重，南婉嫣侧手对上了他的视线。婉嫣，除了沈宇的事情要说，还有本王最近或许会经常不在王府。方才本王已经去了神策营，叫了些弟兄们过来，加大王府的守卫，尤其是你和母妃的院子。我知道了。他明白，以后顾墨寒只会越来越忙，他得赶紧腾出手来处理那爱作妖、有金大腿抱的云雨柔。我想去看看沈宇，你忙吧。顾墨寒修长的手指僵在半空中，凝视着南婉嫣的背影。本王和你说了那么多，你就没有要和本王说的？看来恢复的还行，你这身体很快又要刀枪不入了。王妃，您就别再打趣属下了。您今日来是有事情要问吧？我是有些想问，我想知道当日你查到云雨柔造谣2个小丫头是野种的事情，那些证据可还留着？听到这话，沈宇的脸色瞬间有些阴沉。属下无能，当初属下轻信了奸佞小人，将那些证据都一一给了高管家，恐怕现在是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了。如果是这样，那证据肯定早就被高管家给销毁了。若是现在重新查证，你觉得需要多久？这件事情属下不是没有想过，但若是重新查起的话，还需要再去一趟城南，找到那个乞丐，还有那些负责接头的线人。可您不知道，高管家做事向来心细，10年里将王府打理得井井有条就足以证明了。出了那样对他不利的事情，他估计早就把那些人给买通或者谋害了，恐怕无从查起啊。你说的没错。对了，现在高管家已经死了，那云雨柔势必会慌张，之后他说不定会狗急跳墙对你动手。你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我也会跟于峰说，让他带人来加强这里的守卫。好，属下定会小心的。王妃，您现在觉得这件事情该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让王爷被蒙在鼓里，要不属下还是直说了吧。不行，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在暗中找一个信得过的人，重新查找云雨柔造谣的真相。这件事情在查明之前，都不要让顾慕寒知道，算我求你了。难道你不想看我对付云雨柔，还是你觉得我一定得恢复救命恩人的身份，你家王爷才会相信我说的话？
当然不是，只要是您说的话，王爷其实都听的。他怎么不知道顾墨寒有那么听话？那你就听我的。好，属下听王妃的。此事不说，属下也会尽快将罪人侧妃的犯罪证据交给您的。证据他会重新查，但话他也要说。一日一大早，南青青被送进了城南的清安寺。一身素衣的走出宫门的时候，不少围观群众都对着他扔菜梗和臭鸡蛋。没人知道南青青是如何从一片侮辱叫骂声中走出城门，而更没有人知道，一个衣着臃肿、头戴斗笠的男人拄着拐棍，始终跟在送行的队伍后面。差不多日落时分，南青青终于抵达了清安寺。高管家忍着疼，眼神坚毅地进了清安寺。小主子，你还知道来？之前发生了一些变故，属下来得太迟，害小主子受此大难，请小主子责罚。起来吧，如今我也不过是个尼姑，没什么太大的身份，值得你跪拜。您万不可这样轻视自己。属下知道您受了很多苦，但如今既然属下来了，就肯定不会让您受累。不过，属下有一事想要求证，小主子，属下想知道您那块红色玉佩是否还在身上？玉佩还在。玉佩？南青青挑着眉，狐疑地从怀里掏出玉佩，递给了高管家。我一直带在身上，有什么问题吗？是这玉佩没错，我就知道他不会弄错的。虽然没见过小主子几次，但当时主子出事儿，是他亲自调换了小主子和丞相夫人的女儿，他绝对不会认错人。至于南婉嫣身上的玉佩，定是莫允明恢复了记忆，知晓了他自己的身份，所以才联系了大夏的人，结果认错了主。看来我还得找机会回去，暗中提醒莫允明，不要认错了小主子。高管家，这块玉佩有什么奇特，竟让他有这样的反应？小主子，属下没事儿，您想要的，属下都会帮您得到，哪怕赴汤蹈火，哪怕尸山成海。高管家，我一直很感激这些年来你为我做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你我二人非亲非故，又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人，你为何要无条件的对我如此好？有很多事情属下现在还不能告诉您，但您只需要知道，您的身份远远不止现在一个程王妃这么简单。您是有着无上尊荣的人，身份尊贵，而属下活着的目的就是为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身份尊贵，什么意思啊？小主子，属下能说的就这么多，但老奴有办法助您涅槃重生，只是在此之前您会死一次。我会死？南青青愣怔着接过了涅槃，眼底有些慌张不安。你在说什么？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您不用担心，这颗珠子名为涅槃，能够让人浴火重生，属下曾经亲眼见证过它起了作用。您拥有这个，只是会失去过往的身份，但对您不会有任何的伤害。竟有这么神奇的宝珠？高管家，我的母亲已死，父亲抛弃了我，身边只有你了，你真的会一直效忠于我吗？高管家凝视着南青青，眼神忽然有些恍惚。他自幼便是无父无母的，那一年他在城里最繁华的百花巷偷了一个富家公子的钱袋，被富家公子发现后将他堵在死胡同里，差点被打死了。那时他年仅8岁的主子就这么凭空出现了，他深刻记得主子叉着腰站在胡同口，一张倔强的脸上满是傲气。光天化日行凶，你还真不拿大夏律法当回事了，给我放开他，不然我就让人将你们全部送进大牢里。他朝着南青青重重的叩首。属下永远效忠于小主子，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总有一日，我定要让这天下人都为我俯首。今日朕叫你们来，就是为了商量老七和汉城公主的婚期的。元宵节的时候，皇上是否打算立太子？确有此事。皇上，这可使不得。我们汉城公主再怎么说，也是被皇上捧在手心里长大，而现在距离西野的元宵节也不过只有几日的时间了，而且还要封太子，这如何分得清主次？
凤元氏越是这么说，顾景山就越高兴。若是能因大婚的事情而推迟立太子的事，那就再好不过了。太子，你意下如何？父皇说的是，和亲事宜乃重中之重，除了元宵节外，下一个吉日可有选取过？传旨下去，1月后举行汉城公主和七王爷的大婚，立太子之事延期举行，暂不定期。老臣遵旨，定会为汉城公主和七王爷的大婚做到尽善尽美，完成盛世大礼。顾墨灵也跪下谢了恩。多谢父皇。都平身退下吧。他不管顾墨寒再打什么主意，只要顾墨寒一日不是太子，就一日掀不起风浪。只要在1个月内，他能够将顾墨灵扶持起来，完完全全的成为他手里的傀儡，往后就更不怕顾墨寒动什么歪脑筋了。六哥，今日之事都有对不住了，但你也知道我和汉城公主的事情。总而言之，若是有机会，皇帝定会好好答谢六哥，再给六哥和六嫂当面赔礼道歉。无妨，七弟若是没别的事，本王先走了。顾墨寒不知怎么的，忽然想起那日皇后被打入冷宫前对他说的话。这皇城里处处是陷阱，一步错，步步错。当年有些人因为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吃了一辈子的亏，生不如死。伴君如伴虎，哪怕是亲生父亲亦是如此。他不能再等了。顾墨灵和秦慕白的大婚，就是他起兵造反的日子，谁敢阻他，他便杀谁。此刻的翼王府，嬷嬷，你可以跟母妃多说说王爷的事情，这样能够刺激他的神经，有助于语言康复训练。好，老奴明白了。南婉嫣前脚刚离开，后脚顾墨寒就回来了。刚要走进静禅院，忽然听到2个路过的婢女在窃窃私语。我觉得2个小郡主虽然锦衣玉食，但是好可怜啊！你不知道，这几日我看见2个小丫头怎么了？我看见2位小郡主每日在王府里憋着，都替他们难受了。现在明明是过年，他们又都是稚童，正是该出去玩闹的年纪，却整日被关在王府里，哪儿也去不了。王爷和王妃这段日子又忙，根本没工夫陪着2位小郡主，这多闹心啊！嘘，别说的那么大声，要是让主子们听见，咱们在背后嚼舌根，可没好果子吃。听墙角的顾墨寒忽然长眉一凝，幽深的眸底透出点点自责。不一会儿，香林院里有下人来报，说是顾墨寒今日要带南婉嫣和2个小丫头出去玩，让他们准备好了，直接去王府门口。我知道了，你下去吧。顾墨寒最近应该忙得焦头烂额的才对，怎么现在会有功夫带他们出去玩？难道是夺权出了什么变故？娘亲，终于可以出去玩了。好耶，出去吃糖葫芦啊！一手牵着1个小丫头朝着岸边去了。南婉嫣跟在后头，瞧见小蒸饺和小包子对着顾墨寒有说有笑，南婉嫣不由得皱着眉，心事重重。她的2小只现在对顾墨寒是越来越喜欢了。若是等到他们要走的那一天，2个小丫头感到不舍，那她真的能忍心带他们离开吗？来到一处卖河灯的摊贩前，哇，这么多好看的河灯，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是吗？是吗？小包子努力地往上够，忽然感觉自己双脚腾空，视线蓦然高远了很多。只见顾墨寒紧紧地抱着他，冲他笑了一下。看河灯。小包子甜甜地笑了一下，身体不由自主地往顾墨寒的怀里靠了靠。有父王在身边的感觉真好，可惜我们要跟着娘亲离开了，也不知道在这之前能不能按太皇奶奶说的那样，又愿不愿意原谅父王，与父王重修旧好呢？这些本王都要了。那摊主见状，立马双眼放光。这不卖。不是，这位公子啊，您愿意包了小人的河灯，小人当然高兴。但是这元宵节放河灯啊，重要的是寓意，而非数量。既然如此，你们便挑2个喜欢的，待会儿我们去放河灯。父王，我想要那个。好，你呢？我想要这个。都包起来吧，还有那一盏。男人修长的指节点着那盏凤尾河灯。好嘞，一共20文，您拿好了。将小包子稳稳地放在地上，将这个拿去给你们娘亲。顾墨寒这才从怀里掏出了1枚银锭。钱。好嘞。公子只要20文，您给多了。多出来的是给你指点放河灯的报酬。那就祝公子和夫人百年好合，再生贵子啊！
再生贵子吗？会的，今晚就是好时候。顾墨寒扬唇笑了一下，朝南婉嫣和2个小丫头走过去。娘亲，给你。南婉嫣一看这精巧的河灯，喜欢极了，真不愧是娘亲的小宝贝，知道娘亲的喜好。娘亲，这是父王亲自给娘亲选的，可好看了。对啊，父王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呢。这居然是他给我选的，从什么时候开始顾墨寒竟然知道我的喜好了？这好像哪里不对劲啊。本王选的。现在正是放河灯的好时候，难得出来，便给你买了一盏。那摊主说，在这灯上写下愿望，等未时放出去，顺着柳河往外飘，就能达成所愿。可是只有3盏河灯，你怎么不多买1盏？我们怎么写？你写一边，本王写在另一边。南婉嫣狐疑地睨着他，那你不能偷看哦，这种愿望是隐私的，要是被人看到了就不灵了。好。不一会儿，于峰拿着笔墨回来了。王爷、王妃，还有2位小郡主，您几位快些把愿望都写上吧。属下方才路过那边，看到有很多人在放灯了。哇，真的开始放灯了，好好看啊！阿姐，赶紧写愿望。我先写，你后写。顾墨寒点头没有出声。等他写好了，他却从他的手里拿过了笔，在河灯的另一边写了1行字。我写好了。小包子，你写了什么？阿姐，娘亲说了，愿望是不能看的。不过若是阿姐想知道，等愿望实现了以后，我偷偷告诉你听。好吧。娘亲、父王，你们写好了吗？好了。顾墨寒丑腻地捏了捏2个小丫头的脸。去放河灯吧。嗨！2个人率先跑到了岸边。希望爹爹和娘亲以后能和好如初，恩爱不移。希望我和阿姐快快长大，保护娘亲。希望我将来能吃好多好吃的。希望离开西野以后，娘亲能开开心心的，小包子身体越来越好，也更有勇气，自信起来。2个小丫头在许愿。顾墨寒拿着手里的河灯，看着自己写下的愿望，忽然望着南婉嫣。你写了什么？南婉嫣一愣，随即拿手挡上自己写的那一面。小包子都知道这是秘密，你若是想知道，那你就先说你写了什么。我不看你的，但你若想知道我写了什么，我可以告诉你。这还是顾墨寒第一次用我自称，而且他的眼神那么的烫人，南婉嫣的心忽然悸动了。我不感兴趣，放灯吧。说着伸手去拿顾墨寒手上的凤尾灯。顾墨寒的眼里有着一丝失落，一把握住了他纤细的手指。一起吧。南婉嫣鬼使神差的没有拒绝，她拿着河灯，顾墨寒握着她的手，2人一起将灯放到了湖面上。放吧。顾墨寒的低语在他的耳边响起，南婉嫣下意识放开了手，闭上眼睛许愿，希望2个闺女健康快乐的长大，可以享受自由，不再有任何的束缚，希望家人平平安安，希望我和离顺利。婉嫣，若是今后他处理好了一切，不管是丞相府还是顾景山，亦或是那些潜在的威胁，南婉嫣会不会永远留在他的身边？娘娘，您方才说什么？水，娘娘，您真的可以说话了。水，娘娘您等等，老奴这就去找，您等着。小心翼翼地扶起了宜妃的头，喂她喝水。哎，娘娘您慢点儿，小心别噎着了。老奴能看到您醒过来，真的好高兴。娘娘啊，您不知道王爷和老奴这些年来过得有多难受，有多难呢。娘娘，您要找王爷对不对？老奴这就去。不是儿媳妇，您是说您想见王爷，但不想要王妃过来？不是，是要见儿媳。您要见王妃，不会是要将王妃喊来发泄不快吧？那老奴这就去通知。说完他就往门外走，可刚走到门口就碰到了前来探望的莫允明和莫离2人。王妃舅舅，您怎么来了？先前听说宜妃娘娘醒了，却一直没有机会来看看。我的双腿最近好转了不少，所以便想过来看看贵妃娘娘的身体情况，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他看了看莫离，还是有些为难的开口：您来看望宜妃娘娘，相信娘娘会很开心，但这位莫先生
恐怕不太妥当。莫先生曾经接触过类似的病患，所以我才让他来的，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若是您觉得不妥，不如您去请示一下宜妃娘娘，看她愿不愿意见我们。您稍等。不一会儿，王嬷嬷就出来了，朝莫离和莫允明行礼。娘娘允了，还请您二位进去吧。进。莫允明微微的颔首致意，与莫离一同进了屋。莫允明率先走到宜妃的床边。允明见过郡主。宜妃正想回话，忽然看到莫允明身后的莫离，瞳孔蓦地一缩。你是？晚辈陆渊离，见过姑姑。好。姑姑，母皇很担心您的情况，若她知道您不仅苏醒，还能说话了，定然会很高兴的。听到故人，宜妃很是激动。我想他。不急，您若是想母皇，渊离定可助您见母皇一面的。不知您的情况如何，手脚可灵活了？没有。姑姑才苏醒，现在就能说话了，已经恢复得很不错了。其他的相信很快也都会陆续恢复的。郡主，其实殿下这次来有2件事要处理。第一，就是为了王妃，你应该与王妃见过很多次了。见过了，我很喜欢。郡主，我们要将王妃和王妃的2个女儿带回大夏。宜妃瞬间懵了，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带走她的漂亮儿媳呀？为什么？姑姑，这10几年您一直卧病在床，有很多事情您不太清楚。晚辈也不想带走晚烟，实在是她过得不幸福不快乐，晚辈无法将她托付给翼王的手里。你说明白。翼王是您的儿子，晚辈不该背后说他坏话，但他做事不地道，娶了晚烟还娶了侧妃。据晚辈所知，他因为那个侧妃冷落了晚烟5年之久，又因为那侧妃欺他辱他伤他不计其数。且不说晚烟尊贵的身份容不容得了如此折辱，便是他没有身份，只是渊离的妹妹，渊离也绝不许他过这样委曲求全的苦日子。郡主，翼王过去对殿下有多不好，你一概不知，可殿下身上的伤疤至今未愈，我们也是心疼至极，才想要带他离开的。宜妃的脸色瞬间就变了，她还真不知道顾墨寒干了这么多的坏事。莫离有些诧异，可姑姑竟然没有一丝偏颇顾墨寒的意思，难怪母皇说姑姑是最明事理的人。姑姑，除了方才说的，渊离还有最气不过的，就是翼王将晚烟打入了冷院，整整5年之久。那时她怀了身孕，可翼王却从不过问，就让她一个弱女子在冷院里自生自灭。晚烟独自抚育2个孩子，其中的艰辛我们想象不到的，所以渊离是一定要将她带走的，希望您不要阻拦。宜妃听着差点一口气没上来。逆子，老娘打死他。姑姑，这些事情晚辈原本不打算告诉你，但既然现在要带晚烟走了，就必须要让您知道事情的原委。您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了，那我相信姑姑会支持我的决定的。其实我来这里还有第2件事情要做。最近西野朝野动荡不安，可能会有大事发生。姑姑是我们大夏的郡主，母皇让渊离过问您的意见，是否要随我们回大夏呢？带走儿媳应该，但我不能走，你们不用管我。既然姑姑不愿走，那我们也不强求了。没错，不过还请郡主永远记得，若是遇到了危险，大夏一直都是您的避风港。而且要是在西野不安全，这个暗哨您可以联系到大夏的人。让他们睡吧，本王抱他们回去。南晚烟也没阻拦，他扛不动，顾墨寒乐意就让他抱。横竖也不想打搅2个小家伙的梦。顾墨寒刚把2小只放在床上休息，香玉就急匆匆跑进来。王爷王妃。顾墨寒一下子蹙起了眉，扫了他一眼，赶忙捂住了嘴，在门外等着。有什么事啊？王爷王妃，王嬷嬷刚才说宜妃娘娘已经能够开口说话了，让您2位回来以后马上去一趟。顾墨寒双眸狠狠的一震。母妃能说话了？没错，具体的情况奴婢也不太清楚，还请2位现在就过去吧，小主子这边奴婢会照顾好的。顾墨寒二话不说就拉起了南晚烟的手。走。娘娘，老奴把王爷和王妃给您带来了。宜妃双眼一亮，看到南晚烟后激动的瞳孔都在地震，但她转头看到了顾墨寒，脸色一冷，抽出着嘴角说：不见。王嬷嬷顿时懵了。不见？可娘娘刚才不是还说要见王妃吗？难道真是一看到就气得不行，受不了要赶走王妃了？王爷。顾墨寒跟王嬷嬷想的一样。晚烟，你先等等，
本王会跟母妃说清楚的，你放心。好吧，那我在外面等。不是，宜妃是真的快要急死了。儿媳留下，把那逆子赶出去。几人闻言傻了眼，面面相觑，都以为是自己也听错了。母妃，您是不想见儿臣？为什么母妃一开口能说话，去骂本王逆子？为什么母妃不见本王，反而要赶本王走？出去，嬷嬷带他走。王爷，您还是跟着老奴一起退下吧。娘娘看样子是有话要跟王妃单独说。可是，儿媳坐。南婉嫣心里也是震撼不已，她怎么都没想到宜妃竟然没骂她，还对她这么好。母妃，您终于醒了，儿臣和王爷已经担心您很久了，不知道您的身体还有哪里不舒服，您告诉儿臣，儿臣再帮你看看。不提他，儿媳，我有话要对你说。又香又软漂亮的儿媳，就是比那些大猪蹄子男人好。母妃，您说。保温杯。南婉嫣的表情闪过了一丝古怪，狐疑地看着宜妃。您是说保温杯啊？那个东西是儿媳瞎想乱说的，您就别放在心上了。他的好儿媳太小心翼翼了，但是他只是想告诉儿媳，他们是妥妥的老乡啊。他抓着南婉嫣的手。不是，我想告诉你，我是。这句话太长，宜妃说到一半，狠狠地吸了一口凉气。您别急，慢慢说。现代来的我们是一个世界的人。南婉嫣第一秒还没回过神来原来如此，您和我是一个世界。话音戛然而止，南婉嫣突然震惊地看向了宜妃。同一个世界的人，宜妃竟然也是穿越者。南婉嫣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宜妃听到她说保温杯会那么的激动，原来是老乡。她瞬间有些热泪盈眶的一下子握住了宜妃的手。您真的是从现代来的？您是怎么过来的？20多年前，南婉嫣听宜妃一字一顿讲述自己的遭遇，不由得在心里为宜妃捏了把汗。原来宜妃当年是考古学毕业的研究生，在一次考古勘探的过程中，碰巧穿越到了这里，成为大夏的郡主。知道你想离开梦涵，对吗？南婉嫣一惊，不可思议地看着宜妃。您是怎么知道的？我听说的，他对你很不好，他还娶了侧妃，欺负你，他坏，他会长。南婉嫣听着宜妃这样痛骂顾墨寒，忽然有些解气地笑了。既然您都知道，那我就不瞒着你了。他现在对我没有那么不好，但是我跟他不合适吧，所以我想带着2个小丫头离开这里，永远都不回来。我明白的，我想知道，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吗？那孩子他……对不起，母妃，我做不到。我也是母亲，我明白您为什么替他挽留我，但其实我要离开这里，顾墨寒只是原因之一，问题不全在他的身上。我并不爱他，不爱的人厮守一生会有多么的痛苦，您应该理解。最重要的是，我的2个孩子若是皇家的人，就只能束缚在这一方天地里，做不到无拘无束，做不到自由快乐。现在是这样，将来长大了，指不定还要去那里和亲，就像您一样。我做不到。好，我知道你的心意了，我也支持你。南婉嫣见宜妃这么的通情达理，心里也惊叹了一瞬，多谢母妃理解。婉嫣，我会帮助你和墨涵和离，让你跟2个孙女走得干脆利落。南婉嫣心头一震，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宜妃。可是您要怎么帮助我呢？我自有办法，你不用管。你娘现在还好吗？她在您成为植物人之后的不久便离世了。宜妃的眼睛瞪大了。去世了？怎么回事？好像是病重，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她就走了。病重？怎么短短几年就病重了呢？
宜妃大受打击，南婉嫣忽然有些诧异，宜妃跟原主娘亲的感情居然这么好。你娘去世之前有没有给过你一颗欧帛？就是通体红色，但里面有七彩的光，那颗欧帛叫涅槃。欧帛是他在现代发现的，刚拿到这东西就摔了一跤，等他再苏醒就已经到了大夏，成了大夏的小郡主。后来他研究那颗火欧帛的来历，竟发现这是一颗蕴含着神奇力量，能够通人前世今生的神奇的珠子。如今他宜妃的身份便是他自己的前世，从此他就将火欧帛命名为涅槃，寓意能让人涅槃重生。认识了莫允清之后，就将涅槃亲手送给了莫允清。那珠子能够逆天换命，清姐姐也许是用了那珠子，所以才……娘亲并没有留下什么宝珠，我也不知道涅槃长什么样子。你确定？我确定。好吧。这么说的话，清姐姐有可能还活着。据她所知，涅槃能够发挥3次作用，她用了1次，小婉嫣用了1次，还差最后1次。母妃，你也别伤心了，已故之人无法挽回，您的身体现在才是最重要的。既然您能开口说话了，还有很多的技能需要继续恢复，我会在离开之前尽快的把您的身体调理好的。好，谢谢儿媳，你先回去吧，麻烦你把那妮子喊进来。好，他摸了摸鼻尖，推开房门就走了出去。门外的南婉嫣刚抬眼就撞进顾墨寒那双饱含着担忧紧张的凤眸，愣了一刹那，立马别开了视线。母妃让你进去。母妃她对你说了什么？没什么，我和母妃聊得挺好的，你快进去吧，我先回院子了。南婉嫣说完，绕过了顾墨寒就离开了。顾墨寒难以置信地盯着女人远走的背影。母妃和南婉嫣聊得很好，这怎么可能？她可是丞相府的人，母妃不计较了吗？在一旁听着的王嬷嬷同样是难以置信。王爷，娘娘还在里面等着呢。顾墨寒走到宜妃的床边。母妃，儿臣来了。你坐。母妃，儿臣好高兴，您在床上躺了10几年，儿臣真的很想您，日夜都在盼着有朝一日能够像现在这样与您对话。顾墨寒轻轻地握住宜妃的手。母妃，儿臣现在已经有能力保护你，保护身边珍贵的人了。从今往后，儿臣再也不会让您遭受苦难危机了。跪下！顾墨寒一愣，却没有出声反驳，而是毕恭毕敬地跪在宜妃的床边。母妃，怎么了？我问你是不是欺负我的儿媳了？他今日就要为南婉嫣讨回一个公道。顾墨寒有些诧异宜妃对南婉嫣的友好的态度，却也放松了不少。回答。母妃，儿臣曾经确实做错了许多事情，伤过婉嫣，但是儿臣没有。但是宜妃气得心里窜出了一股火来。我是不是教过你，凡事不要给自己找借口？顾墨寒薄唇轻抿，垂眸低下头去。是。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控制好对南婉嫣的愤怒和怨恨，对她造成了不小的伤害。那好，儿媳已经告诉我了，她要跟你和离。那你怎么说的？南婉嫣既然将要和离的事情告诉了母妃，她就真的这么想要离开吗？哼，当然是同意，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你的错。母妃，儿臣从前是被仇恨蒙蔽了双眼，现在心态已经有了转变。儿臣知道南婉嫣心里难受，但儿臣定会用一生的时间去弥补她。儿臣已经后悔了。母妃，儿臣不会放手的。先前儿臣之所以针对她，全是因为南岐山丞相府的人都是食人血的妖魔，他们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南岐山更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借机上位，将女儿们全部培养成工具，以便让他们能够飞黄腾达。更可恨的是，若不是南岐山对您加以谋害，您又怎么会成为活死人这么多年？儿臣承认的确不该祸及无辜，儿臣已经知错了，但让儿臣放手绝无可能。再听顾墨寒的话，一下子睁大了眼，原来2个孩子存在如此天大的矛盾，难怪顾墨寒这小子行事会这么极端。丞相坏，但他没有害我。母妃，您说什么？就是他害了你，您最后一个见到的人就是他，不是他还能有谁？害我的人是你的父皇，他在酒里
下了毒，丞相只是体罪养罢了。当年见他的不只是丞相，还有皇帝，酒是顾景山让他喝的。他毒发的时候，比任何人都要震惊和难过，那种遭挚爱背叛的窒息和痛苦，远比成为植物人更让他抓心挠肝。什么？居然是父皇下的毒？怎么会是父皇？他真正的仇人居然是顾景山。母妃，怎么会是他？父皇才是本王寻找的仇人，那本王恨了10几年的丞相怎么办？他为这仇恨憎恨了10几年的南婉嫣，又该怎么办？宜妃见顾墨寒受到沉重打击的模样，蓦然想起当年自己也是这样的痛苦，叹了口气。真相残酷，所以墨寒，你不能再被他蒙骗。母妃，那您知道父皇当初为什么要加害于您吗？不知。宜妃慢慢的闭上眼睛，有些脱力的说了一句：墨寒，我累了，要休息了。儿臣告退，改日再来看望母妃。顾墨寒走后，宜妃慢慢的睁开了眼睛，脸色悲戚。这孩子的命运怎么这么坎坷？若是婉嫣和2个小孙女再离开了他该怎么办？刚回到书房，就看见沈宇和于副将来了，怎么不通报？属下和老于知道您有事儿，就没有打扰。找你们来是想告诉你们，父皇已经决定将七弟的婚期定在1月后，至于本王的册封大典，期限不定。皇上这不明摆着是在打压您吗？难得你我能够这么心平气和聊聊，要不然跟本王去小酌一杯。不去。顾墨寒假装嫌恶的拍开了顾墨风的手，往神策营的门口走去。汗涔涔的，别弄脏了本王的衣服，留下一身味儿。到时候回府，闺女们都要嫌弃本王了。顾墨风蹙着眉，闻了闻自己身上的味道，没味儿啊。然后这才反应过来是被顾墨寒给耍了，急急忙忙的追上去。嘿，顾墨寒，你又糊弄本王！你家林儿最近过得如何？哎，还能如何呀？本王是又当爹又当娘的看着，今日回去啊，还不知道他会不会哭呢。要不要将你家林儿带到本王的府上，与他的2位姐姐作伴？本王的大闺女活泼机灵，骑射武术样样不在话下，小闺女温柔恬静，知书达理，再过几年就该是名满京城的才女了。陪你的林儿嬉闹绰绰有余，也省得你当爹又当娘累得慌。顾墨风瞅着顾墨寒那得意炫耀的嘴脸，忍不住的瞪大了眼睛。他怎么能料到，居然有一天会看到顾墨寒在他的面前炫娃呢？拉倒吧你！那2个小丫头能这么优秀，还不是南婉嫣教出来的？你顶多就算是个供他们吃穿的冰山老爹，你瞅你整天拉个脸，小丫头们见了肯定都吓坏了。我家林儿才不去。别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本王的闺女可喜欢本王了。你不懂，闺女才是最贴心的。那一股嘚瑟劲儿都快漫出来了。别在本王面前炫啊！改明儿本王就娶个10个8个的女人回，生他几个女娃，到时候看你还怎么炫耀。与顾墨风分开以后，顾墨寒便立即上马回府。香菱月，你们是不是一直想去见见皇奶奶啊？娘亲上次不是说皇奶奶身体不太好，需要静养吗？皇奶奶身体现在好很多了，已经能说话了。她说很想见你们。皇奶奶身体好多了。好啊，娘亲，那我们去见皇奶奶吧。终于可以给皇奶奶吃甜甜糕啦。不过皇奶奶现在还不能说太多的话，你们要有耐心听她说完，然后再回答，好不好？我保证听皇奶奶说话的。我就知道你们2个是最最听话的乖宝宝。静禅院，娘娘，您看看谁来了？她下意识抬头朝着门外看去，就见姿容艳绝的南婉嫣笑着踱步朝她走过来，在南婉嫣的身侧还有2个粉雕玉琢的瓷娃娃。宜妃的双眼顿时一亮，这难道是我的可爱？是的，母妃，这是姐姐南枝，小名小针脚；这是妹妹南晓，小名小包子。小针脚、小包子叫皇奶奶。小针脚、小包子，南婉嫣有些狐疑的看了看不知道何时绷紧了身子的姐妹俩。吓到了，对不起啊，皇奶奶，现在这个样子不太……不是的，皇奶奶，小包子不觉得您不漂亮。南婉嫣都被这一嗓子给惊到了。平日里小包子最是文静，说话都细声细语的，现在居然这么反常。还不等他思考，就看到小包子努力地踮起脚尖，伸出一双小手，牢牢握住了宜妃干枯的指尖。我只是没想到皇奶奶病得这么重。我和爱姐听说
您已经在床上躺了很久了，原本我们以为您只需要好好休息就能好，但是我没想到您这么辛苦。我是因为难过黄奶奶这么难受。说罢，将头埋进了宜妃的掌心里蹭了蹭。小正角也苦恼自责地从怀里掏出了许多小机关来，捧在手心里给宜妃看。我也是，我刚才不是被黄奶奶吓到，只是觉得自己好像做的不对。我都不知道黄奶奶病重，还带这些小玩具想跟黄奶奶一起玩。姐姐们，对不起黄奶奶，是我们不好。但您很漂亮，您和娘亲在我们眼里都是大美人，您不要伤心。如此暖心的话，在场的3个大人的心里都是狠狠的一震，宜妃更是忍不住的眼眶泛红，心里是说不出的暖。真是奶奶的心肝宝贝，都是有知道疼人，快来离奶奶更近些。有这么2个香软的小孙女儿，真是舍不得放手啊。黄奶奶，等你好多了，我带你去看辣不辣，那是我们的好朋友，可乖了，你一定会喜欢的。还有莫先生的家乡有一种很好吃的甜甜糕，等有机会了，我和阿姐带黄奶奶去吃甜甜糕。宜妃欣慰地眨了眨眼睛，笑得合不拢嘴。好，奶奶听你们的。他走进院子，看见南婉嫣和王嬷嬷正推着母妃在院子里散步，他们的身边2个小丫头笑得见牙不见眼，十分的开心。这和谐的一幕在梦里梦见过很多次，没想到有朝一日，这一幕就在他咫尺间触手可及。母妃、婉嫣、小正角、小包子，本王回来了。父王回来了，我们正在跟黄奶奶玩。王爷，王妃带2位小郡主来看望娘娘，娘娘可高兴了。您快坐吧，老奴下去备些吃食。辛苦了。你们在跟黄奶奶玩什么？秘密，是女孩子之间的秘密。黄奶奶真的好有趣，跟娘亲一样喜欢看那些神奇的小书。顾墨寒有些茫然了，女孩子这么快就能有秘密了？她去神策营也不过才1个时辰吧。现在入夜了，天凉了，先送母妃回房吧。不会，我想跟你们一起吃晚饭，热闹就在院子里，我不冷。顾墨寒和南婉嫣同时愣了一下，2人对视一眼，谁都不想扫了宜妃的兴致。好，儿臣这就去安排。那我带您回房添件衣服，免得您着凉。我们陪黄奶奶一起。好，黄奶奶先坐。真乖。她坐在顾墨寒的对面，2个小丫头也很是麻利的在她的2侧坐下，晃着小脚丫等待开饭。她心里正乐呢，就看到南婉嫣打算坐到小正角的身旁，和顾墨寒中间还空了一个位置。儿媳坐墨寒旁边吧，不用的凳子都撤了，大家挨着热闹一样喝。闻言，香玉和于峰对视了一眼，心里不禁窃喜。他们原来还担心宜妃会不喜欢南婉嫣，现在看来，宜妃不仅对南婉嫣喜爱有加，还跟他们一样乐意看到南婉嫣和顾墨寒好好的。好的，娘娘。他俩很有干劲儿的撤去了多余的凳子。婉嫣终究是要离开的，毕竟都出动了大夏皇族，不可能留得住。可墨寒这小子终究是我的孩子，我能帮一时就帮一时吧。只希望真到那一日，这傻小子不要太伤心才好。这时，后厨的婢女们端着饭菜过来了。莫先生说，民以食为天，吃饱了才有力气做事情。没错，而且我们不能浪费，每一顿饭都要吃得干干净净。顾墨寒看着2个女儿讨人喜欢的模样，也不禁薄唇轻扬，注视着南婉嫣柔和的眉眼，在夜色下显得清朗。谁叫你经常给他们开小灶，竟然养出这么2只小馋鬼来？闺女当然要养得白白胖胖、可可爱爱的，你懂什么？就是父王不也喜欢娘亲做的饭菜吗？上次你还说好吃呢。是好吃，你娘亲做什么都好吃。顾墨寒最近的眼神总是奇奇怪怪的，似乎炙热，又似乎是热烈。南婉嫣有些受不了的低下了头。香玉和于峰看到饭桌上那温馨和谐的气氛，都快感动的泪流满面了。
久旱逢甘霖。黄奶奶，这题我会。不对，黄奶奶应该说九转大肠好吃。南婉言没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母妃，你现在的身体未愈，不可饮酒。从他记事起，他就知道母妃是个酒罐子，无论高兴还是伤心，都喜欢在无苦店里来上几杯。宜妃瞬间有些委屈，像极了一个孩子。哼，不喝酒，不喝。这就对了，您要听话，再吃些菜，一会儿喝了温水便去休息了。南婉嫣看了看宜妃，明显感觉到宜妃对酒的渴望，纠结了一会儿，还是对于峰说：“拿酒来。”还是儿媳好。顾墨寒蹙着眉，有些不解地看着南婉嫣。母妃这个情况，能饮酒？当然不能了，不过闻闻味道还是可以的。母妃难得和我们一起用膳，就不要扫她的兴了。我们陪她小酌几杯，让她品品酒香，无伤大雅。也许今日这顿饭就是他们的饯别宴了。南婉嫣要喝酒？顾墨寒挑着眉，炽热的眼底陡然现出了一抹奇异的光彩。他喝了酒什么德行，众人皆知。既然他要羊入虎口，他是不会拒绝的。既然王妃都这么说了，那就去把王府里上好的桂花酿拿来吧。是，王爷。于峰应下，和香玉一起兴高采烈地去拿酒了。两个小丫头表情有点小纠结，他们的娘亲又要喝酒吗？还是儿媳善解人意。然后瞪了顾墨寒一眼，臭小子！哼！小正角忽然忍不住笑出了声。黄奶奶这个样子，好像我找莫先生要糖吃，娘亲却怕我牙坏了，不让我吃。此言一出，饭桌上又爆出了一阵笑声。很快，于峰和香玉就端着酒壶来了。于峰，要是待会儿我喝了酒，表现有什么异常，你别客气，直接一棍子把我敲晕。于峰一愣，旋即反应过来，属下明白。来，喝。南婉嫣和顾墨寒很配合的举杯，朝着宜妃手边的杯子碰了碰。愿母妃早日康复，往后身体安康。愿母妃开开心心，往后余生都能无病无灾。酒劲儿上来了，他便又开始嗨起来，使劲的抱住小正角蹭了蹭。娘亲的乖宝宝，小正角就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小宝贝。小正角满脸的懵，还没反应过来，就见南婉嫣揉了揉小包子的脸蛋。我的小包子才艺双绝，长大后肯定是最厉害的小才女。姐妹俩对视一眼，忍不住附额。哎，又开始了。南婉嫣站起身，晕晕乎乎的左摇右晃，像极了一只小企鹅，冲宜妃笑成了花痴脸。我跟你说啊，我好喜欢你这样的，知性豪爽，善解人意，活泼开明。我要是个男人，我一定娶你。于峰看着南婉嫣明显不对劲儿的样子，顿时冷汗冒了一身。完了，王妃还是喝多了。紧张的看了眼顾墨寒，算了，王妃还是交给王爷处理吧。他真没这个胆子打晕他。儿媳，这是。顾墨寒无奈的勾唇起身，一把搂住南婉嫣不堪一握的腰肢往怀里带。他喝多了就这样。宜妃恍然大悟，原来儿媳喝多了是这样，逢人就夸，怪可爱的。他歪着头盯着顾墨寒的眼睛1、2、3。你在做什么？你眼睛里有好多星星，一闪一闪的发着光，很好看。星星？顾墨寒挑着眉，他的眼睛里哪有星星，明明满满的全是他。低头靠近他的耳畔，若是你喜欢，本王凑近些，让你仔细瞧瞧。南婉嫣的耳垂痒痒的。可以是可以，这样痒痒的。顾墨寒不禁心头一热，差点把控不住了。他将南婉嫣脑袋摁在怀里，遮住她一脸娇媚的模样。母妃，婉嫣喝醉了，儿臣送她回去休息。他看着梁小芝，你们娘亲这样，他们要跟着回去吗？还是让渣爹好好表现？孙女陪我睡，你带儿媳回去吧。小正角和小包子彼此看了看，最终是没有阻拦。那儿臣先带婉嫣回去了。顾墨寒将南婉嫣大横抱起，顾墨寒的心跳紊乱，抱着南婉嫣转身走出了净禅院。皇奶奶，父王和娘亲今夜能睡好吗？娘亲喝了酒会不会不舒服呀？没事，你们父王会照顾好他的。我们继续吃。婉嫣，
南婉嫣不知情的蹭了蹭枕头，睡得更沉了，就连唇上痒痒的、软软的都没有特别大的反应。顾墨寒吻上了南婉嫣，那颗躁动的心此刻像是从他的心口破体而出，鼻尖全都是他身上的香味，他乖巧无比。顾墨寒越吻越深，情难自禁。可是他突然回想起近日的种种，尤其是母妃同意南婉嫣和离的那番话，吻得又重又狠，最近真的是太过压抑了。轻盈的腰带缓缓顺着床沿滑落。婉嫣，本王不会让你走的，绝不。顾墨寒深邃炽热的眸子紧盯着南婉嫣，滚了滚喉结，然后起身压下去。这一夜，月色都被蒙上了一层旖旎的清辉。隔天早上，南婉嫣揉着惺忪的睡眼醒了过来，却觉得腰间重重的，让她喘不过气来。她蹙着眉，转头凄然撞进了一双狭长灼热的双眸里。顾墨寒俊美的脸上美得摄人心魄，让南婉嫣有一瞬间的失神。可是突然，昨夜片段的记忆涌入脑海中，猛地一个机灵，从顾墨寒的怀里起身，坐起来，这才看见他衣衫不整，耳根陡然一红，低头看向自己，同样是衣衫凌乱。南婉嫣眼睛都瞪大了，双手连忙护着自己。顾墨寒，你个混蛋，你昨夜都做了什么？没想到顾墨寒却是丝毫不慌，不紧不慢地坐起身，眼底不自觉地泛起了笑意。昨夜你发酒疯，将本王拉着到了你的屋子，对本王做了那么多暧昧不清的事情，不负责便罢了，怎么还学会倒打一耙？暧昧不清，可惜他喝醉以后就断片了，那也不可能把顾墨寒怎么着了吧？我知道我酒品差，但我昨晚也没喝那么多。而且你一个大男人，我要是想对你怎么样，你不会反抗，不会打晕我吗？你投怀送抱，本王为何要打晕你？顾墨寒猛然逼近了南婉嫣，南婉嫣被他吓了一跳，本能的往后退，但是腰疼不已，直接倒在了床上。刚要起身，男人直接伸手撑在他的身侧，将他欺压在榻上。南婉嫣的心脏顿时紊乱了。顾墨寒，婉嫣，我们昨晚恩爱缱绻，缠绵悱恻。昨晚你在本王的身上留下了多少东西，如今真一点不记得了。你少胡扯，喝醉的人根本热情不起来，我可是医者，你别糊弄到我头上。顾墨寒没料到南婉嫣这么不好骗，果然是他的女人。昨夜你确实差点对本王做了什么，但本王将你制住了。现在本王有些后悔没往下做，毕竟我们是名正言顺的夫妻，就算本王从了你，那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王妃若是想现在跟本王继续昨夜的事情，也不迟。昨晚他是想跟他发生点什么，什么都做好了，但是临门一脚他还是克制住，他不想惹他动怒。现在他故意撩拨他，试探他，也是想知道他和南婉嫣的关系经过昨晚的那些事情有没有缓解一些。闻言，南婉嫣如雷的心跳终于缓和了一点，没发生什么就好。南婉嫣很冷静地开口：够了，你别忘了我们还要和离呢。昨晚的事情就当是意外，我们只剩1个月的时间了。这1个月里，你我2人各自守好本分，最后大家好聚好散，不要闹得那么不愉快。顾墨寒听着女人冷若冰霜的语气，眉眼倏然一冷，方才还躁动的心一下子就沉冷下来。本王逗逗你罢了，若是真想，昨晚我们就成了。刚要轰他出去，这时房门被人猛地一下子给推开。娘亲，我们回来了。顾墨寒和南婉嫣脸色瞬间一变，两人赶紧拢好了衣服。你们回来了，昨晚睡得如何啊？回娘亲的话，睡得很好。娘亲，黄奶奶睡前还给我们讲故事了呢。你们啊，就喜欢听故事。黄奶奶身子不好，可不能让她少休息。我没有耽误黄奶奶休息。好啊，都是娘亲的乖宝宝。顾墨寒见南婉嫣对2个小丫头如此的温柔，想到南婉嫣刚才对她露出的冷漠疏离，心中一堵。你们可用过早餐了？王嬷嬷给我和小包子做了好多好吃的。王嬷嬷说，从前父王早上用膳就爱吃这些，我和阿姐也觉得很好吃。南婉嫣见2姐妹对顾墨寒的态度越发的好起来，心头骤然一紧。顾墨寒一怔，似是没想到2小只会对他如此坦诚以待，心里的失落和闷堵也缓解了不少，轻揉2个小家伙的脑袋，说：虽然好吃，但也别贪嘴。本王一会儿让香玉给你们准备些消食的茶点。本王今日还有些事情要忙，先走了。既是南婉嫣不希望他多待，那他就不再自讨没趣了。等顾墨寒走后，来，你们和娘亲说说，王奶奶给你们讲了什么故事啊？大跟娘亲平日里给我们讲的故事一样，很有趣。娘亲，我们很是喜欢黄奶奶，以后能不能经常去进茶院看黄奶奶呀？好啊，有空的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看黄奶奶。
很快就到了顾墨灵与秦慕白大婚的前2日。这天晚上，云雨柔撑着床沿起身，碧云，我想吃点东西。不一会儿便端着一些热腾腾的饭菜进来了。云雨柔走到桌边，刚闻到令人垂涎的肉香，却慌忙捂住自己的嘴，干呕起来。云侧妃，您这是怎么了？我最近也不知怎么了，总觉得难受，吃什么都没有胃口，还老是睡不醒。主子，难道奴婢去给您找府医，给您看看身子？啊，去吧。碧云火急火燎地出了院子。云雨柔看着他的背影，那双小鹿眼突然变得凌厉和嗜血。不一会儿，碧云就带着府医急匆匆地赶过来。你快点儿，侧妃现在很难受。郑府医，今日请你来，想帮我看看，我最近总是恶心、腰酸背疼，怎么都睡不醒，为何？回云侧妃，老奴还得把脉看看，不能妄自下定论呢。那就多谢府医了。隔着手帕给他诊脉，可诊着诊着，突然欣喜地瞪大了眼。恭喜云侧妃，是喜脉呀！碧云兴奋的眼珠子都快掉到地上了，忙不迭地追问：郑府医，您确定吗？云雨柔也是一副震惊的模样，装得很是激动。真的，我有王爷的骨肉了？千真万确，老奴行医数10载，不可能分不出喜脉，而且已足月。老奴冒昧问一句，侧妃最近的月事？停了，侧妃的月事已经1月没来了。可是王爷不想见我，贸然前去，恐怕会惹得王爷不高兴。这是翼王府的大喜事，王爷怎么可能不高兴呢？主子您放心，绝对不会有事的，奴婢这就去了。说罢，一刻不停的等不及冲了出去。翼王府的书房里，王爷，奴婢有大喜事和您说，您让奴婢进去吧。说。王爷，方才府医为云侧妃诊脉，发现云侧妃已有身孕，您快去看看吧。王爷就算不爱云侧妃了，可肚子里的孩子总不会放任不管吧？云雨柔怀孕了。顾墨寒双目猛地一震，有些难以置信的愣住了。那是不是说明那晚的事情真与南婉嫣无关？顾墨寒紧了紧修长的双手，朝着一脸懵逼的于副将说：老于，速去宫里召太医院的人过来。是叫江太医吗？多叫2个过来。云雨柔早已不是当年善良的云雨柔了，怀孕难保不是镇河府医作假。卑职这就去办。王爷，您现在不去竹兰院看看侧妃吗？顾墨寒没有出声，如刀子一般锐利的眼睛剜了碧云一眼。碧云瞬间噤声，大气也不敢出，老老实实的待着。王妃，您最近总是晨起呕吐，还是睡？忙房也是一日跑好几次，您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要不要看诊啊？我自己就是大夫，我还要找谁看？就是有点不舒服，缓缓就好。可是奴婢在想，您这些反应都是怀孕女子常有的反应，您不会是有了吧？南婉嫣差点被水呛着。怎么可能？我又没……反正不可能怀孕的，不是所有的干呕和嗜睡都代表怀孕的。她又没跟男人睡，一个女人还做不到无性繁殖。但是被香玉提醒之后，一阵狐疑还是涌上了南婉嫣的心头。最近她的月事确实是没来。可是王妃，您这情况……王妃不知道王爷夜夜入她的房，但是她身为奴婢是知道的，说不定就是怀孕了呢。我休息2天，吃点药，要是还不对劲儿就去看诊，好不好？奴婢会催着您的，也希望王妃赶紧好起来。好，听你的。晚上等王爷再来院子，他一定要跟王爷说说这件事。另一边，柔儿见过王爷。王爷，您已经好久没有过来看看柔儿了。顾墨寒睨了云雨柔一眼。江太医。是王爷。云侧妃，还请您坐好，让臣等看看情况。好，有劳几位太医了。云雨柔一面配合着太医做检查，一面惹人爱怜地望着顾墨寒，眼底满是深情和后悔。王爷，柔儿知道您对柔儿很失望，但您今日能来看看柔儿，柔儿真的很开心。顾墨寒一声没吭，2个太医依次上前看诊。如何？回禀王爷，老臣等给江侧妃看了脉象，确实是喜脉无疑。恭喜王爷，贺喜王爷！翼王府里又添一新丁啊！怀孕了，云雨柔真的怀孕了。顾墨寒的脑子瞬间变得一片空白，宛如被雷狠狠地击中了一般，心中的最后一丝侥幸也没有了。那他和南婉嫣还有2个小丫头之间的隔阂只会越来越大。
沈宇一直是一颗定时炸弹，所以从禁足那日开始，他就在谋划怀孕的事情。但他和顾墨寒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怎么可能真的怀上顾墨寒的孩子？何况若是他敢假怀孕，顾墨寒随便找人来一查便知，所以他只能铤而走险。禁足的这些日子，收买的王府侍卫交颈而还，他必须要怀上孩子。顾墨寒不记得那晚的具体情况，那晚宴那个当事人更是看上去忘得一干二净。只要他能尽快怀上肚子里的孩子，他说是顾墨寒的，那就是顾墨寒的。王爷，如今柔儿怀了您的孩子，柔儿知道您就是在生柔儿的气，也不会不管柔儿的，对不对？顾墨寒睨着云雨柔，心里的怒火浓厚，全都是恼恨自己。云雨柔，本王。云雨柔不给顾墨寒丝毫说话的机会，猛地起身抱住顾墨寒的腰，死死的不松开。王爷，柔儿知道的，王爷向来最有责任感了，过去都是柔儿的错，但柔儿很想要这个孩子，这是我们的骨肉，您别伤害他好吗？他抓住了云雨柔的手腕，将她从自己的身边扯开了。见他如此冷漠，云雨柔只觉得心口绞痛。王爷，柔儿知道自己以前做了很多对不起您，对不起王妃的事情，但柔儿现在是真的悔改了。柔儿得知自己怀了孩子的那一刻，柔儿才明白您为何会那么喜欢王妃的女儿，原来血脉是如此神奇，牵绊人心。王爷，柔儿不求您多看我一眼，只希望等我们的孩子出生了，能够跟他两个姐姐一样快乐健康的长大。您想，到时候一王府里3个孩子能互相作伴，该有多热闹啊！听到云雨柔提起南婉嫣和那2个小丫头，顾墨寒的脸色又沉了沉。你怀孕了，可以安心在王府养胎，本王会善待你和孩子，但你绝不能接近婉嫣和2个小丫头，否则本王不会对你留情。婉嫣，顾墨寒从什么时候开始，竟然跟南婉嫣那个贱人如此亲密了？他恨，真的好恨啊！柔儿明白，柔儿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孩子，绝不会再做任何傻事的。王爷，您可以不像以前那样对柔儿好，柔儿也绝不会有任何的怨言。不过怀孕是大事，柔儿也想让将军和将军夫人知道，免得他们担心。顾墨寒不重视他和孩子，他就得创造机会。你要去哪儿，本王不管。事到如今，你安分守己，不要动什么歪脑筋，否则本王绝不留情。很快，云雨柔怀孕的消息传遍了京城，云雨柔如愿以偿地回到了将军府。本以为接着假怀孕的事情风光地炫耀一番，却不想将军府却连一个来迎接她的人都没有。将军夫人更是一张臭脸对着她，语言间充满了讽刺。外面闹哄哄的，我还以为是谁来了，原来是你呀。夫人，柔儿回府看看您和将军。将军每日公务繁忙，没空见，请回吧。云侧妃，夫人有令，请吧。睁大你们的狗眼看好了，我家侧妃现在可是怀了王爷的骨肉，要是主子，你怎么不让奴婢说完呢？没事，走吧，去清安寺。表面上，她云雨柔只是一个将军府的旁支的庶女，身份低微，但是其实在高管家找到她，在她还年幼的时候，他就知道她是南青青和南婉嫣的亲妹，丞相南岐山在外多年的私生女。只是他的母亲身份卑贱，南岐山不允许有他这样的污点存在，才会遗弃他。很快马车便停在了清安寺的门口，南青青穿得寒酸，头发都剃光了，正在扫地，比奴婢还不如。云雨柔脸上挂起一抹得意的笑，朝着南青青走过去。柔儿见过陈王妃，哦不，现在应该不能叫陈王妃了吧？瞥了云雨柔一眼，转身往着僻静无人的后院走去。佛门禁地，施主就不要大声喧哗了。云雨柔眉眼微冷，也跟上去。姐姐别生气啊，柔儿也只是来看看你，见你清瘦了不少，柔儿也是心疼的。南青青的脚步一顿，看向了面前娇柔造作扶了扶发髻的云雨柔。你找我是有话要跟我说吧？那就自己进来吧，别打扰其他人。我是个罪人，扰了别人的清静，日子不好过。侧妃，奴婢还是跟着您吧。放心，他不敢动我，你就留在外面吧。四下无人，云雨柔也不再装柔弱了。昔日第一才女，高高在上的陈王妃，如今竟然是这个下场，真是可笑啊！你以前说我处处不如你，没想到你现在这么惨，一个下贱的婢女还不如。手指早就握紧了成拳头，却没有作声。你说你的爹过去那么爱你，怎么现在你出事却无人理你？爹不疼，娘还死了，活得不如一条狗。南青青啊，我要是你啊，早就一头撞死在墙上了。
说够了没有？没说够，远远不够。我知道你从小就喜欢顾墨寒，但你却选择了顾墨风。如今顾墨寒才是准太子，而你最看不起的南婉嫣和我，一个是顾墨寒的正妃，一个是他的侧妃。这种感觉是不是像被人狠狠撕破了脸皮，还扔到地上擦了1000万遍一样不好受啊？云雨柔，你闭嘴！手忍不住的往身后的剪刀拿过去。姐姐你先别急啊，今日我来是要跟你分享一件喜事的。我啊怀了王爷的骨肉，王爷很高兴，十分宠我呢。云雨柔怀孕了。他便收回了想将云雨柔捅死的想法，南青青却猛地掐住了云雨柔的脖颈。云雨柔，你也配怀上他的孩子？云雨柔被吓得花容失色，眼前发黑，彻底闭上双眼，倒在了地上。南青青大口地喘了口气，确定云雨柔死了，这才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从怀里掏出一封遗书，放在旁边的石桌上，然后将涅盘牢牢地握在手心里。置之死地而后生，事到如今也只能赌一把了。南青青将白绫缠在树上，深吸一口气，低头看了看手心里发烫的涅盘，豁出去了，将脖子放在白绫上，脚用力地将石凳给踹倒。不多时，天边红光乍现，惊起了鸟雀无数，有什么东西竟悄然的改变。义王府香林院，小蒸饺和小包子正在和南婉嫣一起收拾临走前的行李。娘亲怎么了？没事啊，娘亲只是有些头疼。话音未落，南婉嫣忽然两眼一黑，径直地朝地上摔去。娘亲，娘亲你怎么了？不要吓唬我们！娘亲，二姐，娘亲怎么了？我不知道。小包子，你看好娘亲，我现在就叫香玉姐姐进来。香玉姐姐，娘亲出事了，不知道怎么就昏迷了，你快找大夫给她看看。王妃出事了。香玉脸色一变，立即让人去请府医，然后叮嘱消息不要外露。王妃，香玉姐姐，娘亲昏倒之前说她头疼，怎么都叫不醒。小郡主不慌，府医很快就到。两位小郡主，奴婢已经让人去找王爷过来了，王爷很快就到。过了一会儿，两个小丫头就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王爷，王妃她……顾墨寒神色焦急担忧，疾步走进屋子。婉嫣。小蒸饺小包子看见顾墨寒，一下子就崩溃了，一下子直接扑到了顾墨寒的怀里，嚎啕大哭起来。父王！顾墨寒紧紧地攥着手，安抚地摸了一下两个小丫头的脑袋。别怕，父王来了。娘亲她突然就晕倒了，我们怎么喊都没反应，怎么办？父王不会让你们娘亲有事的。玉凤已经去请御医了，府医来过了吗？他说什么？香玉也觉得奇怪，府医都请了好一会儿了，可人还没有来。他正要说话，就在这时，门口忽然响起了王嬷嬷焦急无比的声音：“王妃啊，王妃不好了！娘娘她刚才突然晕了，像是昏睡过去，怎么喊都喊不醒。你……”王嬷嬷火急火燎跑进屋子，一眼就看到俊脸阴鸷的顾墨寒正守在南婉嫣的床边。王爷，王妃这是怎么了？嬷嬷，你刚刚说什么？母妃她怎么了？回王爷，方才老奴正和娘娘说话，娘娘突然说头疼，然后就闭上了眼。但府医觉得情况不妙，老奴便立即来找王妃。谁知道王妃她是不是不舒服？香玉现在明白了，王妃和宜妃娘娘怎么突然都昏迷了呢？嬷嬷，方才母妃是突然喊头疼，然后是晕倒了，我们怎么喊都喊不醒。什么？王妃竟然也是晕了过去？这是怎么回事？怎么那么凑巧？府医在母妃那边如何说？那府医说娘娘似乎没什么大碍，一切都很正常。同一个症状，同一个时间。香玉，立即让香莲去查，看看母妃和王妃是不是吃了什么东西，还是接触过什么不对劲的东西。速去。奴婢这就去。慢着，不要走漏风声，莫雨明那边也不许提。奴婢明白。说完便立即出去了。香玉刚走，姜太医就被于峰拽进了南婉嫣的屋子里。不要行礼了，快给婉嫣看看。把脉的时候，姜太医的眉头越皱越紧。脉象倒是正常，不过王妃似乎是滑脉呀，难道王妃也怀孕了？
江太医，情况如何？江太医还在认真的诊脉，不过南婉嫣的滑脉若隐若现，他不太能确定是不是怀了。回王爷的话，依这脉象来看，王妃许是这段时间劳累过度才导致的昏睡，没有大碍。闻言，顾墨寒骤然松了口气。娘亲，这段日子娘亲的确很忙，总是休息不好。两位小郡主，王妃没事的，别太难过了。江太医，娘娘也昏迷了，您随老奴来吧。不必，本王一块去看看。雨峰，你在此守着王妃和2个小丫头，务必保证安全。是，王爷。娘娘也昏迷了，您说的可是宜妃娘娘？她醒了？昏迷了10几年的活死人，居然醒过来了。路上说吧，先去给母妃看诊。是。他细细地为宜妃查看，最终对顾墨寒说：宜妃娘娘身体也无大碍，至于为何突然昏睡，老臣还真不太清楚。倘若不是中毒，婉嫣和母妃同时昏迷，怎么想都是十分诡异。麻烦你在此处守着母妃，母妃苏醒的事情绝不可以外传。是，老臣遵命。江太医应下以后，还想说说南婉嫣的事儿。王爷，王妃她……但他的话还没说完，顾墨寒就已经急匆匆地走了。